我还真就日了狗了，这特么整个宗门难不成没有别的男人了？这又喊老子过去！一个绑着小辫、五官清秀的男子，嘴里叼着个狗尾巴草，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脑后，骂骂咧咧地朝着青鸾峰走去。一路上不断的有同龄人和他打着招呼，这些人无一例外，眼神中都透露着羡慕嫉妒恨。方闯师兄又去青鸾峰啊？方闯师兄，你这个月得有满勤了吧？方闯师兄，不瞒你说，小弟对青鸾峰神往已久，可是碍于门规，你懂的。那里面是什么样子？方闯师兄如果方便的话，我这里有偷我师父的前天佳酿，你看。面对这些人，方闯一脸的不耐烦。哎呀，行了行了，有你们嚼舌根的时间，多修炼修炼，争取被挑中。到时候青鸾峰里面什么样，你们不就都知道了吗？没有人注意到方闯说这话的时候，眼底里藏得极深的那一抹悲哀。所有人的话语中都透露出对一个地方的向往。青鸾峰，合欢门的双修之地，在那里说的好听点，那就是活色生香；说的难听点，那就是青楼 king， 无冕之王。凡间的青楼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你青楼下见，可没有人在门口耕地吧？青鸾峰有人专门负责疏通下水道吗？青鸾峰有公共的奶牛吗？青鸾峰简单的说，色欲在这里被开发到了极致，哪怕得道高僧来了，也只能掐着佛珠念上一句阿弥陀佛。方闯轻车熟路地来到青鸾峰下，看着高耸入云的山峰，终年环绕着氤氲仙气。如果不是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货色，方闯还真的以为这里会是一片世外桃源呢。来到传唤自己的牡丹亭，轻轻推开大门，一阵怪异的气味扑面而来。前世身为一夜7次小郎君，方闯对这些味道简直不要太熟悉，看来这次玩的也挺狠的。外门弟子方闯见过兰师姐。方闯站定后，恭敬地对着床的位置一拱手，神态恭敬地说道。在床角躺着一个已经完全干瘪的尸体，但从外貌来看，说是在外面风化了1000年也有人信。方师弟，你来了。床上传来一道慵懒妩媚的声音，哪怕不去看此人面容，都能够让人血脉喷张。妖孽，天生的妖孽。方闯心中倒是一惊，以生媚人，这蓝姬已经突破到了合欢门功法的第2层了。合欢门功法名叫满天星，听起来挺高大上的，可里面的内容一个接一个的下流，不是教你撩人，就是教你开鱼塘，洗完了还不管埋的那种。而这满天星第1层是最基础的以色媚人，说的通俗点就是牺牲肉体，第2层就是以生媚人。到了这个阶段，单单只靠声音就能够让人欲罢不能。到了第3层，那可厉害了，以神媚人，看你一眼就能让你陷入对方为你精心打造的天堂。在这里，你能肆意妄为，浑身是胆，就连随地大小便都不会被抓起来，幻境中的他们反而还会不穿衣服把你围起来，为你成功随地而欢呼，喜极而泣。不过这个境界听说就连合欢门的开宗祖师也没有达到，现在更是所有青鸾峰的人都处于满天星的第1层。有了这些人的衬托，才更显得蓝姬的天赋惊人。抬头看我，慵懒的声音再度传来。方闯蓦然抬头，入目处是一对完美的就像是艺术品的大长腿。方闯感觉别的不提，就这2条香喷喷的腿他都能给舔化1层。再往上，哎，可惜被被子挡住了。另一边露出一张绝美的脸，媚若天成，一颦一笑间都带着对男人致命的风情。见方闯当真抬头，蓝姬愣了一下，随后笑了，感觉这个小子挺棱的，也挺有趣的，当下起了童心。你这人，让你抬头你就真抬头了，你不知道我专门吸男人精气的吗？方闯一脸无所谓。知道啊，知道，你还如此鲁莽。因为不怕。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这回方闯已经吐掉了口中的狗尾巴草，一张清秀的脸颊，棱角分明的下颌线，仔细看起来，方闯还真有点着实俏公子的模样。蓝姬又紧紧盯了一会方闯，见实在是无法从方闯的表情上看出什么，顿时整个人无趣的往后靠着靠枕，再起朱唇。就这样吧，你把他给抬下去吧，处理好，5日后来我这里，我要亲自考校你这段时间的修习成果。是。方闯愣了一下，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苦涩的回道。抱着地上那位干瘪的几乎没有什么重量的老兄离开了。看着方闯离开的背影，蓝姬眼神若有所思，以自己满天星第2层的修为，竟然魅惑不了他。别说魅惑了，刚才蓝姬可是看得真切，方闯可是在他的3成功力下，小方闯可是连劲力都没有。能够发生这种情况，就只有3种可能。第一种，那就是方闯是太监，根本没有，但是能够被招入合欢门，这一点自然是检查过的，直接排除。第二种，那就是修为超过蓝姬太多，
这一种也排除。那些修仙大佬谁会闲的没事来这么个小宗门，挑3个月的水埋3个月的人？红尘历练也不是这么个练法，那就只有第3种了。方闯身上有秘密，而且是大秘密。想到这里，兰姬愣住了，随后低头看了一下，又大又圆。很好。另一边，埋完了刚刚被兰姬吸干精气的那位仁兄，用铁锹轻轻拍了拍土，感慨道：哎，也不知道5天后我能不能在欲仙欲死中被吸干。兄弟，估计再过5天我就来陪你了，到时候咱俩说不准还能拜个把子。在这个小土坟后面还有密密麻麻的上百个，这每一个小土坟中都躺着一个方闯亲自从青鸾峰上拉下来的干尸。看着这一个个小土坟，方闯难免有些兔死狐悲，一个个拼了性命也要进的仙门，殊不知后面是一张张血盆大口啊！叮，恭喜宿主激活多子多福系统，每增加一个后代获得100积分，后代每提升一个境界，可根据境界的不同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可以用来在系统商城中兑换各种仙宝符咒。尊敬的宿主，请开启你的异界之旅吧。方闯整个人激动的一哆嗦，差点直接把手里的铁锹扔了。如果他方才没有听错的话，自己的金手指来了。多子多福系统，听名字就很色情，符合自己和欢宗外门弟子第一人的逼格。系统，你有什么功能？方闯尝试着在心里问了一句，虽然不知道和系统的沟通方式，不过照着书上的来就准没错。只要宿主每增加1名子嗣，就能够获得100积分。子嗣的修为每次晋升也会根据突破的境界来返还积分，突破的境界越高，奖励的积分也就越多哦。恭喜宿主来到异世界，请开启你的造子造孙之旅吧。现在由于宿主是第一次开启系统，额外赠送新手大礼包，是否打开？方闯眼前一亮，二话不说直接在心里回复打开。新手大礼包，这可是个好玩意。书里很多主角不都是那种获得系统前不是什么赘婿就是什么软饭王，虽然说后者很爽，可是你都穿越了，不得弄点成绩出来，最起码那也得3妻4妾吧。然后就在某一天，原先狗得而不是的主角有着各种负面身份获得了系统，并且还幸运无比的获得了新手大礼包，从此洗尽铅华，重新做人，勇攀巅峰，勇闯天涯。恭喜宿主成功打开新手大礼包，获得玉女丹100枚，21世纪情趣内衣50套，超薄狼牙小弟加持器，由天外云铁打造，就算是化神修士也无法损害丝毫。方闯懵了，好半天了，整个人还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物品，一大盒外表看起来和6味的黄丸差不多的玉女丹，地上放着一个纸箱子，里面塞得太慢，一条粉色的毛茸茸的尾巴玩具调皮地跑了出来，还有一个一看就是小弟铠甲的亮银色武装。叮咚，恭喜宿主触发主线任务，和蓝鸡蛋下子4，奖励100积分，100年修为。方闯惆怅了，一个6味的黄丸，一箱子情趣内衣，一个除了结实没啥卵用的小弟铠甲，就是方闯用来对付蓝鸡的全部武装，这特么和送死有什么区别？不行，我得先弄点积分，再兑换点别的装备，再去攻略蓝鸡这个 boss。 幸好任务里面没有写完成时间，否则的话不就操蛋了吗？一边走，方闯心中这么想着，下一秒心中再度传来系统机械版的声音，任务更新，主线任务，和蓝鸡发生肌肤之亲，期限30天。我操！方闯气急败坏地将手中的情趣内衣扔在地上。回到自己的宿舍的时候，方闯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将手里的东西往身后藏去，一边藏心中一边骂，该死的系统给这么丢人的东西，连个储物戒指都不给，这要是被熟人看见了，自己再和欢宗别混了。就那些大喇叭，恐怕第2天整个合欢宗就都知道，有个宇宙无敌罗圈大变态在外门弟子的宿舍外公然对情趣内衣发情。年轻人，突然旁边一道声音喊住了方闯，扭头看去，看见旁边一块稍微平滑的大石头上盘腿坐着一个老头，老头须发皆白，破衣烂衫的，正闭着眼感悟天地精华呢。方闯死死将手中的东西藏在身后，对着老者尴尬一笑，老人家，你是在喊我吗？老者就这么坐着，听见方闯的话后突然仰天长啸，老夫方才观你双目有神，俩腿会走，年纪轻轻就有一身横连的筋骨，细细看去竟还有一道强烈的光芒从你的任督二脉喷出来，你就是万年难得一遇的修仙奇才啊！将来保卫修仙界和平，打倒域外魔族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方闯心中一惊，这套路他熟啊，这要是放在以前他肯定是不会上当的，可是现在他人都穿越了啊，还觉醒了系统，
有些得道真人能够看穿他是拥有大气运的主角，也是有些可能的。想到这里，方闯偷偷地将手中的玉女丹给揣兜里，秦剧内衣和小弟铠甲踢到旁边，腾出来双手后，赶紧对着老者抱拳。看前辈目光炯炯，身上大道气息弥漫，气度不凡，仙风道骨，双目一瞪，威严无比。难不成前辈就是很久没在修仙界露面的？不错，天罡神拳西门诀就是老夫。方闯心里都快乐开花了，这家伙看起来挺好忽悠的啊！不行，我得趁热打铁，看看能不能从这货手里套点好货出来，弄个什么天阶心法、灵级神器啊啥的。方闯赶紧道：西门诀前辈的传说，整个大陆都流传甚广。今日方某能够得见前辈尊容，当真是现在让我立刻去死，我也没有遗憾了。西门诀看了一眼方闯，哼，老夫生平最恨那些溜须拍马之人，那种人老夫看见一个杀一个。继而话头一转，指着方闯，不过你不错，我能够感受得出来，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这样，我这里有几本秘籍，今日你我能够相见也是有缘，你且过来挑选。不牛逼不要钱。方闯心头暗喜，来了，重头戏来了。自己能不能无伤睡蓝鸡，完成系统任务，从此多子多福，走上人生巅峰，就看这一次了。这样想着，方闯将脑袋凑了过去。哇，前辈的收藏果然是丰厚无比，这些秘籍晚辈只是远远看上一眼就心神俱震，这些一看就是夺天功造化的顶级心法。说着，方闯还上手拿过来一本秘籍，就比如我手中的这个如来神掌，只是听这个名字就大气磅礴，这要是练成……说到一半，方闯突然意识到不对劲，赶紧看向摆在地上的另外那些秘籍。等看清楚名字后，整个人眼前一黑：九阴白骨爪、九阳神功、九阴神功、倚天屠龙记、格列佛小人国。你妹的！我说刚开始那词怎么那么熟悉呢？都换世界了，你丫连道具都不换。说实话，看着面前摆了一地的秘籍，方闯心中是猛的，这特么感觉自己穿越过来，穿越了个寂寞啊！这到处都是熟悉的味道。前辈，你这些都是哪里来的？方闯说话的声音都哆嗦了。嗨，这不重要，你要不要？要的话，需要答应我的条件，我才能给你。西门诀说着，比了个一，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想要这些东西，只需要达成自己的一个条件就行。方闯说道：前辈，什么条件？你说。西门诀一脸的正气凛然。睡了蓝鸡。啥玩意？方闯整个人都愣了一下，随后直接跳了起来。西门诀的条件竟然和系统发布的任务一样，这老头到底什么成分？方闯狐疑地看着西门诀，正在抠鼻屎的西门诀在他眼中身上充满了神秘。俗话说，要想让一个人痴迷你，那么就要让他对你好奇。方闯还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地步。西门诀扣了扣鼻屎，然后闻了闻，放进嘴里嚼了嚼，似乎觉得这样有些埋汰，就又在自己的衣角擦了擦自己刚才扣鼻屎的手指。哦，方闯顿时觉得胃里有些翻江倒海，趁着老头不注意，从地上随便抓起一个秘籍就跑，隔着老远都能听见西门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拿了我的东西就必须要完成任务，否则会得到惩罚的哦。回到合欢宗发的宿舍里，方闯连忙关上了门，大口地喘着粗气。方师兄，这是怎么了？跑这么街？宿舍内正在收拾床铺的徐阳吓了一跳。他在来合欢宗之前是个富家公子哥，有严重的洁癖，每天就那个被子床能收拾800回。嘘，方闯伸出手指挡在嘴边。你记不记得咱们宗门里面有一个老头？随后方闯简单形容了一下那个老头的模样。徐阳愣了一下，说道：没听说过合欢宗里有这样的人啊。方师兄，你说这人有没有可能是合欢宗里新来的长老？不可能。方闯直接打断，合欢宗还从来没有找过男长老，绝不可能是长老。那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方师兄，知道你和蓝姬师姐走得近，可你也要注意节制啊。注意到徐阳的眼神，方闯意识到后者误会了，苦笑一声。看来这合欢宗宗门上下都以为自己已经和蓝姬那娘们那啥了。没人知道，这合欢宗内门的那些女弟子全部都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狐狸。不过还好，自己这次也算得到了点道具，感受了一下储物戒指中躺着的玉女丹、小弟铠甲和情趣内衣，这好歹也算是系统的第一次赠送。不管怎么说，好歹也得有点用吧。时间过得很快，半个月过去。这半个月内，方闯依旧还是那个方闯，每天沐浴在外门弟子羡慕的眼神中。毕竟他可是唯一一个能够随意进入青鸾峰的男人，这种特权对于某些男弟子来说，那可是比突破境界还要来的刺激。俗话说得好，人红是非多，
方闯现在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本来他每天混混日子，然后抽时间混混系统爸爸的福利，也挺好的。可最近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外门中的闲话多了起来。你知道吗？方师兄能够随意出入青鸾峰，是因为他是个太监。你也听说了？我也早就知道了。我就说，怎么整个合欢宗外门没有一个外门弟子和方师兄一起上过厕所？对啊，你想想看，一个正常人上厕所怎么可能不喊2个人？那一个人上厕所有意思不无聊？他为什么要一个人上厕所？有秘密呗。噗，瓜子壳飞了出去。正常男人上厕所不喊人，不喊人那能尿得出来？什么样的人上厕所害怕？所有人对视一眼，太监方闯人都骂了，这特么的，那是自己上厕所不喊人，是没人可喊好吧？那些和自己同一批上合欢宗的人早就被他亲手埋在了青鸾峰山后的小山丘了，现在外门的这些弟子全部都得喊他一声师兄，和一群小屁孩比谁尿得远？那不是弱智吗？要比，方闯也得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比，那才有挑战。摇了摇头，不再去想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罢了，现在毕竟是人红是非多，身为现在整个弟子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方闯认为自己应该有些包袱，毕竟不能随意的跟宗门弟子们聊天，这样会让偶像滤镜碎掉的。从储物戒中拿出自己那天顺的西门诀的秘籍，准备好好研究研究。前几天他刚在宿舍准备拿出来研究的时候，就直接被青鸾峰管事喊走了，直到这会才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私人时间，掏出秘籍，等看清楚上面的4个大字后，方闯老脸一黑。只见他手中的秘籍封面上写着4个大字：葵花宝典。不会这么点背吧？抱着侥幸的心理翻开了葵花宝典，刚看到第1页，方闯绝望了。上面写着他不能再熟悉的8个字：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啪！方闯猛地将葵花宝典摔在地上，恨声说道：玩个蛋啊！咚咚咚，敲门声传来，方闯在吗？方闯听出来是青鸾峰护法的声音，连忙回道：弟子在。青鸾峰蓝姬师姐喊你过去。蓝姬师姐，方闯的声音都有点发飘。护法师兄，不知蓝姬师姐找弟子所为何事？门外的护法声音依旧平淡，听不出喜怒。师姐吩咐让你即刻前往青鸾峰牡丹亭，其余的我也不知。说完，脚步声渐远，显然是已经走了。方闯磨磨蹭蹭地站起身，奶奶的，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他现在严重怀疑，这合欢宗是不是专门跟他八字犯冲？一路上方闯都是忐忑的，我垒个飞天大骆驼，不会真的轮到我了吧？多子多福，多你奶奶个腿！方闯心里把这4个字翻来覆去的骂了不下180遍。但凡让他换个地界，甚至哪怕是凡人地界，以他这副皮囊，他绝对能把这多子多福的伟大事业发扬光大，开枝散叶，子孙满堂。可现在是什么地方？老虎山。青鸾峰就是这老虎山上最凶猛的那只母老虎窝。这里的娘们哪个是省油的灯？一个个修炼的都是采阳补阴的邪门功法，坐地能吸土，何况是活生生的人。那些前仆后继的师兄弟们不都成了花肥，埋在青鸾峰后山那片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了吗？他方闯可不想成为其中一员，连块墓碑都没有，顶多清明节的时候被哪个多情的师姐偶然想起，撒上一泡尿算是祭奠了。越想方闯的脚步就越沉重。青鸾峰是那般缭绕，可这一切在方闯眼中都像是涂抹了剧毒的蜜糖，美丽而致命。方闯离着老远，便听到雅间内隐约传来阵阵奢靡之音，难以用言语形容，令人面红耳赤的动静。方闯脚步一顿，头皮有些发麻，遭不住，根本就遭不住。他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平日里连个荤段子都只敢在心里想想，哪里听过这般阵仗？他站在亭外，犹豫着要不要直接掉头跑路。就在他天人交战之际，雅间内的声音突然变了调，之前那些莺莺燕燕的欢声笑语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压抑的，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发出了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只被人扼住了喉咙的公鸭，充满了垂死的挣扎。方闯听得真切，那绝对是个男人的声音。在之后，声音也渐渐微弱下去，最后就彻底没有了声息，死寂，一片死寂。方闯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都不用想，那男的要是没嘎，他自己刨坑去把自己给埋了。在这青鸾峰上，男人的命比纸还薄。果然，下一刻里面就传来了蓝姬那酥到骨子里的声音：哥哥喽，是方小弟来了吧？在外面杵着做什么？快进来吧，师姐可等你好久了呢。听到里面的话，方闯一个哆嗦，回过了神，深吸一口气，像是要赴死一般。
硬着头皮推开了牡丹亭那雕花木门。甫一入内，一股浓郁的香气便扑面而来，熏得方闯差点一个趔趄。亭内果然是极尽奢华，四周垂挂着半透明的娇绡纱幔，随风轻摆，朦朦胧胧。亭子正中，一张宽大的紫檀木软榻，上面铺着锦绣绸缎，而一个身姿妖娆的女子正斜倚其上，正是兰姬。兰姬今日穿了一件绯红色的薄纱宫裙，领口开得极低，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她发髻高耸，斜插着几只流光溢彩的凤钗，媚眼如丝，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走进来的方闯。方闯心头一紧，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方闯的目光不敢在她身上过多停留，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四周，果然在亭子角落的阴影处胡乱堆着一团衣物，看样式似乎是和欢宗内门男弟子的服饰，已经被揉搓得不成样子。而在那堆衣物旁边，则是一个更让他毛骨悚然的东西，一个约莫人形的物体被一块粗糙的白布随意盖着，一股寒意从方闯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兰姬并未立刻发作，见方闯进来，她娇笑着，缓缓从软榻上支起身子，赤着一双雪白玉足，踏着柔软的兽皮地毯，一步一步向方闯走来。哥哥了，方小弟，你可算来了。兰姬的声音柔媚入骨，带着慵懒的磁性。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也不来姐姐这里看看，怎么？难道是姐姐这里不够好，让你瞧不上了？他的眼神像带着钩子，勾得方闯浑身不自在。他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湿了一片。方闯脸上努力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把兰姬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他太明白了，今天要是说不出个1、2、3来，他是真要交代在这儿，成为那白布下的一员了。拼了！电光火石之间，方闯心一横，脸上那副谄媚讨好的表情瞬间一收，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正气凛然，还带着几分被冤枉的委屈。师姐，你怎么能这么想师弟我？方闯的声音陡然拔高，听起来倒像是真情流露。师姐你对我的好，那简直是天的可见，日月可表。要不是师姐你当初提携，小弟我如今恐怕还在外门挑粪，哪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师姐说话。他捶了捶自己的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师姐，你以为我是因为害怕什么才不来见你的吗？你这是在往师弟我的心口上捅刀子啊！兰姬被方闯这突如其来的表演弄得微微一愣，那双媚眼中的玩味更浓了几分。他停下脚步，双臂环抱在胸前，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方闯，却没有丝毫开口要说话的意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他倒要看看这小子还能说出什么花来。方闯见兰姬不说话，心中更是叫苦不迭，但也知道此刻绝不能停。他深吸一口气，也不再墨迹，右手在腰间的储物戒指上一抹，光华一闪，一件东西便出现在他手中。他猛地将那东西高高举起。师姐请看。兰姬的目光落向方闯手中的物件，只见那是一件内衣，而且还是那种用极细极薄的丝线织就，带着繁复蕾丝花边的贴身亵衣。更绝的是，方闯还像是特意挑选过一般，这件蕾丝内衣竟然是幽幽的蓝色，与兰姬的名字倒是颇有几分呼应。师姐，方闯的声音带着一丝邀功的激动，这是弟弟我专门为您准备的礼物。为了这件礼物，我可是费尽了心思，跑遍了整个宗门，甚至还偷偷潜入好几位长老的灵蚕园，就是为了寻找这最上等的冰蚕丝啊！此丝薄如蝉翼，触之无物，最能衬托师姐您这般绝世的容颜和身姿。为此，我还为她起了一个名字——蓝色妖姬。方闯说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仿佛他真的为了这件蕾丝内衣上刀山下火海了一般。看着方闯手上那件蚕丝内衣，兰姬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艳几乎难以捕捉。蓝色妖姬，他的声音低了8度，之前那种戏谑玩味的语调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伸出手，从方闯手中接过了那件薄如蝉翼的亵衣，指尖轻轻拂过那柔滑冰凉的丝绸。这真是你做的？兰姬抬起头，那含水的眸子此刻正一瞬不瞬地盯着方闯。方闯一看这架势，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咚的一声就落了地。成了，赌对了。他哪里还不清楚，自己这道鬼门关算是勉强闯过去了。不过他脸上可不敢露出半分得意之色，反而更加诚恳，当即挺起胸膛，拍得砰砰作响，一副义薄云天的模样。师姐，您这话说的，别的不敢说，就这件蓝色妖姬，您要是能在整个宗门，不，整个天元大陆上找出第2件一模一样的，小弟我二话不说，现在就去后山自己刨个坑把自己埋了，绝不给师姐您添堵。他这话说的斩钉截铁，倒真有几分唬人的气势。眼见方闯这般信誓旦旦，不似作伪，兰姬那素来冰冷的心湖深处
似乎被投下了一颗小小的石子。这小子平日里看着油腔滑调，倒还有这份心意。只是他蓝姬何曾需要别人如此费心？感动归感动，但他脸上并没有任何改变，倒还有点意思，算你有心了。他将那件蓝色妖姬的放在身旁的软榻上。好了，蓝姬的语气又恢复了几分平时的慵懒。他伸出纤纤玉指，随意地指了指墙角那团被白布盖着的东西。你先去把那碍眼的家伙拖出去处理干净了。回来了，姐姐，我给你交代一个好差事。好嘞，师姐您瞧好吧。闻言，方床想都没想，立刻点头哈腰。只要能活命，别说拖个死人，就是让他去跟妖兽肉搏，他也得硬着头皮上啊。他转身就往外跑，生怕蓝姬改了主意。不出片刻的功夫，方闯就去而复返，肩上还扛着一个自制的粗糙铅把子。这一次，他脸上已经没了刚才进来时的慌张。虽说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很恐怖，不过话说出来，那绝对是守信的。师姐，我回来了，那家伙我已经处理妥当了。方闯将铅把子往门边地上一对，便走入房间之中。可刚一踏进内室，方闯整个人就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般，瞬间僵在了原地。紧接着，他就感到鼻子下面一股温热的液体涌了出来。他下意识地伸手一摸，鼻血！我的个亲娘姥姥啊！一个字，真他娘的波澜壮阔啊！眼前这景象，饶是他两世为人，也差点没把持住。只见内室之中香风阵阵，蓝姬竟然已经换上了那件蓝色妖姬，那薄如蝉翼的幽蓝丝绸紧紧地包裹着她玲珑浮凸的娇躯，胸前那两团饱满，简直像是熟透了的麒麟瓜呼之欲出。雪白修长的玉腿在幽蓝色的衬托下，更显得晃眼夺目。方床只觉得口干舌燥，脑子里嗡嗡作响。他之前送礼的时候，光想着这玩意儿新奇独特，能讨对方欢心，压根没敢往深处想。现在亲眼看到这蓝色妖姬穿在蓝姬这妖精身上，他才明白这玩意的杀伤力究竟有多么恐怖。小闯此刻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对着蓝姬师姐行着注目礼，表达着最崇高的敬意。想想也是，青鸾峰这种地方，换个衣服而已，哪里需要避讳什么人？关门，不存在的。就在方闯神魂颠倒的时候，一道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悠悠的在他耳边响起，直接将他的三魂七魄给拉了回来。小弟弟看得这么出神啊！蓝姬慵懒的倚在梳妆台边，单手支招香腮，媚眼如丝的瞟着他。怎么样，姐姐这身你还满意吗？他顿了顿，声音中多了一丝蛊惑人心的魔力。想不想试试？方闯听到这句话，脑子嗡的一下，差点没直接短路。鼻腔里那股蠢蠢欲动的温热感再次上冲，他慌忙向后退了两步，脚后跟却不争气地磕在了门槛上，一个踉跄，险些表演一个平地摔。师姐，您就别拿我开涮了，我哪敢啊！方闯的舌头跟打了结似的，眼神更是慌得四处乱瞟，就是不敢直视眼前的蓝色妖姬。这娘们儿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炸弹，杀伤力太大了。蓝姬见他这副窘态，咯咯娇笑起来。他迈着猫儿般的优雅步子，缓缓向方闯走来。哟，瞧把你给吓的，脸都红成猴屁股了。蓝姬伸出白皙如玉的纤纤食指，她的美眸中波光流转，带着几分玩味。怎么，是姐姐不好看呢？还是说这件衣裳不合你的心意？温热的鼻血终究还是没能顶住这连番的视觉冲击，一滴嫣红不偏不倚地滴落在了蓝姬雪白的手背上，显得格外刺眼。方闯下的魂都快飞了，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不形象了，慌忙从怀里掏出那块擦汗的破布。好看，好看，师姐您穿什么都好看，这衣裳简直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绝配，天仙下凡都没您好看。他现在是真怕了，这妖精明显是在玩火自焚的边缘疯狂试探，自己要是再不识趣一点，恐怕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小命要紧，美色虽好，也得有命消受不是。蓝姬看着他那副狼狈不堪又强作镇定的滑稽模样，他优雅地收回手。行了，看你这点出息。蓝姬的语气终于恢复了几分平时的慵懒。方闯哪里还敢接他这话茬，只能低着头，恨不得当场在地上刨个坑把自己埋进去，心中却在疯狂呐喊：想啊，怎么可能不想？做梦都想啊！但这虎狼之词，打死他也不敢说出口啊。蓝姬似乎也逗弄够了，他伸出玉指，轻轻拍了拍身旁的空位。过来坐。方闯闻言，心中又是一紧，这是什么意思？考验还没结束。他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在距离蓝姬约末半尺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坐下，屁股尖儿只沾了软榻的一点边，生怕离得太近
又引火烧身。兰姬瞟了他一眼，嘴角微不可察地向上扬了扬，似乎对他的这份识趣还算满意。他敛去了几分眼中的媚意，神色也稍稍郑重了一些，不再像刚才那样充满挑逗。好了，不逗你了。兰姬缓缓开口，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好差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方闯闻言，心中暗暗松了一大口气，连忙正襟危坐，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虔诚模样。师姐请讲，弟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话虽然说的有些夸张，兰姬玩味地打量了他几眼，似乎在评估他这句话里有几分真心，几分假意。片刻之后，他才悠悠然说道：赴汤蹈火倒是不至于，不过嘛，这差事确实有点意思，也有点危险。我们青鸾峰有一处密地，最近出了点异动。密地？异动？方闯心中一动。兰姬点了点头，具体是什么异动，暂时还不清楚。宗门高层对此事十分关注，但又不希望声张，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猜测，所以需要派一个可靠的人悄悄去查探一番。方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键，能让宗门高层如此重视，又需要如此小心翼翼，不能声张的事情绝对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兰姬看着他，本来负责此事的人你也知道是谁了。方闯心中猛地一凛，瞬间明白了过来，之前那个被他干脆利落处理掉的倒霉蛋，原来是负责查探密地异动的人。怪不得兰姬会说什么回来给你交代一个好差事，感情这坑早就挖好了，就等着自己往里跳呢。师姐的意思是让我去？方闯试探着问道，心中却已经有了7、8分的肯定。兰姬嘴角勾起意味深长的笑容，带着几分戏谑。怎么，怕了？方闯连忙挺直了腰杆。师姐说笑了，弟子虽然修为不高，但胆子还是有的。再说了，能为师姐分忧解难，是弟子的荣幸，求之不得。这马屁拍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肉麻兮兮的。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劲儿。兰姬满意的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还算受用。之所以选你，一来嘛，你小子看着还算机灵，不是个不开窍的榆木疙瘩；二来嘛，他故意拉长了语调，听得方闯心里直发毛，后背都有些冒冷汗。你是个生面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兰姬终于慢悠悠地说出了第二个理由。那处密地虽然位置隐秘，但峰内总有些鼻子灵的家伙和无孔不入的眼线，派个老面孔去，反而容易打草惊蛇，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方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此事非同小可，你可要想清楚了。若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没有把话说完，但那未尽之言中的威胁意味，方闯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已经上了兰姬这条贼船，就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了。师姐放心，方闯豁出去的模样，小弟一定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定不负师姐所托。兰姬定定地看了他半晌，最终才缓缓点了点头。好，有你这句话，姐姐我就放心了。他从软榻上站起身，袅娜地走到梳妆台前，从一个雕刻着精致鸾鸟图案的玉盒中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乌黑色令牌，令牌入手冰凉，上面用骨篆刻着一个兰字，这是我的信物，你收好了。兰姬将令牌递给方闯，记住，此事绝不可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宗门内的其他任何弟子，若是泄露了半点风声。方闯接过令牌，他郑重地将令牌贴身收入怀中，小弟定当守口如瓶，绝不辜负师姐信任。兰姬的神色这才缓和了几分，他踱步到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的。那处密地位于青鸾峰后山的断魂崖之下，具体的位置，这块令牌会指引你找到。断魂崖，方闯心中猛地一惊，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去处。没错，兰姬转过身看着方闯，那里可是有不少惊喜在等着你呢。他顿了顿，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对了，那密地之中生长着一种奇特的幽兰，颜色与我这件蓝色妖姬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你若是见到了，不妨采摘一些回来，姐姐我或许用得上。方闯弓着身子，直到兰姬那袅娜的身影从新回到屋内，才敢缓缓直起腰来，额角渗出的冷汗。他娘的，这娘们儿简直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方闯在心里暗骂一句，可脸上却不敢露出半分不敬。他深知自己这条小命如今算是捏在这位喜怒无常的师姐手里了。断魂崖，幽兰，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两个词，只觉得舌头发苦。那断魂崖是什么鬼地方？青鸾峰上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那可是宗门内出了名的禁地，寻常弟子别说下去了，就是靠近都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小命够不够硬。据说那里常年罡风呼啸，毒瘴密布，更有不知名的凶禽猛兽潜伏其中，一不小心就得落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不敢有丝毫懈怠。方闯郑重领命之后，迅速离开了牡丹亭，朝着自己的宿舍奔去。他并未声张，毕竟蓝姬交代过，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回到宿舍，好在其他人并没有在里面。方闯从床板底下摸出几块干粮，又寻了个破旧的水囊，灌满了清水，这便是他此行的全部补给。他再次掏出那块乌黑色的令牌，将令牌小心翼翼地贴身藏好，这才稍稍安心。夜色渐深，当最后一队巡逻弟子打着哈欠走过远处的山道，方闯如同黑夜中的一道鬼影，悄无声息地溜出了自己的居所。他专捡那些偏僻无人的小径行走，身形在树影和岩石间闪烁，避开了一切可能遇到的宗门巡逻弟子或其他人。一路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心惊肉跳，生怕被人发现行踪。经过足足数个时辰的艰苦跋涉，当天边刚刚泛起一丝蒙蒙亮光之时，方闯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断魂崖区域。甫一踏入这片区域，一股刺骨的寒意便扑面而来。这鬼地方果然名不虚传。方闯站在崖边，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山势险峻，云雾缭绕，空气中带着荒凉与死寂，就好像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他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块乌黑色的令牌，令牌一接触到断魂崖的空气，便立刻起了反应。原本冰凉的表面，此刻竟微微震颤起来，散发出一股温热的气息，在他掌心微微发烫。紧接着，令牌前端那个古篆的蓝字倏地亮起一道微弱却清晰的幽蓝色灵光，像一根细小的指针，指向断魂崖左下方深处的某个方向。有门儿！方闯心中一喜，蓝姬这娘们儿总算没在这事上坑他。他依靠着令牌上那微弱灵光的指引，开始在陡峭的崖壁边缘搜寻可以下脚的地方。他也没忘记蓝姬的嘱咐，那道幽蓝色的灵光指引着他来到了一处相对平缓但依然险峻异常的斜坡前。斜坡之下，云雾更加浓郁，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难道要从这里下去？方闯咽了口唾沫，正准备探查，忽然令牌上的蓝光猛地一闪，指向斜坡下方约莫10余丈处的一块巨大黑色岩石背后。那岩石形状嶙峋，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而在那岩石的缝隙间，他似乎瞥见了一抹幽幽的蓝色，从岩石的缝隙间顽强地透射出来。方闯心中一动，壮着胆子凑了过去，拨开缠绕在岩石上的几根枯藤，将脑袋探向那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狭窄缝隙。一股带着淡淡腥气的风从缝隙中吹出，让他机灵灵打了个寒战。缝隙之内，那抹幽蓝色光芒的源头若隐若现，像是一颗深埋地下的宝石。这颜色，方闯盯着那抹蓝光，脑子里灵光一闪，蓝姬那娘们说的幽蓝，该不会就是指这个吧？他挠了挠后脑勺，有些哭笑不得。蓝姬交代任务的时候，他光顾着琢磨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宗门，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更别提问清楚那幽蓝究竟是什么，长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现在可好，只能凭感觉猜了。不过令牌的指引确实是到这就停了。方闯咬了咬牙，心一横，妈的，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复命吧？要是知道老子连门都没赶进就打了退堂鼓，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想到蓝姬那张漂亮却总是带着媚意的脸，方闯脖子后面就凉飕飕的。他深吸一口气，将心一横，侧着身子，费力地从那道狭窄的岩石缝隙中挤了进去。缝隙的另一头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展现在方闯眼前，洞顶悬挂着奇形怪状的钟乳石，水珠滴滴答答地落下，在寂静的洞穴中回荡。还有那惊喜说的是什么？方闯摸索着岩壁往里走，忍不住嘀咕起来。蓝姬当时提到惊喜2字时，嘴角那魔诡异的笑容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方闯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越往里走，洞穴越是宽敞，脚下的路也从最初的崎岖不平变得相对平坦。同时，一种密集的嘶嘶声开始传入他的耳朵，像是无数条细蛇在草丛中穿行，听得他头皮发麻。方闯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踩到什么不该踩的东西。当他借着从洞口透进来的微弱天光，拐过一个巨大的石笋，看清前方景象的刹那，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僵在了原地。一股透骨的寒意笼罩全身。蛇，密密麻麻的蛇，数不清的蛇盘踞在前方更加宽阔的洞穴地面上，形成一片蠕动的蛇海，大的有水桶那么粗，盘踞在那里如同一座小山，小的也有手腕粗细，五彩斑斓，如同打翻了的调色盘。它们高高的昂着头，分叉的杏子在空气中急速吞吐。而在那片蛇海中央，一块微微凸起的黑色岩石之上，赫然生长着一株奇特的植物。植物的叶片修长，
如同最上等的兰草，姿态优雅，而它的花朵却像是用最纯净的幽蓝色水晶雕琢而成，晶莹剔透，散发着柔和而梦幻的幽蓝色光芒，正是刚刚他在外面看到的光芒源头。幽兰原来长这个鬼样子。方床的嘴唇哆嗦着，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可这他妈就是兰姬说的惊喜！我操他大爷！兰姬那蛇蝎心肠的娘们儿，难道是想让他来这里给这些毒蛇当点心？难不成他就是想让我进去这里？方闯一时间也怂了，不怂不行啊！这他妈是捅了蛇窝了。他就算有3头6臂，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面对这么多毒蛇，还不是分分钟被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身上那几件宝贝，穿了跟没穿差不多的蕾丝内衣、小闯铠甲，还有100枚玉女丹。妈的，他浑身上下就这么点破烂玩意儿，难道他得穿着蕾丝内衣，带着小闯铠甲，然后一手抓着一把玉女丹往蛇群里撒，再配上一句小的们，大爷给你们送福利来了？那画面太美，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会死得多有创意。那我走。方闯这个念头刚一生出来，就见那些原本因为他的闯入而变得躁动不安的蛇群，仿佛突然接收到了什么无形的指令。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些毒蛇竟然齐刷刷地向两侧退去，转眼之间，他们便在蛇海之中硬生生地让出了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通道蜿蜒向前，直指生长着幽兰的那块黑色岩石。什么情况？方闯惊呼一声，下巴颏差点掉在地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这反转来得太快太突然，让他那本就不太灵光的脑袋瓜子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就在他目瞪口呆的功夫，那株幽兰后方的阴影之中，一道身影缓缓地走了出来。那身影不高，甚至可以说有些娇小玲珑。然而随着他的出现，整个洞穴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般，连那些刚刚退到两旁的毒蛇都将他们狰狞的头颅垂得更低，就好像在朝拜他们至高无上的女王。当那道身影完全从幽兰后方的阴影中走出，方闯的眼珠子差点没从眼眶里瞪出来。那是一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女子，甚至可以说有些过分年轻了。她的身形确实娇小玲珑，一袭素白的长裙没有任何多余的纹饰，与她娇小身形和素雅衣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她那张脸，一张足以让世间所有色彩都黯然失色的脸，肌肤胜雪，仿佛万年冰川下最纯净的寒玉，细腻得看不到丝毫瑕疵，琼鼻挺翘，阴唇不点珠，这是一张完美到近乎妖异的脸，美得让人窒息，美得让人不敢直视。但真正让方闯心头发颤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身上散发出的气质。如果说兰姬的冷是带着一丝魅惑的毒刺，那么眼前这个女子的冷就是纯粹的极寒。随着她的出现，洞穴内的威压陡然提升了数倍不止，之前蛇群带来的压迫感，在她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方闯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无形的冰山迎面撞上，我的个亲娘姥姥！方闯在心里哀嚎，这他妈又是什么级别的 boss？ 兰姬那个臭娘们，不会是把自己卖给更高级的蛇妖了吧？女子莲步轻移，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方闯的心尖上，她不由自主地跟着一颤。她走到距离方闯约莫3丈远的地方停下，那双冰冷的眸子如同最锋利的探针，一寸寸地扫过方闯的身体。当他的目光落在方闯胸前那若隐若现的黑色蕾丝花边，方闯清晰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温度似乎又下降了几分，他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也比现在这样被一个绝世美女用看变态的眼神盯着要好受。你为何擅闯此地？终于女子开口了，她的声音如同她的人一样，又带着一丝空灵，在这寂静的洞穴中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带着冰碴子砸在方闯的神经上。方闯一个机灵，差点当场给跪了。这哪里是问话，这分明是审判。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扔进了冰窖，从里到外都凉透了，喉咙发干，舌头打结，一时间竟说不出半个字来。说，女子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方闯现在可不是装傻充愣的时候，小命要紧。他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这位仙子，不，这位姑奶奶，我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我发誓。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瞥向那些虎视眈眈的蛇群，生怕自己一句话说错就被这些护卫给撕成碎片。女子眉头微蹙，似乎对他的称呼和语无伦次的表现有些不满。方闯见状，心里更是叫苦不迭，连忙改口道：是兰姬，对，是兰师姐让我来的。情急之下，他直接把兰姬给卖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兰姬那个娘们儿把他坑到这里，他不把他供出来都对不起自己受的惊吓。兰姬，女子清冷的眸中闪过一丝机不可察的异色，他让你来此
所谓何事？方闯闻言，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我也不知道啊。姑奶奶，您明察秋毫。兰师姐就给了我一块破牌子，说是什么惊喜，然后那牌子就自己发光，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她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那枚幽蓝色的令牌，高高举起，生怕对方不信。我就是个跑腿的，纯属路过，对天发誓，我对您这洞府，还有这漂亮的兰花花，绝对没有半点觊觎之心。兰师姐也没告诉我具体要干啥，就说让我跟着令牌走，走到地方就知道惊喜是什么了。方闯哭丧着脸，就差指天发誓了。女子静静地听着他的辩解，目光在那枚幽蓝色的令牌上停留了片刻，洞穴内再次陷入一片死寂。方闯高举着那枚幽蓝色的令牌，手腕都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令牌重，纯粹是吓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女子微微偏了偏头，隔空对着令牌嘘嘘一点，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涟漪从她指尖荡开，轻轻拂过那枚幽蓝令牌。令牌上的幽光似乎微微一盛，旋即又恢复了原样，果然是他的幽蓝影。方闯的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有门儿，这牌子果然是保命符。兰姬那娘们儿总算没把他往死里坑。姑奶奶，您认识这牌子？方闯小心翼翼地问道。女子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从令牌上移开，重新落回方闯身上。此物乃我与兰姬早年间的一个信物。女子缓缓说道，声音平铺直叙，听不出什么情绪。当年一别，约定若持此信物相见，必有所求。方闯听得一愣一愣的。信物？他脑子里瞬间脑补出无数狗血剧情，但求生欲让他强行把这些念头压了下去。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那兰师姐，她求您什么事啊？方闯试探着问，心里七上八下的。该不会是兰姬得罪了这位大佬，想让他来当替罪羊吧？以兰姬的德性，这种事他绝对干得出来。女子冰冷的视线再次扫过方闯，让他刚刚稍微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让你过来，是要你帮我清理一些东西。清理东西？方闯眨了眨眼，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但转念一想，能活命就行，总比被万蛇分尸强。没问题。姑奶奶，您说清理什么？我保证给您弄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方闯立刻拍着胸脯，只要不杀他，别说清理东西，就是让他学狗叫都行。女子似乎并没有因为他的积极表态而有什么表情变化。这蛇窑之中积攒了不少污秽之物，需要清理。蛇窑？方闯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舌头都有些打结了。蛇窑这两个字，光是听着就让他头皮发麻。再联想到洞穴里那些密密麻麻、色彩斑斓的毒蛇，污秽之物，方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光是想想，他就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女子的目光转向洞穴深处，那些东西留着始终是个祸患。她的声音悠悠传来，兰姬倒是会找人，知道我这里不便亲自动手。方闯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听这意思，这污秽之物恐怕不是普通的垃圾那么简单。兰姬那个该死的女人，这分明是把她往火坑里推。那个姑奶奶，方闯的声音带着哭腔，一张脸比苦瓜还苦。这种粗活我怕我干不好啊，您看我这细皮嫩肉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万一给您帮了倒忙。女子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死或者做。面对那双不带丝毫感情的眸子，方闯毫不怀疑，只要自己敢再说一个不字，下一秒自己就会变成蛇窟里那些畜生的开胃小菜。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死不如赖活着。方闯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点头如捣蒜：做，我做。姑奶奶，您吩咐，我保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女子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她没再多言，只是转身赤着双足，莲步轻移，朝着洞穴更深处走去。那袅娜的背影在昏暗的蛇窟中竟有几分诡异的妖娆。方闯哪敢怠慢，连忙亦步亦趋地跟上。他一边走一边飞快地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掏摸着，很快他扯了两块不知从哪件破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聊胜于无吧，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又翻找片刻，一根约莫手臂长短、手指粗细的乌黑铁签被他紧紧攥在了手中。这还是他当初为了以防万一，本想着或许能当个武器，没想到今天却要用在这种地方。他又被自己鼻子里塞的布条给呛得咳了两声。兰姬，你个骚狐狸，等老子出去了，不给我生3个儿子，都对不起老子。女子在一处相对宽敞些的洞窟前停下了脚步，这里的光线比入口处还要昏暗几分，即便方闯已经用布条塞住了鼻子，依旧让他阵阵作呕。便是此处。女子淡淡开口，侧过身，伸出玉白的手指朝着洞窟深处指了指。方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开始还没看清，只觉得黑黢黢的一片。他运起一丝微薄的灵力汇聚于双目，这才勉强看清了洞窟内的景象。瞳孔地震，嘴巴微张，鼻子里塞着的布条差点没被他惊得喷出来。我操！一句粗口不受控制的从他喉咙里挤了出来。他承认是他想多了，先前他还以为所谓的污秽之物，甚至是什么邪恶的祭祀残留，他都做好了面对血肉模糊、白骨森森的心理准备。可他万万没想到会是眼前这般壮观的景象。妈的，整整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排泄物，不，或许用山来形容更为贴切。一座由无数蛇类排泄物堆积而成的，散发着浓郁到令人窒息的恶臭的屎山，一眼望不到边际，简直就是生化武器。方床感觉自己的脑子嗡的一下，被10000只苍蝇同时钻了进去。这一刻，刚刚那女人在他眼中的冰冷滤镜，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形象，也咔嚓一声彻底塌陷了。看来再美的女人，再像仙女的女人，也得处理这种破事。哦不，这他娘的是蛇拉的冰山美人，总不会亲自处理这些吧？所以才找到了倒霉的他。话说回来，反正他是没见过哪个仙女需要解决这种生理问题的。不过按道理来说，一般修炼者因为炼化天地灵气，身体杂质极少，是很少会进行这种事情的。可眼前这他妈的是多少蛇拉了多少年，才能堆积出如此恐怖的规模？方闯鼻子里面插着2个小布团，站在那座屎山面前，渺小的像一只误入巨人厕所的蚂蚁。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便是你要清理的东西。他顿了顿，似乎是觉得方闯的表情太过呆滞，补充了一句：动手吧。在我失去耐心之前。方闯艰难地吞了口唾沫，那唾沫都带着一股子想象中的臭味。他看了看手中的铁签，又看了看眼前那座望不到顶的山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这他娘的是用铁签能解决的问题吗？这不得请愚公过来移山。那个仙子，您看能不能？他想说能不能给剑像样点的工具，或者干脆让他施个法术什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女子冰冷的眼神打断了。要么动手，要么死。妈的，算你狠！方闯心里骂了一句，认命的转过身。他深吸一口气，透过布条都能闻到那股穿透灵魂的恶臭，熏得他眼泪直流。他抡起那根可怜的铁签，闭上眼睛，像是要上刑场一般，猛地朝着屎山边缘戳了下去。噗嗤！方闯强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冲动，使出吃奶的力气，试图撬动一小块下来。那排泄物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堆积，下层早已变得如同胶泥般坚韧。铁签撬上去，只带下来零星的碎块，对于整座大山来说，简直是9牛1毛，不是9牛1根毛上的细菌。快点！身后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明显的不耐烦。方闯不敢回头，只能加快了动作。他一下又一下的戳刺、撬动，汗水很快浸湿了他的衣衫。鼻子里塞的布条早就被熏透了，失去了作用。那股味道直冲天灵盖，让他头晕眼花，几欲作呕。时间在这种绝望的劳作中缓慢流逝。第一天，方闯清理的区域还没有他躺下的地方大。第二天，进度依然缓慢，他的手臂酸痛的几乎抬不起来，虎口也被铁签磨破了皮，火辣辣的疼。第三天，他开始怀疑人生。他堂堂一个穿越者，身负系统，居然沦落到在这里给人掏大粪，还是蛇的。这传出去，他方闯还有何面目立足于修真界？女子就如同一个冰冷的监工，始终站在不远处，既不帮忙也不离开，只是偶尔在他动作稍有迟缓时，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别浪费时间。方闯的耐心和体力都在被飞速消耗，他甚至开始产生幻觉，觉得那些黏腻的排泄物仿佛活了过来，化作无数条蠕动的小蛇，要将他吞噬。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干到了第7天，方闯已经麻木了，他的动作变得机械，眼神空洞，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挥动铁签这一个本能。体力早已透支，全凭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意志力在支撑。这天下午，他照例将铁签狠狠刺入屎山深处，准备撬动一块较大的已经有些风干的部分。他一个踉跄，整个人朝着屎山扑了过去。操！方闯惊呼一声，下意识地伸出手臂乱抓。他的手掌按在了一处相对平坦的区域，却感觉触感有些异样，并非之前那种黏腻焦灼的恶心感，而是有点空。他定了定神，忍着恶心，用铁签小心翼翼地拨开表层的污秽。很快，一个不大的黑黢黢的洞口出现在他眼前，洞口似乎很深，隐隐有气流流动的声音传来。方闯心中一动，一个大胆的猜测涌上心头：他娘的，这该不会是个排污口被堵住了，就像是堵塞的下水道一样。这个念头如同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他绝望的心。
他屏住呼吸，将铁签伸进洞口试探了一下，里面似乎是空的，但洞口边缘被厚厚的排泄物堵得严严实实。有门儿！方闯精神一振，也顾不上恶心了，扔掉铁签，直接用手开始抠挖洞口边缘那些堵塞物。那些东西又干又硬，还带着一股陈年的恶臭，但他此刻却像是发现了金矿一样兴奋。一块较大的硬块被他拽了松动，紧接着仿佛连锁反应一般，洞口周围的堵塞物开始松动。哗啦啦，一股强大的吸力猛地从洞口传来，方闯吓了一跳，连忙后退。靠近洞口的部分蛇粪开始如同流沙般向下塌陷，被吸入那个不起眼的洞口之中。起初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堵塞物被气流和后续涌来的洪流冲开，那洞口的吸力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轰隆隆，仿佛水库开闸泄洪一般，整座石山都开始剧烈震动，大量的排泄物如同泥石流般汹涌而下，那场面壮观且极其恶心。黑褐色的洪流在洞窟内咆哮，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方闯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堪称奇迹的一幕，那座困扰了他整整7天的屎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减。嚯嚯，跟他妈流水似的，直接全部吸进去了。这效率比他用铁签挖1万年都快。前后不过半个时辰，那座曾经一眼望不到边的屎山，就只剩下地面上薄薄的一层残留，以及空气中依然浓郁不散的恶臭了。方闯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又是泥污又是汗水，还沾着不少可疑的褐色斑点，但他却笑得像个傻子。活下来了，终于他妈的结束了。他歇了好一会儿，才挣扎着爬起来，走到那依然散发着冰冷气息的女子面前。仙子，屎，哦不，污秽之物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就是这地上还脏得很，您看能不能施法弄点水来冲洗一下？女子看了看几乎被清空的洞窟，又看了看狼狈不堪的方闯，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抬起了手，一股清冽的水流凭空出现，如同温顺的灵蛇，在她的指挥下开始冲刷洞窟的地面。水流所过之处，污秽被迅速带走，露出了灰白色的岩石地面。很快，整个洞窟被冲洗得干干净净，虽然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异味，但比起之前已经是天壤之别。做完这一切，女子收回了手，水流也随之消失。方闯看着焕然一空的洞窟，心中百感交集。这10天简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最屈辱、最恶心的10天。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一步一步挪到了10天前进来的那个地方。终于可以走了，方闯喃喃自语着。等他来到入口的时候，蛇群好像散开了似的，并没有他进来时候那么壮观。那个地方该不会就是原本那些蛇生活的地方吧？方闯暗自猜测。这时女子从身后走了过来，那眼神绝对是十分满意。你很不错，比上一个强多了。女子的声音都带着些许的喜悦。方闯听得一愣，比上一个强多了？哦，是那个被他埋掉的人。多谢仙子夸奖，这是小子应该做的。我这就能走了吗？方闯试探着问。女子点了下头，声音清朗。可以。这一下，方闯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地上一屁股坐下，连滚带爬的往洞口那边挪。刚挪了2步，那女人又开口了。等等。方闯一哆嗦，差点原地爆炸。仙子，您还有啥事儿？他咽了咽口水，感觉自己这心脏都快被他练出抗压性来了。这是你的奖励。他手一翻，一枚拳头大小的蓝色晶体缓缓飘了过来。方闯接过来一看，差点把手给闪瞎了。这玩意看着不大，重量也轻飘飘的，可入手那一刻，一股精纯的灵气像泉水一样往他体内灌。极品灵石？不是。女子淡淡道，这是蛇窟底部酝养300年的蛇胆精，你能活着清理完这的方，算你命硬。这东西是给你续命用的，能补精气，养魂魄。方闯眼一亮，赶紧揣进怀里。什么叫命硬？这叫命贼硬。那个，他又犹犹豫豫开口，仙子，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女子看了他一眼，说，那幽兰我是不是得带点回去？你要？他似乎在确认。不是我想要，是兰姬。他说这花长得跟他衣服一个颜色，让我顺便摘点。方闯一边说一边尴尬的挠头，他是真怕那女人突然一个不高兴，说你连花也敢惦记，给你埋了。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倒是没发火，反而随手一抬，那株幽兰根部一颤，像被什么无形之力扯住，直接从石缝中被拔了出来，稳稳地落入他掌心。他随手包了个冰光结界，把幽兰封住，甩手一丢，拿去。方闯连忙伸手接住，如获至宝。谢仙子不杀之恩，呸呸呸，不是，谢仙子厚爱。走吧。女子没理他，转身走进了洞穴更深处。
等他身影完全消失在黑暗中，方闯才哆哆嗦嗦地转过身，摸着岩壁一点点往洞口退。他怕这女人反悔。回到入口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一屁股坐得上，大口喘气。我去你娘的多子多福，这他妈是多灾多难吧？系统你出来，咱俩聊聊。他低吼了一句，脑海里果然传来了熟悉的电子音。丁宿主完成特殊任务，蛇窟清理者，奖励积分500点，附赠奖励蛇胆精加幽兰草加宗门隐秘信息残页1，是否查看残页内容？看。方闯都不带犹豫的。下一秒，他脑海里浮现出一段残破的画面，那是一本古籍的其中一页，上面记载着一个传说：青鸾峰下埋着的是前朝邪宗遗骨，花开300年，血养10万魂，欲得不死之身，必取百阳精气。蓝姬，该不会……方闯愣了，这娘们不是只想吸点精气，他是想成仙啊！他突然打了个冷战，卧槽，我不是他百阳计划里的一环吧？想完，他默默摸了摸自己的裤裆，还在。呼，得快点回去，得想办法提个防。下次他要真盯上我，这命说不准还真的交代。方闯咬了咬牙，一脚把脚边一块蛇骨踢飞。你们特么都死了，我还活着，老子就是命硬。然后他大步朝外走去。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全是一个问题：这蛇胆精咋吃？熬汤、生吞、煮粥、炒饭。他越想越饿，肚子叫得比狗都响。操，先回去吃饭，吃完再琢磨怎么装逼。蓝姬，你给我等着，我方闯总有一天要让你真心实意叫我一声老公。方闯一路小跑回了宿舍，推门进去的时候差点被门框绊一跟头。徐阳，饭呢？他边喊边把蛇胆精往床上一扔，里面传来一阵锅碗瓢盆碰撞声，随后徐阳探出个脑袋：哎呦，方师兄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被蓝师姐吸干了呢。你说的这话我听着真不吉利。方闯一屁股坐下，抓起桌上的馒头就啃。徐阳凑过来低声道：听说你这次是被派去后山办事了？别提了。方闯一脸苦，差点没给我拉进蛇肚子里。真的假的？徐阳瞪大了眼，你不是去送的信吗？还能遇到蛇？蛇？方闯冷笑一声，你见过30米长身上还有花纹的蛇？徐阳吞了口水，那不是蛟吗？管他啥，反正我没死。他说着掏出那颗蓝悠悠的蛇胆精往桌上一放，看到没，老子这回真是捡了条命回来。徐阳盯着那玩意看了2眼，犹豫道：要不我去厨房问问炖汤咋炖？不用。方闯撸起袖子，咱自己来。怎么搞？锅有吗？有。火有吗？有。好，切2片姜，扔点葱，再搞点灵泉水，1锅蛇胆精养生汤，起锅。1个时辰后，方闯坐在桌边，一碗热腾腾的蓝汤摆在面前。他用筷子戳了戳那颗像果冻一样弹的蛇胆精，真的能吃？徐阳咽了口唾沫，不然你留着当夜明珠丸。我去。方闯不废话，直接舀了一大勺往嘴里送。一入口，先是清凉，然后爆苦，他表情没绷住，差点一口喷了出来。操，这玩意是给人吃的？你不是说要补精气养魂魄吗？这他娘的能直接补死我！他捏着鼻子把整碗一口气灌了。喝完以后，整个人都有点飘，脑门开始发烫，丹田也隐隐发麻。哎呦喂，有反应了！你不会真重开任督二脉了吧？徐阳惊了。那倒没。方闯皱着眉一拍桌子，但我觉得我得找地方睡一觉。你不会要突破吧？我他妈连炼气都没圆满呢，突破个屁！那你……我是真的累了。他踉跄地躺上床，掏出系统界面瞄了一眼，蛇胆精已服用，身体体质提升中，宿主当前状态：亢奋、昏睡，建议保持横躺姿势，避免摔床。系统，你能不能给我个枕头？方闯话没说完，脑袋一歪，直接睡死过去。第二天一早，整个合欢宗外门炸了锅。原因很简单，昨晚有人看见方闯从青鸾峰回来，精神抖擞地嚷嚷着要让蓝姬喊老公。这事要是别人说，估计直接当疯子处理了。可偏偏是方闯，合欢宗唯一一个活着从青鸾峰来回多次的男人。这说法一出，瞬间引爆外门。我靠，方闯这是把蓝姬拿下了？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我堂哥的师兄的表姐的弟弟亲耳听见的。啧啧，太牛逼了，不愧是我等楷模。更离谱的是，下午有人在练功场上挂了个大红横幅，恭喜方闯师兄喜提青鸾峰头牌。还有弟子偷偷送了2坛好酒和1袋花生米挂在他门口。徐阳站在门口，脸都快看傻了。这
这算不算白事办成喜事了？他刚想进去告诉方闯，门突然砰一声打开，方闯顶着鸡窝头，穿着蟹裤走出来，嘴里还含着一根狗尾巴草。他一看门口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脑门一抽，这他妈谁搞的？徐阳小声道：“好像是隔壁炼气堂的老王，听说你喜事临门，给你提前送礼了。”我洗你娘啊！方闯骂了一句，一脚把横幅踢飞。我还没碰他呢，就传成这德行，那你准备啥时候碰？你滚！他撸起袖子，行了，这事不能就这么过去。怎么着？你要解释清楚。解释你大爷！方闯咬牙，我要趁热打铁，整一波大的。啊！既然外门都传我和蓝姬有一腿，那我不如真搞一腿。他嘴角一咧，系统打开商城，我要买套最骚的出场装，丁积分已扣除，装备生成中。您已获得极乐飞行装一套，专为吸引和欢类女修打造的浮空式装扮，穿上自动加魅力 20%。当前任务更新，在本周内完成与蓝姬的亲密交流一次。方闯舔了舔嘴唇，捏了捏拳头。蓝姬，你不来找我，那我就主动点。方闯从床底摸出块灰扑扑的镜子，对着照了照。系统，这玩意穿上咋启动？只需默念启动即可自动着装。友情提示，请先关窗，否则可能引发不良影响。你还挺贴心。方闯清了清嗓子，在脑子里默念启动。砰的一声轻响，身上顿时风起云涌。等再低头一看，卧槽，这他娘的是人能穿的。上身一件半开金金边镂空马甲，露腹的那种，下身是带风火轮浮空的小短裤，后面还挂着2根骚气的虎尾巴，颜色一粉一蓝，专挑骚气的来。脚上一双镶宝镂金的高筒靴，一走路就发光。就这打扮，别说女修了，估计男修看了都得怀疑人生。徐阳在门口看了他2眼，咽了口水。方师兄，你是要起飞吗？不是起飞，是起事。你就不怕蓝姬师姐看你这样，当场送你上天？方闯冷哼一声，我不主动，他以为我真怂了。他要是主动，我反而被拿捏。你不懂，这叫欲擒故纵，反套路，反套路。徐阳，听起来像是找抽。闭嘴！青鸾峰下，方闯踩着风火轮飘了过去。说是飘，那是真飘。这装备用的还是浮空灵阵，自带 BGM 的那种。一靠近山门，背景音乐直接响了。浪里个浪！前面2个正在扫德的女弟子抬头一看，差点没把扫帚扔山下去。那谁啊？看起来像方闯，但又不像。是他，就是他。我见过那条粉尾巴。他这是疯了吗？你傻，他这是在撩蓝姬师姐。骚操作，这人疯的有点艺术。方闯一路飘，一路吸睛。整个青鸾峰的女弟子几乎都听见了他那一身风骚入骨的背景音乐，有人笑喷了，有人捂嘴低语，还有人直接开赌。我赌他今天死不了，我赌他撑不过进门10步，我赌他今晚就在牡丹亭里唱征服。终于，牡丹亭门口到了。方闯站定，扫了眼门边那块青石，上面赫然一行小字：打扰者死。他咬了咬牙，一把这块石头踢开。打扰，老子是正主。然后推门而入，里面静悄悄的，空气中飘着熟悉的香气，还是那股带点肉桂味的甜香，闻多了上头。方闯大步往里走，走得贼拽。蓝姬师姐，我来了。你不是说要亲自考校我的修习成果吗？现在我就来考。话音刚落，帘幕后一阵轻响，蓝姬的声音悠悠地传来：你就穿这身，你知道你像啥不？方闯叉腰，一副老子就这样的架势。像啥？像从方氏刚开张的新店，专卖男人的。那正好。方闯嘿嘿一笑，师姐来逛逛不？里面沉默了一瞬，然后传出一声轻笑。行啊，既然你都做到这份上了，那我今天就看看你这身到底骚的有没有用。方闯吸了口气，迈步往里面走。他心里清楚，这一次是真要开打了，不是开撩。他舔了舔嘴角，心中默念：系统开启自动对话辅助。叮，已开启恋爱骚话包模式，死亡画质撩妹版，每分钟自动弹出一句土味情话，请宿主酌情使用。下一秒，系统果然弹了一句：你是不是炼丹的？我怎么一靠近你就热血沸腾？方闯脸都绿了，这谁写的词？把策划叫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他。系统，此为你上次评分最高语录，已为你默认绑定。操！帘幕轻拂，蓝姬真的出来了。方闯脑子一片空白，但嘴已经不受控制的说出系统那句：你是不是炼丹的？我怎么一靠近你就热血沸腾？蓝姬，空气突然安静。方闯，
完了，我死定了。蓝姬缓缓走了出来，她还是那身绯红宫裙，还是那副说不上来从哪开始录的装扮，整个人懒洋洋地靠在柱子边盯了方闯几秒，然后她直接笑出声了。你这身打扮是偷了哪家戏台的行头？方闯站那脸都快绷不住了。系统，这就是你说的加魅力20%。系统，本装备已成功吸引全部注意力，效果达成。你能不能滚？蓝姬笑够了，才慢悠悠开口。行了，你今天这么大张旗鼓跑来，是想干嘛？方闯咬了咬牙，索性豁出去。师姐，我悟了。悟什么了？悟出一个理儿。说说看。我这人命贱命硬，不怕死，但我最怕的是……他顿了顿，摆了个自认为帅的起飞的动作。错过你。蓝姬愣了一下，轻哼了一声。哟，怎么今天不绕弯子了？直球才有爆点。方闯一屁股坐到榻边。你不是说要考教我的成果？我来了，你倒先考我一句话，能不能把你撩化？那现在呢？你觉得我有没有那么点水平？蓝姬慢慢走近，他指尖勾起方闯衣领上的狐狸尾巴。你今天胆子很大，那是被你逼的。你想干嘛？你不是要跟我搞一腿？方闯拍了拍腿，来啊，这不是给你做的。空气一顿，然后蓝姬眨也不眨的直接坐了上来。方闯腿一沉，差点没直接跪的。卧槽，你还真做啊？你不是让我做的。那是个比喻。我不听。现在换我考你。怎么考？蓝姬手指一点，榻旁边空浮起一团水汽，水雾里浮现出一幅图，上面画着一幅极其复杂的男女交融运行图，密密麻麻，凌厉交织，全是合欢门秘术的阵法走向。我靠，这是满天星功法的第3层。你不是说你还没练到，现在想试试看，拿我当实验品，你愿意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跑路？蓝姬一笑，抬手一挥，门窗啪的一声全锁死。跑啊，我不拦你。方闯沉默了。系统这时又跳出来了，任务更新，与蓝姬发生亲密交流，已触发双修试炼模式，请宿主在不昏厥、不逃跑的前提下完成挑战。挑战成功，奖励500积分，外门声望加10，蓝姬好感度突破50。失败惩罚5。靠，还有无惩罚？你早说啊！系统，宿主自愿进入试炼，系统不予干涉。方闯吸了口气。蓝姬，我上了。他抬手一推，将那团水汽阵图推回他面前。你先讲讲怎么走位。蓝姬，方闯，这图不标清楚，我怕我迷路。蓝姬忍了半秒，笑出了声。好，我教你。你记住，每走一步要用心，不是用腰。先吸气，再缓发。注意灵力不是惯，是度。不是你动它，是你引它动。对，你动得太快就会乱。别催动灵气。你是来修炼的，不是打架。你要是不按套路来，我真能把你榨干，信不信？方闯怂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极乐飞行装，然后默默道：系统，给我加个护身罩，已为宿主自动启动防爆内护阵，持续时间1炷香。行，那我拼了。下一秒，他身形一动，蓝姬微微一震，阵图骤亮，整个牡丹亭的空气瞬间滚烫，踏下的板开始轻颤。外头刚好有俩路过的女弟子，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又考核新人了。不是新人，是方闯。那完了，估计他的换合欢榜的涨一位，这不大事了。空气还卡着，方闯站那不敢动，感觉背后冷汗都能浇灭一整盆火。蓝姬看着他也不说话，气氛一度尴尬到脚趾能抠出法阵。系统却还不消停，盯骚话包准备下一句。检测到宿主气场不稳，建议使用以下补强台词。你修的什么功法，竟然修进我心里去了？闭嘴！方闯在心里怒吼。系统，骚包运行中，请勿打断服务。你再播一句，我现在就跳崖。蓝姬终于动了，他没发火，也没笑，就那么随手一挥，宫裙后摆一阵，然后淡淡来了一句：你今儿这是抽风？没有。方闯秒接：我是觉醒了。觉醒什么？觉醒了，想搞你。蓝姬没回话，他抬手一指，指了指屋里的软榻。坐。方闯，真坐？你不是来干大事的吗？那就坐，别怂。方闯慢慢挪过去，屁股刚挨上榻沿。蓝姬走了几步，站在他身前，低头看着他，他语气懒洋洋的：你就这点胆子？不是。方闯咽了口唾沫，我是怕你一巴掌把我拍墙上。
那你今天这身骚出天际的打扮是干嘛？给你看的。哦，不是说我喜欢你，是你该喜欢我了。你挺会编。不是编，我系统推荐的。你连推锅都不走心了。是我编的。蓝姬坐了下来，离他就差半巴掌，这距离让方床耳朵开始发烫。他很想挪一下，但腿不听使唤。蓝姬开口：你知道你上次完成任务之后宗门那边怎么传你的吗？方闯下意识说我跟你有一腿。错。蓝姬语气一顿，是说你能躺着出来，证明你根骨齐家，精元充沛，还能说是体质特殊。总之各峰都开始盯你了，你现在已经不是青鸾峰一个人的狗了。方闯心里咯噔一下，你这意思我要开始被轮岗了？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你现在很值钱。你这一身骚包，外加能扛能抗能位，宗门的功法册上都给你备注了。方闯直接一屁股坐实，脸色都不好了。我不是工具人啊，你想当啥？至少是个有梦想的工具人。蓝姬笑了一声，没说话。他站起身，缓缓走回帘后，边走边扔下一句：你既然都来了，那今晚留下吧，我倒要看看你除了嘴硬还有哪硬。方闯，系统任务更新，已触发灵气共鸣，条件是否开启灵脉共振 buff。 方闯额角青筋跳动，启阵，今日不贯通这周天循环，我方自倒着写。定 buff 开启成功，持续时间3炷香。副作用：灵气过载后需调息3日，期间无法运转周天。方闯盯着虚空中的提示符，这就是你说的辅助修炼，阵书和新温度都超临界值了。系统节能模式已启动，祝您道途昌隆。门帘后灯光渐暗，方闯深吸一口气，捏紧拳头走了进去。刚进门，衣服啪的一下被人扯掉一半，他脑子里只剩4个字：开局硬刚。然后整个青鸾峰外头，一只白猫从窗沿跳下，抖了抖身子，回头喵了一声。今晚风大，有人在渡劫。方闯，记住节奏，不是让我爽，是让我生。蓝姬的声音从里屋飘出来，带着那么点要命的悠闲。方闯脚刚踏进去，整个踏就震了3下。他咬着牙暗骂：这娘们儿是人吗？是练泰山崩拳的吧？系统，我感觉这不是渡劫，是挖矿。宿主请注意节奏，保持稳定输出。建议语音播放引导术语：灵台清明，丹田旋转，根骨逆冲，气海破界。30息后，门外的面轻轻一震，然后是50息，然后是第1炷香，然后是方闯一声惨叫。我靠！哟！蓝姬声音还算淡定，刚到第1层就扛不住了，你就这水平。方闯差点当场把系统骂死。系统，你需要的是牵引释放模式。方闯，我需要的是急救。第2炷香倒计时：30息、29、28、27。你倒数你大爷！他咬牙硬撑，丹田发热，灵气疯了一样往上窜。下一秒，体内某根筋啪的一声，蓝姬那边却轻轻吐了口气。等等，这气息……他动作一顿，突然眼神一凛：你练的是什么？嘿嘿，你想学，我教你啊。方闯眼角轻挑，目光灼灼：来不及学了，你跟我走。走你个！方闯话还没骂完，整个人就被拉了过去。紧接着，天的灵气瞬间爆发，整座牡丹亭灵光冲天。合欢宗大长老正在吃夜宵，筷子一抖，咦，有人突破筋骨。青鸾峰某处，几个老怪头伸头探脑，这气息怎么这么熟？外门弟子一群人直接趴窗，这谁啊？修为爆了，不会是方闯吧？就那骚包，你听这灵气震荡频率，标准合欢回环阵，这的是3层双修才有的。我靠，他生了！不是他生，是他让人生了。第3炷香的香头燃尽时，方闯整个人瘫在的上，像条泡完澡的咸鱼。蓝姬坐在一边，拿着灵帕擦手，顺手一拍他脑袋：还活着？我希望我没活着。那你放心，你现在名声更大了。你说啥？你刚才那阵法升到我体内第7窍，全宗门感应都炸了。合欢榜你直接冲到第2名，第1是我。所以，蓝姬回头看着他，以后你就是我名义上的炉鼎了，暂代、临时、不正式的那种。方闯那一刻是真的想哭，老子练功不是为了给你当牌面，可你现在就是。再说了，不是你说的吗？要我叫你老公？方闯，系统，恭喜宿主完成本阶段主线任务，获得积分500，特殊奖励，蓝姬称呼更改权限1次，请选择：1，老公；2，
主人，3，闯哥4，随便你起。方闯看了眼选项，缓缓勾起嘴角。我选4。从今天起，他见我就叫我亲爱的冲锋战神。系统沉默2秒，骚包再次上线。蓝姬本来正抹着手，听见这称呼，一下顿住了。你再说一遍。方闯把被踢散的衣摆往回扯了扯，一脸认真的重复。我说从今天起，你见我就得叫我亲爱的冲锋战神。要是喊错，我罚你今晚背口诀300遍。蓝姬缓缓站起来，围着他走了一圈。冲锋战神，对，亲爱的，对，你是不是脑子被灵气冲坏了？方闯叹了口气，你不懂，这是一种尊重。我刚才都差点灵根崩了，要是连个称号都不给我，那我修这份功干嘛？蓝姬哼了一声，手指一弹，甩给他一块玉简。这就是你要的尊重。这是啥？合欢榜临时封赏，宗门那边给你批了个外门特聘炉鼎称号，从现在起，青鸾峰所属内门弟子有权申请你1晚使用权。方闯直接坐起来，吓得差点把裤子穿反。你在开什么玩笑？不是我，是宗门。你别用这种平静的语气说这么恐怖的事。蓝姬斜了斜嘴，你不是冲锋战神吗？给你战场了还不谢恩？我战个屁！我这是想走心，你们是想走肾。系统这时候慢悠悠弹出来一句提示，宿主已成为合欢榜蓝区编号001号特殊炉鼎，开放模式，可预约，可竞拍，可转让，需本人同意。当前积分余额520，商城推荐，快速恢复药腰部弯膏洗髓灵液5味保命丹，促销中。方闯直接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我要退榜，我要脱坑，我要注销身份。系统，抱歉，该称号由合欢宗总部备案，注销需宗门主事人亲签。蓝姬抬手指了指门口，你现在出门，宗门的人已经知道了你干的丰功伟绩，说不准现在外门排号的人已经排到168了，而你只有1副腰。方闯扑通坐回榻上，低头看了眼自己，我觉得我腰里那2根筋现在已经打成死结了。蓝姬扯过一条毛毯丢他身上，你老实歇着吧。不过你放心，我给你申请了首席炉鼎养伤期，1个月之内任何人都不能动你，而且我还能陪你练点轻柔版的回气法。方闯瞬间感觉这个轻柔2个字都能造成心理创伤。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听见风吹都疼。蓝姬却像没听见一样继续道，还有件事，你那天带回来的幽兰我已经试着炼成了一炉，药性很怪，强到我都压不住，我怀疑那草不是普通药材，而是某种封印结构的钥匙。方闯一听这话瞬间打起精神，你说可能是密的入口的坐标触发物？有这个可能，那要不咱俩联手？蓝姬看了他一眼，你想怎么办？我是说正经的。我也是，咱再去一趟断魂崖，反正那幽兰地底还有没采完的，说不定能挖出啥宝贝。你这回别带骚包袱了。那我穿啥？穿得像个人？我不是人。蓝姬随手一拍他脑门，你是战神，我亲爱的冲锋战神。方闯翻身倒塌，我现在不想说话。系统检测到宿主精神波动，自动播放舒缓助眠音效，当前播放柔和版男儿当自强。方闯你大爷！蓝姬抬步往外走了一步，3天后备好灵气，我们再走一趟，到时候我亲爱的冲锋战神，你要是还掉链子，我真让你变成魂冰链了。别逼我。方闯拉过毛毯，把自己整个蒙进去，他现在只想赶紧睡一觉，最好一觉醒来他就回地球了。方闯这一觉睡了整整1天半，不是他想睡，是他真的起不来，腿软腰疼，呼吸都带着灵气反噬，连翻个身都像在挑战丹田极限。系统倒挺积极，您已进入修复状态，气血回转中，检测到宿主骨盆震荡加轻度真元冲突，已开启战后疗愈补丁，预计修复时间30小时。方闯心态都快崩了，你给我上的到底是啥破 buff？ 宿主主动确认开启，系统概不负责，我他妈告你虚假宣传。您可以在商城内花费300积分申诉，但申诉期为998年起步。我告你娘，我无娘。等他能下地的第3天一早，他终于重新穿上了人样点的衣服，一身合欢宗外门弟子制式道袍，腰间挂了块不大不小的身份玉牌，然后顶着一头乱得像鸡窝的头发走出了宿舍门。门外蹲着仨人，不对，2个外门弟子，一个药童。他刚一出来，那药童就咻的一下冲了过来，一把抱住他大腿。方闯师兄，你救救我吧！方闯差点一屁股坐回去。干啥？我这是刚回生人间第1天。旁边那俩外门弟子连忙凑上来，
方师兄，是这样的，你不是进了合欢榜吗？现在有些师姐盯上你，不是盯你，是盯你练的那炉子。方闯眉毛一挑，你说啥玩意？你的小破丹炉让人偷了？什么？方闯当场愣住，那炉子不值钱，是他练气课交作业的时候随手拼的，但里面有他上次从蛇窑捡回来的几块蛇鳞，还有几块幽兰叶，那玩意是他准备留着试试炼丹的。谁偷的？两弟子对视一眼，小声道：可能是金蛰峰的人。金蛰峰？哪个金蛰峰？采花那帮？靠，蓝姬不是说没人敢动我30天吗？可能是他不在的时候偷偷动的。方闯深吸一口气，哪个炼丹房？第7炼丹楼西边那一栋。行。他二话不说转头就走。那药童还抱着他腿，师兄你真要去啊？那帮师姐可不是好惹的，他们就爱欺负我这种腿短的。放手！你是冲锋战神啊？你咋知道的？宗门都传疯了啊！你昨天还上了门派周榜热点第1呢，题目就叫他一人撑起整个青鸾峰。我……方闯脸一黑，一脚蹬开那药童，提气就往炼丹楼飞奔。金蛰峰第7炼丹楼西侧，此刻炉火正旺，几个穿着淡蓝衣袍的女弟子正在围炉点火。炉子正中放着一个漆黑的老破铜罐子，一个带头的师姐正拿着玉铲往里丢材料。这炉子哪来的？听说是方闯那小子的私人丹炉。真的假的？我亲耳听那药童说的，他还塞了什么妖蛇鳞片进去。他还有脸炼丹？我以为他只练体。提你个头，他那是硬抗功法，全靠一个字顶。几人笑得正开心，就听砰一声，门口踹开，方闯黑着脸冲进来。谁动我炉子？那带头女弟子回头看他一眼，哟，冲锋战神来了。别叫那名儿，我听着想打人。你来的正好，你这炉子刚炸了一半，还能救一下？你再不来，你那一片蛇鳞就要糊了。方闯快步冲过去，一把拍掉他手里的玉铲。你知道那玩意是啥？你乱练，你出事了你赔。我赔你个头啊！那女弟子笑眯眯的，你也不看看你名气有多大。现在整个宗门谁不想看看你除了冲还有没有别的技能？我就好奇你炼丹是不是也能顶3炷香？方闯脸当场黑透。你等着！他抄起自己那破铜炉，抱头就走出门前，回头扔下一句：炼丹归我，合欢榜归你。我方闯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丹道冲锋战神。那女弟子笑着冲他挥了挥手，期待你爆丹哦。方闯一路暴炉回青鸾峰，气得手都在抖。系统这时跳出来了，检测到宿主情绪剧烈波动，是否开启专注炼丹模式，附赠一次3品丹炉修复加自动火候调控功能。是否开启？开！老子今晚就冲炉不冲人。方闯回到青鸾峰，踹开门的那一下，直接把门轴踢掉一截。徐阳正在屋里磨灵米，一看方闯抱着那破铜炉进来，吓得差点把米撒地上。方师兄，你这是要干啥？别吵，今儿我专练一炉爆给金蛰峰看。你快把那腰部弯膏给我拿出来，贴腰上，我要坐稳。徐阳。方闯把炉子摆在桌子正中，拎起一袋乱七八糟的材料往旁边一丢。系统，来，开自动火控。已开启。3品丹炉正在修复中，修复完成，内部炉胆自动温控校准。宿主是否开启强制爆丹保险模式？开。当前丹方：蛇胆幽兰清灵丹，预计炼制时间2炷香。方闯撸起袖子，呼了口气，盘膝而坐，双手捏了个口诀，对着炉口一拍，起。炉盖轻轻一跳，一股暖气扑出，他手指一勾，第一味主材蛇胆粉直接倒了进去。那是他在蛇窑刮下来的一整块风干蛇胆，碾成粉足足一小袋。刚进炉，炉子呼的一下闪了个幽蓝色火苗。徐阳在旁边咽了口唾沫，小声道：方师兄，你是不是要放多了？我这炉子不是炼宝剑玩的，是拿来炸门炸人的，火大点才爆得响。第2味药材幽兰叶，那玩意极阴，普通火根本融不了。系统自动切换了灵焰类型，用的是玄阴火，那是一种纯属阴寒之物炼化而生的火种，温度不高，却能渗透骨髓，灼魂不伤体。幽兰叶刚落进去，整个炉胆像被冰封，但没两息，竟开始冒热气，幽光翻涌。徐阳在一边都看呆了，这真能成丹？你练给我看看。方闯没理他，双手不停，连下6味辅药：黄芪根、银谷花、3转灵露、蛇涎枝、碎灵石、藏阳枝。每一样扔进去后，炉子都变了重响法子，有的嗡，有的咕噜，有的甚至直接放了个屁。徐阳看得胆战心惊，这炉子要是炸了，
咱俩能剩几块骨头？方闯咬着牙不吭声。他把最后一味材料拍进炉里，抽出3根针形灵符，插入炉边凹槽，锁。炉身顿时一沉，原本翻腾的火焰突然安静，取而代之的是一圈圈从炉角浮起的经文阵法，聚灵阵、稳气阵、结丹阵3合1。徐阳呆了，你哪学的这些？我不学，我怎么活？方闯从怀里摸出半截丹谱，那是他早年偷人家炼丹师的笔记，抄了一半。这东西就是我压箱底的命根。2炷香过去，炉身依旧平稳，可里面的气息却像压着一条疯了的蛟龙。咕咚咕咚，内壁发出沉闷闷响动。徐阳腿都抖了，这是正常现象？不知道。那你还不跑？我跑你就真得给我收尸了。我要不守着他，他不承担，他炸炉；我守着他，他炸我。你说我选哪个？徐阳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忽然有点理解为什么方闯会是青鸾峰唯一能活着进出内门的人。不是他命硬，是他特么比谁都狠。这时候系统提示跳出来，当前温度临界单成概率 65%， 是否加入灵犀归元符，提升成功率 20%？ 加。是否烧掉宿主本日全部积分，用作灵气稳定注入？烧。确认。确认你大爷。烧了。下一秒，丹炉猛然一震，整个房间灵气轰的一下倒卷，徐阳被掀得贴墙上去，桌子、椅子、水壶、狗尾巴草全被吹飞，炉顶砰的一声炸开，浓烈药香扑面而出，空中浮着3颗豆大点的丹丸，幽蓝色，带经文，表面还有丝丝灵气缠绕。系统刷的弹出一排提示：恭喜宿主炼制成功蛇胆幽蓝清灵丹，3品中阶，特殊效果：炼魂、温阳、稳气，提升灵石精度，可用于高强度双修后神识稳定恢复，建议分时。方闯噗的一声瘫地上，嘴角直抽。这就是炼个丹，比双修还特么累。系统：是的，但您成功了，您即将开启新的身份标签，炼丹冲锋战神。方闯哭了，能不能别加前缀了？你给我一张正常的名片行不？系统已为您自动登记称号，当前标签合欢榜 No.2 炼丹榜黑马冲锋战神单修版，即将上传至宗门内榜数据库。你等会儿别转，太迟了。青鸾峰炼丹室外灵光乍起，3道丹香冲天，而宗门内榜悄然多了一个新名字：方闯。标签下写了6个字：冲得起，也练得起。宗门内榜刷新那一刻，整个合欢宗炸了锅，尤其是炼丹殿那帮老古董，一个个原本还在慢悠悠熬汤炼丹的，全都被榜单上那个黑马词条给炸出了痰。方闯？哪个方闯？不是那个合欢榜的那个，他还炼丹，还上了榜？你开玩笑的吧？炼丹殿那边直接派人飞信过来，要求当天送人过来复测丹火资质。方闯这边刚摊完，屁股还没从榻上抬起来，门就被砰砰砰的敲得像讨债的。徐阳都快吓尿了。师兄，我去开门不？不去。那我装死。也不行。那我跳窗。你跳窗我也跳。那你说咋办啊？装高人。啊！方闯直接一口灵气灌进嗓子，往屋角那张破椅子上一坐，闭眼打坐，丹炉还冒着热气。你等会儿谁问你，就说我闭关中道火未稳，开口伤神，勿扰。徐阳一脸懵逼的应了声好。门开，门外是3个身穿丹殿紫边长袍的中年修士，一个拿着玉册，一个抱着丹瓶，还有一个嘴上涂的黑漆漆的，不知道刚才吃了什么毒物。这就是方闯炼的，就是这炉。徐阳缩了缩脖子，是的。他人呢？闭关中道火未稳，开口伤神，勿扰。3人互相看了看，这么多套路，这人肯定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3品中阶丹，你给我随手来一颗我试试。问题是他是个合欢炉鼎啊，他不该懂这个。你见过哪个炉鼎能用炼魂、温阳、稳气3属性堆满一丹？这玩意是专门给自己修炼后续用的吧？别吵！3人齐齐闭嘴。门口那位吐嘴的开口：丹是真的，我试了半颗，差点真魂飘出去，效果太猛，稳神清魂，这不止3品的水准。而且他眯着眼说，这丹的药引不是宗门登记的常用药，我怀疑他在搞私配方，自己配的。一个炉鼎私配方还炼成了，你觉得正常？不正常，那更要查了。方闯在屋里都听得清清楚楚，气得险些吐血。系统，你这狗玩意给我搞事！宿主请勿侮辱系统，本次荣誉榜已记录在案，不可篡改。我不想出名。您已出名，我没想装逼。
您已装完，我现在能跑路吗？不行，门外3人全是元婴期，您腿没那么长。方闯捂脸，徐阳，给我找个辟谷丹，顺便泡杯灵茶，我要做出一副高人闭关不理世事的样子。你再给我在门口写块牌子，写啥？写凡人勿扰，丹道在心。你真要死撑？撑完了就转行。我炼丹一时爽，天天炼丹火葬场啊。与此同时，宗门总殿，一封玉简从合欢坊传进主堂，宗主大人正在泡澡听取，接过玉简扫了一眼，差点把茶水呛鼻子里。谁？方闯，青鸾峰那个冲锋战神，他上丹榜了，还3品中阶。宗主顿时一脸怀疑人生，这年头不会嘴的弟子都卷不过会炼丹的炉鼎了，这合欢宗到底是要休闲还是要搞男团？他一拍桌子，给我把人找来。哦对，他现在不能动，那就先派人封炉，这丹炉我合欢宗要定了，谁敢碰，打断他们的腿。这个炉子我要亲自试。与此同时，金哲峰那边也收到了风声，第7炼丹楼那群嘻嘻哈哈拿方闯开玩笑的师姐，此刻一个个全闭了嘴。带头那个原本笑得最欢的师姐，直接拿小镜子在画眉。我有事，我打算明天去青鸾峰走一趟，探望一下冲锋战神的炼丹心得。他身边那人低声问：你不是说他那炉子是破铜烂铁吗？是啊。那你还？你知道他那丹是什么丹？什么？高强度双修后专用清魂稳石回京聚神丹。全场静了3秒，然后姐妹，我陪你去。我也去。排个队，先来先聊，后到排号，别插队。冲锋战神我们也得讲点规矩。方闯一觉醒来是被吵醒的，准确来说是被一屋子的师姐来访吵醒的。他这刚从榻上翻个身，外面徐阳就扒着窗户喊：师兄，不得了，炼丹楼那帮女修全来了，说要请教炼丹心的，顺便借2颗清魂丹试试效果。方闯脑门一抽，什么叫顺便？那是我压箱底命根子好吧？那你到底见不见？不见。他们说要是你不见，就当你默认愿意当共享炉了。他们还说会自己进来，不需要你亲自开门。方闯一下子坐直，系统在，你给我布个防护阵，已开启。防暴力闯入结界防娇喘，催动结界防色诱蚀海污染结界。等下，你那第2个结界叫什么？防娇喘催动，根据宿主以往受困经历匹配关键词自动生成。你滚！他还没骂完，门外已经传来敲门声，不是轻敲，是砰砰砰砰砰。方闯，开门，我们只是聊聊天，真的不带修炼的。你不开，我们就用火符熔门了啊！方闯脸绿，这玩意还有约谈不成强拆门的操作。徐阳在一边都吓得把灵米撒地上了。师兄你该不会真不打算开吧？开什么？我才刚缓过劲，清魂丹自己都没吃完2颗，就要被迫射死。你帮我出去跟他们说，我炼丹走火入魔了，现在说一句话就走魂，一说话就会变声，一变声就会念情诗。徐阳，这理由也太扯了吧？你说不出口，我教你，照念就行。还有，记得先磕个头，让他们冷静一下。徐阳出去没5秒，又跑回来。师兄，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你走火入魔，还说愿意一起帮你稳定灵魂，还问你要不要试试双人灌气凝魂法，说不收你钱。我谢谢他们。然后他们又说，别说了，我现在只想跑路，你跑不掉的。你不懂，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人，我是炼丹榜的希望，是合欢榜的扛把子，是冲锋战神的活招牌。系统也跳出来凑热闹。当前合欢宗论坛热搜第1，方闯炼丹现场爆图分析。第2条，清魂丹真实体验测评，文笔极差但转发极高。第3条，金哲峰赵师姐夜敲青鸾门，传说中的炉鼎能否承压？方闯咬牙切齿，他们拍我图，是的，角度精准，还配了小标题，例如破炉中起丹光，笑看凡难当自强。我靠，评论区现有点赞最多留言。他是我们的战神，不只是合欢的战神，更是丹火之下的奇迹。来自金哲峰赵师姐清评他练的不只是丹，是希望。方闯差点没一头撞墙，你们是疯了吧？我就练了个丹，你们给我捧成救世主。宿主请正视自己的爆火，这不是你愿不愿意，是整个宗门都等着看你下一炉能不能练出双人进阶丹了。我现在可以炸炉吗？会炸你自己。那我能装死吗？不行，他们刚请了一休，随时准备抢救你。我现在跑路会被通缉吗？会，宗主昨天就下了封炉令，你的丹炉现在属于宗门登记器物，跑了算偷气。
这宗门到底是修仙地还是开公司的？宿主的社会地位已等同于高阶供奉，建议配备专属经纪人、后勤护法以及法医统一改色。方闯直接背过身去，我现在连门都不想出，我想静一静，门外人没静。方师兄，我们来了哟，不是抢你的单，是借一点意思意思。你要是不说话，我们就当你默认了。徐阳趴窗回头喊：师兄，他们把小炉子搬出来了。他们说你今天要不交，就让炉子先飞了。方闯猛地跳起来：住手！那炉子不能动，那炉子里还有我上次的裤腰带没拿出来。门开的一瞬间，整个青鸾峰都听见了。方闯站在门口，头发炸毛，身上披着半块炼丹袍，腰上歪着块身份玉牌，手里拿着一个丹瓶。那一刻空气是安静的，然后炼丹战神真的出来了。他手上的是新炼的吗？我闻着比上次还香。快坐下问问题。今天第一题我来问。冲锋战神，请问你炼丹的时候是先放蛇胆还是幽兰？你炼丹的时候会不会听歌？你修炼的时候真的不穿裤子吗？你刚才不是说裤腰带？方闯直接把门砰一声关上。我后悔了，我不想炼丹了，我不是你们的战神。门刚砰上，屋里陷入死寂。方闯整个人贴门喘气，像逃命成功的难民。外头还是一堆师姐在笑，有个嗓门大的直接开始唱：战神炼丹幽黑一呀，裤腰飞起换神丹。冲锋一路不回头，炉盖炸开人拍手。方闯扶着门，嘴角一抽，他们是不是疯了？徐阳靠在椅子上笑得跟抽筋似的。师兄，你现在比青鸾峰山顶的神女像还火。你现在出门，外门弟子都得让路。你走哪儿起香火。你现在要是在院门口摆个摊，挂个牌子冲锋战神签名炼丹，估计香火钱能堆满你炕头。方闯低吼一声：我炼你大爷的丹，我现在就想回炉重造。我宁愿当个上不了合欢榜的边角料，也不想每天被追着问裤腰带的来历。他一把掀开丹炉盖，把那还冒着残香的清魂丹瓶子往袖子一塞。我躲出去一趟。徐阳一愣：你去哪？找蓝姬？你疯了吧？你去他那不等于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油锅。他最起码不会让我讲解裤腰带阵法结构，还有他不会唱歌。青鸾峰后院牡丹亭，蓝姬一手拿着玉书，正慢悠悠地理头发，身边是他专属的灵鹤椅垫，灵鹤都被他盘得趴成了刺猬。突然外头传来哐的一声，一个人影直接翻窗滚进屋里，脚没站稳，撞翻了他的香炉。我靠！蓝姬放下梳子：方闯，你怎么像个落水鬼一样窜进来？方闯坐地上喘着气：别问，我今天练个丹，差点被宗门当成移动许愿池。我现在出门都得先捂裤子，我只想安静躲2天，不炼丹，不冲榜，不回魂，我就想睡会儿觉。蓝姬没说话，走过去拉起他，给他扔到屋里的软榻上。你练那清魂丹，我吃了一颗，挺好用的。你那丹谱哪来的？我编的。编的？蓝姬眉头一挑：你还真敢！我不编你，让我去哪儿找现成的？你们合欢宗的丹谱全是3阳通脉丹9玉扩10丹，我一个清清白白的男人，就想练个回筋补脑的清淡款，都得自己琢磨。结果你们还来围着我开会。我前世卖保险都没这么卷过。蓝姬一边听一边拿了块灵石，顺手塞他手里：拿着。啥意思？这是护身传讯石，以后你再被围堵，直接捏碎。我派人来救你。你这么好心。蓝姬靠在窗边，合欢榜不缺能打的，但缺会炼丹的。你就是现成的牌子，我得护着，省得你被人偷走了，说我青鸾峰留不住人。方闯躺那闭了闭眼：那我能在这儿躺2天不？可以。真的不炼丹，不讲道，不掩饰双人灵气循环，都不用，就睡，就睡。太好了。他翻身一盖被，声音开始含糊：蓝姬，你以后能不能别让我叫你师姐了？那你想叫我什么？老板娘。你这是认栽了。我认，我练不动了。你们合欢宗太他娘的耗人了。第2天，合欢宗总榜刷新，合欢榜第1蓝姬，合欢榜第2方闯，炼丹榜第1方闯突破。评论热词：冲锋战神不只是会炼丹传说中的双修姬修师1夜3榜男神传说。宗主看完榜单，沉默了3息，抬头问：方闯现在在哪？青鸾峰。在干嘛？睡觉。别吵他，让他好好睡。他醒了，我再亲自问他要不要接掌我们合欢宗的药库。方闯这一觉睡得堪称仙人转世，也不知道梦见了啥，嘴里时不时还念叨2句：别为我，裤腰带真没那么多功能。
等他彻底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院子外边静得很，连徐阳都不在。他一翻身，发现屋里多了一张纸条，写的是蓝姬的字：你要是真不想见人，后院我清了一天，不会有人来烦你。丹炉我搬走了，火也灭了，放心睡。我去总店处理点事。你醒了，别跑。真跑了，我就把你那几瓶清魂丹直接拍到宗门交一台。方闯看完，倒吸一口凉气。蓝姬，你是真能威胁人。他下床套衣服，刚拉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门口蹲着2只灵鹤，正看着他喷鼻子，脚边还放着一盒热饭。徐阳呢？灵鹤拍了拍翅膀，从背后甩出一张传讯符，上面一行字：我被请去炼丹店搬砖了，听说你要接药库，我怕连我也被你管了，我先躲几天洋流。接你妹的药库！方闯怒吼，刚喊完，天上啪的一声落下一道灵光，一个身穿宗主服子金袍的传讯使直接从非洲上跳下来，冲着他一躬身。方闯师兄，在下是宗主亲卫胡大，特来送调令。宗主有令，请您于50道总店一厅接掌合欢宗药库临时正使一职。方闯一愣，你说什么？那传讯使抖手抽出一卷金符，上面封着宗主私印，还带香，白纸黑字，金符传令，不接。方闯，我选跑路行吗？宗主说了，你要敢跑，他就让你去断魂崖重新种幽兰，顺便通宵陪蓝姬炼第2代清魂丹。方闯沉默了一下，我服。好，走吧。等会，起码让我洗个头。来不及了，我们直接走灵道传送。你等。还没说完，灵符一亮，整个人直接被卷上了非洲。合欢宗总店一厅，方闯一脚踏进大厅，周围全是穿着正装的长老，最少都元婴打底，还有几个老头戴着斗笠，他压根不知道哪座峰的。他一屁股坐下，刚想问话，宗主那边抬手了。你就是方闯？是。炼丹的那个？勉强算。能不能炼出稳定连续双修后补元不伤魂的通用类回补丹？可以。有没有兴趣扩大产线？你是说什么鬼？我们准备给你成立一个清魂堂，主打就是你那个清魂丹。你做技术，我给你批人、批地、批药材，只要你愿意签下来，原来的药库正使可以让位。方闯嘴角直抽，我不是说不想出名了吗？宗主一笑，你已经火了。合欢宗建宗700年，从来没出过一个你这种炉鼎。你是第一个把丹道打到合欢榜第2的，你也是第一个让我们准备给炉鼎发薪、立堂、封印的。你就说你接不接？方闯咬牙，我能问一句吗？问。我还练吗？练。那你有纸药丹吗？有3箱。我服。好。宗主大手一挥，从今日起，方闯接掌清魂堂，兼任药库副使，有事找他。散会。方闯刚起身，一个斗篷老头悄悄飘到他身边。你下次炼丹能不能少放点蛇胆？我老伴吃完你那丹，回家3天不跟我说话。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裤腰带的香味。你炼丹真有你娘的！方闯差点原地爆炸。我真不想火，但你现在已经是火炉了。方闯走出宗门大殿的时候，腿还是软的，不是因为刚站久了，是因为他现在要管的不是一个炉子，是一整个丹堂和半个药库。3箱纸妖丹都救不回来，我现在这颗想跑路的心。他刚落地，就看见前面站了3排人，整整18个女弟子，都穿着统一的清魂堂内服，白底金边，袖口印着清字。看到他出现，齐齐行了一礼，见过堂主。方闯脸都歪了，你们谁安排的？旁边一人走上来，自报家门：清魂堂副统筹，药库3阶炼药使，中旨，奉宗主之令，今日起协助方堂主接手药材流通、丹方编撰、采药调度、人事口供、每日炼丹计划、申请批文以及各封定向定量清魂丹分配事宜。以上这些，目前只有你一个炼丹的，我只炼，我不批。那批文就压着。你们副使做啥的？我们管调拨，不负责你那炉。那我罢工。可以，但宗主说第一批清魂丹必须在3日内炼出100枚，否则你得亲自带炉去金蛰峰现场教学。方闯吸了口冷气，你们这逼人的流程是谁设计的？宗主，他吃错丹了。他吃了你炼的第1颗清魂丹，说那天晚上梦见了3位祖师轮流给他灌顶。你们听他说完就信啊？第2天他就封你职了。那我现在还能辞吗？你辞了他，让你裴兰姬重开清魂丹2代实验炉。方闯脑壳一麻，你们不是人。中指笑了，你是全合欢宗最顶的炉，现在全宗700人盯着你，生怕你真把这炉端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第1项工作就是给你开炉。方闯不动了，他站在清魂堂院子的主炉前，
看着那口刚铸出来的4阶丹炉，四周是符阵刻满、灵气灌注的传灵阵、加热阵、稳元阵，全配齐了我以前那炉子，能用就行。这玩意太夸张了，这不是炼丹，这是炼命。中指递过来一个玉简，你丹谱自己写的，我们照着整理了。目前需求最高的是1号清魂丹，2号刚试产，还有一些弟子点名要简装版，只补魂不回经。还有个试验方向，是你那日炼废了半炉出来的残丹，有个筑基期吃了，说临时清明，但有点冷。那玩意有毒，我不认。但他第2天就冲破了瓶颈，现在在练气风直播。你也火了？方闯头皮发麻。你们炼丹的都这么卷吗？中指点头。现在整个宗门都想卷你，但你自己得先站稳。来吧，方堂主，今天我们配好药材了，你只要点火，20枚清魂丹入库试用，成不成看你了。方闯站在炉前，身后18个女弟子全站着等他开口。他叹了口气，从袖子里掏出那条绑过旧丹炉的裤腰带，给自己扎上。罢了，我今天就再冲一炉，但我说好了，不是我愿意管药库，是药库非要我管。他抬手一挥，炉盖升，火光起，一把蛇胆粉，一撮幽兰末，3转灵露3滴落下，火势一掌，气浪翻腾。中指抬头盯着火色，轻声道：记录火温、丹性、丹液粘稠度，记录炼制时长、符文闪动频率，记录方闯腰带是否松动。方闯听见这句，手都抖了。你们还监控我腰带，以防炉子又飞，我们不能让你再在榜上飞一次了。你现在是合欢宗的丹道标志，我们信你。方闯咬牙，把剩下半袋材料全拍进炉里。你们就别信了，我今天要是不爆炉，我直播吃这根腰带。冲了！炉火轰鸣，清魂丹20枚，气息渐现。合欢宗炼丹榜当日更新。方闯单日出丹20枚。状态：人未炸炉。评价：他没飞，但我们飞了。方闯坐在炉前没动，炼完20颗，他没起身。中指拿着预测走过来，声音不高：第1炉试炼完毕，合格。平均火温控制在3阶下限，弹性稳定，粘稠比上炉提升 5%。你腰带也没松，我们这边给你记功一次。宗主那边让人转化，说你这状态保持得好，再来1炉。方闯脑袋一歪，直接躺地上了。我不干了，今天这炉是我最后的倔强，我真练不动了。你们要是敢再推我，我明天就去投玄阴谷，把那炉卖给炼尸堂。中指弯腰看了他一眼，我们理解你，但你躺着也不是休息。你现在是清魂堂主，宗门上了3道委托任务。任务1，宗主亲批，为长老团炼制专属清神丹50枚。任务2，玄木峰弟子请求，用于高阶晶石测试的丹气引试剂样本。任务3，别念了。方闯咬牙，你这不是丹堂，这是炼命炉，你们把我当人练的吗？合欢宗就不能有人好好修炼，非要逼着我天天爆火。中指还没说话，外头传来脚步声，是蓝姬。他一身练功衣，头发扎高，手里还拎着一壶冰灵酒。刚进门，冷冷说了句：你们退一下，我带走他。中指犹豫了一下，可现在还有任务排着。我说带走，不是请示。蓝姬一把将方闯拽起来，塞了壶酒进他怀里，喝一口，醒一半，再喝一口，跟我走。方闯还没反应，嘴就被酒灌了，冷得牙都疼，脑门嗡的一阵，然后人就被他拖走了。后院偏堂，林风吹得簌簌响。蓝姬丢下他，你现在清魂堂的状态不叫炼丹，叫发癫。我看你再这么干下去，不出3天，整个人就真变炉了。什么是丹道？不是你拿着药材一通猛塞，做出个东西就叫成丹，是你能看着火候，控制节奏，知道什么时候该熄火。你现在把自己当了燃料。方闯靠着门，呼吸都不稳。那你让我怎么办？我不练，全宗门骂我。我练了，合欢榜上热词天天都是我，现在连弟子小册子上都印了我照片，说我是榜样合修弟子。我活着哪还有一点私人空间？我喝水都得掩嘴，怕被传冲锋战神饮水法。蓝姬安静了2息，然后扔给他一个储物符，这里是我帮你扣下来的药材清单，你选。以后每周只练3炉，火温自己配，成多少算多少，剩下那堆任务我来推。合欢宗要是吭哧你，就让他们先试我拳头。你要是敢偷偷多练1炉，我废你腰。方闯低头看了看符里的清单，不是很多，大多是幽兰、蛇胆粉，还有少量他用来调底的温阳草。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壶冰灵酒又灌了一口。你现在说这些是怕我真疯了？蓝姬站起身往外走，你疯不疯我不管，
我只管你这清魂堂是挂着我青鸾峰的名号开的，你要真累死里面，最后还给我收尸，我懒得挖坑。他走到门口，扔下一句：你不是战神，你是清魂牌高压锅，你爆了，全宗都得跟着你争。门关了，方闯坐着，酒壶还拎着，脑袋慢慢靠墙。他盯着那张药材清单看了10几息，然后一拍大腿：妈的，他说的有点道理，我这不是炼丹，是在练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得调回来。系统这时候跳出来了，检测到宿主心态恢复，是否开启稳炼模式，每日限定单量3炉，系统将自动锁火控药，预警爆炉风险。注：该模式下部即冲榜数据。方闯毫不犹豫，已开启。清魂稳炼包已加载。今日目标炼丹，不上热搜。方闯把酒壶塞进衣袋，摇了摇脖子。好了，我今天就安静的做一炉丹，爆不爆都无所谓，我人活着，腰不歪，这就是胜利。清魂堂后炉室，灵阵全部静音，符文调成最低亮度，墙上挂着个牌子：炼丹中，勿扰。再来敲门，就给你写入方堂主的炼丹素材里。方闯坐在炉边，披着宽大的炼丹袍，手边摆着3份配好的材料包。系统开启了稳炼模式，界面上跳着一行淡蓝提示：锁火中，气息平稳，腰椎完好。好，今天目标明确，一炉一命，多一颗不图，多一层不想。我就是要证明，炼丹也是可以养生的。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将第一份药材缓缓投入炉中。蛇胆粉提前晒过，吸潮处理得当。幽兰末细腻无渣，零落按 3D05 的比例慢注，气温调整在炉身82度上下，火候稳得跟抹了胶的老头腿。系统还时不时发来一句：火温良好，丹气纯正，宿主当前状态，心率稳定，呼吸均匀，腰部负担指数极低。方闯一边练一边哼曲儿，脑子里已经在想午饭吃什么，牛肉馅的淋包子还是炖蛇汤，要不去找徐阳整点外卖。合欢宗能不能开个炼丹外送服务？我这边坐牢，他那边送饭。他正自娱自乐的胡思乱想，门口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堂主，有人找。不见，说是金哲峰的。我说了不见。他说是你以前说有空可以给他们讲讲火控原理的时候留下的名片。我那是客套话啊。方闯忍不住掀门：你让他走，我要是今天一出炉就上榜，你看看我下个月是不是得搬进你们外门药房去睡地铺。门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有人嗓音娇滴滴的来了一句：方师兄，我不看你练我，就蹲外头吸吸炉气。方闯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吸炉气你回去拿个破炉点着艾草也行啊，别来蹭我这最后一块净土行不？门外还有人补一句：师兄，你不是说清魂丹吃多了要注意腰椎？我们特地带了灵枕。滚！门砰一声又关上。方闯强行把自己塞回椅子，手上都开始发抖了。系统提示立马刷出来：情绪波动超限，灵火不稳，是否播放静心养炉经广播？播。下一秒，炼丹室内响起了低低的念诵声：炉要稳，人要正，炉在人后，火在人中，气不浮，腰不乱，丹未出，心勿贪。方闯闭上眼，对，我得稳。我要是现在翻车了，蓝姬估计连我骨灰都得收进药瓶当纪念标本。我得把这炉练完，就3炉，练完我就请假。时间1分1秒过去，第一炉成功出丹，系统提示一闪：3品下清魂丹12克，药性稳定，可入库。方闯深吸一口气，收了丹，没多看。第2炉继续。钟职远远站在走廊尽头，看着那炉室灵火平稳，轻轻写下一句：今日无爆丹迹象，气场安定。方闯未骂人，已连续2炉稳定出丹，目前判定为情绪控制期，不宜打扰。继续观察。他刚写完，一道传音符飞来，打开一看，只有短短一句：我玄阴谷打算订一批清魂丹，用来平衡尸丹气息，问他有没有空谈点合作。中指抬头望了眼那还在飘着酒香的后炉室，合作？你可别又把他逼疯，他这才刚恢复成人，再推他真可能变气。炉中火生，丹气回荡。方闯靠着炉沿，嘴里念念有词：我不想当器灵，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就想安安静静练我最后这一炉，再吵我真要吃腰带了。方闯盯着炉火，最后一炉的药材已经下去，这炉他准备的格外细，火种先温着，不急着催，丹饮先慢熬，等那股子幽兰香气起来，再往里调灵露。整个炼丹室静得跟灵堂一样。系统也不跳通知了，炉火噗噗冒着光，偶尔有那么一下哧啦，
倒像是锅里煎鱼。方闯抓着腰带，两腿交叠，闭着眼打坐。稳，今天就这样，别给我出幺蛾子。外面走廊上，中指正低声跟一个使者打手语，他现在还没炸。第3炉进行中，你别提合作，不然他炸之前先限你。那人点了点头，退后半步没再吭声。中指继续拿玉减技状态，卢恩微掌，单性趋稳。方闯尚未脱衣，说明目前还在忍。未暴走。刚写到这儿，炉室里轰的一响，众人条件反射一抬头，丹炉没炸，是门开了。方闯抬着半个破炉盖走出来，身上全是药渣，头发乱到像刚炸了毛的耗子。我要声明，刚才不是爆丹，是我在掏药材的时候多按了一点，然后炉盖卡住了，我一用力它就弹出来了。中指上前2步，小声道：你没事吧？方闯抬头，手还在抖。我现在身心俱疲，我觉得我整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丹炉的一部分，再练一炉，我可能就能直接自然成药引。中指低头看他手上那只药瓶，这炉有成丹吗？方闯冷笑一声，把瓶子塞他手里，你打开试试。中指打开一看，里面7克，通体灰白，单面泛青，药香混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清凉劲儿。他轻轻一嗅，灵石竟然一抖，这好像比之前那批还猛。你加了什么？方闯懒得理他，我啥也没加，我就加了怨气。你们一个个来找我，我忍你们。你们说要丹，我憋着练，现在我连呼吸都觉得是炼丹的火焰味。这7克，你们谁敢吃？谁今晚梦里要是不跟祖师托梦，我都不信。我现在宣布，清魂堂今日炼丹结束，我不练了，我去散步。谁敢拦我，我把这炉盖扔他脑袋上。说完，方闯真的拿着那半个炉盖，大步往后山走。走着走着，脚步开始发飘，系统提示跳出来，情绪波动略大，检测到宿主灵气耗竭，精神疲劳，建议暂停一切修炼，进入休整状态，附赠本日放空指南。炼丹只是手段，狗命才是目标。方闯翻了个白眼，我现在连狗命的力气都快没了，我想请个假，请假需要向宗主口头申请。那算了。他一屁股坐在后山的石台上，抬头望天，天蓝得很虚假，风吹得他想骂娘。他正想闭眼歇会，脚边传来刷刷几声轻响，他低头一看，是个女弟子，穿着清灵宫的服饰，手里提着小炉子，炉子还冒着白气。你是？我是陶清柔，我们封主让我来找你，说你这几日练的清魂丹效果极佳，我们想请你指导我们封的丹修学徒，报酬可以谈。方闯没吭声，拿起那小炉子，抬手就想扔。陶清柔一惊，赶紧跪了下去，别，不是练，是请你吃的，我们这炉是灵草安魂粥，说能缓腰能定神，是我自己熬的，就想让你歇会儿。方闯盯着那粥看了2秒，粥是绿的，浮着一点点红枣和一片片切得极薄的蛇胆丝。他闻了闻，没毒，然后他坐直了。你这是真的来给我送饭？那你回去告诉你们封主，我今天只认这个，谁再敢让我炼丹，我就跳山。陶清柔轻声应下，你要不要加点糖？加，越多越好，我今天要吃出凡人的感觉。修仙，我先缓缓。炼丹，你们谁爱练谁练去。他咕嘟咕嘟喝下第1口，烫得眼角都冒泪，但他没松手。这粥有点味儿，但是真他娘的温柔。陶清柔蹲在一边，看着方闯把那碗绿粥喝得一滴不剩。他原本以为他会讲讲单理，发发脾气，或者丢锅跑路，没想到他就坐在山石上，一勺一勺把那锅蛇胆红枣安魂粥喝干净了。风吹着他那身炼丹袍，鼓鼓荡荡，像一袋刚放过气的灵兽皮囊。喝完后，方闯长出一口气，把空碗往地上一插。好，今天这顿饭给我续了半条命。清魂丹救人魂，清魂粥救我命。从今往后，你要再来送粥，我请你吃清魂残丹。吃完可能拉肚子，但精神肯定好。陶清柔忍不住笑了，你不怕我真是？你是啊，吃了你还能上榜，我自己吃都快突破筑基2段了。你别看我不练剑，我这魂修冲的贼猛。他有点不好意思的低头，把小炉子盖好。你歇着，我不打扰。咱们清灵宫那边不逼你炼丹，你啥时候想讲就来讲，我们能等。你真不讲也没事，我再给你炖个别的。方闯靠着石头晃晃脑袋，你不怕我炸炉？那你就炸，反正你炸一次，我们就能省一堆听课时间。你炸完还能回来喝粥。你不是我们请来的供奉，也不是傀儡，你就一个人，一个特别会炼丹的人，但不是炼丹的机器。
方闯听着没说话，他好像有点懂他们这些人来干嘛了，不是为了蹭单，不是为了套话，更不是为了看笑话，他们是真的想让他知道他还算人，不光是炉。喝完粥脑袋有点热，他也没着急回，靠在那儿迷糊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听见身边有声传音落下，他随手一接，是蓝姬的传音。宗主又问你，玄阴谷那批单你接不接？如果你不想接，就闭门3天，我来扛。他要是真急了，我就陪他闭嘴。你别急，别烦，炼丹是你选的，不是你欠的。方闯盯着传音符看了几息，然后轻声说了句：蓝姬，这次我听你的，这单先不接。我这不是不想练，是想等自己想练，就一次，就这一次，我想自个儿做主。晚上他回到清魂堂的时候，炉室门口没人堵了，连中指都不在，只剩下门口挂了个新牌子：方堂主今日休整，炼丹暂停，骚扰一次，禁丹3天。敢破门的，蓝姬处理。炉室里灯都灭了，他回自己屋子，推门进去，一屋子草药香，角落里堆着3大袋新到的灵药，药库怕他心情不好，顺手往里送了3份，还有一张纸条：你不练，我们也不退，我们信你，你不欠我们。方闯看完，蹲地上笑了会儿：行，那我真歇3天。你们敢来，我就喝粥；你们再逼我，我就开直播吃腰带。现在是我清魂堂炼丹人说了算。系统也跳了一条提示：宿主心态稳定，状态人未气化，本周剩余爆单次数0，已恢复为正常弟子。方闯松了口气，正常，挺好。我是清魂堂的，不是青州堂的，但今天我真他娘的想喝第2碗。第2天一早，方闯还在床上打滚，被子卷得跟蚕茧一样，旁边那根腰带脱了一半挂床头，一副谁在喊炼丹我就当场自缢的气势。他正迷迷糊糊准备翻个身，窗台外头传来敲木鱼的声音：咚！方堂主还活着不？清灵宫给你熬了新粥，换配方了，加了醒神甘草，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放门口了。方闯一下弹起来，披着被子就去开门。门外果然蹲着陶清柔，手里还提着个新锅，锅盖上还贴了个纸条：青州2号实验版提神醒腰不伤火。你们这是认准我天天喝粥了是吧？陶清柔笑嘻嘻：反正你练不练丹不重要，但你得活着，你一炸炉，清魂堂就得爆，谁也顶不住。所以先吃点暖的，等你心情好了再说要不要练。方闯认命的接过锅：行，你们以后送粥提前说一声，我给你们批个清魂粥堂的执照，别动不动就敲我窗，吓得我差点反手给你一单爆。我不干炼丹战神了，我干清魂粥王。他抱着锅回屋，席地而坐，一边喝一边打开系统界面：清魂堂事务待处理3项，合欢宗外门求助，是否能提供少量清魂丹供参考炼制，表示愿意资源换丹样。天风谷飞信，清魂丹是否能协助改善灵石过载问题，提出合作开发并行神识稳定丹。蓝姬本人留言：你吃完粥联系我一声，我给你批个不爆单特修月。方闯盯着最后一条看了半天，他还真给我想好了，这才是人。合欢宗里能让我活下来的就这么几个。系统跳出提示：是否接受特修月待遇？说明特修月期间，宿主每日不强制炼丹，所炼皆为自愿，系统可协助日常稳定维持清魂堂运行。方闯点了是，界面一刷新，清魂堂牌子上多了一道灵印，写着4个大字：不催他炼。这才像话，老子不是炼丹炉，是合欢宗打工的外聘技术顾问。谁再想让我爆，就先来送粥，没粥别谈事。他又喝一口，捧着那锅绿粥，整个人都快蒸发成舒坦的魂梯了。结果这时候又一只飞符落进来，这次不是哪个弟子，是宗主本人发的，简短，就2句话：下个月宗门700年大典，清魂堂的上个节目，你来安排。方闯，你他娘的还让我演节目，我当你是人，你当我是猴啊？他刚要骂，飞符又抖了抖，最后补了一句：你可以拒绝，但你要是拒绝，蓝姬代言他说会现场讲你怎么从双修炉进化成清魂堂长的全过程，配图。方闯当场把碗扔桌上：我演，我跳丹炉都行。方闯把碗扔桌上，整个人都裂开了。我他娘才刚从爆单边缘捡回来，你就给我安排上舞台了？这不是演节目，这是把我架火上重新烤一遍。他开始原地走圈，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叨：我不怕跳舞，我怕的是宗主真给我安排舞台剧。蓝姬那女人真敢演，她一边演还一边讲，说不定还敢唱。她现场讲双修如何爆出清魂丹，那我以后就别在宗门混了，
这时候系统突然跳出来，提示：700年宗门大典为合欢宗顶级活动之一，节目参与将提升清魂堂曝光度，有利于稳定非工具人地位。本系统可辅助选定节目类型，编排脚本，提供火力特效。你都成舞台总监了？是的。附赠功能：失败自动触发后台脱逃符。好吧，但我要自选节目，请说出您的想法。方床想了一圈，突然灵光一闪，我有了，我们就演一个清魂丹的诞生全过程。我不唱不跳不装逼，我就现场搭炉讲课，当众炼一炉清魂丹，然后再请一个弟子吃下，看他当场稳魂回精，清神3次不眩晕。这节目不炫技，全是干货，这才叫清魂堂风范。系统沉默了一下，跳出提示：您确定要现场炼丹？您真的要在宗主大典700周年庆典人满为患的内殿中心现场炼丹？不怕炸？怕。所以我要选那种能稳出的基础配方，我提前练100遍，练成肌肉记忆。我要让他们知道，清魂堂不是靠嘴出名的。我方闯不是冲锋战神，我是清魂堂主，我靠火炉说话。系统已记录节目设定，为您自动生成节目单草稿。节目名：一炉清魂。表演形式：现场教学型实操。人员需求：方闯1人加1名实验弟子，已提交至清灵宫候选。特效环节：炉火升腾，丹气幻影，腰带飞舞，可选关。时长控制3炷香以内。方闯拍了下桌子：好，就这个，谁要拦我，我就给他塞1瓶清魂浓缩液。当天晚上，宗门大典组委会收到清魂堂提交的节目申请，审核师弟扫了一眼，念道：清魂堂一如清魂，现场炼丹。这不是冲锋战神自己上阵。他犹豫了一下，把申请往上一层递。负责内务的女长老看了2眼，轻声笑了。又是他，这孩子命是真硬，给他安排个位置吧，别让他挤在边上，就摆在丹道广场正中，让他这炉真烧给所有人看。另一边，兰姬刚洗完澡，擦着头发收到了宗主转发的节目安排。他看着清魂堂方闯一炉清魂那一行，默默挑了根线，把自己那套爆丹物语演出一封起来，然后随手点开传音预符拨给方闯。听说你准备上台讲课了，要不要我帮你准备个词牌，挂在你炉子前面，写上清魂不爆，方闯才跑。方闯那边语气沉稳：别闹，这次我认真的，我就想让他们看看清魂堂能走多远，不靠传闻，不靠榜单，靠一炉丹。兰姬沉默了2息，淡淡说：那你需要人护场，就吱声，我坐你炉边，谁敢讲话我就拔刀。方闯点头：等我烧完这炉，我请你喝粥，加倍的，你1碗，我2碗。700年大典倒数第6天，清魂堂彻底进入备演状态。药库那边批的灵材直接送来了2车，单是幽兰和蛇胆粉都堆满了小半个仓房。方闯站在院中，看着这一堆堆准备，长叹一口气：我原本是想安安静静讲个课，你们这是准备开炉渡劫啊？中指在旁边翻册子：你现场要练，宗主说不能出岔。清魂丹用什么批次的蛇胆？你选。要不要双温熬制的幽兰汁？我们也提前提炼好了。炉子那边请的是炼气堂亲手打造的4阶稳压炉，专门为你调过温。火符、稳定符、防爆罩，我们备了3重。你要炸，得先炸穿我们这层罩。方闯听完，揉着额头：你们这是把我当临时堆中央的火种养啊？只要我这炉不灭，清魂堂就不塌。真这么看得起我？中指翻了页单谱，没抬头：你不撑，我们这摊子就没人接得住。清魂丹不是你练不出，是别人根本配不出。你现在要怂，我们也只能跟着陪你吃粥。但你要是上了台，站稳了这炉子，我们清魂堂就不是工具堂，是宗门里的正经丹脉。你现在就是火种，但只要你烧起来，我们都给你加柴。方闯听完没接话，转身走进了丹室。炉盖抬开，熟练的塞进去几样料，点火不多不少，3分真火，1成引灵，火温的像老祖宗闭关前那口灶。整个清魂堂瞬间安静，一炉无声燃着，没人说话。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是在试手，是给自己看，也是给宗门看。外面合欢宗大典组委会忙得一团乱，总台负责安排的师兄一边擦汗一边分配任务。清魂堂演出时间放在第2天午时前段，炉台已经准备好。方闯那边要求只摆1张桌，1口炉，不要加花，不要投影，不要解说。他一句话都不打算讲，就想靠那一炉出不出单定胜负。后勤那边忍不住问：那要是真没出呢？总台师兄笑了笑：你放心，
他要真炸了，宗主都能上去帮他鼓掌。全宗门都盯着他看，不是看他会不会成功，是看他这次敢不敢站出来。你记住，方闯那人啊，炼丹讲缘分，但上台从来不带虚的。而此时此刻，后山，兰姬坐在亭子里，正在拆一只灵酒坛。陶青柔小心翼翼站在他边上。兰师姐，你真打算演出那天做炉边？你不怕别人说你抢风头？我不做呢，谁能帮他顶场？你知道那天要来多少人？外宗的、阁派的、关里的长老，闲得发疯的元婴老怪都来。谁要在台下乱问一句，他分心了，你就等着清魂丹炸得天女散花吧。陶青柔咬了咬唇，你是不是也怕他炸？兰姬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我怕他炸，但我更怕他不敢烧。他要是真的当着全宗的面说我不练了，那他这辈子在修真界都抬不起头。所以他不能退，我们谁都不能让他退。我做那不是给他壮胆，是告诉所有人，清魂堂的这个炉不是谁都能碰，哪怕炸了也得炸出它的味儿。夜里，方闯一个人在炉室，最后一次试炼。炉火低沉，灵气围着他一圈圈打转。他静静看着炉口，一直到炉身一抖，3颗通体泛光的清魂丹缓缓浮出，没有爆炸，没有跑火，一炉3丹，稳得离谱。他伸手一接，收回炉盖，站起身。行，700年大典，我不跳，不唱，不演，我就当着全宗的面练这么一炉，炸了也行，稳了也行。这一次是我清魂堂自己烧给你们看的，清魂不爆，就该我烧。700年大典当天，天没亮，合欢宗内外已经人满为患。丹道广场上搭起了18座主台，其中就属正中的那一座最简单。一张桌，一口炉，一块灵石写着清魂堂3字，旁边空空荡荡，连个背景布都没挂。负责布场的弟子站在一旁，低声问：这真是方闯的台？执事师兄翻着玉册点头，对，他特意说了不准加东西。他说要的不是舞台，是火台。今天这一炉不唱戏，不讲笑话，他要的是谁看得懂就坐下听，谁看不懂就坐着闭嘴。外门里看热闹的弟子开始起哄：冲锋战神今天真不冲了，不报一报我们可不习惯。你别说，他那丹炸起来是真带劲。他那腰带今天上没上场？听说他这次打算不扯腰带了，怕炸起来飞进宗主茶碗里。哈哈，真要飞进去，宗主都得夸他精准。方闯没理他们，他穿着一身清魂堂白衣，从东侧步道慢慢走上来，一步一个脚印，腰带扎紧，单凭贴身，神识封闭，灵火温压。他整个人冷得像刚从灵泉泡过，又稳得像一块死石头。中指站在侧边，见他走过来，低声道：位置给你留好了，兰姬在你后边，你要真出事，他能冲上来。方闯点点头，我不炸，但如果真炸了，也得是我自己扛。50正，鼓响3通，宗主亲自登台，象征性的讲了几句什么700年传承，未来共荣，年轻弟子是希望之类的废话，然后轻轻一抬手。下一个节目，清魂堂方闯炼丹。全场一静，谁都不知道该不该鼓掌。方闯已经站到了炉前，他没抬头，直接抬手点火，灵火轰的升起，炉子一震，震纹亮起。他抬手，第一位蛇胆粉入炉，火温，幽兰墨跟进，火转，3转灵露，炼心甘草，护魂灵芝，稳气灵精，6种药材，前后不到20息，落得干净利索。整个丹道广场静得连风都不敢大声，众人都盯着那炉火，没人说话。宗主捏着茶盏，转头看兰姬，你猜他成不成？兰姬一口干掉杯里酒，冷冷回一句：他不成，我帮他炸。丹室台上，方闯站定，炉火渐稳，炉胆内灵气翻腾，温度适中，粘稠比刚好。他站着不动，整整盯了一炷香，然后抬手缓缓盖上炉盖。凝丹，这2字一出口，全场灵气一震，炉身光纹泛起，一道青蓝色的丹气缓缓从炉顶升腾。随后3颗丹药浮空而起，一颗接一颗，颜色均匀，丹面温润，药香绵长。3颗齐出，丹落如雨，清气缭绕，整个丹道广场当场爆发掌声。没人在笑，连那些原本以为他就是靠运气的老怪头也坐直了腰。宗主低声叹了口气，我看错他了，我以为他就那几炉运气撑着，没想到这火候能稳定出3丹，这不是运，这是底子。兰姬没说话，只是往前迈了一步。全场掌声还没落下，方闯缓缓开口，他声音不大，但整个丹道广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清魂丹，
我不是第一个练的，但我是第一个站在这儿告诉你们他怎么练的。6味药材，火温控在3阶半，灵气稳3息，不多不少。控魂不靠爆火，靠节奏。不是你点火就出丹，是你稳住了，丹自己来。这不是你们想象里的双修残丹，也不是谁睡一觉就能出的运气丹。这是我清魂堂一如练出来的命。他说完，抬手将丹瓶递给台下第1排的弟子。你要是想试，就试，吃不死你，但吃完你就得承认，清魂堂不是靠嘴混起来的，我们是烧出来的，炸的、烫的、熬的，我们每一炉都是真材实料，你吃就得尊。那弟子抖着手接过丹，场下进了足足1炷香，然后宗主站起来了。此后清魂堂为我和欢宗正脉之一，单膀再加1篮，烧得起，财力得起。这一炉定了。大典落幕那天晚上，和欢宗上下灯火通明，从内殿到外方，从长老到杂役，谁都知道这回清魂堂真立起来了。不是挂名的炼丹小队，也不是哪个分支堂口的临时工坊，是实打实写进宗门主路的正脉，3字刻进了单榜心栏。清魂堂和欢宗主流丹脉续3，而那位堂主那天炼丹讲的一句废话没有，一炉烧出3颗丹，送出1颗试吃，剩下2颗直接原地入库。全宗唯一一个不靠鼓掌，不靠特效，不靠衣服颜色登顶的演出，靠的是火，要合命。方闯当天晚上没回清魂堂，他一个人绕着后山转了1整圈，走的脚底全是泥，肩膀还背着那口炉。系统弹出提示，宿主当日完成大型冶炼任务，特赏丹道信任值加300，清魂堂独立炼制权限提升，检测到宗门地位提升，宿主当前阶位清魂正堂主6权执掌。方闯一屁股坐山顶上，我今天是冲榜去了，我是去表演的吗？我他娘就讲了一段火候操作，宗主给我升了2级职务。系统你能不能关注这剧情？系统，本系统仅为记录，宗主拍脑袋行为不在掌控内，请宿主自重，别再随便上台。你再来一炉，他们真能给你开个派别。我再来一炉，我给你直播吃土。这几天谁在提单，我就给他灌一锅粥。他正说着，山下远远有一阵脚步声，没多久蓝姬走了上来，背着一坛酒，一手还提着碗。你今天烧得不错，虽然我没上去帮你喊冲锋，但你那一炉爆出来的架势，我真想给你配个炸不死我就干的横幅。方闯接过酒，一口灌下去。你坐我边上，今天你不用说话，你听我讲。蓝姬，你讲，我讲。他拍了拍那口炼过丹的炉子，声音不大，却一句句砸实。这个炉是我在蛇窑里磨出来的，第1颗清魂丹是我快吐血的时候炸出来的，后面那几炉是你们逼我扛，他们催着我顶住练的，到最后我烧这炉，不是为了绑，不是为了给你们台面上摆个堂口，是我方闯想在你们这帮只会靠人上榜的宗门里靠一炉靠命拿个说法。现在我拿到了，你们谁都不能再说我清魂堂是个炉子哦，我不是炉，我是烧炉的。蓝姬轻声道。说完了。方闯点头，完了，你可以说话了。蓝姬放下碗，手里拿出一封信，这是宗主给你的，你现在地位够了，他打算让你挑清魂堂外联合作了，你要不愿意他就自己派人插手，但他说了，这话不能写在信里，得我来转达。方闯接过信，扫了一眼，信上只写了8个字，你若烧我便认。他扔进火里烧了，那就这么定了。我挑，我自己挑人，清魂堂不给别人端锅，我们不做人家的后厨，要合作可以，我方闯说了算。而这一天之后，宗门榜单上清魂堂首次设立开放连修名额，但备注只写了一句，申请前请三思，我们不是爆单小品班，我们不送腰带，也不表演腾空起爆，本堂主话不多，火很稳，胆别小，你若真想来，请先喝完一锅清魂粥。清魂堂设开放连修那天，宗门外门门口差点打起来，不是抢单的，是抢粥的。负责接待的中指一早就吩咐，谁要报名连修，先去粥摊登记，喝完能不吐的留下，喝不完的不管你是哪封来的，哪位师兄推荐的，统统请回。我们清魂堂不靠修为看人，靠抗性。陶青柔蹲在摊位边，带着围裙，一锅一锅舀着绿油油的清魂粥，嘴里念着流程，一人一碗，不得加糖，不许中途弃碗，喝完默念我心甘情愿做清魂堂外修一员，不念不准进门，怕苦地，怕炸的，怕被骂的，绕道走。我们堂主说了，他现在讲单不讲情。有人忍不住开口，这入门里和欢宗哪个支派搞这么严了？
陶清柔回头，我们不是盐，我们是怕你炸。你进去是来修行的，不是来炸炉吃丹灰的。上回有个弟子竟然没做好准备，被方堂主骂了一句火都不会点，你学炼丹，当场就给气吐血了。你真有本事，喝完这粥撑过去再说。你要连这一点都扛不住，别说丹了，你这人在这撑不过一炷香。与此同时，方闯正坐在清魂堂主堂里看名单，中指站一旁汇报，截止5时共收到217份报名表，其中93人没喝完清魂粥，现场晕倒7个，呕吐46个，出诊23个，喝完还能坐直的只有68个。我们筛了3遍，最后留下15人。方闯点了点头，下去通知明早试炼。我们不收弟子，我们收命硬的。谁真敢跟我进炉房烧炉，就让他站炉边听我讲。谁是来蹭热度拍单谱学花架子的，给我原地走。中指一边记一边问，那教材你准备了吗？我不讲课，我只讲火。你让他们看炉，看我手怎么动，火怎么走，药材怎么搭。谁敢问一句有没有更快的办法，我立刻让他滚。我们清魂堂没有捷径，只有熬，炸了再熬，熬过了他才配听我说第2句话。当晚合欢宗论坛又爆了，不是因为又出了新单，而是因为清魂堂发布了一张正式连修试炼流程图，图很简单，只有3步。第1步喝粥，第2步挨骂，第3步不退就是你的人。评论区直接崩了，清魂堂这流程太真实了吧，别的支派是收徒仪式，他这直接是火线抗压，这还修丹，这是练命吧。不过真想去试试。你疯了？我不疯，我想清魂，我想稳，我不想再修个几年就走火入魔，我想试试那锅粥，说不定真喝了能顶点事。而与此同时，清魂堂后山炉室中，方闯站在炉前，抬头看着那块他亲手刻的牌子，清魂堂不炼假丹，不讲假话，不收懒人，不养活宝。他点了根香，烧给那张桌子上的第1批丹谱手稿，该讲的我讲了，接下来的事你们自己点火，清魂不靠我一个人烧了，谁想接这炉你就把命搭进去，不是我逼你，是这条路就得这么走。试炼这天天刚亮，清魂堂大院就站满了人，那15个通过粥扛过骂没被吓退的连修弟子全到齐了。站最前面的是个瘦得像柴棒的小子，叫白寻，之前在凌煞峰做采药工，火毒缠体，差点退休，结果喝了一锅清魂粥后死命扛着进来了。站他旁边的是个女弟子，姓沈，双系灵根，天赋高，但炼丹总炸炉，被炼丹殿劝退过3次，最后也来了。剩下13个，来了一个亿，有的从偏殿里混出来的散修子弟，有的本就是小宗出身，在合欢宗里根基浅的不能再浅，但有一点一样，他们愿意赌命。方闯没穿清魂堂那套白衣，他穿的是最早刚来合欢宗时那件旧练功服，袖口全是烧过的痕迹，腰带还是那根翻来覆去缠了无数次的灰布带。他从炉室里走出来，站在15人面前，开口第1句话，今天我不讲丹也不讲术，我只讲火。他往院子正中那口炼炉一指，你们今天全站那看着，谁想记笔记的收起来，谁想听我讲丹理的可以回去了。我不教丹理，因为你们连火都点不稳，讲火之前我得让你们先把身上的规矩给我烧干净。炼丹不靠手抄丹谱，也不靠别人传你口诀，他靠的是你敢不敢扛火。你把手伸到火边，你先看看你抖不抖，你不抖再谈炼。白寻第1个开口，那我们是不是今天不用碰药材？方闯抬手啪地一声，把1包蛇胆粉直接扔院地上。你敢碰火就捏药，你要是连火都不敢靠，那你别进清魂堂。今天第1堂课很简单，你们轮流站炉前，1人3息，我给你们开3阶火，你们不准退，不准躲，不准闪，火震你了你认，烫你了你自己负担。站完了我再说下一步。沈姓女弟子咽了口水，那要是有人直接晕过去呢？方闯淡淡说，那就送去粥房多喝几天清魂粥，身体好了再来。清魂堂没入门里，但我们有一个规矩，能不能炼丹先看你能不能站得住火。没人动，方闯也不催，他站到炼炉边，自己先点了炉火，灵火升起，温度稳在3阶中位，呼啦一声，一道青焰直冲而上。他朝院子里一指，白寻上。白寻咬了咬牙，走过去，站在炉前，双手背后，一步不退。3息过去，衣袖被火气卷起，他额角冒汗，脸红得像烤熟的柿子，但硬是没动。方闯点了点头，开口第2个名字，沈碧上。他走过去也站稳，火一声，他脚底有点虚，
身子晃了下。方闯没开口，也没帮，他咬牙站完了3息。方闯轻声说：“你们要学的不是练出一炉丹，是你们在炉子没爆的时候，先别自己炸。炼丹最难的从来不是火，是你熬不熬得过那3息。今天这个火是我开的，你们觉得热是正常的，你们觉得疼是合格的，你们不觉得什么，那你就别来了。你连自己身上的毛病都察觉不到，还想练出稳定的丹，笑话。”第3个弟子走过去的时候，脚还没站稳就蹲了下去，直接扑通一声跪在炉前，差点栽进火里。方闯没扶他，中指递了个药膏，那人自己抹着，脸都白了。方闯没说话，只朝身后炉台上一指：“去那坐着，慢慢喝粥。你没出局，但你今天不配再靠近这炉。清魂堂不是不给机会，我们是不给脸。你要是不怕丢脸，就留着，我们迟早教得动你。但你要是怕丢人怕热还怕站不稳，那你现在就走，别浪费粥。”一圈人全部轮了一遍，站得最稳的白寻最后被方闯叫回炉前再站一次。这次火压到3阶上限，灵气抽得他全身发麻，汗珠往下掉，嘴唇都抖了，他还是站住了。炉火一落，院子一静，方闯看着他们，这就是清魂堂的第1课，没有道理，没有图解，没有术法，只有你们和火。你们和火站成一队，你们熬过去了，那你们就是我们的人。你们熬不过去，那你们以后只能在方室里卖丹皮。记住，你们不是来看我方闯炼丹的，是来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把命烧出一点魂头来。清魂堂不是来泡粥的，是来下锅的。清魂堂第2天一早，炉石门还没开，15人就在院子里站成一排，没人说话，不是怕，是压根没人敢开口。昨天那3阶火烫完，他们已经知道这堂的规矩不是你想听什么就教你什么，是你能撑过多少火才配听一句。中指走过来，往他们面前一字排下15张矮凳，每张凳上放了一样药材：蛇胆粉、幽兰末、藏魂汁、炼石草、破气银根、稳魂露、溶灵砂。你们看清楚了，今天不是看火，今天是看药，不是让你们背药性，也不是让你们记书上写了多少克配多少滴。你们要学的是什么药能下火，什么药会炸炉，这些药一样一样都能炼成丹，但也一样一样能烧死你。你们要记得，方堂主说过，药不上火，火不食人。你只看丹谱，永远不知道这一撮药扔下去以后是出丹还是出事。方闯这时候才从后院出来，身后跟着个弟子，是昨天站得最稳的白寻。他走到第1张凳前，抬手捏起那撮蛇胆粉。这东西你们都听过，清魂丹第1主材，你们方士买的1两3品丹，基本上8成都有它。但你们知道它最怕什么吗？怕火太小。你以为它猛，你想慢慢来，稳着点烧，结果药在里头闷着，化不开，反而炸成气。你想对它温柔，它就给你翻脸。这种药天生就得硬压，你要是火不够大，它就把你一整炉炸成糊。他把那撮粉直接丢进了身边准备好的小炉，啪地一下，火焰翻起3尺。这叫药性，不是书上那几行字，是你真丢进去，火真烧上了，他给你回什么劲？他又走到第2张凳前，捻起幽兰末，这个跟蛇胆粉反过来，你要是火大了，它直接化成气，连点渣都不留。你得慢熬，小火慢炖，一点一点调，调到它出气，不焦不散才是对的。这俩要放一炉里，你就得死抠时间，慢了糊，快了炸。所以你们以后别问我配方，配方告诉你也没用，你要会调火，会看药，才配谈练。他一边说，一边让白寻挨个示范，每次抓药火温都不一样，要入炉反应都不同。那一炉炉火就跟表情一样，一下翻，一下压，一下跳，一下闷。沈碧站在队尾，看得手心发热。我之前从来没这样看药过。旁边一个弟子问他：“你之前怎么学的？看丹谱？你现在还敢看了吗？”不敢了，我连炉盖都不敢自己掀了。方闯收了手，把火灭了。这堂课讲完，回去你们每人抄一遍今天配的火线，不是写字，是画图。你看不出火的性子，你别说你在炼丹，你那叫投命。清魂堂不教投命的术，我们只教一件事：什么药该配，什么火能出。你们只要能做到这2点，其他什么要点，什么丹路，全是废纸。他转身回炉室，扔下一句：明天给你们配第1炉试炼丹，能烧出颜色的就留下，烧不出颜色的给我带粥碗，滚粥房，先从锅里炼回来。清魂堂第3日清晨没鸡叫，粥房就先开了锅。院子里15人站整齐，昨天抄完的火线突破了3案桌，中指一张张翻过来，看得头皮发麻。不是写错了，
是没人敢写得太快，全是乱线、反线、折回线，连最稳的白寻也画得像在描山路图。画火线画成迷宫，你们是真想从炉里跑出来吧？你们这群人啊，现在要真扔你们进一口真火炉里，怕不是当场给我哭出水来灭火？没人说话。沈碧低头咬着牙，他昨天试着画火，但画着画着就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要下去那瞬间炉子是左跳还是右闪。他不是不会，他是压根没看。他那时候光想着别炸，哪顾得上火线。方闯坐炉前没翻图，只是盯着那口老炉子，炉盖还没掀，他却已经开始讲：今天你们每人分到的药包只有1份，我亲手配的，一炉只够1人试1次，你们谁要浪费，我今天就收炉。什么叫烧出颜色？不是你把火开到最大，看它亮不亮，是你得控制火温在合适段位，让药的味和气往外顶，不闷不涌不浮。火烧的对，丹液翻出来时自然带色。你们今儿不是来炼丹，是来找火，找火线，找气点，找你手的那一瞬稳没稳住。炼不出没关系，但你给我炸了，我就让你搬炉盖回粥房。白寻第一个上，他接过药包，先闻再捻。火起时他不急，一点点调，一口老炉压着，火线歪了2次，被方闯一脚踹了一下炉腿才揪回来。整炉烧了足足1炷香，炉子冒出一缕淡黄烟，中指看的眼睛都快瞪直了，居然出了气色，还不是爆出来的，是熬出来的。沈碧紧跟着上，他手法比昨天稳了不少，但到了最后那一下收火时，手一抖，火线断了，炉子没炸，但烟变轻了，偏了。方闯走过去，看着他那炉，你后面那一捻多了1成力，灵芝沉了，药敷不上来。你收火收得急，这炉只烧到7成。沈碧低头，是，但没炸，没炸你就该感恩炉底灵符刻的深。你下回手再这么抖，你直接去画符算了。第3个弟子试的时候，炉子火刚稳住，他急着下药，整包倒进去了，火线直接冲断，炉盖咚一声响起，差点跳起来。方闯懒得吼，伸手一抬，将炉盖重新拍回去，按死。出去！你不是来学炼丹的，你是来做贡品的。真让你碰主炉，回头你连清魂堂祖炉都给我供炸了。粥房摆好了，记得喊号领碗。剩下那几人全站得笔直。第4个、第5个、第6个，一个个上。方闯一句话都不讲，就站在炉后盯着他们手，手抖的、火滑的、下药乱丢的，一个个全让他踹下去，踹的那叫一个干净。只剩下2个称道出色，一个黄，一个青偏蓝。白寻那炉最稳，熬出来带着点粘液，算是半成品。剩下全是残火，没炸的都被夸了。你今天能稳，是你昨天的火还留着点根子。炸的那些回去想清楚，你到底是想炼丹，还是想烧自己？我们清魂堂收的不是能把药堆上去的人，我们收的是能把炉压下去的手。你们今天能站住，就是第一步，但你们别以为你们懂了，这才刚开始。明天不点炉，炼符，火你压不住，是你胆不够，胆不够是你符压不准。清魂堂的火从来不是靠运气压下去的，我们靠的是手里的线，心里的稳。还有，你们今天吃进去那锅粥，你们要想留下，就得把命喝热了，再进来烧。清魂堂第4天，炉没开，火没点，粥房加了一锅。院子里15张木案摆得整整齐齐，每张案上都放了一套符纸，一支控火笔，一瓶稳灵墨，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铜牌，牌上刻着一个字稳。中指走过来，照例先念清规矩。今天讲符，但不是你们以为那种炼气符，也不是外门那种控火咒。清魂堂讲的叫压线符，不是画来看的，是你手上拿着压火用的。火线不稳，人手抖，单炸。你们觉得是要出问题，是火大了，其实都是你下手那一下，没把这符用明白。白寻举手，师姐，我们之前没接触过压线符，要是画错了怎么办？中指没回答。方闯从后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烧得发黑的纸。错了，就跟这个一样，你们要是画错了，这就是你们的炉。你们不是怕画错，是怕这炉真按你们画的炸给你看。他走上前，把那张纸啪一声按在白寻面前的案上。别怕错，你们怕这个才会在炉子前犹豫，犹豫的时候火就跑了。这张符怎么画？很简单，起笔定点，顺着你自己手腕气走的线路下压，再收回来。不是写字，不是抄书，是写你自己。你符写得稳，就是你人稳。你符一抖，哪怕你嘴再硬，炉子也知道你在处。他一边说一边示范。清魂堂的压线符和外门常见的火控符不一样，没有那些玄虚复杂的灵纹，也没有太多装饰笔画，整张符就3笔起，锁收。第1笔点下去要定，第2笔画出去
要直，最后收回来要准。你们觉得简单？等你画第10章的时候，你手就知道它不简单。你画到第50章还没把那线画歪的，我就让你明天上手炉火控符。你画不稳，就在这儿画满整墙，画到你画的比呼吸还顺为止。沈碧是第一个开画的，他出笔还算稳，第一笔落得死准，第二笔往右滑时，突然手腕轻轻抖了一下，收线就断了。方闯没吭声，走过去拿走他那张符，丢地上踩了一脚。你这条线就是你明天炉子爆的时间点，你今天把它踩了，明天就别给我炸出来。沈碧点头，开始下一章。白寻那边画得慢，一笔一画像在抄经文，画完第2章就开始喘气。别拿这幅当考试，你是在替你明天的命画轮廓。这东西不是画得好看，是你下笔时候不犹豫，你笔落得干净，它就压得住火。你要是还想着这是不是歪了，你就别写，你这一犹豫，火线就变，火线一变，你站不住，人站不住，单就崩。你们不要再想着如何避炸，你们应该想着如何不抖。清魂堂不讲玄，不教术，我们只教手。你们的手稳了，单就稳了；你们的手歪了，清魂堂不收那种练完单连自己都不敢吃的人。整整1天，15人一笔一画的画符，谁都没吭声。到了天黑，院子墙上已经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压线符，每张都只3笔，有的笔粗，有的线陡，有的断，有的偏，但每一张都是今天这些人手里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方闯走到院子正中，拿火把点着一张，符烧的时候很快，但每一张落地之前，那火线卷起的劲儿全不一样，有跳的，有炸的，有飘的，也有沉下去的。他没评价，他只说了一句：明天开始讲火控。前2堂你们学的是怎么站住，这堂讲的是怎么不炸别人。清魂堂的炼丹从来不只是自己能吃，你练出来的东西是能不能喂得起别人。你控制不了符，就是控制不了火，你控制不了火，就别说你在炼药，你只是在碰运气。明天谁火线断了，谁炸了，我不赶你走，我直接让你在院子里做3天周造，造不稳，火不成。你们今天画的每一笔，明天火会一笔一笔还给你。第2天一早，清魂堂炼炉区换了新布置，不是作案，是站桩，一人一炉，一炉一个火符位，15口老炉横排，中间拉起一条零线，一旦谁的火跳出标准线，就当场熄炉退场。每人手里拿的不是药，而是昨天自己画的压线符，中指亲自上去贴符，一张张检查，谁画的偏了，他就盯着你。你昨天符画的飘，今天火要是跟着飞，我先把你腰封住。院子里风都停了，没谁敢动。方闯走上前，站在第16口炉前。今天不讲药，不讲单，只讲你能不能把昨天画的压线符变成真的火线。你昨天画的是线条，你今天点的是命。你符贴的稳，火就不跳；你符贴的虚，你整炉都跟着飘。咱们清魂堂炼丹不是画画，是你一笔一笔写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开始，15个弟子同时点火，火升起的那一刻，有3人的炉直接炸了第1条，火苗一冲就乱了。中指当场丢出灵绳，把那仨拉下炉边，冷声一句：自己把符撕了，站后面去。今天你们这手点的是忌火，不是控火。白巡手最稳，火线贴着符起2寸，不高不低，他整个人跟木桩一样站着，半步不动，炉子没炸，火也没滑，但他眼角已经冒汗了。沈碧那边一开始稳着，等到第3息时候，火纹闪了一下，他急着补灵气，反而灌得过猛，火直接窜到边缘，炉口抖了一下。方闯盯着他：你要是再追火，你明天直接去火场打杂。沈碧咬牙收手，2息后火线慢慢回正，他那炉扛过了第1轮，剩下几个有人稳得死沉，但火沉下去了，炉不动，药不翻。你这是烧纸，不是炼丹，火不翻，丹不成。你这火是祭祖，不是炼药。方闯一人一句，谁火走偏谁就被点名。他不骂，但他哪怕一句收手，就跟给你脖子灌了一壶冷水。1轮下来，只剩下6人没被踢出场。火线稳定，炉不炸，灵气流转得当。白巡、沈碧全在里面，还有2个第一次撑过全程的弟子，一个是之前炼药爆过3次的，现在手比谁都稳。方闯收了炉，站在最前。今天不讲成果，讲结果。你们谁没炸，不是你今天运气好，是你昨天那一笔写的正。你们要是昨天胡画，今天全得还回来。这就是火，炼丹不是救命，是你先别死。你自己都压不住你手上的火，你就别说你能炼出能让别人安心吃的丹。你现在手里的符不是工具，
是命标。你们今天站住了，就是第一步。明天开始上药。下药前，我再说一次，清魂堂不出好看单，我们出的是你敢吃，别人也敢吃的单。你控制不了火，你别碰药。你要是连一炉火都端不稳，你炼出来的药，连你自己都不配吃。第5天，清魂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堂炼药实操课，没铺桌，没垫布，每人1口炉，1包药，15包药材，一样配料，不标分量，只写随火定投。中指当场发包时说得很清楚，你们别来问要多少，这就是清魂堂第一炉试药，药的分量、药的顺序、药的时间，全由你们自己把握。你们之前画的符压不住火，现在你们手里的药下不准锅，那你就等着自己把自己炸出去。院子里站着的只剩13人，有2个昨天火压不稳直接退场，一个回了粥房，一个彻底走了。白寻把药包接过来，没多话，他已经习惯了清魂堂的节奏，谁说话多，谁炉子炸得早。方闯坐在院子尽头的那张石桌边看了一圈，淡声道：今天试药不看成单，看你下的那第一位是不是对。你第一位错了，后面全是错的。清魂丹不是堆起来的，清魂堂的第一批丹方全是我一位一位试出来的。试的意思是下错了你就等着炸。你要是想安全，那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叫灵气翻肺。你要是真想练出来能吃的，那你先把你心里那点啪给我熬出来。第一轮试药现在开始，谁下第一位药下的不对，我就让你一连喝3天清魂粥，把你的味觉全灌糊，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凭感觉扔一把药进锅里。白寻先来，他开炉慢火稳，药碾得细，不多不少。第一位蛇胆粉是自己提前在粥房烘过的，刚一入炉，火温收缩，灵气顺着锅底往上顶。方闯看了一眼，不错，但你这手慢了，火已经比你人快了。你明天再这么烧，我就让你用鼻子贴着看火跳没跳。你今天这手没炸，靠的是你昨天服化的后。沈碧第2，他第一位用了稳魂露，火压得住，但要太温，一下去炉子直接沉了。你这是炼汤，你这药一出味，整炉火都没脾气了。清魂丹的第一位不是压，是引。你先得激他，再压他。你一开始就给他盖棉被，他压根不会翻身。第3人没听清指令，拿了最底下一种破气银根，刚进炉，火线炸成3层，锅盖咣一声跳了半指高。方闯坐着没动，中指已经伸手把他拉下去了，顺手拍了拍炉子。你这炉先别用了，去粥房端5碗清魂粥，一口气喝完。不是罚你，是让你把胃压住。你刚刚那一手连你自己都压不住，后面几个弟子都憋着劲，谁也不敢炸，谁也不敢不下。试药不是为了承担，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每一位要下去前，你得先问自己一句：你真知道他是干嘛的？你真知道他跟火合不合？你下这味药是因为你觉得他该下，还是你压根不知道，只是不想让炉空着？这一天下来，13口炉子只有5炉药色发了光。白寻那炉最清透，沈碧那炉最稳，剩下3炉药纹浮起，但没凝色，算是勉强能看。方闯没说什么，他站起来把5炉药渣扫进一个废丹盆里，然后拍了拍石桌。明天讲调药，火你压了，药你试了，接下来你们得学着怎么和药讲条件。你不能一味的压，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顺他一下。你把药当敌人，他永远烦你；你把药当你命的一部分，他才愿意在你火上站住。清魂堂第1炉你们烧完了，谁今天没炸？是你命大，不是你成了。你们想成，明天拿出一手能让火服、药服、人也能吃的。你要是做不到，清魂堂没你饭吃，你自己回炉熬吧。清魂堂第6天，今天没有火，只有药。院子里地上铺满了4块粗布，每块布上堆着不同种类的药材，全是基础清魂丹用得上的。蛇胆粉、幽兰、炼石草、稳魂露、破气银根、藏灵皮、灵芝末、青根泥、干引砂，整整18种。中指走在布边，一边指一边念。今天讲调药，讲的不是你们怎么抓得快，也不是怎么配得准，讲的是你敢不敢慢一点。你慢一点，你就能听得见这味药在你手里是燥的还是沉的，是咬人的还是顺的。你快，只是想交卷；你慢，是在问他肯不肯跟你走。白寻已经蹲在蛇胆粉那边，低头把手伸进去，慢慢掂那一撮，热、发烫，但黏，能贴着走。方闯今天没在炉边，他坐在院中正中那棵树下，后背靠着树干，嘴里叼着一根干引砂条，看着一群人围在药堆边捏着药翻来翻去。他没吭声，直到看到一个弟子一把把藏灵皮抓进药碾，动作快得像下厨拌菜，
才低声说了一句：“这不是你娘熬鸡汤，你搁一堆药往里丢，你知道那几味是先翻的，哪几味是怕挤的？调药不是和面，调药是你一手一手问每个药，你肯不肯搭伙进锅？你不问，你就别怪他成泥不成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人调一份，不烧不煎不出火，但你得调到你手一脚进去，他不乱走。你一停，他肯自己合着，这是要听你的。你要是下手全是死抓乱揉，左撇右拽，那你就别怪明天一进炉要跳出来炸你。”沈碧那炉前蹲着，正一点点合着稳魂露和灵芝末，他手不快，每一下都是用手背把药推圆，推成一小团，再摊再卷。他轻轻一试，药泥竟然顺着他手缠起来。他愣了一下，方闯看见了，没夸，只说了句：“要认你，是你今天没犯浑，不是你天赋高。你要是明天火一大，又想上来强压，那他还是炸。你们要记得，药是认人的，不是你控制了药，是你身上的火让他信了你。你不稳，他就不合；你合了，他才承担。”白寻也调完一份，小心地搓成团，然后扯开再摊开，每一寸药泥都顺着灵力一点点铺展，最后收进碗里，轻得像拖着个蛋壳。他站起来的时候，身上灵气轻微波动，连周房那边路过的杂役都停下看了一眼。中指记录完最后一人，点了点头：“行，今天是你们第一次学怎么让药听话，明天开始是你们第一次试着让药进火还不反，承不承担我不看，但你要是让药一进火就炸，我连符都不救你。你们今天手上调出来的这团药，就是你明天进火用的底。你调的稀，火顶不上；你调的紧，药炸不开。你们每一手的分量，火明天都会给你原封不动的还回来。”方闯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草屑：“你们以为前几天苦，那你们真没见过一炉丹炸3次还能坐起来喘气的场面。你们要想学炼丹，那你们得学着挨火不怕，但你们要真想练出清魂丹，那你得先让药认你，让药跟你走，别怕他，你手稳他就稳，你人正他才肯烧给你看。”清魂堂第7天，今天开始进第1炉完整丹试烧。天气闷，院子里铺了10口炉，每人1炉，院墙边支着2口备用水缸，还有1口药渣罐，都是方闯亲自点的。他说了，今天不是你们给我看热闹，是你们自己把那团药丢进去，看看他认不认你。谁一上来就想着出丹的，今儿铁定炸。这不是考你手，是考你胆。你要是怕他不成，那你就别烧。你连烧错都不敢，还想练出让别人敢吃的丹。每人手里一团前天自己调好的药，没换配方也没加料，完全是自己手上那点功夫扛不扛得住火。中指一字排过去贴火符，火升起时院里一点风都没有。白寻那炉最先稳住，他进药前站定3息，火线被他用双掌稳稳压着，只等那一点药心对齐火眼。第一捻进炉，他没急，炉纹起伏一下，火色不爆不沉，药泥顺着纹路翻起一圈淡光。他咬牙继续压火不动，没敢第2捻跟进。方闯站在最中间：“行，你这第一下起得不坏，下一位不能急，等火线收一半再补进去。你要是火还在扩，你就往里丢，不是你炼药，是你喂火。你丹没出来，火先吃饱了，你自己都不知道炸哪儿。”沈碧那边第2个入药，他一开始手太轻，火不认，药刚一落，火纹没起，药开始闷，他连忙想补第2位，被方闯吼停：“稳住！你火还在喘，你给他续什么？你这是救命，你这是捅刀子！你要真敢补下去，我让你今天回去自己吞这坨药。”沈碧手停了，强行稳住符，半息后火线自己缓了回来，药团再翻，果然开始起色。那一瞬，整个炉室都像安了魂似的。方闯没说话，只点了点头。剩下那几口炉，有人要调得死，一进火救他；有人火稳得过头，要进去了不翻不炸也不出气。最惨的那个，3位一入，全糊，炉盖都热不起来。方闯过去看了一眼：“你这炉和你人一样，死沉。火是活的，药是活的，你要是连烧一锅水都没气，你炼什么丹？你回去给我抄火纹图500遍，明天你敢再给我烧出这玩意儿，我让你吃炉底。”到最后10炉丹7炉没炸，但也没成，药色都只浮了1层，顶多算炼了1锅灵粥。真正成型的只有白寻那1炉，火走得干净，药翻得起，炉没抖，火没跳。3位下完，丹纹成色，最后一拍炉盖，一枚丹缓缓浮出，淡蓝色，光滑无伤，不是上品，但是清魂丹，真货，能吃。院子安静了整整1炷香，没人说话，连中指都没写记录。方闯走上前，
拿着那煤单在指尖翻了2圈，没说成不成，只问白寻：“你吃不吃？”白寻咽了口唾沫，点头：“吃，这是我自己烧出来的，我吃得下。炸了，我认。”方闯点点头，把单塞进他手里：“行，你今天这炉，不是说你成了，是你现在配坐清魂堂门口那张凳子了。你不是来蹭名的，你是来烧命的。你要真想在这待下去，接下来每一炉都得比今天更准、更狠。你不只得烧得出来，你得吃得下去。你吃下去了，你才有资格往外围。”白寻把单吞下去那一刻，全院子都在等。方闯没催也没盯，只坐回他那张矮凳上，掰着一根干饮沙嚼着看天，像平常事一样。谁炸了我都不奇怪，但他真吃了，我反倒要看看他明天还敢不敢再烧。沈碧站在边上，脸色有点僵，眼睛却死死盯着白寻，不是嫉妒，是死憋着一口气。他那炉昨天勉强出色，要翻得太浅，成不了单。今天他不想再当看客。白寻那边要吞完，没什么太大反应，灵气开始在周身缓慢流转，神识起伏一阵，呼吸变得顺了一些。中指记了一笔，轻声说：“合格，不是好单，但真能吃。你这不是成了，是你没骗药，也没骗自己。”白寻跪下行礼，方闯没理他，只摆手：“别动不动就拜，清魂堂不收跪出来的师兄。你想坐上讲台，你得靠一炉一炉做出来。下一步是你吃完了，还得敢带人进炉。你要连别人烧药的火你都扶不住，那你就别当人头。你要真想站到我这边来，下次试炼，你站我后面那排，后排的不练，只看得出别人哪不错就站稳，看不出你就和他一起滚出去。那是清魂堂第一次开看火课，不是站炉，是站人。沈碧第一个报名，他站白寻后面。白寻也没废话，点火下药，第一位落下去，他就在后面超记火线变化，不是灵图，是用灵线当笔，写在符纸上。火一跳，他就画一笔；火一塌，他就停。第3笔没落，他突然开口：“你第2位要早了。”火刚收，还没稳。白寻收了手，炉子纹路重新调了一下，果然慢慢收回了色。中指点头，他看得准，他不是靠胆子，是他真把那火性写出来了。你们谁在说我看不出来你去后山种药？你连火性都看不懂，你别说你炼丹，你是炼命，而且还是拿命炼瞎的。方闯这时候才站起来：“今天这节讲的是传，不是我教你们，是你们得学会怎么去看别人。你只知道自己那一炉，你烧100年也出不了清魂堂。你要想站出来，你得敢压别人的锅，不是站着看笑话。是人家一抖，你敢叫停；人家一偏，你敢拍炉。你只有你一人能成，那你不是师兄，你是孤魂。你要能让别人也站起来，你才算清魂堂的人。明天开始互换炉位，一个练，一个看。你们敢说一句我只想自己练，那你别来了。清魂堂不养只敢往自己嘴里喂丹的人，我们是喂火的，喂出来的火才养得起一炉清魂。清魂堂第8天，今天开始互换炉位。白寻跟沈碧对换，其他人按昨日表现排位，前5名轮流上前，后面的人全站后排盯火线，每人献一炉，烧完为止。中指照例布场，贴符，点火，挂灵线。方闯没坐在主位，而是靠在院角石墙边，看着他们一批一批站上去，一炉一炉点起来。清魂堂不分主次，但得分清你到底是在救火还是添柴。你想当人前那口炉的操火人，你得先能听得懂别人那炉火是怎么走歪的。沈碧站白寻身后，白寻今天火升的比前2天慢，药压得稳，但下第2位石手略快了1线，炉底火晃了一晃，险些崩开。沈碧当场就开口：“收！第2位药你灌多了，火符你手压不住。”白寻咬牙收了半息，把火调回去。沈碧没夸也没笑，接着说：“你那稳魂路放早了，你第1位药还没出气就上稳药，是你怕炸，但清魂丹不是靠你怂着出，你心软药就死。你下次要再这么烧，丹还没出位，你人就先被卢熏晕了。”方闯在后头听得点头，这话没毛病，他说的是实话。你要真怕药出不来，那你根本没资格烧它。你得敢扛火，也得敢给火时间。你把药当炸药，它永远炸你；你把它当一锅泥，它就翻不起来；你把它当命，它才配往你炉里蹦。你压得住就稳，你一慌它就炸。第2轮，沈碧换上炉，白寻站后，他刚点火，白寻就喊了：“你火开得太小，符没压进炉心，你怕炸，怕就别点。”沈碧不说话，重压了一下，火压进炉底，
药材开始翻。他刚想捻第二位，白寻就挡住了。慢，你这时候不该动，你再等半息，火起的时候你下，那才叫和。沈碧看了他一眼，收了手。半息后，果然火色转蓝，纹路火起来了。他那一捻药下去，炉没炸，火没跳，整个清魂堂第一次出现了一炉火，是被两人合着压出来的。方床起身走过去看了两眼，没说谁好谁坏，只看了一眼他们手边的丹纹图，然后说：可以，今天你们俩这炉算是认了彼此，不是你压别人，是你们互相扛住了。清魂堂讲的不是合作，是你敢站别人背后，别人也敢把命交你手里。你们得记住，你练你自己的丹，那叫能耐，但你压得住别人的火，那才叫传。你不传，你就永远是个自己吃自己烧丹的丹人修。你要是敢压别人一把，你就能带起一口炉，带起一炉，就能开一座堂。你们不想只是被人叫师兄，你们要能站在一堆弟子前，敢讲一句跟我练，那你现在就得从旁人那一炉先压住火。明天开始换顺序，谁昨天没炸过就当控火人，谁敢扛得住就进下一步丹气调配。清魂丹不光是要进炉，士气入药，火入骨。你们连别人的炉子都看不懂，别跟我提什么炼丹传承。清魂堂第9天，今天开始炼丹气调配，不是往炉里撒药，是你得让那团气先跟你走，再跟药走。方闯一早就站在主炉边，手里拿着一枚旧丹。清魂丹不是看药出的，是看气压得住的。这丹里那条气纹是整炉火压出来的，不是你扔几味药进去，它就自己出来了。你们昨天压别人火，有人压住了，有人被火压了回去，但你们今天不是压别人，是压自己。丹气起不来，你别说成色了，你那一炉就算没炸也是糊的。今天开始配气，每人给我调出3股，一沉一冲一稳。沉的是你压药用的，冲的是你起火线的时候给药开的路，稳的是你最后封炉那一刻定型的股。你调不出3股就别进炉，你调得出还得能混，混得了才是清魂丹的底。沈碧第一个上前，他手上压的是炼石草稳魂露3转灵砂，他不说话，只吸气提气吐气，把3股灵气从掌心分开，落在3个灵印铜环上。铜环亮起，第一环纹路稳定，第2环微晃，第3环一上来就炸了。中指记了一笔，抬头，稳气散了，你急了。沈碧闭眼再来一遍，还是第3环炸。方闯在一边说：你想稳，不是你憋气，你气越憋药越不服，你得让他觉得你真能扛。你心一虚他就跑，你要让气起得来，得先把你那口气练稳。你人稳他就稳，你人服他就炸。白寻那边开始调第2环，他这次换了药材，用的是灵芝末、破气银根、青根泥。他把气调完放入铜环时，3环都亮了，颜色均匀，火符没动，灵线稳压。方闯走过去看了他一眼，你这气起得干净，但还不够活，你得让他在炉子里转起来。你现在这3股气能压能撑，但不跑，你这不叫丹气，你这叫火堆下的盾。你得让他动，动得起来药才有命，药动了火才肯服。你整锅都死着，你练什么魂？你得让气先认你，他一认你，你药才往你身上靠。你真想把清魂练出来，不是你能点多少火，是你能把这口气稳多久。你今天调得出来3股气，你明天要调得出3股一气混炉。调不出来别跟我说你能封丹，你封的是锅盖，不是命。清魂丹是你命拱出来的，你那一口气起的不对，你就别想你烧出来的药有人敢吃。清魂堂第10天，今天练3气混炉，不是点火，不是投药，是先把前2天练出来的沉气、冲气、稳气3股合成1股，不是合成一团，是你能让这3种性子不一样的灵气在你掌心里不打架，能听话，能顺着你走。中指提前准备了10口空炉，炉里没药，只放了一个灵气引阵，灵阵起的时候火不生，气起现，你3气一合它就亮，合不好灵阵就不动。方闯今天直接坐在主炉边，双臂抱胸，看着13人一字排开。今天你们调不出3气一炉，别练了，直接去粥房。你前几天那些符、火、药、气全白烧，你调得出3气，但你合不成，那就是你命碎。你1岁炉爆不爆是一回事，你这丹从丹气开始就废了。清魂堂不教你们当丹师，我们教你们怎么别炸。你们不学，那你回你师门继续画你那一本丹谱去。我们清魂堂不被死人炸。沈碧先来，
他气起的准，第一股沉气刚上来，炉震亮半圈，第二股冲气一合，线抖了一下，差点崩掉。他咬牙死压稳气，灵气没乱，但整个火线跑偏。方闯一句话跟上：你这不是和气，你这是硬塞。你把3口人塞进一口锅里，你不先问问他们谁在里面坐得住？你光想着盖锅盖，你这是逼气互咬。你这单一成就是咬人单，你吃得下去，那你命硬。别人吃，我让你自己下回去试10颗再说。沈碧收手站回去，没吭声。白寻第二个，他气起的慢，一开始压的是沉气，稳得死，但冲不上来。他换了顺序，先起冲气，把炉阵点起来，再补稳气，整套留下来。炉阵缓缓转了整一圈，铜环外圈纹路起伏稳定。中指记了一笔，过了。方闯没夸你这3股气合的规矩，但没火。你全程压得太平，清魂丹不是煮粥，你气再稳，它翻不起来，也没人愿意吃。你得再合的那一瞬，真让火顶起来一次，不是炸，是翻。你火不翻，你要不熟，你烧的是湿泥。你明天就给我练出火线能跟气跑到一起的状态来。你合得再平稳，火起不来，一样是废。后面几人陆续是，有人第一气稳，第二气浮，刚一混就炸了灵阵。方闯让他直接坐在炉边抄气图，不许进下一轮。你连自己的气都不认得了，你合个屁！你不是在和气，你是在搅水。你搅完了还以为成了，那你明天烧出来的就是浆糊。到了最后一人是那个一直没怎么说话，前几天差点爆3次炉的瘦子。他慢，气起的迟，但一旦起了，3气交替间几乎梅花一息，全合进炉心。灵阵猛然亮到顶，爆出一圈清响。中指皱眉，火阵没开，他气把阵了。方闯站起来走过去看他，你这人不稳，但你命够硬。你这3股气谁都不让，但你合得住。你明天进丹炉时，把你这股劲儿也给我压进去。你再烧出来个谁都不肯让位的火，我就认你。这丹能吃，能打，不是好丹，但是真命。清魂堂要的是这个，不是你那稳得死的假活着。我们要的是你真敢顶着火，合着气把一炉烧到别人服你。你自己服你那团气了，丹才会认你，火才不炸你。明天第一炉3气清魂丹，不炸就吃，炸了也吃。你得敢咽下你自己命烧出来的味儿，吃完你才知道你这人值不值得再练一炉。清魂堂第11天，今天练第一炉3气清魂丹。天气闷，天还没亮，院子就坐满了人，不是弟子，是来看考核的。有炼药店的人，有外门长老，有其他堂口的弟子，还有几个前几天在粥房里喝完粥爬回来蹲在墙角不敢出声的。没人说话。今天这炉不是看你爆不爆，是看你炸了还敢不敢接着练。一人一炉，炉前摆着自己昨天调的3气和丹符，一侧放着药包，分3位，顺序分量药材搭配全凭自己定。中指起炉，火生，灵阵亮。方闯站最中间，手里没拿东西，只一句：今天出丹不讲成色，只讲你吃不吃得下。你敢吃你自己命顶出来的丹，你就配做炉凳。你不敢吃，你就继续熬炉。你今天要是炸了，回头你自己收药渣。你今天稳了，你别得意，这不是你烧得好，是今天火没揍你。你明天要真以为你成了，我就让你进主炉再炸3遍。沈碧第一炉火起时气调得很，药压得快，第一位冲药刚下，炉口灵光就顶起半尺，火线跟着翻了半圈。第二位稳药还没补，火就爆了一下，炉边一声闷响，差点掀盖。方闯没吭声。沈碧手没抖，强行收火压符，临阵重贴，死扛着补了第二位，那炉火硬是被他压回去。3息后，药气翻起，炉里光芒重新稳定。方闯低声：算你命硬，你那炉没炸，是你昨天画的符救你一命，但你那丹色成不了，你得吃，今天不成色也得吞。你吃不下去，你明天别进场。第二炉是白寻，火生的慢，3气起的顺，药下的不多不少，整个炉像被绸缎包住，纹路动得流畅，光色清淡。炉盖起，丹出，一枚清魂丹，3道气纹，色则正，味无偏。中指记下一句：可食。方闯没点头，只看着他：你这炉成的漂亮，你下一炉别保守，你再这么平稳练下去，你永远成不了第2种丹。你清魂能吃，但你养不起人，你这丹只够自己修，你要想给别人吃，你得烧得更狠。人命不是靠你养自己，是你能不能顶一口烂命起来，你得烧得出来那种吃一颗清魂就能从床上爬起来的药。你这还差点火。后面几炉炸了3个，
不是人不稳，是昨天气合的不透。丹气一冲，火压不住，药起得快，炉盖全炸出1尺高。那3人全没吭声，炸完自己收药渣，跪炉边开始抄火线。方闯没敢，反而点头。你们3个明天进第2批试单，不是因为你们炸得很，是因为你们炸了还没跑。你们能留下来把药扫完，你们才有资格再烧。炼丹不是天赋，是你烧一次炸一次，你都肯接着来。你有这个心，火才认你。你炸完跑了，火记得你。你以后点火，他先咬你一口。你们想走，清魂堂从来不留不敢再点火的人。你们想再烧，那就吃完你自己这锅灰。你今天收药渣，明天就不许再炸一样的错。清魂堂第12天，今天炼丹壳收顶。这一步不是炼药，是炼命底。火已经压住了，要翻出来了，气混成了，现在就只差最后一口锅，你封得住？你有丹，封不住，前头10天全白练。方闯今天只讲了半句话，今天你封得住，你进清魂丹册第1页。封不住，你明天还在粥房刮锅底。10口炉，10个弟子，全是昨天吃了自己丹还没吐的人。药材是统一配好的，火由炉下临阵自稳，不准中途改温，不准自行换符，只给你一次开炉，一次起气，一次封顶。中指贴完最后一枚炉符，站到台下翻侧不说话。方闯一手背着，一手拿着一枚还未封顶的半成丹，说：你们昨天有些人能炸了还留下来，那今天就该知道炼丹最难的从来不是把药熬出味，是你敢不敢收住那一瞬的火。收火这一下是整炉里火最不讲理的时候，你撑不住他就翻你，你撑住了他就认你。你那口火只认最后一个敢压他到底的人。收丹不稳就是人不敢认。你们今天封丹的时候不准抖，不准怂，不准犹豫，你哪怕死也给我封完再吐。你不敢收，你这丹就是一坨黏泥。你封得住，哪怕要不成，火也不会再咬你。沈碧第1炉，她是全场第1个站上炉的女弟子，也是第1个炸到过炉盖的还敢回来练的人。她今天的火起得干净，气走得顺，3味药从头到尾没急没缓，整炉灵线绕了整整7圈才开始收。最后一刻她没喊任何人。炉一抖，火顶起，她左手沉，右手压，手势一封，符印落下，炉口收紧，灵光乍起3指高。成，中指记录。沈碧没说话，走下炉台坐到场边，直接把自己那炉丹掏出来一颗吞了。他吞下去那一瞬，身上气流乱走一圈，随即稳住。方闯走过去看了一眼他那丹壳，有骨，不是最稳的，但你火咬得死。你不是封的最好，你是封的最狠。你那一下就是我命我收，这才是清魂，不是你封的多漂亮，是你哪怕整炉都炸了，你也给我压死收尾。第2个是白寻，他的炉走得太稳，火沉气顺，药色明亮，一路练下来像画图。可最后封顶时火没跳，炉没抖，他封得太平，单出来光滑如镜，没杂质也没爆气。中指记录。可是方闯看了一眼，没说好不好，只说你这炉吃起来像温水，你现在这手法给人熬药汤挺合适，但你要想救人，你这炉给出去人还没缓过来，你丹已经散了。清魂丹不是给人静心的，清魂丹是人命烧得不稳的时候吞一颗能压住魂不出窍的东西。你这炉太温，你明天给我改气温，你要再这么练下去，你就是半个一休，不是炼丹的。后面几人封炉时，有人抖了，有人符没压住，有人最后一刻怕炸把火断了，只要封顶没成，全场都记下。方闯没骂一句，只让那几人原地蹲着，拿自己炉里那锅未成的药渣抠出来，用草绳绑一块，挂在腰上走3圈。你封不住，你今天就别坐着说你练过清魂，你没封过，你那炉不算完，你不封火就不认你是主人。你走出去，清魂堂不会认你那炉是出过丹的。你不挂着药渣走，你以后火箭你都当你是烧灰的。你要想再上炉，先把你这锅认干净了。你不认你封不住，你永远练不出能让人吃了顶魂的丹。清魂堂第13天，天气阴，风硬，院子里走着3个人，腰上挂着刚出炉的药渣团，灰不拉几一块一块，风一吹还飘粉中指手里拿着单册，记录今天封顶失败者的标记，记录完一拍本子。你们不想挂可以，但你不挂，你这炉就算白练。清魂堂从不藏废账，你今儿要想再上炉，下回你烧成丹了，你得拿这药渣做引。你要是成不了，那这药渣就跟你一辈子。谁不想挂？可以拿火吞了，你吞得下就不用挂。3人没人出声，有人想笑，被方闯一个眼神噎回去。方闯这一天没说太多，但讲了一句话，传遍清魂堂。清魂丹能顶魂，是因为这丹封得很，
药调得顺，火扛得稳，可不是你把药一烧，炉一封，它自己长出来的。你今天封不住，那你就得回头补，不是我惩罚你，是你补不了这口，就别想着你以后能封得了下一口。你练得再多，一封不住，前面都是假练。清魂堂从不认半锅丹，你要么承担，要么收扎，没中间。今天没有炼丹，练的是气血走线，一块木板，一块丹胚，一根灵针，几个老符，任务只有一个，把前几日练出的丹胚以气引线，把封印纹路勾到灵骨之上，不是写，而是接。你接不住，你那丹压根传不了药性，你服帖的再稳，火起的再高，那丹吃下去也就是一坨暖心的灵石粉。中指一边布阵一边说，你们昨天吃了丹的，今天就自己把自己那颗丹剖出来接纹，谁不敢动？你别说你练过丹，你都不敢碰你自己做的东西，那你练它干嘛？白寻第一个落座，把自己那颗清魂丹按在古阵盘里，点了一滴血，丹气流转时，灵针穿进丹心，他眉头都不皱一下。方床扫一眼，点头，有胆，你哪怕封得软，丹有气，你敢动它，就能接得住。你今天要能把气线接进盘里3圈，明天你就配去接别人命上的火。沈碧也坐下，手法快，灵针起的细，一针一针把气走得比白寻还稳，但他手指在发抖。方床走过来看一眼，说，你不是怕痛，你是怕你接错了，把前几天白练，你怕你辛辛苦苦烧出来的丹，进了气阵以后才发现压根走不通。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得错，你今天不错，你明天出不了气骨。清魂丹的气不是画上去的，是你敢拿自己命封出来的，你封完就得敢接，你要不敢接，你一辈子就站在自己那口炉边当个煎汤的，你不配叫清魂堂的人。直到天快黑，整个院子才收针停阵。方闯看了一圈，喊，明天最后一课，接命蛊。我们清魂堂不是教你怎么出一炉丹，是教你怎么在死人身上压出最后一口魂来。你们前面那几口药渣、灰、气、火，全是为了明天那一下。你接不住那条命蛊，你别说你是练清魂的，你就是熬粥的。清魂堂第14天，院子里摆了6具尸骨，不是假的，是外堂送来的断命修士尸身，魂灭未久，气脉全断，但骨还在，残魂未尽。方闯一早就开口，今天最后一课，接命蛊。你这清魂丹能不能救人，不是你说它稳补就有用，你得真敢把它压进一个人骨头里，不是吃进去，是你当着死人往他身上接丹气。你接不住，他魂散你前头，你别怪他命薄，你敢接，你才配说你练的是清魂。沈碧第一位，他面前摆的是一具4品修士的残躯，头骨半碎，胸骨断3根，灵骨纹线还在，但气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中指帮他接上灵针，调丹气入阵。方闯开口，今天你下手之前不许说话，你这一针下去是生是死你自己担着，清魂丹不能保命，它只是你给人点火的那口柴，你点不着，那就别装你是修丹的，你就是一个抬灰的。沈碧把昨天封顶那颗丹拿出来，放在骨阵上，灵气一点点引进去，针落进胸骨中心位置，丹光没动，5息内没反应。第6息，残魂动了一下。第7息，灵骨起了一道细丝气纹。方闯看了没出声。第9息，丹气完全吞入，尸骨没爆，气线没乱，风阵自动收回。中指记录，丹入，气稳，残魂有负相。沈碧退出，站定。方闯看他一眼，声音淡，你这一炉救不了他，但你骨接的对，你要是再早一刻到，丹能下得更深。你这手慢了半步，不是你人慢，是你心软。你看他残了，怕这丹压不住，你这一怕火就虚，你这一虚丹就浅，你下一次再怕别点火，你要救命就得敢压进断骨里，你不敢碰命，你别碰药。第2个是白寻，他面前那具尸是外门一个筑基中期炼体修，死得不完整，心脉断，丹田碎，灵骨只剩7成。白寻拿出自己那枚丹，灵纹3合，手指抬起那一刻，气没起，他没停，左掌引气，右针直锋，针落在旗骨下侧，火没爆，阵没乱。第3息，尸骨微抖。第5息，灵气上翻，一线丹气顺着丹田残纹卷上来。第7息，灵线封死，中指直接站起来记下，丹接成功，命脉残存，有魂回气。方闯一掌拍在炉盖上，抬头喊，白寻，往后坐，你那丹不是顶魂的，你那丹能接人，从今天开始你配管炉，你可以带别人烧，你练出来的丹我敢吃，你接得住气，我敢让人吞。你不是巧，你是狠得下心，
往死人骨头里封命。你不是师兄，你是带人走的那口火。3人之后，有人没起气，有人疯偏了，还有人手软真断。方闯全记下，你们今天接得不稳的，回去抄蛊图。你再敢说你练的是救人丹，我让你自己吃你那芦胡药。你们今天要是封得住，那你们的丹才配克子。你们不封，那你这丹就是一口气，风一吹就散。清魂丹不是给你装在玉瓶里的，它是给你往死人嘴里塞进去，让人从鬼门关咳出来的。你要不敢试，你就别说你学过清魂。清魂堂第15天，也是这一阶段最后一天。丹练完了，气掉过了，火也压下来了，尸骨都封过了，接下来就是上榜。不是宗门主榜，不是外门排名，是清魂堂自己的丹榜。榜上没名号，只有3样东西：炉号、丹气走线、石峰记录。方闯一早把石碑从丹堂后院搬出来，立在炼炉场正中。碑上空无一字，一道道横槽嵌着10几块未刻石牌，石牌下方有槽，有刻痕，有丹气封印。中指拿着榜册点名，炼丹完成者11人，尸骨封丹成功者7人，其中3人丹气入骨，2人半接，1人符稳气符，1人仅成丹未接。方堂主定封规矩。方闯手一伸，从腰间掏出一把火钉，一把火针。今天谁命上石碑，不是血，是钉。钉一口你自己烧出来的命上去，钉不进去你不配留。石碑不是给你们留好看的，你要上这块碑就得自己敢烧敢吃敢封敢接。你哪一步敢逃，你就别来敲这块碑。白寻排第1，他是唯一一个炼成丹石封尸骨，器械没断，3段走纹都在册上的。他站到碑前没说话，右手取丹，左手落火钉，啪的一声把那颗丹砸进第1槽，火纹顺着钉头往下一亮。中指丹封。白寻如武，火稳气正，接命鼓一句，未散。石碑发出一阵轻响，丹气彻底封进凹槽，火符合上，石牌正中亮出一道细细的灵线。方闯站在边上，淡淡一句：你这颗丹别人要抄，得先教你一笔符火架。你这一炉不是人家能白学的。你不是榜首，你是第一口真配人命的炉。你现在做炉凳不是给你撑脸的，是你后面来的人出错，你能拍桌子的。第2是沈弼，他的丹封得很，尸骨接得准，气不够深，但死咬着封住，纹路没偏，火纹浅淡稳。他咬牙把丹钉进碑上第2槽，火光起，10手背全是血。中指记下丹封。沈弼炉3，火爆气短，封得硬。尸骨封顶，灵线2合半。方闯点头，你这颗丹吃下去得吓一跳，但咬住了命。你后面那几炉要想拼成色比不过你，但真论扛命，你这丹最狠。剩下5人中有人定不进，火钉裂了，被退到炼炉区重烧一炉。有人定进去了，火没亮，被中指一句你这丹不配封，踢回去抄火线。有人手软，定浅半寸，方闯亲手拔了扔地上。你丹封不稳，你人也不稳，你这一炉顶多是回魂汤，你还想挂石碑？你这锅样能挂住你周房墙头就不错了。石碑最后留下4名，3人丹真诚，封实稳稳，1人是顶着炸炉卷气灌魂的疯子，火定一敲，丹直接爆了半边，血崩出3尺，还吼了句我不改，这就是我命。方闯没说他疯，只说了一句，你能烧命就有资格来下一段。你现在是清魂堂的人，不是工具，不是药匠，是顶得住火的命修。你们上了这辈，从今天起别再叫我师傅，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炉后面那口命。你哪天火压不住了，你得敢喊一声我自己接，你不敢喊你就把名字从这碑上刮下来。清魂堂没人挂空名。石碑刻完那天，方闯回房，刚坐下，中指就拎着账本冲了进来，噼里啪啦一通摔到桌上。你说挂了名字不算什么，那这堆人炼丹炸了炉的赔偿怎么算？灵财全亏了，堂杖赤字357领域。还有那疯子，他伤了丹田，还不让我们报要账，说什么命仗自己担，你真打算让这帮人这么玩？方闯没急着说话，慢悠悠掀开账本翻了翻。炸炉不是问题，关键是他炸完还站着，只要人不趴下，要赔了都好说。账我补。中指瞪他，你拿啥补？你那一炉清魂粥才卖几个钱？你要真当我们这是善堂，那你早说，我把这牌坊改叫救命观音庙。方闯合上账本，站起身拍拍他肩，你别急，这批人就是清魂堂的炉心，早晚都得烫一回，看谁是熬得住的。你要是真想帮，给我做个表，谁哪天炸的，怎么炸的，哪一天敢自补一炉的，把名往右挪一格。炸不起的，3月清一次，没上炉就下碑。我们清魂堂不养牌位。中指咬牙点头，行，那我就给你记清楚了，要是你哪天真亏的裤衩都没了，
我也好在后山挂块，不说你炼化成功。方闯笑，那你记得挂红布，别弄得跟招丧似的。第二天，丹堂又来了人，是炼气院的老掌事带的几个弟子，说是想借炉炼火。方闯挑了挑眉，咱这是炼丹堂，你们那边火不够旺。老掌事抖了抖袖子，不是火不旺，是心不稳。他们几个炼火炼了3年，连磕定文珠都没成。我看你这边火气冲天，正好借个地儿吓吓他们。要是再吓不住，我就劝他们回家养猪去。方闯没拒绝，可以，不过规矩得说清楚，你要进我这炉房，先得挨3口清魂粥，撑不住的直接滚，撑住了再给你个火钉，定下去的那一刻你不疯，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人。老掌试嘴一脸，行，那咱今天就比比，看谁家疯得很。到中午，果真倒了俩，连炉盖都没掀开就趴地上吐。剩下一个是炼气院少有的女弟子，姓于，平常不显山不露水。她粥喝完，火定一扣，嘴一咬，把那条压火绳直接生拽下来了。炼气不稳，是因为你们胆子不够，胆子不够就该挨火烫。我今天要是熬不下来，我自己滚。老掌事笑得差点闪着腰，这人我认了，回头让他跟你们堂挂个名。方闯看着那口炉，点点头，你要敢接，就把这炉后那句我自己接刻上去，以后谁进这堂都得照着这句话活。石碑右边那天起多了一行新字，清魂不挂命，命来自己接。于晚山那炉火刚落，中指那边又跑来找方闯了，这次是带着内务堂的执事来人，说清魂堂里有人擅自更改宗碑刻文，未报宗主，算违规。中指压着火气拦了2回，还是拦不住，就直接把人带来了。那执事一进门就翻旧账，宗规明定，除宗主外，诸堂碑文须先报后刻。你这边谁批的？谁签的字？这不是你说立规矩就能立的地方。方闯坐在炉后没动，手边还有一炉清魂丹刚起火，火苗沿着炉纹跑得飞快。他只说了一句：你是查碑的，那你看看那上头哪一条是空话？只是皱眉，宗规不是让你拿来讲义气的。方闯抬手从炉口抓出个小铜钉，钉头印着清魂2字，扔过去。你要真想照宗规抠，那从这定开始，每炉都得备2命，一个炼药的，一个备死的。宗里哪门哪堂敢这么干？执事嘴一张，还没吭声，于晚山从旁边站起来，手上还有烧红的火钳。这碑是我刻的，那句我自己接，是我自己要写的。我姓于，不姓方，我自己命自己写，宗规也没说不能。执事一怔，他又补一句：你要是非得扯规矩，那也行，我回头去宗主那告你一条。你敢阻人立命，拖人魂线，坏的是气运。你看看那位祖宗认不认你？方闯在后头笑出声来，这丫头是我们清魂堂的了，碑是你刻的，话是你喊的，命你敢接就是你的。执事灰溜溜走了，临走时还被于晚山一钳子夹了跑脚，扯得跌了个狗啃泥棒碗。中指一边记账一边骂：你以后再搞这些事，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一声招呼？我今天光赔不是就赔了3壶茶钱，你倒好，还笑得跟收租似的。方闯揉着肩，你放心，下次咱把茶钱也列进账里。清魂堂不是没人，就是穷点。你记住一句，话命有人接的地方，账都不是死账。中指哼了一声，没回嘴。他把账本往他面前一推，那你倒是把这几笔补了，炼气院那几个也挂了名了，你得给人配套要账。还有个新问题，陶清柔来了。方闯一愣，他不是被调去玉灵堂当讲经师了吗？他说讲完了，要来你这净炉。他说他修的是净体诀，魂灵气合度最高。他还说你当初在清魂粥里下了什么，他也知道了。方闯长叹一声，揉着额角站起身，完了，这次真是没人能替我接这口命了。陶清柔是傍晚到的，带着1口炉、1壶粥、半张旧符纸，还有一本不知从哪淘来的魂气3扣录。他一进清魂堂，没寒暄，没问人，直接把炉搬到偏殿角落，把符贴上，自己坐下，开始温炉预炼。中指吓得差点把账本撕了。他真练啊！方闯往门口看了一眼，转头一屁股坐下。他现在是讲经师，脸皮比咱厚。他说进炉就进炉，说你欠账你就得赔命。你看他那粥壶，跟我当年偷药那壶一模一样。这就是秋后算账来了。中指头疼，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他真爆了，你这名声别说清魂堂，整个宗门都得拿你当猪头挂出来。方闯叹口气，所以我得先去打个仗。陶清柔那炉刚热上火，方闯就过去了。他蹲在他对面，没说别的，先伸手把他那张魂气3扣录抽了过来，一翻就是空页。这书你哪买的？回春芳1灵玉3本的那堆。陶清柔没理他，只是把符纸往炉边又压了压。
方闯叹气：“你真想进我这炉，先得打仗。不是我怕，是你修的是净体诀，这法门清得跟仙水似的，一进我这炉，你那点命火都不够炒个蛋的。”陶青柔终于说话了，声音淡得跟凉水似的：“你那粥里加的不是养魂散，是火精。你说是补魂的，其实是炼心的。我练了净体诀5年，你给我那一碗，差点直接逼我开魂门。你说是不是账？”方闯一拍大腿：“我认，我真的认。我那时候真不知道你练的是净体诀，我那粥是给中指练火势的。你那天自己走进来，我也没时间提醒你。”陶青柔抬了抬头：“那你打算怎么赔？”方闯想了3息，从袖口摸出个小玉盒，这个清魂丹第1炉出品，我自己都没舍得吃。你把它温炉净魂，再炼炉火，3息内能稳气不散，我就认你这炉。陶青柔接过盒子没拆，淡淡来了一句：“我这炉不给你命账，我要的是你给的那火头。别人进你这炉是炼丹，我进你这炉是结仇。”傍晚那炉火起时，整个偏殿都热了2成。陶青柔把粥壶搁在炉边，火纹一贴，符纸一燃，整口炉发出哐一声巨响。于婉山第一个冲过来：“他是炸了吗？”方闯摇了摇头：“不是炸，是顶火了。他这是反着练，是拿自己当炉。咱们炼药，他是炼心，中指脸都白了。他要是练偏了呢？他真是跟你结仇来了怎么办？”方闯咬了咬牙：“那我只能再赔他一口清魂粥，外加3年火杖，5年堂籍，让他天天在清魂堂吃饭睡觉拿补贴。这锅我接。”他转头往那炉边走去：“谁让那粥是我煮的？”炉火热得厉害，符纸一贴完，连外殿的地砖都冒出了白气。中指退了一步，捂着袖子骂：“他要真把自己烧了你也赔得起，他要是练成了怎么办？你是不是得给他升个副堂主？”方闯没回他话，径直走到陶青柔身边，把自己那口小炉也搬了过来：“你练心我不拦，但你真打算把自己塞炉里，那我得跟你对着来一炉。”陶青柔坐在炉前没抬头，手里一边扇火一边往里撒魂灰：“你这炉练的是啥？”“我自己。”方闯抬手往火里一拍，把那颗清魂丹拍进去：“你不是说你要结仇吗？那我就结火。我这炉要是能压住你那一口气，你以后不准再跟我讲账。”陶青柔：“你真想压我？”方闯：“我真想认你。”炉火两边腾起，一边青白一边赤红。中指抱着账本缩到门口：“你俩要真把这偏殿烧了，我直接翻宗门预算说这屋年久失修。”于婉山凑过来：“我帮你写事故报告，主责写天火乱窜，负责是炉口未封。”半个时辰后，陶青柔那炉先落火了，火纹压得死，灰都没飘出来。他坐在原地没动，脸上全是汗，手却死死压着炉盖不肯松。方闯那炉也灭了，整整慢他3息。他看着那口死火炉，咧了下嘴：“你是压下去了，但你得认我赢。”陶青柔点了点头，声音低：“你赢了，我以后欠你一账。”方闯摇头：“不是欠，是挂。你得在清魂堂挂个名。你进我这炉的那天起，就不光是来结仇的，你是把自己扔进我这锅里了。你练得住，是你本事；我赔得起，是我认命。你以后有什么账清魂堂记？”陶青柔没说话，只是起身把那张空页的魂气3扣录丢进他手里：“你回去翻翻第13页，那页不是空的，那是我写的。写的是我第一次喝你粥那晚，全身发冷，魂门松动，我吓得以为要走火入魔，结果醒来那天，我心脉顺了，修为也稳了。你欠的是那一口粥，不是今天。”他转身要走，方闯追上2步，问了句：“那你到底进不进清魂堂？”陶青柔没停，只留一句话：“你把我那一锅账真算清楚了，我就自己进。我不让你赔命，但你要给我认账。我不是来挂名的，我是来把你那粥锅砸了的。”陶青柔走了，没回头。炉子还留在偏殿，火已经熄了，但那股气没散干净，炉边的瓦片都烫出了裂纹。方闯蹲下身子，把他留下的那张魂气3扣录重新捡起来，翻到第13页，一行小字写得很凝：“火压魂门，粥逼心关。”下面多了一句：“批注若此法真有解心急之效，或可逆炼净体，通破元窍。”他看了好一会儿，没说话，把书夹进袖子，站起来：“他是想砸我锅啊？”中指靠在门框边：“你怕了？我怕他不砸。他真砸了，我好歹还能打打价格战。他要是一直欠着账不结，我连骂都没借口。”3天后，内务堂派人来了，说是要核定清魂堂今年的炼丹进度和堂口账目。这回不是执事，是正堂的副管事，名叫程准，带着半副金边镜，腰里别了2卷封账卷宗，一来就说：“你们清魂堂今年的药材消耗是全宗前3。
可你们的入账呢？丹药不列宗仓，不走流转。这账是写给谁看的？中指递出账册，我们走的是自挂单制，凡挂名者可自取单，留书立押。每月我都会清一遍，把用药与成药比例列出来。程准翻了几页，哼了一声，这种写法不合宗制。你们是不是想单飞？方闯笑了，不是我们想单飞，是你们压不住这锅。你让宗主来看看，我这账是不是炼虚丹的账？要是他一句话说不练了，那我们明天就封堂。你要是光凭不合制来压我，那我也告诉你一句，你那宗制写的是凭火立命，我这命是从爆丹堆里烧出来的。你要真敢封，那你也来试试我这炉，自己接。程准脸色不太好看了，你别拿那石碑来吓人。我告诉你，命账不是你随便往塘里扔的理由。方闯一手拍在那本账册上，命账不是理由，是清账的开始。你看看这页，陶青柔清魂粥一碗，入魂火一式，魂门压成，火障未结。他说这账要真算清了，他就回来挂名。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敢不敢盖章，把这账抄一份送到宗主案上？程准盯着那页看了两息，咬了咬牙，真从袖口摸出封条盖了印。你这堂口不管多严，只要你这命账真扛得住，我给你挂账3月施行。3个月之后，要是你这清魂粥真把人魂炼得开窍，你这账我替你挂全宗。那天晚上陶青柔没回来，但清魂堂外的木台上挂了一只饭筐，筐里是一口青色小锅，还有一张纸条。我粥锅放这了，账我不砸了，但下次你要是再敢拿那粥骗人炼魂，我直接掀你堂门。方闯把锅捧回了偏殿，没敢拆封，他只坐在炉前，一边喝着剩下的清魂粥，一边念叨一句，他是真回来了，但他这回来是来打仗的。第二天，清魂堂后殿刚开门，中指那边就丢来一张新表，陶青柔今早自己往堂上名册添了个签，火账一栏写得明明白白，清魂粥一口，命账对半。他这意思是你们俩以后要分摊堂口的命债。方闯扒着粥锅喝了口，他哪是分担，他这是开审计了。我要是以后再敢乱下料，他就能名正言顺的从炉里把我拽出来。中指翻了个册子，那你现在打算怎么赔？他这锅回来，咱粥房里正好凑够7口，你要是还想开膛试火，你得先过他那一关，再爆一炉，他连宗账都能给你打下来。方闯看了看那口清锅，摸了根勺柄量了下火口，那就给他专炉挂1号。从今天起，清魂堂每日第1炉挂他名，谁想吃那粥先打他账，谁不敢接他这锅火自己滚。同一天午后，炼气院送来了一批新炉样，说是要借清魂堂的火势一轮压灵新闻。于婉山看完图纸就皱眉，这不是压灵，这是困火。你让这玩意来清魂堂，就跟拿风箱往棺材里吹风一样，活人都能闷死。方闯笑了，你不是刚顶完火入炉吗？那你就当练心术，真能把这困火压住，以后你练气就能稳3阶。于婉山撇嘴，那要是压不住呢？那你就去粥房喝青柔那一锅，他那粥能把命煮熟。你要是活下来，清魂堂堂级自动往上提1格。于婉山一听，立马把那炉盖拍响，说话算话，我要真压住了，我想吃你堂主的份饭。方闯，你吃得下让你吃3碗，吃不下就接明天第1炉。当天傍晚，清魂堂的火没熄，一直烧到2更。陶青柔也来了，穿的是蒋金服，站在偏殿门口没进来。他递过来一卷册子，你不是说我来是查账的吗？那我就真查了。我查了你这堂这2月的药单，发现你粥里平均每3天就有1次火药超标，你是不是拿我那一锅当调味料了？方闯接过卷子看了一眼，我这粥是分火断配料的，你那锅火头太正，我得拐一拐再下，不然魂线断了算谁的？陶青柔，你要是真怕魂线断，那你就别接命账，你要是敢接，那你这粥不能假温柔，你要下料就得实报，这账不是你煮完才算，是你起锅就得挂出来，你敢不敢以后每一锅都写料单？方闯点头，写。从今天起，清魂堂粥房所有配方全挂堂门，谁要敢说我骗粥炼魂，让他当众喝一锅我不调料的。陶青柔说了句，你最好说到做到，要是再敢瞒我，我把你那清魂碑上名字划了，然后自己往上刻，刻一句这锅我亲手掀的。方闯把粥勺往锅里搅了搅，喝了一口，行，但我告诉你一句，你要敢刻我就敢盖，你先锅我先糖。清魂堂这碗粥从今天起有你1半火。第二天，清魂堂大门口多了一块新牌子，每日粥账，当日即挂，谁敢乱添火料，掀锅自接。中指一早看到那块牌子，差点没把手里的算盘砸锅里。你们这是合伙把清魂堂改成药堂厨房了是吧？
还日账，你让外门那些来蹭火的也记。你一锅粥能下几斤魂灰你都分不清，还敢挂榜？方闯正蹲在灶台边搅锅，头也不抬。谁敢吃就敢记，谁敢记就得认。轻柔说了，这锅粥不是给人暖胃的，是炼心的。谁要是吃完还敢说没事，那说明他不是人，是石头。陶轻柔坐在一边，正在手抄粥料配方，每一张都盖了糖印，还贴了火纹印记，冷着嗓子说：你忘了，我是讲经师，我讲的是经，不是人情。你那套搅一锅就能混过去的法子，别在我这试。中指瞪着两人，那你们这意思是，以后我糖账还要分火账、人账、粥账？我要是真记不过来，我是不是也得喝一锅？方闯冲他咧嘴一笑，你不喝，粥房就不灵。你那笔是压粥器的。中午时分，有外门弟子来报，说是丹塔那边送了3位新仕途，想进清魂堂试火。方闯抬头，谁送的？弟子回道，是西门觉西长老，还特地留了张纸条，说这3个你不敢要，就当没看见。中指接过纸条一看，直接把锅盖扔了。又是那老狐狸，他送来的徒弟要么是退丹退灵的废，要么是魂线断了的风。你这回敢收，我把粥锅扣你脑袋上。陶轻柔淡淡来一句，是。先喝粥，后进火。谁能喝完不退，我来盯第1炉。我就看他们是真想进来，还是来蹭粥混命的。方闯点头，可以。你盯火，我出粥。但有一句提前说好，炸了炉你不许抢救。真顶不住的，咱们就写账，让他自己在门口贴一张。命我扛不住，粥我没喝完。3个仕途下午到了，2个男的，1个女的。男的一个脸抽个不停，另一个嘴角发青。女的倒是看着平稳，背着炉进门第一件事不是打招呼，而是蹲下检查灶灰成分。陶轻柔看了一眼，你们谁先？脸抽的那个想站起身，腿一软直接跪了。我能晚点吗？中指在后头把账册啪一合，你这句废话一出口，粥已经凉了。清魂堂没晚饭。最后女弟子第1个喝完，抬头直接问方闯一句，你那年在百花林口偷火，是不是顺了我炉子里半斤引文石？方闯一口粥差点没喷出来，你是当年那谁？你那炉不是爆了？女弟子冷冷道，炉是爆了，但火没断。我今天来是要把我那火讨回来。陶轻柔和上周料策，那你这一炉我来看。你想讨火，我就让你看清楚，咱这清魂堂不是火堂，是账房。那女弟子把炉放下，不等人指，自己抽出符纸贴上炉纹，手法干净利落。她没报名字，炉火一亮，方闯就认出来了。江贤，你当年练的是断纹火星，一爆连带3炉，宗里一度以为你走火遁了。江贤没理他，把腰间一个灰布包解下，从里头摸出一根黑钉。你认得这个吧？那年你走的时候，脚底下踩断的就是这根，我捡回去修了7年。今天我拿它来定火，看你敢不敢接。陶轻柔站在炉后没说话，只挥了挥手，让中指搬出那口日炉，清灰、装纹、刻气印，一气呵成。他转头只说一句，今天这一炉记我账上。他讨火我接，他敢压我认账，他若压不住，那我就替他刻碑。刻一句，江贤魂火，清魂堂认账。方闯走过来，在他身边蹲下，你是不是疯了？他那年魂火断了魂线，现在再练就是顶命。他真死你手上，你这讲经师就得转到送魂了。陶轻柔声音冷得像风，你给过我一锅粥，我练完是账，他给你半个炉，你欠的是命。我不想他死，但我更不想你再躲这笔旧账。你那年顺他的火，是你第1个出粥的年份，他若真死了，那清魂堂这招牌该换了，改名陶寨斋。炉火升起，江贤一口灌下清魂粥，把那根黑钉钉进火口，火光炸开3寸，炉盖被他压住，硬生生没飘一丝灰。中指悄悄记录，魂线振幅小，火纹压得住，他是真的练回来了。于婉山凑过去，他这火一顶就是高阶入魂，你要真敢收他挂名，他以后得做你副炉尉。方闯吸了口气，副炉他要是肯做，我给他造个新灶，但有句话得说，在前头这账我认，他那火是我当年贪的，我蹭了他炉心，拿去试火练了一炉清魂。清魂堂第1批魂粥的底料里有他半命。陶轻柔没说话，只从袖子里拿出一支朱笔，在粥账边写下1行字：江贤入炉，火账1口，命账半份，清魂堂成。那一炉火练了整整3个时辰，最后一刻江贤倒下去了，整个人烧得脱力，但炉盖还盖着，火没灭，丹未碎，魂线稳如初练。方闯蹲在他身边问了一句，你还讨火吗？江贤气息微弱，
讨完了，这笔火债7年了。你那年顺我一火，我今天还你一魂。现在你要真认账，给我挂名。我不挂清魂缚炉，我挂的是旧债火头。我来盯你那一锅锅粥，看你还敢不敢下偏火。方闯看着那口锅，咬了咬牙。行，你来盯，但你盯得住别人，我就问你盯不盯你自己那口命。江贤闭着眼回他一句：我火烧7年，命早就不是我的了。你还得起，我就活得起；你还不起，我就死在你灶口，你接还是不接？方闯没出声，只是起身把江贤名字刻在粥房帐墙最上头，那一行字字大3分，旁边只写一句：此火有债，此人不夺。江贤那口火刚落，清魂堂后灶的炉纹就自动亮了一道，那是系统设的刻纹，只有堂帐挂上命帐3字时才会激活。方闯低头一看，炉底新浮出一行系统提示：支线任务完成，长旧债清魂帐，奖励已发放，魂炼配方踏本1份，即火断。备注：债账可清，命账须续。他没出声，默默把踏本收进袖口，走回灶边搅了搅粥锅。陶清柔蹲在一旁翻着今日火账。你以后要是天天接这种命账，你这粥锅熬不了几天。这堂的人一个个不是来挂名，是来赔命的。方闯苦笑一声，那不也得有人接？你说的对，清魂堂不是火堂，是账房，账房的命得自己担。他把锅盖一扣，明天起咱们开新规，命账另挂，每日火断分3等，轻命的进暖灶，压魂补火；中命的进主炉，接账补文；重命的进杯灶，不记记，不挂名，生死自认。中指听完差点翻桌，你疯了？你这不是开堂，是开命堂。你知道重命是什么意思吗？是魂线有裂，是火气逆冲，是一脚进坟门的人。你要真收这种人，你堂房3天就得变灵堂。陶清柔没说话，只把江贤留下的那根黑钉捡起来递给他。他算不算重命？中指咬牙没回。方闯慢悠悠道：不收，他就会进别人的灶，别人的灶要么不接账，要么假挂名。他这一命顶得住，咱清魂堂就多一伙；顶不住，那这粥锅我来接。我说过了，这堂是我开的，哪口火我都接得起。你们谁真看不过眼，明天你们自己贴火纹，贴锅底。谁不贴就别说不认。傍晚，江贤醒了，他坐在门口，裹着披风，烧得脸发白，但眼神清明得很。他盯着前殿那块粥帐：你真的写了我名字？方闯搬了个炉墩坐下：写了，还写大了3分。这账不是你要的，是我该还的。江贤点头：那我以后就不欠你了。我现在是清魂堂的人，你敢乱下料，我照样掀锅。方闯一笑：你先，我接。这堂从来不养空名，你一进门，粥锅就是你的。你要敢背，那我就敢封你锅。江贤没再说话，只伸手去搅粥，搅了2圈，忽然低声道：这锅比我那年煮得稳。方闯：那是，你那年还没混稳，水都给你烧跑了。我那年蹭你一火，偷的是命。你现在回来，我不该还个全席。江贤哼了声：别说的跟你多义气似的，你那锅粥从头到尾就没真淡过，你这人也一样闲得很。中指在后边喊：别吵了，再吵我把你们俩名字都从账上划掉。清魂堂不是情债堂，这堂的账从来都是命接的。江贤这回是真挂了名。中指次日一早把他名字贴上了堂口名册，排在陶清柔之后。火账那栏写的是：魂火7年，复命1世，长旧债，单堂炉，清魂堂自认。陶清柔在那行字下批了个注：锅已接，火归位，周日功，命随账走。整张名册写完，中指吩咐弟子去外店立了块新牌子：清魂新规，火账可接，命账自认。来挂账的不挑锅。当天中午又有外门来人，这次不是弟子，是长老。合欢宗宗法堂的副手刘冷之亲自登门，领了个白袍弟子，说是有事求方闯炼一炉新式丹。那丹不是正统药，而是噬魂器类的辅助丹，一般只用于宗门立誓或血气祭灵。方闯看了一眼，没接。你找错地方了，清魂堂不接试丹。刘冷之语气平淡：我这次是走账来的，不是求丹。宗主口谕你，若能炼出这炉丹，清魂堂可自立体系，托宗直属。今后药材账、命火账、灵材分批，由你堂口自统。方闯没说话，只是回头看了陶清柔一眼。陶清柔翻着粥账，他说的是实话，但你要接了这炉，就等于自立门庭。今后这粥锅是死是活，就全靠你自己。我可以盯你账，替你写规，但我不会替你练，你得自己接一整炉。江贤也慢悠悠道：你要真想脱宗，那你这堂账
从今天起得加一来，叫炉命，不是来吃粥的，是来压锅底的。谁签名就谁接命，你敢写，我就敢签。方闯摸了摸那张火器申请，再看看刘冷之身边那白袍弟子，他是谁？祭火名册没他的记录。刘冷之答：他是合欢宗前任宗主的独子，灵魂断线，火道全废。这炉丹是为他补心气，你要真练成，他就算有了命障。他死，你背活；他活，你立名。方闯把那份火器放在炉口，低头点了点头。行，那你就把他送进来。我这炉接了，但你记住这一锅，我不下粥。这一锅我下的是命，谁要喝就得自己写账。我方闯今起封一炉叫孤火丹，成了是他命，败了是我债。清魂堂不接假命，只接真账。刘冷之没多说，把白袍弟子领了进来。那人站在炉前，骨瘦如柴，脸色灰得像冷灰，魂气几近全断，只剩一丝温火吊命。中指拿着火账册在边上看了一眼，这人真没命了。你这一炉不是炼药，是烧尸。江贤冷笑，练得成是心事，练不成是替宗门扫账。你要真练，那清魂堂这名字的改成叛命堂。陶清柔翻着旧账，别改名，账照挂，但你这一炉必须照我们堂规来。谁进炉谁先喝粥，火不入粥，丹不入炉。这锅不是你方闯一个人的命，是全堂挂账。方闯点头，从袖口掏出最后一根魂火钉，钉在主炉盖上。那咱说清楚，清魂堂今日封炉，这炉不接旁观，不留旁听，不请旁就，谁签账谁进门，谁不写名谁别瞪锅。他指了指那白袍弟子，你要是敢进，我给你命；你要是不敢，你现在就走。白袍弟子颤了颤，最终走到火口前，抬手在火纹上印了个血印。我叫燕听风，前任宗主之子，我这一命是我娘留的，我今天不求续命，我只求认账。我死不赖你，你成，我命归你。方闯低声回了句，你记住你这句话。清魂炉不开玩笑，你真敢把命扔进来，那我们就真给你接。炉火升起的那一刻，清魂堂所有人退到2丈外，中指拎着账册喊：立火名。燕听风，火杖为首，炉为孤火，粥杖不挂，命杖3柱。陶清柔火料批合，魂才定准。江贤定气控火，全炉护命。方闯主造封丹，挂杖人命。清魂堂今日起，一炉孤火，命杖已开，不得后悔。3柱火线同点，炉纹一亮，燕听风咬破舌尖，把魂气强压入丹坯。火震3回，魂乱一次，气差3寸。陶清柔低吼，再不稳就碎了。将贤手一挥，空气转角，让魂气走反线。方闯双手合炉，把那枚未成丹的坯子直接按入中心。报不了，你魂乱归魂乱，但这命不是假的，你撑住，我就让你活过今天。燕听风满脸青黑，浑身血气一出，咬着牙只说了一句：我娘说过我若有命是给宗门的，可我说我这一命不给宗门了，我给我自己。这炉不成，我就真认命。炉火炸开最后一道红光，整口煮造震出3尺热浪。当烟尘散尽，炉盖揭开，炉底一颗丹通红如血，稳稳坐在炉心。陶清柔第一时间盖印：孤火丹成。燕听风魂线断而复续，火纹归位。此丹挂命，此人挂账。清魂堂接得起。方闯伸手把丹托起，朝堂外走去。燕听风，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宗主之子，你是清魂第一命丈人。燕听风吃下那颗孤火丹时，整个人像是被烫进骨头里，魂线回笼，丹田翻滚，一口气憋得差点没翻白眼。陶清柔按住他后背，掌心一扣：别动，你这魂线刚补上，一喘气就又断。这丹是你命熬的，出问题清魂堂也认。燕听风咬牙硬撑，脸色铁青，一字一句从喉咙里挤出来：我没事，我活了，我不是靠人续命的，我是自己进炉出来的。方闯站在灶前，拿着那封火器，慢慢把它扯成2半。从今往后，你这命账是清魂的，你不欠宗门，你也不是哪个长老拖来的试炼对象。你挂我账，我替你顶；你炼我丹，我替你立名。你能撑得住，就留在这堂；撑不住，没人逼你。燕听风点头，倒在地上喘气，魂气浮得乱七八糟，但笑了，笑得像是从骨头里抽出了一根刺。中指在门口喊：方闯，这炉的账我已经写上了。燕听风挂命账一条，炼命一炉，魂火归位。你要是以后再敢乱开命炉，我要提前列预算。
今年灵财总账已经报了3层，你这每出一炉，我就得砍自己饭碗。方闯喊回去，你不是说账跟命走吗？那你就先砍我粥锅。从明天起，燕听风自己领料，自开灶。他不是来挂名的，他是真来担锅的。傍晚，清魂堂外挂了张新告示，自今日起，清魂堂设命账榜一列，凡在本堂献命炼丹、炼粥、炼造者，皆可列名于榜。魂火稳固者，挂榜5年不退；魂火断续者，由粥房按月工料补命3期。不立命，不入榜，不认账，不进锅。陶青柔亲自盖了堂印，旁边还写了一行小字：此榜不为荣，不为功，只为命有人认。江贤念完之后咕哝：你这堂是越开越像祖祠了，再这么练下去，迟早有人报灵位来挂墙。方闯端着粥锅从后头走来，边走边说：没事，墙多钉子也多，他们要真敢认命，我就敢把那粥一直熬下去，哪怕哪天我人没了，清魂堂也得有锅是热的，炉是开的，账是写的，人是记得的。这宗门不认的命我认。方闯那句话传出去没2天，清魂堂门口就多了几份奇怪的帖子，上面写的全是自愿入账，求一炉清魂，火乱未平，魂不归坐，愿挂命账，求补命一线。无名王萧内门退休，3年火溃，丹田废球1周逝命。中指看得脑壳疼，吼他：你是不是疯了？你这堂不是收命，是招丧。宗门还没立冬季，你这粥锅先成火祭堂了，再来几个灵根不稳的，你那主灶直接成炼明塔。方闯倒是坐得稳，一边咬粥一边应：来挂命的我看都是真命，能开口求粥的他就还敢熬。我这锅煮的不是药是账，他们命是歪的，但命账能写直。江贤在后面补了句：你记得把灶边那排水桶换个新的，上次有个魂压过，直接吐锅边了，味儿熏得我魂都散一缕。方闯抬头喊：陶青柔，咱那清魂丹还有库存没？陶青柔翻了账，还有7炉底料，4炉可炼，但再来2人你就要断线了。你要是非得称这命账，就得先想好咱是不是真开了命粥分炉，左边开魂，右边是命，中间清账。你要真分，我就真批。方闯咬了咬牙：分，账我来写，命我来认，但你得记清楚，从这炉开始，不挂赏，不挂供。清魂堂以后不为宗门炼丹，只为欠命的人熬一锅命，谁写得出命账，谁就做得下火炉。这话刚落地没2日，宗门直令堂来了，不是来质问，是来发函，函上8个大字：准清魂堂自开命账炉，命可为丹，粥可成精。后头还盖了合欢宗主印，正下方附了一句批语：此堂不接赎命，只认真命，谁能立账，谁就能生。中指把那封函贴上门口告示栏，吹了个口哨：你这回真成了宗门第1锅了，粥喝成典范，丹熬成规矩，这以后别说命账，你要想开炉祭天都没人拦你。方闯把新账册摊开，翻到第1页：我不是要开天，我就是想让那些写不出请命文书、念不起魂诀、连火都不敢碰的人知道，还有地儿能写名字，还有锅能烧火，还有人敢接他们那一口命。他蘸了墨，写下新堂第1笔新账：王萧入粥账，挂魂线，是命3事，命火不足，但愿重熬。清魂堂接。这章写完，他关上账本，对中指说了一句：你去粥房把锅添上，我不管他们值不值，他们命开了嫁我这粥，就得开锅。中指转身进了粥房，没过1炷香，炉头就起了火。灶门开的时候，整个清魂堂外都能闻到一股腥火的气。这不是清魂丹的味，也不是普通药火，是混了火灰、魂碎和旧气的命熬味。中指一边拌料一边骂：方闯你真疯了，这锅里下的料连宗主吃了都得拉3天，你真敢拿命火底料来煮粥？方闯坐在堂口台阶上没动，手里捧着账册慢慢写下一句：谁敢把命拿出来，我就敢给他煮一锅不值钱的粥。命火配药，药就不回人，但粥能撑口气。江贤从后殿走出来，提着一口破铁锅扔他脚边：你这粥锅要是再烧穿一个，我就不给你补了，你自己拿魂钉补缝去，顺便你自己吃一碗，看看你这破锅煮的到底是命还是逆。方闯笑了：我吃，我喝，我认，我不怕煮的烫，我怕煮出来没人喝。陶青柔站在旁边翻粥料：今儿这锅你打算开几勺？方闯抬头：不分勺，谁挂账谁来盛，我不挑人命值不值，也不挑他魂稳不稳，只认他那句我要接命。中午王萧来了，瘦得跟柴火一样，身上穿的还是2年前内门的旧袍，
魂气息的连狗都闻不到，但他跪得干脆，账条拿得稳。中指递给他一碗粥，你知道这粥喝下去的意思吗？喝完你就进火线，你这魂一飘，我们不救你，救了你也不保你。王潇手抖了抖，把粥端稳了。我知道，我吃的不是药，是命。我来清魂堂不是求活，是求个能写得上的名字。陶青柔点头，翻开账本。王潇，命杖立，粥已喝，魂待定。今日后造3号试炉，命火试炼，魂火3次，成者挂榜，败者除名。江贤转身走去后灶点火，一边点一边骂：这一炉要是再出灰，我下次直接把人埋锅里。清魂堂不是命托馆，是火葬场。当王潇踏进火圈那一刻，他连一句咒都念得磕巴。魂纹一接，火苗就往他心口钻，他疼得直咬舌头。方闯坐在外殿没动，只朝他吼了一句：你要退，现在就退。你敢接，那你把那魂纹咬住。王潇满脸血，舌头破了个洞，喉咙沙哑到只有一口气。我咬着了，我今天死也不退。我王潇是命不值，但我命是真的。炉火那一瞬稳了3寸，魂纹没碎，丹火没爆。江贤从灶后扔来一块魂石，他稳住了。这魂是烂的，但骨头是硬的。方闯收起账册，低声念了一句：王潇，魂火试炼，未断未溃，清魂堂任。他那锅不值钱的命咱们接了。王潇那炉火压下去的那一刻，整个清魂堂后灶都安静了。魂火稳，气线通，单胎未爆，这3条合下来，说明他那条命压住了。中指翻着账本，小声说了一句：这人魂力跟破布似的，真给你熬出来了。你现在是不是要给他加薪？方闯回得干脆：我给他挂名，以后后灶每月第1炉他来掌火，他那魂杖压住1回就能再压10回。江贤从灶后走出来，一边擦手一边说：你真当他成了？他那魂硬抖得跟豆腐一样，刚才要不是我灶口补了1缕火，他就炸了。方闯说：你能补，是你敢接，他没退，是他扛得住。魂硬抖算什么？锅底裂豆照样能熬出1锅清魂。江贤，你就吹吧，你等他下次顶炉炸了，我第一个把你那命账榜从墙上撕下来。方闯，你要真敢撕，我就真敢把你名字刻上那块碑，写一行。江贤不认账，锅砸了，堂还在。那天下午，王潇被抬出灶房的时候，浑身是血，神识都在抽，但人还活着。陶青柔递给他一碗清魂粥，你现在是账上的人了，别觉得自己捡回来一条命，你是把命熬回来的。王潇颤着手接过粥，喝了一口，嘴都在抖。我是不是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熬药炼火，不做外门那种随便被拿去顶账的命了？方闯坐下来，一句话一句地说：你不是废命，你是账上的人，你魂杖清了，火杖挂了，从今天起，谁要动你，就得先来清魂堂走1回命灶，谁敢跳账不报，我就敢提锅砸人。清魂堂不出药，只出人。你是我第1炉命粥是成的账命人，你自己这条命从今天起归你自己写。隔天，清魂堂外新挂了一块小牌子：王潇，清魂堂造火人，是命一成，粥账已清，魂杖立名。后灶主炉火，每月1顶，不得代接，不得跳账。那块牌子下面，王潇自己拿着刀刻了1行字：我是账上的人，我不是替命烧的柴。又过了3日，宗门东殿忽然传来消息，说要调王潇去做火器试药品。方闯听完没问宗主，只回了一句：调可以，但先把人送来清魂堂。我不认外调单，只认命账。王潇是我写上去的，谁要动他，先在我这写一条火债，写了我就放，不写谁也别想拔走我账上的命。东殿的人来得快，带的是宗法令箭，还有副堂章书，说是宗主亲批，王潇调任火器方试药阵半年，任务紧，是不等人，让清魂堂配合。方闯看完调令，做都没做，直接在门口立了案。你这件我收了，你这张我不盖。王潇是我写命章挂榜的人，不是你火器方的炉灰，你要调他得写借命章，1条命按月租，火器用几分，魂力压几成，写明白。命账我担得起，火债你就得认得下。那领事的直令弟子脸都快抖了。你这不就是抗旨？这可是宗主亲批的调令，你一个堂主敢拦？方闯没吼，只是一字一顿：我不是拦，我是按账来。宗主亲批我自开命账炉，那我这炉里的人命就归我账里记。你要拔人，可以把账抄3份，1份挂外殿，1份送灶房，1份定灶口。你要是抄不了，那就回去问问宗主，是不是连自己签的炉命条都不认了。中指在旁边翻账，
冷冷来一句：“还有，王萧那一炉命是清魂堂自己点的火，你们借得走人，借不走账。想用他命压火气阵，先交保命丹一炉，魂贴3张。火要是真爆了，他魂线要断，就算人死在你灶上，他账还在我们墙上挂着，你们一个都跑不了。”领事弟子怂了，当场跪下请示回报。第二天，宗主亲批火印回文，一句话：清魂帐内人非战不得调，调则须帐清戒名，命在人在，命亡人归。陶青柔看完火印，点头。宗主还认得账。江贤叼着火纹调笑了一句：“那可不，清魂这账是真烧得疼，谁敢调账上的人，不先挨一炉火都不好意思谈诫命。”方闯收好批文，起身对王萧说：“你可以走，火气方的市镇，你能压得住就去。但你记着，你走的是清账，不是被派出去当耗材。他们要你是命，那你就命里挂名自己是清魂人。你要是事成，回来挂一星我王萧，出过账，进过阵，没断火，没丢命。你要是事崩，他们得拿3炉药来赔我1炉粥。”王萧躬身一礼，重重点头：“我去是出命，我回来是带账，我不是白借命，我是账上有名的人。”中指在后面哼了一声：“别说得太满，你敢让那魂线烧断一点，回来我就让你先喝3碗锅底粥再上火。”方闯笑了：“粥我请，但命他得自己借。清魂堂不养白借命。”王萧走的那天，清魂堂没敲锣也没送行，方闯就站在灶口说了一句话：“这条命你带走，火你自己顶。回来要是能挂回账上，那你粥我再煮一锅；挂不上就别怪我不认。”他走得干净，背上带着清魂堂的火纹包，还有一张账面副本，魂线封了2重，灶口印了名。那天晚上，中旨把他的名从后灶临炉人调到外面借账栏。王萧暂出，命借半年，魂账保留，火不归堂，账不动刑。江贤坐在灶边翻火财清单，他这一走，咱后灶侍命的人就得空一位。我看那个叫李玄清的能上了，他的魂贴已经连续顶3次没散了。陶青柔翻了翻记录，李玄清是外门气急，救火残魂，他命账还没立清，不能挂名，再试一轮。方闯想了想，让他试魂粥吧，这一锅清料的，别下火纹，别上灶，他能喝完，粥账我替他挂。中指抬头：“你又想自担，你是不是打算把这清魂堂开成命债铺？谁喝得下你1碗粥，谁就是你户口上挂着的亲戚。”方闯：“不是亲戚，是丈人，我就一个规矩人敢借命，我就敢挂账。他要是喝完顶火不上，我就写在我灶边碑上，这人是我接的。账要是真的赔，我也不让他白挂。我就想看看宗门这上上下下有几个人敢写下我是账上的命。”第二天，李玄清来试粥了，他没跪也没喊口号，就把袖子卷起来坐在灶边，1碗粥喝完，一口气没喘，硬是把那粥全压到丹田里。喝完他只说了2个字：“还行。”江贤在旁边挑眉：“你知道这粥配的料是3段火残加魂碎末，你那魂压得住这锅，说明你真不是废命。”李玄清看着粥锅：“我就是想活，废不废命我不在乎，你们清魂堂敢让我喝，我就敢喝。我不信丹不信药，我就信你们这锅是命熬的。”方闯一听，把粥勺往锅里一插：“行，那你这命我认了，粥账我写，火账你顶，你这人我挂。”李玄清自今日起，后灶火纹欲挂，是命粥账已成。清魂堂记名，不是宗门赐你命，是你自己把命喝回来的。李玄清的名字一挂，中指立马在账本边上划了个圈，记得预挂3月，他要3月之内顶不上1炉，我亲手把这名字从粥账上抠下来。清魂堂不养空账。江贤嗑着瓜子坐旁边：“行了，你现在比宗法堂那群拿封条的还硬，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想干脆自己当个账神，谁欠命你就罚谁喝粥。”中指翻他一眼：“我不是神，我是看着这个堂不被烂命惯死，现在来试粥的越来越多，哪个不是被踢出来的散修、断灵、废火的？你要不立个章，迟早给人当成垃圾炉使。”陶青柔在边上看完粥料，淡淡一句：“但你记着，咱这粥真能熬出命，不是谁喝都成，但能喝进去的，命就开得起账。清不清白，熬一锅就知道。”方闯也懒得吵，摆手示意李玄清坐下：“灶还热，你今天就上。是命炉不开全灶，就看你自己魂火能不能撑满圈。撑得住，3月后你来挂火账；撑不住你自己走，不用人送。”李玄清点了点头，脱了外袍，赤膊上阵，踏炉进阵，魂线不带一丝绕弯。火点燃的那一刻，灶口没爆，魂圈稳压。江贤盯了3息，低声说：“他不是顶的，他是把命拿来熬的。
这人命里有凿火痕，可能当年真上过命灶。中指脸色微变，不是吧？他不是说自己是外门废根，哪来的命灶痕？陶青柔合上账本，除非是死过，或者被人用来试过命阵，但他没断魂，说明他从里头爬出来了。方闯站起身，你先不管他是不是旧丈人，他现在是我挂的新账，我清魂堂只认现在这锅火，他自己喝了粥，自己点了火，那这一行字我现在就刻。他走到灶墙边，提刀刻下6个字：李玄清，命账自揭。中指看完，只说了一句：那就看他撑不撑得过这一锅，清不清白，命自己说话。李玄清那一炉火从午时烧到深末，火没灭，人没倒，魂圈稳得跟灶定一样，哪怕他中间几次吐血，也是一口没叫疼。中指站在灶口，冷着声音说：再顶2个时辰，他就能出炉了。这一锅粥，我看真得给他记账。江贤在后面嘟囔：他这魂痕太规整，分明就是弑命阵里出来的。我猜的对，这人早就是账上的老货，只是被人抹了名，现在回来算是讨账。陶青柔翻着他火纹印，魂火断过一段，但不是自己烧断的，是外封。他这命被人封过火，被当过弑命财，但他现在是自己走回来的。谁封的我不管，咱这账写得明白就成。方闯站在炉边一直没说话，直到火势落稳，他才把账册摊开，在名字后头添了一笔：李玄清，魂火自顶，旧印已清，新账立定，3月内补造3炉。他收了笔，站起身喊：李玄清，出炉！你这条命从今天起归你自己，谁要再敢拿你去试阵、试火、试命，先来我这写账。我不认他给你灌的丹，也不认他给你贴的符，我只认你自己顶下来的这锅火。炉盖被江贤掀开的那一刻，灶口里白烟翻腾，李玄清踉跄着爬出来，脸上血汗一块一块的糊着，衣服也被火纹烫出好几个洞。他一跪就跪下了，咬着牙往灶边那口魂贴箱里扔了一块自己手写的命契。李玄清自认命账，今后炉账自揭，火账自负，再有借名调用、夺火转账者一律斩命，不认。方闯笑了，走过去拍了拍他肩：你这魂贴我收了，清魂堂接你。你不是救命，也不是赎命，你是我灶口写上去的人，是账墙刻名的命。江贤翻了翻旧账页，在旁边哼了句：这人能压3炉，我给他升火纹1级。但话说回来，你们2个在收这种从市镇里爬出来的，下次记得先给我写一条命可能报，我好备点灰。陶青柔把粥舀进碗里递过去：不用备灰，你要真敢写可能报，他就不敢进。咱清魂堂不是等命的地方，是把命熬出来的地方。中指最后拿了块新木牌，刻下一行：李玄清3火1顶，救魂清账，此人归灶，此命归炉，此账自揭。他贴上去的时候顺口来了一句：这锅命不干净，但熬得稳，咱不挑人，只挑账。那天夜里，清魂堂后殿的火没灭，不是有人在炼丹，是灶房自燃了一口噬命灶。陶青柔一边翻火账一边皱眉：这是李玄清在炼。江贤从窗台边伸头看了眼：不是，是他自己刻的魂符贴在试灶底下勾了引火阵。这人是想连夜炼灶火，是第2段。中指啪一声把账本扣死，才熬完1炉，魂还没补齐，他又下去试命。他真以为这清魂堂是他自个儿火葬场。方闯站在墙边，手里磨着那块新木牌，不是他封，是他知道他没时间。魂火封过的人，灶底旧印再不压掉，3月内必碎。他能点，就是想在魂印彻底崩前，把自己的命账锁死。锁不死，他这命就还得归人家。他不是在拼命，他是在抢命。陶青柔点了点头：你要真想让他抢，就把灶交他，别再拦。咱清魂堂从来没给谁打保票，命账挂得住是他本事，挂不住咱清账。李玄清第2炉试的是逆息火，灶火惯反，魂气不走经脉，直接绕过丹田压魂石。换句话说，这是斩魂弑命，不是炼丹中指吓得冲出去拦他。你疯了，你这1炉不是冲命，是掏命。魂石一断，你就不是丈人，是活祭。李玄清反手贴上第2张魂器，嗓子哑得像破碗：我不想再做谁的契陪，我不是宗门的噬药铁，也不是谁丢来的火丁人，我就是想有一行字能刻上账墙，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写的。今天这锅灶我不熬给别人看，我熬给我自己。江贤站在灶边看了3息，低声说：火太猛了，他这魂石要是再散1寸，我得下印封炉。方闯没说话，只伸手按住灶边印钉：不封，他点的是命，不是粮。他真要碎魂，也得他自己喊停。咱不盖命印，咱只写账。申时3刻，
灶火平息。李玄清撑着灶口爬出来，嘴里都是血，魂石一裂三处，但人还活着。他没等人扶，自己站起来朝帐墙走去，一笔一画刻下：李玄清，魂石破，命帐成，此命3世，火归身。他人封我，我自己，我不是死命，我是帐上命。那一刻，整个清魂堂没人说话。方闯看着那行字，缓缓写下一句：从今日起，李玄清列正帐，清魂堂不挑命，命自己挂得住，就是丈人。李玄清那一刻是跪着刻的字，灶灰都混着血字，但那几道字钉在灶墙上，跟铁铸的一样。陶青柔站了半炷香，才开口：他这魂石断了3道，经络烧穿1寸半，按旧规是得送去魂楼封命养火的。方闯点头：送，但不是送去养肺。他是帐上的人，他要封魂，是咱清魂堂送他去封。封得住，他回来接灶；封不住，那我自己给他写碑。中指一翻账册，封魂要烧3枚命印，1枚是他自己，1枚是挂帐堂印，那还有1枚。江贤把自己腰间那块旧火印一把甩过去：我压第3印。这人是从灶里爬出来的，不是靠人拉的，是命自己顶的。我江贤认他，他真要断了，我替他把那锅破命熬完。咱清魂堂不是讲面子的地方，是讲锅底有没有人撑的。方闯抬手给火印盖章：行，那就走流程。封魂1月，帐位不动，回来再接，不挑炉，不挑料，不讲缘分。你是灶口写过名的，就是我们的人。李玄清被送出堂时没说话，但他回头看了一眼灶口，自己用血抹了下那句我是帐上命，没加一笔，但按了一个手印。那手印红得像火丁，烈得像炭灰，但压得稳。陶青柔跟在后面低声问方闯：你真信他回来？他那魂石裂了，封不稳，外面那么多势力盯着清魂堂，谁都想把你这些命丈人拖去别的灶，就他这身体，下回再有人出嫁，你守得住？方闯没看他，只把灶口那根未刻名的柱子抓起来，一刀钉进地上。我不信命，我信账，我不认缘分，我认火。谁敢挖我灶口写过名字的人，得先试试能不能从我这灶里抢走一根魂钉。这灶不是我开的，是这些人一口粥一条命熬出来的。你要动他们，就得先写你自己的命账。敢写，我接；不写，谁都别想碰。中指在后面默默补了一句：清魂堂从来就不是炼丹的，是熬命的。你命能写清账，就熬得住；你写不出，就别来烧火。李玄清送走第3天，清魂堂灶口就挂出一张新榜：清魂御帐榜，凡魂火未稳，命帐未立者，可试粥、顶火、印帐。成者上榜，未成不记名。榜前不问出身，不问踪籍，不问过往，只认火线。这张榜一出，宗门里那些压不住火、炼不出魂、挂不上名的人立马疯了。第1天来了7个，第2天来了13个，到第3天早晨，中指直接把灶前告示牌换了张更大的，说了一句：再不过榜，你这清魂堂就成收破命的了。江贤一边扫灶灰一边骂：一堆人魂都快散了，还硬往灶上贴，你是真打算把这地方变成魂火公会？方闯看了眼新榜单，翻开账册：不是我要收，是他们敢写。咱清魂堂不是开恩的，是给机会的。他们不怕命碎，我就不怕国宝。他们真能喝完粥顶下火，那我就真敢挂名。陶青柔站在粥房门口，丢出一包料：那就先把粥熬了。清榜第1批试命名册出来了，你今天至少要开3锅。明天还有一批外宗来的，说是宗主亲口批下来的噬魂炼火弟子，要送5人来挂粥帐。中指手一抖，账册差点掉地上。宗主疯了吧？连噬魂的人都往咱这送，这是把你清魂堂当成魂火转生站了。陶青柔不是疯，是想看咱撑不撑得住这口气。人家等的不是结果，是看你灶口会不会炸。真炸了，他们就能把你的帐牌拿去换试炼丹塔的资源。你要是熬得住，你这帐上命就成新制度了。方闯笑了笑，声音不高，但火气足。那就让他们看，咱不是怕人多，咱怕没人敢真写命。这锅我开，灶我点，谁来都一样。你敢写，我就敢挂；你熬得住，我就敢认；你熬不住，我也不埋。我直接把你写到榜底下，刻一行：此人命不值钱，清魂不认账。江贤把灶口的火钉又敲了一遍，回头到那今天这一锅，我先挑个狠的。名字叫吕晨，元命宫弟子，3年前被废，现挂散修。但他来那天一句话都没说，第1口粥一口喝完，魂印自己点了。我看他是真敢死。方闯点头：那就让他试。写上榜，立火帐，誓命3段。灶前不问你出身哪宫，背了多少事，只问一句：你命扛不扛得住？
吕晨进灶前没说话，他穿的还是3年前的灰袍，袖口破着，左肩的命宫印残了一半，剩下半个陈字贴在锁骨上，像是被火撕断的纹。将贤领他到灶口，3段是命，不封魂，不盖灶。你敢进，就自己贴火线。魂要是碎，没人给你收。吕晨点头，脱袍，揭开命宫印，从怀里掏出一张火帖，自己往心口一贴，3指抹血，一划到底，整口灶跟着炸了1寸火头。中指站在帐墙下，一笔一笔写：吕晨，前命宫弟子，废疾后自挂魂帖，清帐不认宗命。事周已成，火线自行引燃。今日是命3段，立帐预审。灶号后灶临事一炉。方闯看完，只说：他是真敢死，那咱就真挂他。这清魂堂不是给人续命的，是给人清账的。第1段，静浊灶，魂火绕经，不走丹田，测他魂火残不残。吕晨进灶5息，灶口无震，魂圈不乱，火线定3寸。江贤点头，他这段没死，是早死过。魂火是从老灶底爬出来的，这种人不熬命是不活的。第2段，动火灶，火走双星，顶的是他命线断口。中指坐在炉边看了2息，把帐笔一顿，灶压不住了，他的魂印发散，快要炸。陶轻柔，不要动，他这不是火爆，是在封线。你只要现在盖了火，他这一线就封不死。他要是真想回命宫，他得封回去。灶火一震，魂圈折了半环，吕晨跪下吐了3口血，没倒。江贤掏出魂钉往灶口一钉，成了，他封上了。这命线补得丑，但活。第3段，混纹灶，这一段不是看魂，是看他认不认账。灶口点起清魂堂的旧纹，他若敢接，就算是撕了元命宫的气印。吕晨没犹豫，自己把那半个陈字划掉，用清魂堂的火灰涂了个吕字。方闯站在后头说：这一笔你写上去，你就是我们的人，以后谁要动你，要转你，要封你，必须来我这清账。吕晨点头，我写，我命宫不要，我只要能清楚的在一堵墙上写上我是谁，不是附属，不是是药，不是废人，是吕晨，是命丈人。中指一笔一画把名字写上榜顶。吕晨，清账堂是命3段全成，魂火自封，灶火定文，旧气焚毁，清账挂名。陶轻柔一手拍上火印，语气冷硬：从今天起，此人不再挂宗界，命归清魂，火归本炉，不是炼丹用的命，是能顶3灶的命。方闯抄起账册，立在灶边。吕晨，清魂杖强记你名，这堂不认你来历，只认你命是不是你自己点的。你点了，那你就是咱清魂堂的人。吕晨跪在炉边，手掌贴着那块尚未冷却的火印时，掌心被灼得通红，他却连哼都没哼一声。陶轻柔看了他一眼，转身甩袖离开，只留下一句话：炉有3，先顶1个月，扛得住的账上留名，扛不住的后门自己走。方闯把账册趴地一合，对炉边几个弟子道：抬炉往东灶移，吕晨归咱这灶。清魂灶不兴白来的，从你抬起炉的那一刻起，就不是给谁打工，是给命打工。几个清魂堂弟子闻言默默点头，齐力把那座还冒着余火的丹炉抬到东灶区。吕晨站起来，指节发白：我不识火，也没炼过丹。方闯看都没看他：你不是来炼丹的，你是来扛的。这炉没火的时候是靠命撑着，你要是命薄，就趁现在把火印撕了，去找蓝姬求个外门执事当。你要是想在这灶上留名，先把那条腰带绑上。吕晨一愣，看着他手里的那根布腰带，颜色老旧，上头还绣着一个顶字。方闯丢过去：这是你上一灶前辈留下的，你要顶他的位置，就得先穿他的带。吕晨没再说话，把腰带捡起来，一圈一圈缠在自己腰上。灶前规矩，方闯继续道：第1天不炼丹，只炼做，把火熄了，把自己烧熟。你能做满1炷香，明天再教你看火口，坐不住就别占着命位。吕晨盘膝坐下，炉底余温翻腾，他闭上眼，硬生生挺了下去。不到半炷香，腰带上的布角开始冒烟。中指站在一旁，低声道：这小子能撑得住。方闯冷笑：扛不住最好。清魂不是养躯的地方，清魂是养命的。夜里，东灶区火未全熄，吕晨还是坐在原地。陶轻柔走过来，把一碗稀的能照见人影的粥放在他面前。就喝，撑得下去就再熬一夜。吕晨睁开眼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端起粥一口一口喝完。方闯在灶后看着，低声说：这个人能留下。中指皱眉：你不怕他是人派进来的？派进来更好。方闯道：这年头啊，能把命交出来的卧底比自己人还靠谱。
第二日天刚亮，清魂堂门口就多了3个人影，穿着不合宗门制式，腰间配的是宗令级符囊，为首的是个女修，年约30，声音淡淡：“我是宗主派来的，要带吕晨走。”他说了要自己点命，但他还是宗门挂名弟子，属宗规约束。方闯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本账册，翻了翻：“你要找吕晨，得先跟账说。这上头写着，命归清魂，火归本炉。”女修皱眉：“你这是抗令？”“不是。”方闯合上账册：“我是尊账，咱们这堂不听谁说的，只听火怎么烧，命怎么撑。”吕晨撑住了一夜，他留下。谁要带人，先拿命来换。那女修盯了他几秒，忽然笑了：“清魂堂果然名不虚传，那我们不带人，我们入灶。”他话音刚落，身后2人同时解下腰带，甩在地上：“左灶缺人吧？”方闯笑出声：“好，那今天周不煮了。家伙，咱们这堂来点真的。”清晨的炉灶边，3人换下宗门外袍，衣角随火风卷动，一人站在左灶边没吭声，一人直冲西灶而去，还有一个自顾自搬了个破凳子坐灶后去了。陶青柔从灶边绕出来，看着那坐着的年轻人：“你做这干什么？”那人道：“我管账的，我叫任灵，是宗主亲批来当清魂堂副账的。今天先记你们清魂几锅账，明天开始我收你们几分火。”中指皱了皱眉，正要说话，方闯抢在他前头：“副账啊，你带账了吗？”任灵拍了拍怀里鼓鼓的包袱，他地一摊：“2本账册，1份火榜，1条综合批文。你要看，我给你背出来。”方闯笑了：“不用，来得好，咱灶上缺人，不缺嘴。你要能记住这灶烧了多少命，配过多少药，你就做这。做不住，你滚。”任灵点头：“成。我不是来挑你们的，我是来学的。清魂这坛，我早就听说过，就是没想到你们连锅底都敢报给宗主看。宗主说了，报得好，就再添几把火。”中指挑了挑眉：“添火？”任灵拉开那本火榜：“你们前脚把吕晨扛进灶，宗主后脚就批了3张火卷，一个叫冯七，一个叫石之，还有一个宗主亲侄子，宗门直令弟子吕仓，全要入灶，全挂账，全炼丹。”陶青柔听到最后一个，手一顿：“吕仓，他不是筑基刚稳，炼什么丹？”任灵摊手：“宗主说他想报，报不出来就报人，他愿意签火文，也愿意点命，这人咱得收。”方闯没吭声，走到炉边，把腰带松开，又系紧：“火文我看了，没错，那就把他丢进灶来。清魂不惧命，但命来了就别想全虚全仪走出去。”半个时辰后，吕仓到了，穿得干干净净，脸上没什么血色，一进门先对着炉鞠了一躬：“我来是自愿的。点命前我先说一句，我是宗主侄子，我点的是宗主的命，他愿意看我烧，那我愿意烧。”方闯站灶前，看着那条点命布卷趴地铺在地上，火纹自脚底爬上来，一点点卷上腰：“你是吕家的？”吕仓点头：“我爹是吕冠。”方闯啧了一声：“那你最好死不掉。清魂灶不是给你还人情的，是拿你命炼咱丹。你要是撑不住，你爹保你也没用。”吕仓直接坐到东灶火前：“我知道，我就是来死一死，看能不能活下来。”陶青柔把新的丹方交给中指：“换丹，火纹鼎、天芒草3斤，是骨乳2滴，炼的是浊血丹。谁报了粥房，给谁挂个名字。谁扛不住清魂杖强，就把它化掉。”方闯一挥手，火纹升腾：“今日清魂3灶齐开。”帐下开锅，灶火轰得急，丹顶下3色火纹交错成阵，一炉比一炉灶，一灶比一灶狠。左灶冯七赤膊上阵，手腕绑着4层火布，脸皮都被蒸红了。他咬牙用舌尖蘸灵芝滴进顶口，火焰咬得丹汁嘶嘶作响，像要吞人。西灶石之稳得多，动作极细，炉火却偏偏跳得野，炉下风道里还响着奇怪声响。中指皱了皱眉，侧头吩咐：“那灶风有异，查一下。”有个小弟子立马扑到风口边扒拉，一边扒一边叫：“有血羽鼠钻进来了，断风口了。清不清？清不干净，里面卡了。”中指当机立断：“堵死风口，开复道，让石之自己熬，看他能不能凭命把那炉子撑出来。”方闯那边还没回头，东灶的吕仓已经硬坐了2个时辰，灶火压得他直喘，他却纹丝不动。灶前那口浊血鼎里，丹浆已经翻红，火纹浮起一半，还有一半死死压在鼎底。陶青柔在旁看着，没吭声，把一块灶底残砖拿出来，放在吕仓脚边：“这玩意儿上一炉爆骨，你再撑不到半炷香，它就要炸了。
吕仓声音发哑：“炸就炸，我这一身血就是来着的，要炸就让我和这炉子一起崩。”这边火刚提上来，周房就有人冲过来：“帐墙出事了！”方闯猛地转头：“谁的名字掉了？”那人喘着气：“不是掉名，是多了，墙上多了一个名，没人挂，是自己扶上去的，写的是白初。”陶青柔脸色一变，直接扯过那人：“白初不是3年前入门失踪那批人之一？”中指冷声道：“他怎么冒回来了？”任灵啪地翻出火榜，刷刷看了一遍，摇头：“榜上没他，可这名字我在宗主内册里看过，是清魂最早期试造失败的炉童之一，死在火里，尸都没找回来。”方闯眼神一沉，抬手：“走，去帐墙，看他要回哪一造的命。”帐墙前丹火符一张张贴着，白出那2个字就那么浮在最中间，下面没火纹，没造号，只有一句话：“此命未亡，造火未息。”陶青柔眯着眼，把这句念完，声音发冷：“那他要回来的是3年前那炉，那炉爆了，死了3人，一锅丹都没炼出来。那炉的火是咱清魂的齿。”方闯站在墙前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伸手一指那行子，把他的名字列进今晚造表：造号、地造、炉形、逆命炉、主料、白骨灰、回魂砂、噬魂髓。报不出单就报个真相。任灵一听，整个人都愣了：“你疯了？地造没人守，逆命炉没人敢碰，你这是逼自己炸堂？”方闯回头看了他一眼，这堂要是连死人都不敢接，那就不配叫清魂。他一转身走回炉边，高声吼道：“3造生火，地造重开，今晚谁不想进粥房，就自己把火关了滚，谁要拼命就跟我开这一炉。”灶堂风声越来越大，地造那口封了3年的大鼎终于被重新掀开盖子，炉口像是张着嘴喘气，灶砖上还留着当年爆丹时飞溅的胶痕，一道一道都像是扒在人身上的。中指把一块火符钉在灶沿，语气干脆：“逆命炉5克1爆，主火用阴灼，伏火反流。单方不用新的，就用3年前那张。”陶青柔翻出那页发黄的旧纸，冷声念道：“白骨灰1两，噬魂髓半寸，回魂砂7分，主要明蜘蛛。”任灵听完彻底傻眼：“明蜘蛛？那玩意儿整个宗门就2颗，全在禁库，你哪儿搞来？”中指头也没抬：“那年爆炉后，余料留了1颗，我藏的。我就知道这炉有天还得开。”方闯点了点头：“这次不爆药，爆人。白出的命让我们补上，那3条命的因果也一块炸出来。”中指把丹方交给吕仓：“你造炼得快，就你上。”吕仓愣了一下：“让我炼逆命炉，我连筑基都踩稳。”方闯摆摆手：“正好，你心，你干净，这炉不能让旧人碰。你要真想留清魂，就从这炉开始。”吕仓咬牙接过丹方，把明蜘蛛收进炉胆。中指把一根锁火针塞他手里：“记住，5克之后，无论炼成没成，必须拔针，不拔这灶能把你整个人连骨蒸成灰。”吕仓点了下头，转身做灶。炉下风道刚通，灶火就自底部升起，像是一口咬下去，直接锁住了它。灶后那堵白墙突然冒起热浪，浮出一道新的铭文：白出之命，借吕仓之身，续3年前灶火，补残丹1炉。任灵看着这句，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你们真他娘的是一群疯子，把死人塞到活人身上，清魂这是搞借命炼丹。”陶青柔回头：“你不是说你来学的吗？那你先学会怎么祭死人账。”灶火越来越旺，中指死死盯着炉面上的火纹，那明蜘蛛竟顶不到2克，整口炉就发出了剧烈的爆响，像是有无数人在灶体翻身。吕仓紧咬牙关，死死抓着锁火针，等火纹成环。他等到了第4刻末，一圈死纹浮现顶口，正是当年爆炉时炸出的那一环，此刻竟然反卷回来，贴着炉胆打了个封印。中指猛拍桌：“成了！”吕仓正要拔针，等等！陶青柔突然喊：“丹香不对，这不是浊血丹的味，里面还有一味药没爆出来。”任灵也脸色一变：“不对，这味是魂灵草，那是当年丹方上没写的一味，是宗主加进去的饲料，是那3个人暴死的真正原因。”方闯听完这句，猛地冲上去，一把按住吕仓的肩：“别拔，再等半刻，让这位也爆出来。”吕仓脸色惨白，牙关咬碎：“我撑不住了，这火都上胸了，我连灵台都开始裂了。”方闯低声一句：“你想知道你叔到底图你什么？就再撑半刻，你现在退，那3条命白死。你撑下去，你的命才是真的，你自己点的。”吕仓不吭声了，他闭上眼，把那根锁火针一点点往炉心压了进去。“不是拔，是反刺。
丹顶在这一瞬间爆出一道雷鸣，火纹炸裂，整间灶堂像是被猛击一拳，墙上那道白出命纹猛然翻黑，裂成3段，又合成一道新纹。命卜阴线，真凶！宗主亲笔加料，魂灵草3分，控心置换，雾影火爆，全场死寂。陶青柔咬牙，仗强认了这事。方闯看向任灵，现在你去跟宗主汇报吧，说清魂还了他一命，也记了他一笔账。任灵捏着账册站在原地，脸上写满纠结。他不是不敢去，而是知道一旦送出这个命文，整件事就不是清魂堂的事，是整个合欢宗的事。他抬头看向方闯，你知不知道你这事办成了，宗主能当场批了你。方闯站在爆过一次还在冒烟的地灶前，背手冷冷道，我知道，但咱清魂堂不是帮他掩盖的，是替那3条命把话说清楚的。他说我是丹将，那我就把真丹练出来；他说我是堂主，那我就把命账记明白。他要砍我，先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中指看向陶青柔，把那句账文拓下来，3份，1份挂墙，1份交内堂，最后1份送到禁库。陶青柔点头，拿起火纹笔开始抄文，边写边说，这事儿一旦送出去，宗主若真动手，那就是把整个清魂的丹线都砍了。他真舍得？任灵嘴角抽了抽，他舍不得，但他会让别人动。方闯哼了一声，那就来，看看这宗门到底是炼丹的多，还是送死的多。2刻后，账文3份写好，任灵亲手递了1份出去。3更未到，青鸾峰禁地忽然点火，3道命火升空，直冲宗门主坛。那是宗主调动内坛直令的召唤火，说明这是他亲自认了。但就在众人以为清魂堂要被封堂的时候，一封密旨先一步送到清魂堂手里。中指展开一看，愣了。宗主说逆命造炼得好，白出命杖封顶，杖文认定，清魂堂原地升至，丹火掌控权下放。吕苍认清魂正杖，全场哗然。吕苍整个人懵了。陶青柔反应比他快，他把你丢到灶里烧，就是为了这个。杖认了你，火也认了你，他不想自己背锅，就用你封顶。方闯盯着那封密旨冷笑，这一手漂亮，把一个替死的变成了堂正，又把清魂绑死在他杖底下。从今天开始，我们清魂要是再出事，锅就是咱自己的。任灵低声提醒，还有一条。他翻出密旨最后一页，读道，宗主命吕苍5日后赴青鸾峰，向七长老当堂解释逆命之事。陶青柔皱眉，七长老那是宗主的死敌，他这是借刀杀人。中指瞪了吕苍一眼，你上了封账榜就成活靶子了。吕苍低头不语，手在衣袖里死死攥着那根锁火针。方闯伸手拍他肩膀，你要真怕，现在交账我也认，我替你写个命节，魂灯熄了，从此拖出清魂。吕苍缓缓抬头，声音嘶哑，我不怕，我进这灶的时候就说了我来是看自己能不能活着，现在活下来了，我就不走，但这账我得自己还。任灵叹了口气，你还不了？七长老是杀气宗出身，动手不用嘴，你要真硬上去，5天后不死也残。陶青柔却忽然笑了，那也不一定，我记得杀气宗那边有个前弟子，前几年转到要修了。中指一听也笑了，你是说那个疯女，住北山火教那个？她现在不是挂我们清魂府灶吗？方闯顿时笑出声，行，那这锅咱还不光自己背，还得拿来砸人。明天开始把他叫回来炼炉，我要让吕苍带着那炉真丹去见那七长老，不是求情，是砸场。第二天一早，清魂堂发了2封调人令，一封送往北山，一封直贴粥房外墙。粥房弟子看完，差点一口粥喷出去。吊他，你们疯了吧？他上次炼炉把3灶蒸得冒浆，结果他说是丹太火，再活一点命都炸没了。陶青柔面无表情，那次是你自己端炉端太慢，他那炉火是正常爆性，这次我们不是要成丹，是要成祸。北山火教终年不息，外头贴着3张封令，一道红，一道黑，一道紫。红的是进入，黑的是弃炉，紫的是人风勿扰。中指站教口喊了一声，落山，你要不要出来砸个人？一根铁签子咚的从火缝里飞出来，定穿旁边石柱。紧接着一条裹着烧痕的身影钻出来，鼻尖通红，手里抱着一只炭黑的炉胆。谁让你们打扰我丹在运气？中指摊手，打扰是打扰，但活活的祭炉都来了，你不是想是逆火反炼？我们这边有现成的炉，还有现成的仇，敢不敢报一次，把合欢宗这面帐墙给崩出个洞？洛山一听，顿时兴奋的跳脚，哪个仇？什么炉？是不是报了还能给我写名字？
那我去。你们谁再敢拦我，我就往你嘴里塞红火丹，让你拉3天。陶青柔淡定侧身让开。那你上灶，给你准备的是辅灶3号，药材全齐，魂骨你自己带。当天下午，清魂堂3灶外加辅灶3号同时封堂，只留炼火。洛山一进堂，先把自己头发剃了个豹字。今天谁要是不想被见到全体退出10丈，他把那口炉胆架上，手指一点，火纹反烧。中指在旁边压低声音问陶青柔：你真的确定他能练成？陶青柔嘴角一抽：不能，他只会报，但我们要的也不是承担，是报效，让吕仓带着这锅把七长老的心头给崩一块下来。而七长老这边已经接到宗主飞符，一句简短：吕仓，杖子一名，携丹来面。七长老吃得笑了：杖子？清魂送杖子来我这磕头，就那宗主养的废麦仔也配开口？身侧弟子低声道：那炉听说是逆命造，还爆出了一条3年前未结的命账。七长老脸色一变：命账？谁的？白出。那弟子声音都低了2分。还有命强风闻说3年前魂灵草那批是您那边批下来的？不是宗主。七长老那一刻彻底冷了，他站起身，周身气息瞬间炸开。他娘的倒打一耙，他自己加料爆了丹，现在想反过来让我背。清魂那小子要是敢把丹送到我面前，他冷冷一笑，我就让他连魂带命一起补炉，我倒要看看他哪只胆敢。他话还没说完，外头飞来一封清魂堂急信，信文简单6字：丹已报成，请接。附后一张火纹拓印，上书3个大字：崩心丹。注释：主料魂灵草，火纹私心，丹成不稳，存一息即崩，入谁魂田，崩谁心识。七长老捏着那火纹，满手都是抖的。他终于明白，这不是来给他请罪的，这是清魂堂来下请柬的。而这请柬一炸即送命。七长老捏着那张拓印，袖口下青筋直跳，身边弟子低声问：要不要来？七长老却没动，只是咬着后槽牙，一字一句地说：让他来。清魂堂是想把我从椅子上炸下来，那我就看看他们这颗崩心丹崩不崩得动。第2日午时，清魂堂吕仓身披正丈腰带，双手捧丹匣，立于主坛前。丹匣3封，一重金锁，一重魂绳，最外头是洛山清写的豹字封签。主坛周围早已戒严，七长老提前半炷香入座，身后8位护坛弟子全数列阵，临时全开。方闯不在，中指与陶青柔在灶后调息，唯独洛山坐在东侧，看着这场即将开局的局。七长老声音如刀：吕仓，你是来送命的，还是来送丹的？吕仓拱手：丹在此，命也在此。丹封3重，一旦开启，不可停手。封签一撕，丹气即出。按规矩，您得亲自开。清魂送的是实丹，不是口水。七长老冷笑：我开得起，也接得住，但若这丹真有诈，你清魂堂一个人也走不出主坛。吕仓低头：若有诈，我自爆魂灯，不用您动手。但这丹若是实的，还请您敢吞。周围瞬间安静，主坛8方响起咔咔机关声，是个堂主坛防御阵法准备开启的信号。七长老看着丹匣，忽然一拍掌：开！丹匣瞬间3封齐断，一缕赤黑火纹冲天而起，撕心裂肺，场中数人当即吐血倒地。七长老瞳孔猛缩，一掌拍向丹气，却没打散，反而引爆丹意，直冲魂田。这不是炼出来的丹，这是以魂作骨，以血为引灌注丹心自爆的魂技丹，这是拿命炼的。他刚吼完，丹气在主坛正中砰的一声炸开，一道白色火环横扫全场，席下6人当场晕厥，坛前欲暗寸裂。七长老身形不稳，吐出一口血，连退5步才稳住。洛山站起身：这是你那年家的料，魂灵草3分，火压未降，逆命丹炉爆成3命。今天我们以同料、同炉、同命，再爆你一次。你若再装不知，那就请你当场服下1颗原配。他从袖中抽出一枚血丹，火纹未熄，拇指一弹，送到七长老面前。敢不敢吃？七长老脸色铁青，盯着那颗丹不语。吕仓开口：不吃也行，但我手里还有3颗，1颗送宗主，1颗送3长老，1颗送炼气堂。我今天不来请罪，也不来求情，我是来把清魂杖墙的洞堵上的。从此之后，谁要再把死人往我们灶里丢，那他最好比这颗丹还硬。七长老沉默良久，终于缓缓伸手把那枚丹推了回去。此事我不问了，但你清魂堂从今以后，若再敢用魂技手段和欢宗杖墙，不留你1寸字。吕仓抱拳：好，你不问，我们也不说，但我们写在账上的名字是一笔一笔，
命熬出来的。别说你不认，就是天来了，我们也不擦。他说完，拱手转身，踏出主坛，一步一脚火纹，直然到宗门阶前才散。七长老坐回座上，盯着空空的丹匣，咬着牙低声：这帮疯子，疯的比我当年还狠。那日傍晚，和欢宗杖墙新增5字批注：清魂丹杖，自书自认。从此清魂再无人敢随便指。但那5个字远远没有写完，因为南荒来了封飞信，落在清魂堂后造。信里只有一句话：你那造是不是也收外宗命？信纸是兽皮封的，一揭开就有股血草味冲鼻而来。信落下那一刻，整个后造风道停了3息，火都歪了半缕。陶清柔接过信，念完那句，只看了方闯一眼。方闯低头翻开信纸，里面还有一小撮灶灰，不是他们宗门的灰，是南荒那边用兽骨烧炉留下的残渣，一看就是义宗的命火炉。这不是问我们，这是砸门来了。中指凑过来，南荒那边最近换宗主了，新宗教火牙教，专收那些被逐出本宗的邪法子弟，说是重修命途。你说这封信是他们那些出身不正的人想投清魂？任灵从州房跑来，听完这段一拍大腿：不是投，是清魂现在名气大了，他们想看看你收不收外账。你要收，他们就来给你送命送人；你要不收，他们下个月准把你挂灶房前，说你清魂只认那宗血，不认散命人。方闯把那撮炉灰往火缸里一丢，他们出这手就是想看我们会不会栽。一个不留神，这清魂就从救命的变成收命的。中指皱眉，那到底收不收？外宗的命不干净。陶清柔冷声：可命再脏也是命，我们造收的是命，不是来历。方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拿笔写下一行：清魂造火，对外开放，不问来历，只问命真不真。愿点命者需3成丹3场炉，不退不怯，火纹自认。人灵看傻了，你真敢？3场炉那就是3次生死，这不是炸人，是往炉里扔命。方闯头也不抬，他们不就想看我们收不收？那我就让他们看清楚清魂不是他们能泼污水的地方。他们来一个，我报一个，报完还承担，那就留账；报不出就写火碑上，告诉他们咱这灶不是他们家后厨，谁敢拿命当试纸，那我就让他看火怎么把命写实了。陶清柔低声道：那我去调副灶，先开3口外灶，命强另立，火纹另外记，要让清魂杖墙不染，也要让清魂不怕脏。中指跟着起身，我去挑火草，这一批来者不善，火燎得够狠，爆不死人，清不干净。方闯起身，长袖一扫，把那张信纸贴到后灶门上，声音冷冷传出一句：你不是问我们收不收外宗命？你来试。我们收，但收的是你命真不真，不是你敢不敢送。送得起的留下名，送不起的命就别拿来抖。当夜清魂后灶，如烟冲天。南荒第2封信在夜里悄悄飞进了宗主内堂，这次没有字，只有一个烙贴印的火纹图章，标记清晰：火牙外使愿祭魂炼火一场，见账而谈。宗主看完长叹一声，转向殿后去告诉七长老，清魂这炉是彻底烧火了。第3日午时，清魂后灶烛火未灭，复灶3口齐燃，炉声比往常更闷，像是在憋一锅旧账。粥房那边送水的小弟子回来说灶里气味不对，像是混了尸骨灰和兽魂汁。中指听完让他闭嘴，只留了一句：这是外灶的规矩。陶清柔坐在灶后写账，副业已经换成黑边账册，火纹贴封独立记录，不进本账墙。方闯看着炉缝里翻滚的黑火，低声问：魂牌准备好了没？陶清柔点头：36块，火牙只来1个，也给他立全套。他要真敢点命，这魂牌明日就挂墙。清魂给他立名，也给他立碑。中指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块兽骨灶砖。来了，人已经进山门了，宗主那边没拦，直接放进灶区，说是和气外客，不属宗规。方闯笑了，和欢宗这算盘打得清楚，真要爆出火牙的人命，也不是他们动的手。咱这灶现在是名牌的替命场了。灶门一开，火牙外使走进来，披着半身兽皮斗篷，脚踏的是掏髓踏骨靴，一步3响，像是踩着命杖来的。他身后没带人，只拖着一口灰铁炉，看着旧的发锈，炉口上用南荒死咒封着3圈。陶清柔挑眉：这是你带的炉？火牙外使嗓音粗哑：这是我们火牙最早一代魂灶，没进过丹，只练过命。今天我拿它来，就是看看你们清魂到底有没有命扛。方闯点点头，转身：副灶2号，给他开，别加辅料，别添花活，让他用字带炉，自己点火，自己认命。咱清魂只认2个字，真报。
外时把炉子放好，抖开斗篷，一拍腰带，我火牙的命不值钱，但扔出去也不回头。今天我不炼丹，我就炼一句话，炼出你们敢不敢收我。他话音落地，自己抽出一块魂牌，写上2个字：孽烈。这是我在火牙的名字，你们要收写上墙，不收我自己炸炉，烧完走人。方闯把魂牌接过，写下一行：复造2号外帐1号命帐孽烈。灶开，炉火瞬间暴涨，兽骨炉吱呀作响，像是里面不是药，是命骨在翻身。第一炷香，炉火不稳，灶底爆出第一响，丹未成型。第2炷香，魂之生烟，火焰黑中透红，火压开始波动。第3炷香，炉口猛然爆出一道青光，魂火反冲，灶纹自裂。孽烈却没动，只把一口命血吞下，再往炉里吐了一口气。你们清魂不是说收真命，那我今天就炼命炼到底，看你们敢不敢写我第2业障。中指吼道：炉压过了，撑不了半炷香。陶轻柔，不然看他到底有没有种真爆。孽烈一掌压炉，整口兽骨炉咚的炸起，火焰瞬间冲顶，带着整张命火符一并爆散。满堂寂静3息，火浪散尽，炉口只剩一颗丹核，黑得发青。人灵发出一句声音都变调的喃喃：成了。陶轻柔走上前，拿起那枚丹核看了一眼，然后冷冷说道：不是丹，是骨。他把自己的魂骨炼成了丹形，这不是投命，这是投命。方闯接过那块骨丹，一字一句写在副帐墙上：孽烈，命帐已收，魂骨自燃，炼形封帐。咱清魂从今天起不只是宗内收命，外宗也能记我们一笔账。这一夜合欢宗上空第一次出现外宗命碑火纹。南荒火牙蛟回信一句：我教愿烈清魂复现，命帐共享，火攻自筹。合欢宗宗主看着那封回信，手指轻敲桌面，低声开口：去通知东岭，让他们也派个命来。咱这宗门里的火不能只让清魂一家烧得响。第5日，东岭云门宗来信，一字不落回敬合欢宗：命可派，火不供。陶轻柔听完，当场一拍炉桌：这是不想送命，是想借火。中指翻了翻那封信底下附带的药谱，冷笑：要借清魂造炼他们那颗破恶丹，连主料都不肯送全，指望咱堂里自己填，如他们还不来碰，只派个术士下料。人灵在旁边念，还附了一条批注，说他们这边清迈弟子不得点命，他们想当白嫖账客。合欢宗那边放行，是让清魂替人炼命，这东岭是想让咱炼命，还替他们扛因果。方闯冷笑：那行，东岭要这口火，那咱就让他们知道火怎么爆。炉给他们开，但他们的人不点命，咱就用借命器。陶轻柔愣了：你疯了？借命器是秘法，炼成不稳，一不小心命主直接魂爆。方闯一句话砸下去：他们想不冒命，还想占炉，那咱就拿他们最干净的一条命，炼最脏的一炉丹。炼成了，那命挂清魂副帐，咱收气。炸了就写墙上，让他们那批清迈弟子看看什么叫造火干净人不干净。中指沉默片刻，点头：我认，气我来写。第7日，东岭术士带人进灶，一行6人，全是术士道袍，一个炼丹的都没有。领头叫梁野，长得瘦高，嘴上客气：我们这批弟子身份特殊，不便点命，但愿以借命之气挂名清魂。若丹成，东岭谢仪30灵珠；若丹毁，皆由清魂自负。陶轻柔冷冷应声：你们真当我们是租造的吗？清魂不是丹馆，是炼命堂。气已经写好，咱不挂你们的命，就挂你们这颗丹的主气之人。梁野怔了下：我们这颗丹是为东岭司命真传备的，主命在风中闭关，无法亲至。方闯直接摔出一份命器附卷：那就让他签远契，命不来，人就别想收丹。我们清魂不帮人走后门。梁野一时语塞，犹豫片刻，终是传信而去。当夜，主命亲印落下，一道远契封文附着命石印，符送达清魂。陶轻柔收起写账，手下却微微一顿，他盯着印符沉声道：这个人，你们看，他魂是不是东岭的？这是半年前那批被逐的杂灵血。中指眉头一紧，也就是说，东岭拿了个弃子的命来赌炉，这单他们真要成，可那人命就烂账了。挂清魂副长，成单之后，他们还可以说是我们主死的。方闯冷笑：行，那咱就真给他们报一次。契我认，但单成与否，我不保。这一炉咱清魂自己开。第8日，复造3号生炉，远契主命，名唤秦岭，未到场，仅留印魂石1枚。炉下火压异常，丹料搅乱成团。陶轻柔皱眉：这魂石压不住料。方闯看了一眼，抽出一支笔写了一句：加我命。他随手扯下清魂主帐腰带，
绑在复灶火缸旁。我给这魂10垫一命，成也成，不成也成。今儿不为单，是为清账，清他们东岭这份脏账，清他们想借火不认命的心。中指看着火灶，你要是爆了怎么办？你主账腰带都解了。方闯一挥手，灶火顺升3丈，那就给我再支一根。别写主账写逆账，我这命从今儿起不写账墙，专炸账墙。灶火3刻后暴涨，魂石碎裂，火纹反刺，丹顶直接撕开一道裂纹，火符碎片爆射而出，附账墙上秦岭2字自己浮现。陶青柔惊吼，不是他碎了，是他借命成真了，这人被丹纹认主了。方闯抬手把那枚未成的丹盒扣起，高声道，从今日起清魂挂附账秦岭，此人命真，丹将成，谁要敢说清魂借火乱命，就来接这一炉。附账墙上的秦岭2字刚落定，灶后火缸自燃，浮灰化火，一条新火纹逆着帐墙爬上来。中指惊道，有人点了魂阴气，远气反成实命，这人不是闭关，是冲来了。陶青柔抬头看着那火纹燃尽最后一笔，低声念出，秦岭已至，这命是他亲自走来的。方闯扣着丹盒，语气平静，把炉关了，这丹他来成，咱清魂不成别人的命，也不替人点命，这颗丹归他。中指立刻下令，复灶3号火纹断气，丹顶收温，一缕未成的火魂在炉口游走3刻后，秦岭走进清魂灶堂，身穿旧式树袍，一路火符自燃，一步不退。梁野看见他，脸直接白了，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们只挂名不露面的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杂灵级，魂印不认踪？秦岭看都没看他，直接对着灶堂拱手，我是秦岭，命在，火认，丹不认我，我自认。陶青柔将未成丹盒递给他，你还练吗？秦岭接过丹盒，低头看了3息，摇头，这不是我的，这丹是清魂炼出来的，我没帮上一手，不敢认，但这命是我真送的。方闯看着他，那你想挂墙还是想挂灶？清魂不认功，我们只认你到底想把命放了。秦岭把那颗丹盒放回顶上，一字一句道，我来不是求丹，是求命，但不是借的，我要的是附账实血，我命归灶，给我灶，给我炉，给我火，丹城归你们，命账归我，我用这一命换一件事。陶青柔问，什么事？秦岭声音低哑，我要杀一个东岭真传，杀完我命断，火断，气断，谁都不用替我记账，只留清魂一笔画，此人命执一杀。灶堂寂静，方闯忽然转头朝人灵吩咐，把附账墙第3行空出来，不挂命，挂事。人灵怔住，你真要破规？账墙从来只记命和丹，记事是为禁，宗主要翻起来就是清魂力私账。方闯笑了笑，宗主愿翻，他自己先得动这灶。他看向秦岭，你说你命值一杀，那我们清魂就给你账值一刑，从今天起附账墙第3行准挂命事，只要你敢点命，咱就敢写。秦岭站定在灶前，双手合印，灶火未生，自燃魂灯，一道血气跃起，轰入炉底。他低声道，命我点了，清魂认我，我要杀的人叫梁征，东岭真传现为破恶丹计划主笔，当年是他把我改籍送入魂市场，我不求翻案，我只求报他，一命报一人，你们帮不帮？方闯看着炉底火纹缓缓聚起那一缕魂气火星，声音很轻，你既然敢来，那咱这灶就不点虚火。梁征的命清魂接了，下一炉你上。那夜清魂附账墙第3行破例写下一句人话，秦岭命账一挂，愿报梁征，以命成事。这一行不归合欢宗，不入丹气，只贴灶后老墙一角，却是整个清魂第一次记下一场命账以外的事账，也是第一次有人不是为成丹而来，是为报一个活人而来。灶堂升温第3夜，秦岭的命气彻底融进炉胆，火纹不再跳动，是沉了根中指坐在灶后翻丹经，忽然抬头问陶青柔，你觉不觉得这是不对劲？梁征不是一般真传，他是东岭破恶组核心之一，那边敢让秦岭迁远气给造料，就是没打算让他活，可现在人不但活着来了，还点了实命，这不合常理。陶青柔没接话，只抬手把魂牌账再看一遍，秦岭的命是实的，气也没错，但你说的对他来得太顺了，梁征背后不是一般人，他要真死了，东岭那边要翻天。方闯走进灶后，所以不能让他直接动手，这炉是替他报的，不是炼丹，是炼一场命引，把梁征这命从东岭活活勾过来，拉到灶前。中指一愣，
你要做引魂灶？那是禁法。梁征没死，他魂不应，引灶必反噬。暴炉事小，命崩事大。陶青柔却忽然开口：我来当副妾，我命稳，练过逆炉，能压反噬。这炉若成，梁征魂现一道，他人就得跟着魂气裂痕出现，到时候清魂不杀，只挂一世障。梁征曾用弃子命为单。方床点头，这就够了。东陵讲规矩，我们给他挂个字，咱不炸他身，也不毁他道，就把他的账亮出来。第9日午时，引魂灶封闭，三炉齐封，外火不进，里火不散。秦岭立于主灶，陶青柔做副灶，魂气符文由人灵书写，一笔一画全以死笔描定，不留更改。炉纹出生，丹顶底部列出一道命印，那是秦岭魂文自行留下的印记。中指低声，再不起火，引魂阵就压不住了。方床点头，挥手点火，灶火轰鸣，逆燃之阵升起，炉顶3层火纹同时燃烧，一缕细微魂气从顶口飘出，逆流灌入腹气。陶青柔陡然一震，满背冷汗，他咬牙吼道：魂线接上了。梁征在回魂，但魂火不是直线，是斜反，他在阻魂。方床吼：顶住！返魂阵不用压拳，只要印出一缕魂影杖就能写，只要我们敢挂，他就得认。秦岭猛然一摇指，滴血进炉，血未落地，自然成魂火。炉内轰然一响，丹顶顶口爆出一道赤火魂影，那人身披东岭道袍，魂识模糊，正缓缓浮出一行魂化。梁征于破厄丹气第一批试验中签下33人之死命，秦岭为其一，全场死寂。陶青柔猛地一拍副炉，写账。人灵手指一抖，一道墨火直挂副账第3行：梁征之账，合清魂记之，命引未断，是因可审，待世之人。秦岭。火字落定那一刻，丹顶崩响再起，那魂影一闪消散，只留下半截魂痕和那句33人死命。中指声音都抖了，这一下是把东岭的丹道根掀开了一角。方闯沉声：我们不掀底，只接脚，谁再敢送死人来封丹，那下一次咱清魂就写账写到底，把那张破厄丹气挂咱墙上去，让他全东岭的人都来看看，那张气到底是用多少命熬出来的。清晨5更，合欢宗外坛传来火急通报，东岭云门宗主亲书火书6道，言辞未明，但明言丹气尚未接底，清魂暂且收笔。梁征闭关调息，半年内不接外坛质问。关于破厄丹33命一事，东岭将择日回书，修账事宜。中指听完笑了声，这一波是认了。陶青柔却皱眉，不全认，只认魂影，死命那一条他们还想压着。人灵边翻火书边骂：半风净化，当我们是3岁孩，咱都把魂影拉出来了，他们还想拿闭关糊弄，真当清魂是锅盖厂帮人保密熬夜。方床把信封一掀，先不管他们认不认，咱这锅先摆出来。宗主那边什么态度？中指拿出另一封内信，合欢宗主答了一句：清魂如真火，误着本宗，意思是我们动手可以，但别烧回自家裤腿。合着给了口锅，但限你别往上掀。方床冷笑，他怕东岭翻账，也怕咱太红。那正好，这一波我们请客。清魂开堂不是请东岭的人，是请那些死命没挂账的旧宗散修，让他们亲自来看咱清魂是怎么一字一火把死账写明白的。东岭的锅我们不接，我们就把那33人一条一条写成账，他们要自己脸疼就别来搅这锅。午时，清魂灶堂外3条横幅挂满：旧账在燃，死命在书，未归者可自报魂名。清魂待写，不求翻案，只为挂账。陶青柔亲笔立文，一张不落贴到墙头。方闯带人整整烧了3锅账香，把灶外那口命碑擦干净。副账第3行追加一小字批注：33命，代书33页。不到半日，灶外来了第一批旧宗散修，有断魂的，有残气的，有账墙没挂上名字的，还有带着骨灰盒的老父老母。我儿当年入东岭，说是入真传，3年后连魂灯都不亮了。我命不好，不敢去宗门讨，只想在清魂这写个名。方闯接过魂石，写下一句：第7命，陈月之。魂灯熄于东岭破厄方第3次试炉，火未返，命未回，魂不入账，今挂清魂。中指低声问：我们真能全挂完？陶青柔回了一句：哪怕全宗都来拦，我们也得把这33写完。他们东岭写的是单谱，我们写的是命谱，看谁自重。那晚清魂灶堂灯火未熄，炉火连烧7更，副账第3行写了17人。第18人还未上墙，外坛鼓响人领跑进来，来了。东岭那边派人正式登门，
不带丹，不带魂牌，只带了一人梁征。他说要亲自进清魂堂，讲33人的死账。灶堂一静，方闯抬头，他来了。好，那我们不开灶，今天开的是凳，让他坐，看他能不能做得过我们这33业障。那日午后，清魂堂不开灶，不炼丹，不写命。方闯把主灶前那张铁炉凳擦得锃亮，33页空账纸一张张铺好，压在魂火石板上，每张纸右上都写着一个死者名字。今天不是炼丹，是炼实话，谁来坐凳，谁就得一句一句答，答得上咱给他记事账，答不上这火台就点人头。梁征进堂那一刻，带的不是东陵火纹，也没穿真传法衣，身上一件普通青袍，腰间只挂了一块魂石玉简。他扫了一圈灶堂，只说了2个字：我做。方闯点头，示意中指地上第一张纸。第一人，好命安，魂火毁于破厄出行丹试炼，你批的？梁征点头，是我批的。那批共6人，无死一残，暗器归东岭内丈墙挂。他魂火不全，是我误估火纹走向，压错符文，死是我责任。清魂要写账，可以写，误压火纹，致好命安魂裂。陶清柔一语不发，写下那行字。第2页纸地上。第2人，庄丽，你认吗？梁征犹豫3息，认，但他不是在炉里死的，试炼完后3日发魂毒，魂灯溃散，丹是成的，但他命没撑住。气是写的炼中护命，我为了，账你们挂，但写清楚丹成命碎，不是炼毁人死。中指写字那手没停，行，我们写丹后断魂，不写暴躁。一张张账纸写下，梁征做了5个时辰，讲了17人，魂器、丹谱、火纹草图全在身上翻过来讲，谁该认，谁该分，哪笔该算主事，哪笔该写宗派推诿，他全照实说。第18页轮到秦岭，灶堂气压一下沉了3分。方闯把纸摊开，这一页你说。梁征抬头，他不是我批的，是东岭宗主亲调。那年秦岭魂石不稳，砸灵血暴动，宗主本来打算封废，但破厄丹缺火毒类器皿，宗主让他走副线，我负责接炉。他确实在我炉里试丹，但我没权写他气，我要认是顶锅。你们要真写，我不拦，但清魂如果真讲账，那就不该把不归我写的也挂我身上。秦岭冷笑一声，从灶后走出。我不管你是不是主事，你要真不是，你今天不会来，你来就认这账，账不认，那你滚，我这命就要报在你身上。梁征听完站起来，右手一拍魂石玉简，啪地一声放到桌上。这页我不写，我认17人，是实事。你这条不是我批的，也不是我练死的，你要写，写东岭宗主，写那份宗密契文上那一串没签名字的假账。我顶得住你们清魂的炉火，但我不替他写脏字。今天你要动我就动，我梁征不怕死，但别想用我替你把事烧干净。方闯站起，好，你这条我不写，但我写另一页梁征17人之命，实认。第18人，巨认。理由，宗派遮气，命归无主，这页叫宗命无主账。今天你讲了17笔命，那我们清魂给你挂17行实账，剩这一行我不写你，我写你上头。你别怕，我们写的比你还狠。梁征死死站着，最后只说一句，清魂不是丹堂，是账堂。然后他走了，魂简未取，33页账只留17行落字，一行空白写着宗命无主，秦岭待续。而这行字底下，清魂第1道丹气火纹碎成一半。那夜，清魂灶堂封炉，魂火不息，帐墙不补。秦岭立在副帐前，看着那一行空白，没动。他只说了一句：我命还在，那我就不走。我在这灶里等那宗主的一夜账。副灶前，秦岭守着那张空页3天3夜，不吃不眠。中指第3次送饭过去，又被退了回来。他说他不是在是在点。他说他要用活命把那行账给点出来。人灵听完都骂了，这人是疯了吧？3天不动炉火，魂灯不熄，命气死撑，他这是拿自己给那东岭宗主做碑文。陶清柔语气很平，他本来就是死账的人，能站到这一步，是咱清魂把他命给拉回来的。他要再把命烧回去，也是他自个事。清魂给他写账，但不教他怎么活。方闯从炉后走出来，手里拎着封着火泥的新魂卷。账不动，人也不能空等。那一夜空着没事，但后头的账不能停。咱清魂是写命的，不是陪人守院的。第7日，一封火鼓信从南境飞来。洛山打开信封，骂了句：又是你们搞的！你们清魂上回报那梁征，
把我们南州义脉宗的实验房也炸漏了。我那炉还没洗干净，一堆血魂壶在灶壁上，谁来陪我魂盆？任灵咽了口粥，怎么是我们？我们都没出过合欢宗。洛山甩出信纸，南州那边说了，是你们炸出来的魂影符文，被人拿去偷炼负丹，结果魂反爆炉，连带2座伙房没了。东岭那边丹气出问题，现在全州都想翻旧账。你们一张33命的死账，把整个丹会都吓破了胆，方闯却坐得住，吓破才好。我们不想吓谁，也没想成什么榜样，但既然账写出来了，不是他们不认，而是认了以后不好看，那他们就该先看。这火我们清魂干了，就不会停。中指忽然说，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来了谁？东岭宗主亲信，姓霍，在灶外站了半炷香没进来，最后只留了一句话，那业障可以写，但不能在清魂墙上挂。陶青柔声音一下冷了，什么意思？任灵翻着新账纸，意思就是让我们写，但不能让人看。说白了，他们认账，但只认内账，不许贴出去，不许挂出来，挂了就是闹事，闹了就当你们清魂造宗。方闯站起身，走到副账第3行那行空白前，一手拍上去。好，那我们就不写墙上，我们写灶下。副灶3号，从今天起不挂丹谱，挂命墙。所有不能写出去的账，不能挂外头的名字，都进那灶。谁想看就得亲自来点火，看一页报一页。那业障不是我清魂贴出去的，是你们自己把火点出来的。陶青柔拿出一块新魂砖，写下副灶3号密账炉，手挂秦岭宗命无主。那一刻，炉下火刚自燃，灶纹浮现，一条隐藏命线缓缓渗出，一直连到墙角那一页未补的空账纸。秦岭坐回凳上，点头，我认这炉，谁要那业障就来清魂点，我在这灶里不走，等那宗主有没有命亲自来点这一页。副灶3号正式启用那天，清魂堂灶前没敲鼓，也没贴榜，只有3样东西挂上了炉边，一块砖，一块空白命卷，一颗秦岭自刻的魂印珠。任灵站在墙角写新账，低声说，你们知道副灶3号原来是干嘛的吗？是以前炼错料的废丹炉，爆过3次，差点把主灶点歪，现在挂密账是刚好，这里本来就是藏命的。中指推门而入，南州来人了，一个人一句话，问清魂的密账收不收他娘的。方闯头也没抬，问他一句，他娘命在不在？在，写，不在，走。清魂指认真账，中指转身就走，不一会儿带回来个穿着红药布衣的男人，年岁不大，手里抱着一口瓷罐，他没开口，直接把罐子放在灶前。这是我娘命骨，他在南州失火方，被当年负丹爆死，丹气没挂名，宗主说他是自焚，我不信，但也不求什么翻案，我来就是想问一句，这清魂敢不敢写？陶青柔接过瓷罐，把一撮骨灰撒进火泥盘，一点不剩，你娘叫什么？那男人咬牙，江罗。任灵把笔摁上账页，江罗，南州散丹方命王，原位祭器，经由清魂代书，副灶3号第2卦，江罗之子，清请命火，火不为丹，火为杖。火纹升起的那一瞬，江罗的魂气居然自瓷罐内浮出一道淡影。中指一惊，他命没散，是当年火爆太快，魂印埋进了负丹里，没被发现。方闯当即指令开烽火，这不是死账，是活命，我们写的不止一笔冤，这笔还能救命。陶青柔拉开丹符架，手写一条丹誓，用逆火沾魂法把魂印写进火卷，记住，他不是回忆命，视线挂魂。这炉咱要把他命从骨灰里写回来。灶火烧得噼啪作响，魂印越烧越亮，一道薄如针线的魂灯自江罗骨灰中缓缓升起。那男人跪地不起，喊了一句，娘，我给你把命请回来了，从今天起你在这灶里有名字。魂灯摇晃几下，稳住。江罗之命正是挂清魂副账第3行密账炉第2页。陶青柔低声道，这一页不贴墙，但谁想来问灶开，我们不讲事，我们只讲你娘在不在。傍晚，一封飞火信直达东陵主坛，信上只有一句话，清魂副灶3号，挂命江罗，魂灯重燃，此前死者归属未明，今其火账可查。东岭宗主听完此信，默然无语，只转头道一句，继续封炉。清魂想写就让他们写，但他们的凳我不上，我有命，但我不给他们请。3日后，清魂副灶墙角新挂第3页账砖，命主不详，命灯不熄，魂牵半线，账名无请之命。注：此命存在，但至今无人认。无请之命那一夜挂上第3天，灶火不退，
命登不息。中指拿着魂文册纸反复试，最后只能给出一句结论：这命不是没人认，是认了不敢认。陶青柔皱眉，命登稳，魂牵半线，这说明魂缘在线上，不是野命，也不是死气，是活人，正修。方闯坐在火缸边，听完低声说了句：他知道这命不是我们写出来的，是他丢下的，我们要他请，他就得露头，他不请，这命就一直贴在墙上，看着他。7日后，东岭又来人，这次不是亲信，是内坛账司带着一份封账申请。申请上头写：亲魂复造所挂无请之命，疑涉早年魂器泄露案，恐为伪引，特请封账15日，以便查证。人灵当场掀桌，这群狗的还想扣锅？你们亲魂贴了3天的活命，他们一句话就想把人封回骨灰堆。陶青柔看完笑都没笑。行，他们要查，那咱就让他们查，把这命封进灶里，不封账，我们不开炉，也不开灯，但我们挂封文，挂墙头上。亲魂墙头多了一块新火封，此命非空，封期15日，封者自请，查者自来，查若无果，此命入主账。这一块牌一挂下，南州、北岭、天阙各宗都有飞信文。亲魂是不是真的敢把无请之命挂进主账？那若这命是东岭高位之人挂出去，是不是造反？方闯只回一句：我不挂人名，我挂的是那颗还亮着的命灯，命自己不灭，就别想用封条把它熄了。第4日，封查之人未至，亲魂却收到了一只尸冠。送尸者披黑斗篷，自称旧年魂塔执事，只留一句话：此尸不入宗器，却有魂火一缕，疑似亲魂附账第3页匹配命火，是我从北崖封炉地底挖出来的，不送宗门，只送亲魂。陶青柔掀开罐盖，一缕细微青火飘起，正好和墙上那魂灯半边光焰结合。中指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真动手了，封不了账，就动了命，这是灭气师。人灵浑身发抖，这个罐里的命是活着的，是他们怕亲魂真写出来，提前给处理了。方闯闭着眼，把那魂火吸进封丹炉里，低声说：记，附账3号第4页，无认之命，认了不敢讲，讲了没人认，送来的是尸，不是人。陶青柔在砖上刻字时手没抖，字刻得极狠。此命名未明，尸归亲魂，魂已半亮，若15日查无主名，此命归账，账不写人，写胆。这一夜，亲魂所有灶火停一半，全宗上下只烧复灶3号。秦岭坐在火前，一字不落念着那新砖。这不是命，是命之后，但我还在。我看着他们，看谁还想塞一口尸进来，换我们停一夜账。亲魂复灶3号前，砖未凉，火未灭，尸未腐。那灌尸骨灰中夹着魂灯残渣，一颗颗被人灵手工捡出来，按序号摊在火盘里摆成一串。这不是人，这是一串字，他们不敢写，我们亲魂替他们写，不是写得起，是写得出。陶青柔听完只回一句：写在魂砖上。这行字不进账，不挂墙，挂灶心，让所有来请火的人都得从这堆魂渣前过一遍。3日后，东岭再送来第2封封查令，这次语气不再温吞，而是直接指责亲魂借旧账为名，扰乱丹脉秩序，捏造伪命，图谋宗内借气扩张。中指当场拍案，这就来了，他们自己封命送尸，转头就说咱乱写。他们那张封账单我一眼看出问题，签名的是副宗主，不是张坚。副宗主管不着魂砖，没权发命火令。方闯拿起封查令看了一眼，然后点燃：我们收这纸，但不封火，你想查就拿命来对，你不对我们不认，你想封就来烧，你敢点，那咱们亲魂今天就让你看看你封的是谁的命。当天夜里，秦岭不再坐凳，他把尸罐搬上灶台，自己坐炉后。这灶不是给活人炼的，是给死人补命的。他们说咱是造反，那就反给他们看。亲魂不是反宗，是反那堆用死人补命的破规矩。那一页账不是亲魂想写，是他们逼我们写。第10天，封期未满，东岭钦派火监入宗。火监名叫楚生年，是合欢宗旧友，来头极硬。他到亲魂第一句话不是审，是问：你们挂的那些砖真查过了吗？你们真确定那灌尸是命？中指反问：你是来查的，那你敢不敢拿魂火石去试？楚生年沉默了半晌才低声说：我试过，你们贴那无请之命，我试了3次，魂火都应了，但魂牵全空，那命相是故意不认，不是混乱，是不想回来。陶青柔点头，那就记。亲魂附账密账页4补注：此命之归而不归，由此日起，
称为巨刃之命。楚生年盯着那块砖看了良久，忽然开口：“你们真想追这条命，那你们得开追命灶，得从魂缝里拉他回来，那是烧自己识海的活儿。你们敢烧？”方闯站起，披上主杖腰带：“清魂不追仇，我们追的是这命自己敢不敢回来。他不回来，我们不认。他若一熄火，因我们就点这一灶，哪怕这命回来是冲我们咬的，咱也写，就写这一夜这命是活着的。是他不想回来，那也不是死人，是活逃。清魂堂这天没炼丹，也没挂账，只开了一炉逆灶。这炉不是为人开的，是为魂开的。中指点着火，火纹一圈一圈往炉底压，嘴里念着就灶归。逆灶不开火者，非死即逆。烧的是魂凤，不是命气。你们要拉这个命，就得先把自己的魂印烧破一道。”楚生年手里捏着镇火符，看了一会儿说：“我来镇，你们清魂记账，我来压魂。这活原本就不该你们干，但现在你们点了头，就没人能拦。”方闯从主灶走过来，把腰带系死：“我们不是点头，是等不了了。这命不回来，就说明有人不想他回来。我们清魂不追人，但我们追账。这笔账，活着的人不认，那就看死的人敢不敢回来。”逆灶第一重火开，灶心瞬间烧出一道裂缝，秦岭自爆魂石，血滴灶符，一息间魂火透体。人灵站在灶旁手写魂板，字刚落完，火缝里就炸出一道碎咒：“不该追。”陶青柔第一时间拍住阵符：“命硬了，这不是混乱，是他魂石在反烧。他不想回来，但他还在。他是活逃真逃，不是死，是气。”炉火猛地一转，反卷灶心，魂缝中飘出一道断魂丝，中指一掌压下，追住了。他回了，魂未断，是石崩。这人是自己把石烧了，逃出去的。方闯冷声吼：“拦他！石崩也得写，你敢活着逃，就别怪我们把你魂印钉墙头。”陶青柔把一块血砖贴上炉心：“从现在开始，此命改名逃石之命，写账不写人，只写事。逃者不敢认，认者不敢逃。这条命我们清魂认了。”炉火炸响，魂丝回涌，墙角那盏魂灯一下亮到顶。3秒后，半灭的命签忽然浮现3个字：“全场死寂。”任灵差点把手中杖指捏裂。是东岭杖手齐慎。中指脸色瞬间变了，他是杖手，他怎么会是那个命？楚生年手心的阵符啪一声炸开，他不是尸，他是逃火。那口罐子是假尸，真魂逃。齐慎是活着的，但他自断时自裂魂，逃出风气。你们刚才这炉是把他从尸罐里拉了回来？陶青柔声音发冷。齐慎是东岭内杖手，是负责整个破恶气案第1轮清理的那人。他若是命，那整套东岭死账都有回头的可能。方闯把血砖贴到副账3号最下方：“齐慎之命，名已现，魂已归。今日起，此命归清魂。副账密账业务称为魂手逃命。我们清魂今日不记单，只记一句话：齐慎，你命回来了，你能逃石，能逃魂，但你逃不掉我们这业障。”副灶3号前，砖未冷，火未熄，魂未散，那块写着魂手逃命的血砖才贴上半炷香，东岭宗坛那边就炸了。不是传信，也不是封令，而是一道带魂压的火令牌，直接砸进清魂帐墙外侧。牌上刻的5个字：齐慎已死。陶青柔拿起来冷笑：“人家是来送追命令的，不是问清魂接不接，是告诉咱们你们挂的是死人，死人不认。”马闯正从火仓搬药材出来，一听这话，把药包一甩，火纹压的仓顶火焰一震。他们说他死，他就真死了。那魂灯是谁拉回来的？那火符是谁爆出来的？那魂石碎片是谁压炉底的？齐慎敢逃，我们敢追。他敢不认命，那我们就让他认账。清魂不是认死人的地方，是认账的。当天夜里，清魂副帐堂生3道魂火，专封不写人，只写事。东岭传火令，俱认其慎命。清魂不认令，只认火。魂灯未灭，此命仍在帐中。3道火纹一挂，外宗火堂直接封口。第2日，合欢宗宗主召见马闯，厅中只有一句话：“你是要见账，还是要烧宗？”马闯站在台下，声音不高：“我不想见账，也不想烧宗，但你们不给我账，我只好烧。不是为了齐慎，是为了你们这句他已死。我们清魂活拉了一个人回来，你一句他死了，就想抹掉这业障，那以后谁敢活，谁敢回来，谁还敢点自己的命？”宗主盯了他一会儿，只道：“你是清魂堂主，你可以立账，
但你要写人，就别写我宗。马闯低头，我不写你，我只写那日火下，有命归炉。砖是我贴的，火是我点的，谁来要来找我？宗主点头，那你回去。我只提醒你一句，你这灶不光点着齐慎，也点着自己。马闯回清魂那夜，副灶堂前坐了3个人，都是穿外宗衣袍的。他们自称东岭旧账司，曾为齐慎做附属，今日来不是问罪，是请命。他们递上3封火纸，上头只写3句话：当年破恶丹第一批死者气，由我等你出。齐慎属前，我3人手牵。今知其未死，愿自认其后。马闯把3封火纸一摊，叫人领起笔。副账3号密账页6命后账，不是齐慎的，是这3人的。他们愿认命，我们就给他们写账。谁来问我们，就让他们亲口说。你们上了那锅火，咱就写得起这堆字。账是他们烧出来的，不是我们写的。副账3号下火刚一响，3封火纸被烧得极干净，连一丝残灰都没留下。这不是火温高，是火刃了。马闯站在炉边没说话，人灵已经把那3人名字一笔一笔写进密账砖上。火器署名者：林谦、穆恒、赵涵，当年未破恶丹试验第一批死亡契约手签人，今自认后果，自请入账，自愿挂砖，不为避祸，只为照火。中指提笔在最后一行添了一句：此3人之名，非亲魂请，是自请，是他们自己把命递来的。马闯看完，终于开口：他们3个不是来道歉的，是来挨骂的。亲魂不是接跪递书的地方，我们接的是火上来的命。你们赶上，那我们就给你烧。你要真有一口命，就坐炉边，坐在你自己点过命的炉前，把那业障自己念出来。林谦第一个走过来，在炉前席地而坐。他说：我不讲为啥签，也不讲为什么等到今天才来，我就讲一点。我签的时候知道这是死气，但我以为齐慎会压得住，是我错了，不是他顶不住，是我不该让他顶，这是不能挂他一个人。我这命清魂要就收，别挂墙，挂火。穆恒跟上，我当年抄的丹方是我删掉的那2味料，我删是因为宗主说要试火毒极限，我知道那2味一去，魂火撑不过7夕，他们还是下了炉。我签的时候是拿人命赌那个火纹能爆不出来，结果爆出来了，人也死了，我不敢认。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说，是来背锅。你们写。赵涵没说话，只拿出一块他自己的魂石扔进副灶火缸，火焰烧了半圈，魂石没碎。中指开口：他的命还在，他也签了火气，但他命里没写保火，只写地文。他想说不是他点的，是他递过去的。马闯盯着那魂石看了片刻，也写清魂不挑锅，谁沾着谁的名字都给我挂上，不是为定罪，是为照火，照给后人看。你递出去那一页是命。副账3号密账页6正式落成，命主3人皆存命，皆坐炉前，不避火，不避人。砖下多了一行手刻住：此夜命不归一人。是火下做过的人写的，不是账写他们，是他们自己把命写进火里。东岭宗坛看到这封副账通告时，宗主砸碎了手里的3角魂铃，他没说话，只传了命令：封炉，齐慎不可出宗，马闯命账不许再挂，清魂堂归入关火方，改丹为府，不许再立密账。副宗主在旁皱眉：封得住吗？宗主缓缓道：封不住，但能拖，拖1天就多一口气。那小子是真要烧出我们东岭那几年造命账的底，再让他挂下去，我们不是丢人，是丢命。马闯坐在清魂灶后，听完这封封令，笑着扯了条麻布，把那张通告包了塞进炉底。你封命，我封纸，你不让我挂，我就不挂，我埋。这清魂堂就从今天起不写账了，只写命，只写那些不敢看的命。你们不让挂，我就给你们一页页埋进灶里。你哪天哪位东岭堂主想来问账，翻炉。马闯那声翻炉落地，整个清魂灶后都进了半炷香。人灵是第一个开口的：你这句话一出，清魂可就真不归账道了。你知道宗主什么意思？他这是把我们往辅助方推，以后清魂连挂砖都挂不了了，只能炼药，不能祭命。咱真不写了。马闯没答，只从火缸里抽出一块黑砖，翻过来，用指甲划了一道砖还在，火没灭，命没断。他们封咱挂不出来的账，那咱就写砖底。这世上不是只有墙能写字，炉里、砖里、火星里全能写。写完不挂、不念、不唱，就埋。让他们一代代烧丹的时候，哪一天运气不好，爆个火把这砖炸出来，他们就得看到那一页是咱清魂写的。
不是要人认，是叫火认。复灶3号后头，当晚起挖了个小土窖，封了一炉旧砖，每块砖都不挂名，只写一句话。第一块砖写的是其甚，逃食而归。第二块砖写的是林谦、穆恒、赵涵三人火前自属。第三块砖写的是魂未灭，火未罄，砖先埋。马闯不再开堂课，不再叫弟子写账，只吩咐一句：你们还想写，就别写纸，写砖，写泥，写火缸底，谁写得进去，写得清楚。哪一天咱清魂真被拔了帐墙，拔了主炉，连个屋都没了，也有人翻土能看见一句。这命咱认过。东岭没再来人，合欢宗主也没再提清魂堂一字。一整月，清魂成了挂不出砖，点不动火的死角。可清魂灶后，越堆越多的黑砖，一块接一块，没人敢烧。只有马闯知道，这堆砖再往下埋3层，就是当初炸出副帐墙的老灶心。哪一天真有一块砖从底下烧出来，那不是爆单是爆炸。那天夜里，马闯坐在老灶前，把最后一块砖轻轻推入火泥。第7砖未书名，但有人来过点火，地命未敢写字。他哭了，清魂收了，埋。第7砖入泥那夜，清魂堂没有响火，只有灶下火凤噗的一声轻爆，没人动手，是砖自己炸的。那块没写明的砖推进去后，不到1个时辰就自己裂了缝，火痕从砖心劈到砖尾。人灵第一个赶来，蹲下看了好一阵，喃喃说了句：不是火压太猛，是那人递的那口命，心头没死。他自己没敢写，但那命没息，砖压不住，命自己炸了。马闯从炉后出来，披着那件烧烂过半的旧灶衣，坐下看着那块砖，裂就对了。清魂收命，不收怕。你哪怕写一句都不敢写，火也会替你说。你来过递过，咱就认。你不认自己命，那火就认你不认的那一口。你不敢写，咱帮你写，就从这道裂缝写进去。第二天一早，马闯把那块碎砖的裂痕拓印在一张魂纸上，写了一夜，没写名，也没写事，只写3句：此人命未写，但心先碎，碎于灶前，不碎于他人。火未认人，砖亦认胆。然后他把那张纸卷好，塞进砖缝，重新烧了一炉泥，将那砖封死封完后，马闯没喊人来记账，也没叫人灵挂业，他只站在灶前说了一句：这砖今天叫自爆砖，以后谁有命不敢写，不敢挂，不敢认，就先来拿块砖，自己烧一块，敢碎就收，碎得起的命就还在。第3天来了个不穿宗袍的人，是个年轻男弟子，脸生像从外山转来的，一句话没说，抱着个灰布包就站在灶前。陶清柔问他来干嘛，他也不吭声，只盯着那一炉封砖看了很久，最后只开口一句：能不写名字吗？我不想让人知道是我。马闯听完走过去，名字可以不写，但你得敢碎，你不敢碎，咱清魂就不认你这命。你不是不配，而是你还没下得了这个决心。命不是给别人看的，是你自己要拿出来烧的。你敢烧，咱就收。你哪怕不留字，咱也能写你那块火纹进砖里。那年轻人沉默了一阵，忽然把灰布包往火泥上一放，噗的一声就点了。包里是个血封魂盒，封得极死，火苗舔着那血线烧了一圈，没炸开，也没熄灭。而火星处一缕极细的魂丝自己冒出来，贴在砖面上，拱出一个极模糊的火痕。马场站那儿低声道：够了，火认了，你不用说，咱清魂也不会问。你有一命，我们收一砖。那夜复造3号后，土窖添新砖。第8砖不刻名，不写由，砖文如下：此命不明，不问出处，地者无言，火自认胆。清魂不强人书，只认火裂痕，不怕你没话说，怕你没命烧。第8砖封进去之后，复造3号后，土窖的地缝彻底闭不上了。那不是泥不实，是火不肯关。马场站在灶后边，瞅着那堆微微鼓起的地砖，没说话，只把腰间系了2年的主杖腰带解下来，挂到了火缸边。从今天起，我不是帐主，我是埋火的。帐墙那边不许挂，我就不挂，但只要火还认我就收。你们谁想交命，别拿名字来压我，你就拿命来砸，砸的响的我就埋。埋进去的不是死人，是那些你们不敢说、不敢提、不敢认的活命。第4天来了个老太婆，穿的是野地改尸装，走路一瘸一拐，背后背了个藤箱，一进门就跪下。我儿没死，他们说他炼丹的时候爆了魂，是他自己点火弄错的。可我知道那方子是宗里给的，爆完还让我交尸钱，说他没签丹契，不属炼丹序列，不能挂账。我不认，我这藤箱是他小时候睡的，你要火认，我就把这箱子丢进去。
他活着的时候，这箱子保了他5年，现在死了，我也不认他死的值。马闯走下来，扶他起来，箱子你放着，人你走。这砖不写你儿子的名，写你。老太婆一愣，我又没点命。马闯抬手，你烧藤香烧到魂火冒出来，这就够了。你不是给死人写名的，你是给活人写命的。你敢说你儿子不是暴死的，就是活命？清魂今天给你埋一砖，砖上就写你这句话。谁要查，就把你儿子那颗魂珠从丹罐里刮出来，刮得动你赢，刮不动咱清魂替你烧这一口。第9砖封砖文：母不认子之死，藤香投火而火阴，非修者，非术士，非丹功，但有命火相合，清魂收之，埋为非弃命。砖封完，东岭来了一封信，只2句话：你们再收一命，便是抢命；再写一砖，便是盗宗。马闯读完，随手点火把信烧了，随口回道：抢命？那你们倒是来抢啊！清魂不怕抢，我们怕的，你们连自己的命都不敢认。盗宗？我不稀罕你们的宗，我就问一句，你们那些没写名字的命是不是人？你们不认，我认；你们不写，我埋。你们要真敢来炸我这堆砖，只要你们一锤砸下去，哪怕火不爆，字也得翻出来。到时候不是我马闯在写你们的账，是你们自己在烧你们的命。第10砖还没封，清魂堂门外已经围了一圈人，有的是曾经牵过火气的，有的是从宗门底下跑出来的，还有一半连自己是哪个宗的都不敢说。他们不是来投靠，是来请一块砖。马闯走出去，坐在堂前石凳上，大声吼了一句：砖不够了，你们谁要写，谁先递命。我马闯不接空话，你们要写就拿命来烧。今天这清魂不是造，是埋人的地方，但不是埋死人，是埋你们不敢活着认的那口真命。来，谁第一个敢碎，我就封他第10砖。马闯话音刚落，场下站着那一圈人都不动。风吹着灶前残砖，火缝里响起一声撕拉，像是有人心头被撕了一条缝。没人敢往前走，不是不想写，是怕碎了没人认。清魂这炉不是请命，是请真命。马闯坐着等了1刻钟，抬头都不动。那我自己来点。你们这些人站在这里，一个个说自己有命有话有火有愿，但你们连第一步都不敢跨，那你们还来个什么命？你们不是来写的，你们是来找人替你们写的。你们想让我马闯把你们的怕替你们写下去？对不起，我不写，但我点火。他说着，伸手从身后炉台下摸出一块还没打磨完的生砖，一把拍进灶泥。这块叫没命砖，我自己写，写给你们这些有命不敢写，说了不敢碎，碎了不敢埋的人。从今天起，这清魂不封第10砖，就放着这块没命砖，谁能把它烧碎，谁就当第10砖主。火在这儿，命在你们手里，你敢递，我就收。话音刚落，一道黑影从人群后冲了上来，没说话，直接扑倒在砖前。那人披着一件破袍，脸脏得看不出性别，手里捧着一块烧焦的丹顶碎片，往砖上一砸。我来，我叫冯九，当年东岭破恶世丹第5批是要人，魂签被烧断，火气没人认，丹没成，我没死，但我不算活，我这命活了下来，但在他们账里我是个死人。我不敢写，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人，但今天我认了，我不是死人，我他娘的是个活着的人。我有命，我今天就把他烧进你这没命砖里。他一头磕下去，磕的砖响了，火纹从他头上窜起来，灶火瞬间咆哮一声，整块砖心皲裂。马闯蹲下看着那缝，碎了，你这命火认了，从今天起没命砖有名了，他叫冯九。第10砖不封名，因为砖自己开了，火裂处谁都能看见。你这命是活烧进来的，不是我写的，是你自己砸进去的。那夜清魂堂重新燃起全炉火，复造3号后，土教封新砖。第10砖文：冯九一人一岁一燃，当年丹气不认，今日命自砸砖。此砖原无名，后有火烈，名由命来。不等账批，不请人封，自写一命，名为冯九。马闯站在砖前，看着那道缝裂线，低声说：我不是要你们都变成冯九，但我想让你们知道，冯九这样的人火认他，砖也认他，清魂更认他。你不写，我不怪你；你不敢，我不骂你。但你要哪天敢碎，我马闯给你埋。砖埋得住火，命就烧得出声。第10砖落地之后，清魂门外的人没散，反而越聚越多。马闯本来还想着要劝一句，别都围着火灶当看戏，可这天中午，有个老头穿着补了10几刀的药袍，
坐在清魂门前的破碾子上抽了半天烟杆，才往前走一步，把烟袋砸地上。我叫齐成，以前是南部炼药宗的3等火攻，我没命签，也没火器，只在一炉试验丹里烧死了5个比我小的。不是我下的火，是我没拦住。那天主炉炸了，宗里说是火纹走偏，没追责。可我知道，那火纹就是我划的。我本来想老死山外，不提这事，但我看到你们这儿专认人，我就想知道，像我这样的不是死者，不是受害者，只是个没敢出手救人的，我有没有一砖能烧进去？马闯看着他，好半天没吭声。任灵在旁边看不下去，他这种怎么烧？又不是命主，又没魂火，这叫啥？叫回火。马闯摇了摇头，不是毁，是认。人认了，火不烧他身，那就烧他那口话。这种人最难收他，不是害人，也不是被害，他是看着别人碎了，自己跑了，但他跑完了，赶回来，咱就收。这一砖不写他命，写他那双当年没伸出去的手。老头跪下，我来不求埋名，我只求有个地方让我把那道火纹的图烧进去。我画了17年，也背了17年，今天我不求原谅，我求报错。这错我报一次，你要收我认，你不收我也点。马闯从灶后拉出第11块粗砖，没打磨，没刻边。来，你那火纹拿出来，你不敢写名字就写图，你不配挂墙，那咱就埋地，让这图烧在砖心，谁哪天哪炉出了这图的死法，那一块砖就自己裂。齐成当场用手指蘸着魂灰，在砖上一笔一画画了那道逆火纹，没说话，没解释，只是画完之后，把自己17年压在身上的那口破火牌丢进了灶缝。灶火硬了，火纹一跳，那砖碎了角，不是整块炸，是边上斜掉了一道印。陶青柔看了一眼，低声说：火认了，这一砖不是为命烧，是为事烧，不是命主，是见证，不是伤者，是回头者，但火认了，咱收。第11砖刻字如下：齐成，非命主，非火签，乃屠火者。火纹17载未散，今日自会入砖，非求名，非求数，求一错入土。此砖认事，不认人，清魂收。马闯走回堂前，站着看着那堆新封的砖，一字一句说得慢。以后这清魂造后，不光埋命，也埋火。你们没死的，没写过契的，没挂过人命的，但你们见过，你们知道那些火错在哪。你们不说，没人知道。你们说了，哪怕晚10年，砖也认。只要你敢来画，咱就敢烧。错不是给你们认清的，是给后来人认得起。清魂造后第11砖一埋完，没几天来了个年轻女修，穿得整整齐齐，魂力压得极稳，像是刚从宗内调训出来那种新人。她不是来写命的，也不是来认账的，一进门就摊出一份调令，说她是被外派过来评估清魂堂记录机制与非正式魂政制度稳定性的。任灵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转头就走，嘴里骂着这又来个不干活的，来看我们怎么烧自个儿。陶青柔没说话，只让他在灶后边坐着，说：你不认火没关系，你看看火怎么认人。那女修没回嘴，把自己魂剪挂在腰上，拿出火纹笔一页页记。直到第2天下午，一个灰脸瘸腿老汉提着一根烧焦的魂棒进来，他不说自己叫什么，只指着清魂老灶角那口干裂的小炉说：那炉30年前是我调的风道，报了人之后我被调走了，没人问我，我也没说话，但我知道那炉爆不是炼丹，是风反了，火上头是对的，风灶调错了，错在我这根棒子是我当年调风时候刻的火刻尺，今天我带它来烧，不是求饶，我是来画我当年那口风。你们有砖我就画，没砖我烧自己骨头也行。马闯让人拿砖，边让边说：有砖，你敢画咱就敢写。你没火器，但你有一根真东西，那风错了30年，你敢今天画出来，这命清魂就收。第12砖被老汉一笔一画画上了3圈逆风符，他画到最后一圈，突然手抖，火纹一窜，灶前直接爆出一道火舌，把整砖边角都烫碎了。马闯当场把魂木往火里一扔，写这一砖叫烽火反命，不是死人的错，是你调错的风烧的人不是你，但你自己点了火，清魂不怕替你挂，你今天敢把手放进去，咱就把你写在砖下。第12砖文：无名火攻1人，调风失误，致报3命。金字头魂尺入火，画出当年错风3圈，非气之错，乃几世偏行。清魂堂认事，不认属名。此砖挂饰为烽火反命，不挂人名，但名是有。那年轻女修第2天早上就走了，没告别，只在炉前留下了一张刻了火纹的页纸，纸上没字，只有一小行印记：此炉实火，一时人。
非我等能定真假，是火自认。马闯看玩笑了，他不是评估来的，他是怕我们挂不下去，来给我们留证。这砖有人看了，这火有人敢传了。咱清魂接下去要干的事，不是挂账，是封人。你们那些火里写过人，埋过命，掉过错的，不管你是谁，从哪儿来，有没有火牵你，只要认错，咱就认人。清魂不追死，不追罪，只认你来没来，只看你敢不敢封自己进砖。那晚之后，清魂造后封砖换了规矩，从原来地命写明改成了认识封人。马闯亲口说，不是死人才能挂，你只要活着认，认自己在哪儿参与过，认自己哪一步该出没出，该拦没拦，咱就给你一砖。你愿意烧字，烧字；你愿意烧图，烧图。你要是连话都不敢留，火要是应了你，那就算。砖不是写明的，是封人的。第3天来的是个穿外门制式的年轻人，人寿的相封里站了3年，一句话没说，把一块贴着符的竹片往灶前一丢，扭头就走。人灵追出来吼，你干嘛的？递完就走啊？你以为这是信箱？马闯把竹片捡起来一看，符纸是干的，但底下那道压火咒是真的，上头4个字写的极细丹童第9班。陶清柔看了一眼，声音立住，这是3年前东岭第9班炼丹童子的签名牌号，那批出过爆丹事故，火方直接炸了2个灶，17人只找回来9个。马闯把那竹片放到砖坯上一拍，收，这就是一封人，他不是来认死人的，是来认我在。这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说不关我事，他说我在灶边，在当时，在错事旁边，这就够了。第13砖封字如下：竹片投火，无字，无由，无魂签，为时灶名与排班。清魂认此人为事编者，非助凶，非主命，但其在场，其火有份。此砖为编火封人，不问后话，只问人来过。又过3日，清魂灶后点了一夜清火，不是封砖，是有个女修带着一只旧灶灰罐来说，是她当年给爆灶后收火灰的人。她手指一抖，瓷罐到了半地。我不敢说是我错，我也没做错，但我知道我收的时候那堆火灰里还有没燃干净的丹魂。我没说，宗门也让我快点清。我不是造的命，我是埋的命。我埋完了10年都睡不着。今天我来不求你们认我，我只想说一句，我埋了命，但我今天不想再埋自己了。马闯把那地上的灰推到火缝边上，你来了，你说了，火听见了，你不挂砖也不挂魂，你只要把那只手放炉缝边，火要应你一下，我们就写。火应了，不是爆，是灶底一声咚。陶清柔盯了好一阵，这是火下点名不点灯，说明他没死错命，但他是命烧过的地埋人。马闯直接贴砖，此人曾于东岭第9方爆灶后烽火收灰，知丹魂未尽，未作假，未掩魂，但未提。10年后自言不想再埋自己。清魂堂封此砖为灰人封身，不写人名，但写他的那一只手是烧过命的。马闯最后坐在那口火缝边，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以后谁想来封人，就别问咱认不认名字，问火认不认他做的事。你命还在，你人能来火，就不管你们。你命不来，你是也不说，那你就别怪这专认的是你背后那句不敢讲。清魂现在不挂账，不忌惮，就认3样。你来没来，你说没说，你烧没烧，你认了咱就收，你不认咱也不写。你敢封自己清魂，封你。清晨，合欢宗东南角那块最不起眼的破楼外，居然第一次排起了长队，一群穿着杂乱的弟子站在门口，七嘴八舌，有的抱着小丹炉，有的拿着劣品灵草，还有的直接拎着烟菜罐来的。这儿真能学炼丹。清魂堂不是那谁开的那啥爆丹专修班吗？听说是个有系统的疯子，能讲出什么东西。嘿，说归说，我跟你讲，我前天在天火窟看见他真炼出来了3颗品丹，人家火候没跑。真的假的？看就知道了呗，白来的，最多浪费点时间。这边议论不断，楼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披着清魂堂外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没笑，声音冷冷的，坐下，上课了。是方闯，他手里拿着一摞薄薄的讲义册子，封面写着5个歪歪扭扭的大字，火控炼丹讲义，底下一行小字，第1章，别乱点火。一屋子人差点没憋住。方闯没搭理他们，直接把册子往桌上一丢，开始点名发册子。从今天起，咱清魂堂不叫玄虚，不搞花活，只讲炼丹仪式，讲火。有个弟子低声说，不是吧，真讲火候啊？你要不想讲火候，就去爆丹。方闯淡淡道，这话一出口，几个嘴硬的直接安静了。下一刻，
蓝姬来了。他站在门口，一身玄衣，静静靠在柱子边上看着讲台，没说话。但现场空气立马就变味了。卧槽，是蓝姬师姐，她怎么也来了？不会是来踢场的吧？完了完了，方堂主小命不保。方闯没看他，只是默默把讲义翻开一页。第一节，火控3式。第一式，火苗齿分控制火苗在3寸以内。第二式，符阵锁火用定火符稳住丹炉灵气回旋。第三式，灵犀内循靠呼吸引导火纹上提。他边讲边演示，手掌一抬，一簇青火从袖口升起，齿分整整3寸，浮在丹炉上方，不偏不倚。全场安静，连蓝姬都挑了挑眉。方床手指一抖，啪一声贴出一枚定火符，青火瞬间稳定如钟，火纹环绕丹炉，纹丝不动。现在谁要再说这玩意唬人，你就自己上来炸一次给我看。没有人动。这一刻讲完，讲义散发完毕。蓝姬缓缓走出屋门，走到门口时轻声说了一句：有点意思，不过你别得意，我就是凑巧路过。方闯朝他背影抬了抬手，你每天都路过也没事，可天天有。他转身回讲台，嘴角微微一翘。清魂讲义今天正式开课了。夜里，合欢宗东女峰一间清幽香阁里，灯火通明。蓝姬坐在榻上，手里拿着那本火控炼丹讲义，一边翻一边冷哼：什么别乱点火，这写的也太小儿科了吧。但他没停下手，甚至脚边已经摆好了一个缩小型丹炉，旁边灵草灵叶整整齐齐放了一排。他嘴上骂得欢，手却老老实实按着讲义里的步骤把炉子擦干净，火符摆好，连火苗都一寸寸对着掉。齿分3寸，真把我当3岁小孩了。他试着运火，结果那青焰还真就老老实实浮在炉口，3寸不差。蓝姬愣了一下，还挺听话的。他不服气地哼了一声，把3株灵草投进去。没想到灵气没暴走，火纹也没乱跳，一路平稳下去，丹胚居然成了。蓝姬一时心头一动，这么稳的火，我是不是也能？他刚准备加最后一味镇魂草，那讲义上一句被注飘了出来：镇魂草属性一爆，建议火控符加双倍。他扫一眼，切，哪个写讲义的会看爆点？手一抖，啪的丢了进去。轰！整间阁楼炸出一个火花圈，屋瓦震了半边。蓝姬坐在灰里，脸黑成了锅底，咳了好几口气。靠，谁写这讲义的？我要他！正骂着，丹炉里忽然升起一缕萤火，竟自动凝成一个魂状火纹，缓缓盘旋一周，坠入成型的丹丸之中。不是爆了，居然成丹了。系统提示：检测到特殊丹纹魂锁灵纹，为系统未登记样式，是否记录为子嗣共享天赋派生？蓝姬还没反应过来，方闯已经推门闯了进来。他站在门口，看着满屋狼藉，又看了看地上的丹炉和那颗泛着银纹的丹药，愣了2秒，咽了口唾沫。你这是一边骂我讲义写的烂，一边拿我讲义炼成了丹。蓝姬抬起头，甩了甩头发，我那不是炸，炼制过程中的试爆效应。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那破系统拍掉？方闯认真点头。你拍完我得感谢你，刚才系统说这玩意可能是你体内某种魂纹共鸣，能影响咱俩可未来后代的火感天赋。蓝姬脸刷一下红了。滚！别说后代这俩字。方闯笑得狗一样。不说后代，那说啥？火源。蓝姬扬手就要扔火符，方闯连忙溜出门口，临走还大喊一句：明儿要是你想再练，我给你留炉子。屋里一张定火符啪的贴在门框上，差点把他脑袋点着。方闯捂头一路狂奔。系统在耳边提示：检测到天赋融合趋势，是否准备系统灵脉同步模块？他愣了愣，嘀咕了一句：这系统怎么越来越像搞亲子教育的了？清魂堂门口今天贴了一张新布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清魂堂炼丹公开课新生招收，要求心稳、手稳、火稳，不看灵根，不测资质，只问一句：敢不敢控3寸火？不到1炷香的时间，门口排了3层人。有人激动，这是真不看资质。有人不信，吹吧，哪个炼丹堂不是按灵根收人？有人激动过头，我昨天刚爆丹，把眉毛炸没了，我能来试试吗？还有人小声问，听说蓝姬也在这边看课，真的假的？方闯从屋里伸出个脑袋，眯着眼瞄了眼人群，大手一挥：都别吵，想试的进来一批，15人，3炉开火，3息定火稳不稳看谁能留下。炉子爆了不赔啊，火符烧了自己不管啊，要是气馁就滚，清魂堂不收哭包。众人哗然，15个弟子硬着头皮进屋，围着3座丹炉，照着讲义开始点火。外头围观的一堆吃瓜群众都抻着脖子往里看。蓝姬来了，没说话，就在外廊一坐，暴毙看戏。
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仿佛天花板压了300斤似的。兰师姐怎么来了？我手抖，我怕我抖了她直接封我灵窍。稳住，这关只是3寸火啊，别让人看笑话。结果没一个敢动，最后还是一个瘦瘦的女弟子咬牙上前，把火符一贴，脚下踩定阵盘，掌心一移，清火升起，稳稳当当。方床眼睛微亮，有点门道。再看他手法，一点也不华丽，但每一步都稳得死死的。3息过去，那火还稳在3寸线以内，纹丝未动。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弟子低头，陶轻柔。方床点头，留下。其他人一愣，纷纷效仿，但不是火太大，就是乱跳，3息没过就炸了俩。方闯黑着脸，下一批。第2批换上，效果好一点，有几个能勉强控火，但还是浮动太大。直到最后，陶轻柔那炉子居然多练出一个圆圆的小单胚，通体青灰色，火痕淡淡。蓝姬看了一眼，魂清丹，他怎么调的火？方闯也愣住了，赶紧凑过去闻了闻，居然还有一丝不稳定魂力被定在了丹纹中。系统提示响起，检测到学员陶轻柔首次炼丹成功，作为导师是否进行绑定引导？他直接点下确认。陶轻柔一脸懵，堂主，你这手稳得像老太太拿针，太适合我这套体系了，以后你就当清魂堂正式弟子，我亲自带。陶轻柔低头行礼，是。蓝姬在外头冷哼了一声，嘴上说不收哭包，收的倒是个木头人。方床也不回头，只朝他喊了一句：木头人好啊，木头不炸炉，省丹炉钱。清魂堂招新手日，定火3寸一侧，把半个合欢宗都吸了进来。那些笑话清魂是笑话的，那天晚上悄悄开始练3寸火了。第3天早上，清魂堂还没开课，一阵大锣大鼓声就把整个炼丹广场震醒了。醉岩堂吕长老亲至，清魂堂出来应战。方闯刚从丹室里拿出讲义续篇，差点没被罗生下的火符贴歪了。咋的？这又不是封神擂台，搞这么大动静？他一边嘀咕一边出门，刚到广场，果然看到醉岩堂那帮人浩浩荡荡来了10几号，全穿着火红色炼丹袍，一个个气势汹汹。中间那位胡子一翘3尺，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的老头子，一指清魂堂就喊：方闯，你这野路子炼丹法，坏我丹道根基，你再不把讲义撤了，莫怪我吕岩今日开火打你脸。蓝姬站在角落冷笑，这姓吕的是被你上回丹会劫风头了。方闯眯着眼，手指掏着耳朵，懒洋洋说：吕长老，您是来听课的还是来求道的？吕岩怒：我是来踢馆的，你这3寸火控法是歪门邪道，我们碎岩堂讲究爆丹炼理，强火炼金，怎么可能比你这稳得像水煮蛋的打法差？今天就比一场，炉草人你随便挑，输了你把清魂堂牌匾摘了，乖乖滚出丹道山。方闯笑了，好啊，那我也加一条，要是我赢了，从今往后清魂讲义在宗门任何堂口公开传授，不许任何人封禁、拆帖、焚书。吕岩冷哼，可以，但我话放这儿，要是你撑不到3炉成丹，我当场让你吃了那讲义。蓝姬在旁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吃讲义，这主意不错。吕岩咬牙，3日后宗门比丹台见，我亲自出题定财献火，你敢来不敢来？方闯眯着眼看他，你要搞这一出，我当然来，我再加剧，到时候我一炉炼出3丹，不爆不裂不黑纹，要是做到了，吕长老你是不是得考虑回去读一读我这歪门讲义？毕竟啊，你单爆那么多年，也没把碎岩堂的单爆率搞下去不是？全场爆笑，吕岩差点跳起来，一袖子甩走。3天后见。人一走，蓝姬走过来敲了敲方闯脑袋，你这嘴巴迟早让你吃亏。方闯揉着脑袋，那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那讲义？我看你也快把它背下来了。蓝姬转身不理，我是在想3炉3丹，你真有把握？方闯低头一笑，要是连这个都没把握，我讲义不是白写了？他摸了摸腰间，系统提示缓缓响起，系统检测到宗门级公开对决任务已开启，任务目标3炉3丹，打脸老狗，奖励预览高级火纹阵盘 X1， 炼魂丹方 X1， 随机后带火感天赋进化，好吗？方闯自言自语，这次连载都绑定上了，3天内我得把这讲义真的变成真理。距离比丹台之约还有3天，清魂堂大门封闭，外头人来人往，都被拒之门外，里头却乱成了一锅粥。谁的火跑了？那不是你炉子的火，火苗别跳，火苗不能跳，你那是做饭不是炼丹。我让你控3寸，你给我来了个火烧屁股。方闯站在讲台上，
手里拿着根鸡毛掸子，一边骂一边四处点人。清魂堂第一次全员操练不是讲理论了，是真的一人一如一符动手了。而他自己在讲台后头还打开了系统界面，正在同步更新讲义内容。系统提示：根据最近30次实操数据，讲义内容可优化，新增章节建议。第2章控火误区10大典型。附图：炸炉火纹对照大全。方闯咬着牙把图拉开，看见系统还很贴心的附带标注：此图收录清魂弟子过去48小时所有爆炸记录，已按伤害程度、观赏价值、笑点指数排列。你他妈是在玩火还是开演唱会？他头疼的关掉图表，转身继续看场子。此时蓝姬走了进来，站在最后一排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你这些学生的问题不是不会控火，而是不会赶火。方闯挑眉：你想说体感差？蓝姬点头：你那讲义写得太死了，3寸是死线，真练起来应该是3寸内浮动，配合灵犀和火符一起掉。干脆我来教他们一招压测火感不练火，练人。我来压，他们自己赶。说完他一抬手，一股极细的引火从指尖射出，停在炉火3寸开外。你上火，我来扰火。你要稳就稳住自己。清魂堂瞬间鸦雀无声。陶青柔第一个站出：我是。蓝姬伸手点火，他在一旁凝神灵气运行，火符贴好，炉火升腾。蓝姬指尖微动，那缕银火像针一样在他火焰边缘轻轻搅动。陶青柔手掌发抖，火苗抖了2下，差点炸，但他咬牙稳住，硬是控制着丹火重新聚拢。炉火稳住那一瞬，全堂弟子齐齐震惊。蓝姬收手点头：你合格。下一个。方闯看得直点头，这法子好，压出来比讲义管用。系统提示果然又跳出来，系统建议是否将蓝姬压火入门法纳入讲义第2章，是否记录贡献者？蓝姬。方闯毫不犹豫点是，然后悄悄在讲义侧栏写上了一句：注：本节训练有风险，请勿随意模仿。蓝师姐下手轻重随机，炸了别赖我。这天夜里，清魂堂大多数炉子都灭得很晚，一间间屋子里亮着火光，丹炉中的火纹跳跃不止，就像每个人心里那股憋着的劲儿正慢慢烧起来。而讲义第2章也终于写完，封面那句标语被方闯重新写了一遍：3寸火不是教你稳，而是教你不炸。比丹台今日风大，但台上火更旺。整个合欢宗都来了，甚至外门不少杂役弟子都跑来围观，谁都想看看清魂堂这股新丹道野风是不是能震撼岁岩堂100年基业。岁岩堂那边，吕岩早早坐在高位，身后站着一水红袍弟子，全是宗门炼丹骨干。方闯这边只有一个破炉，一把凳，还有几个徒弟拿着写着讲义内卷的手抄本站在台边，跟卖书似的。但清魂堂弟子表情都很稳，连陶青柔都站得笔直，仿佛今天不是比斗，是教学。蓝姬在人群中坐着，没穿战袍，只斜靠着一根桂树，手里拿着把小扇子看热闹。宗主来了。灰衣副手看不出喜怒，只扫了2边一眼，淡淡开口：比丹3炉3局轮流命题，第1题由岁岩堂出，要求烈阳火为主，3品丹炉炼魂力丹。方闯听完这题挑了挑眉，这题难点不是火，是材料。魂力丹是清神凝魂的中品丹，讲究火猛草准，平时靠单爆取效，现在用文火炼就是在掏他老底。吕岩冷笑：方闯3寸火可练不了这玩意，怕就认输。方闯没吭声，他转身回炉，双手一摊：讲义弟子全程记录。陶青柔，给我上料。吕老狗，不是吕长老，你睁大眼看着，我今天就给你稳出来。炉火点燃，一枚银色定火符贴上，火苗起，正3寸。陶青柔灵草一头，火光呲啦一声升高半寸。方闯嘴里低念：锁火3环，压火2寸，起魂草碗3息，定心草块半顺。炉中火光稳中有变，宛如一道旋风里裹着钢针，每一口火力都精准落在单胚纹线边上。10息后，啪！第1颗单胚滚出，通体淡蓝，火纹圆满。第2颗紧跟，第3颗延后半秒，微微旋转中自行凝形。3颗丹稳稳躺炉边，全场安静，不炸不黑不歪。吕岩脸黑如锅底，连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岁岩堂的主力弟子能不能3颗都活着。宗主开口：1炉3丹，纹路合格，稳定性80%以上。此局清魂堂胜。全场哗然，岁岩堂炸了，怎么可能？这就是3寸火，他特么没爆啊！蓝姬轻轻扇了下扇子，冲身边人笑了笑：我说过，他这3寸火
是不炸。台上，方闯抱臂而立，看向吕岩。下一题，你还出不出？你要不行，就认了。吕岩咬牙，等我出题，我叫你全堂翻车。方闯，我等着。比单台上，吕岩面色发黑，但语气却带着点得意。第二题由我们穗岩堂继续出，内容如下：火阵扰纹，如下设断火扰纹阵，火控需自行调节，稳定单纹为主，炼制定纹丹。这话一出口，全场吸了口凉气。卧槽，断火扰纹阵，这不是故意找事，这阵是炼丹故障里的王炸，灵气都能被绞断，火符贴上去都烧着火苗打转，这可咋炼？蓝姬眯起眼，这老东西是真想炸他。方闯没说话，低头把炉台摸了一圈，果然底下暗刻一层阵盘，隐隐有火纹游走。好啊，既然你给我摆烂，那我就接着扫地。他从腰间抽出几枚定火符，又掏出一张图纸，正是讲义第2章新加的扰火故障应对小抄。陶青柔，在，把我们练习的那套引纹火桥搭起来。陶青柔立马冲上前，在丹炉四周贴下4枚引火符，接着用火石连起火线，与底阵纹路错开。这就是方闯课后训练的新成果火桥策略。你不是阵扰火吗？我就用火桥架过去，从侧边引一股外部稳定灵火，避开主阵干扰。炉火一点，果然没有被底阵牵制，而是顺着火桥引到丹炉中心，跳得干干净净。吕岩当场愣住，你这是什么操作？你作弊！宗主在高位冷声开口，规则没说不能架火，人家讲义里有写，谁没读？那是你徒弟的问题。吕岩哑口无言。方闯冷哼一声，我这是清魂讲义第2章第7小节，有火阵就架桥，你要不懂，下回我开班给你讲。他开始投草，炼丹一气呵成，火桥稳住主灵气，火纹清晰可见，丹胚如水波荡开。片刻后，一颗丹胚缓缓成型，火纹锁定，银芒微现。第2颗紧随其后，第3颗略有波动，但被方闯用灵犀硬生生压住。3丹完成，宗主再次平定，3枚定纹丹，火纹完整，未受干扰阵影响。清魂堂2胜。台下炸了，疯了，这都能成？他不是在炼丹，他是在写教材。我刚才录下来了，火桥那不太绝了，我要回去学这讲义。吕岩脸色如猪肝。方闯拱手，多谢吕长老出题，没你这阵，我那讲义还真缺这一节，这回我得感谢你，算你间接给我加了教材内容。宗主一挑眉，像是真的笑了一下，而吕岩牙都快咬碎了，只蹦出一句：最后一题我亲自上场。比单台上风声渐紧，台下鸦雀无声。吕岩唰地站起，亲自踏上丹台。第3题我来，我吕岩，不管你那一炉3丹有多稳，今天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穗岩堂的祖传火诀爆炎诀。这一炉我自己来练，赌上我穗岩堂传承之名。宗主皱眉，你要亲自比？吕岩冷笑，他不是讲义讲得好吗？我就不信了，他能稳得过我吕岩的真火。说完，吕岩盘坐丹炉前，手起一式，体内灵火瞬间爆发，轰！整个丹台都抖了3抖。这是穗岩堂祖传爆炎诀，炼丹时引灵火爆明，用极限火压强，瞬间凝胚，成丹率极高，但失败也是直接炸炉的命。方闯站在另一边，看着对面那呼呼乱跳的火，淡淡一笑，这一套啊，跟吓小孩似的。他不急，轻轻抽出那本讲义，翻到最后一页，这页是他刚写的。第3章，如何面对老祖发疯式爆火。他轻声说：清魂弟子听令，火控阵起，子嗣闻起，灵境开。话音落下，丹台后方，清魂堂弟子齐齐站成3列，手中灵犀同步流转，火纹共鸣自动生成。系统提示弹出，检测到群体灵犀共感，以激活隐藏奖励，灵石火镜，模拟火感，同步控纹。本次启用将辅助主角自动调整火控精准度，提升单纹契合率 30%。方闯一手定炉，一手贴符，炉火缓缓而起，无风无动，火似溪水，跟对面那砰砰爆响的雷火比起来，简直像是2个世界。讲义派起火如婴儿吹蜡，爆炎诀起火如天雷轰顶。台下议论声不绝，宗主却始终静看，一言不发。炼丹开始，吕岩那边火势如龙，一株猪灵草被瞬间点化，丹胚在狂火中晃动不止，机遇溃散，但他强行以秘术定魂勉强压住。方闯这边则完全不慌，一草一符，稳中有变。灵石火镜不断同步调整炉火，像是整个丹炉都变成了有思想的存在，每一次火纹震荡都像提前预测到一样自动调整。第10息，吕岩第1颗丹成型，第2颗一冒头就开始炸，火焰乱窜，
吕岩脸色巨变，连连拍炉压制。方闯那边，第一颗刚刚稳稳落下，火光柔和；第二颗、第三颗一前一后从炉中悠悠滚出，宛若3滴水珠落入盆中，连声音都是滴滴答答。啪！吕岩第二颗单崩了，火焰炸起半米高，第三颗直接黑成炭球，全场哗然。宗主缓缓起身，沉声宣布：清魂堂3丹成，火稳文元；岁炎堂1丹炸，1丹废，1丹裂，比丹3局，清魂3胜。即日起，清魂讲义入宗门丹学正脉，方闯为讲义丹首，丹道山挂名长老，定碑立脉。此言一出，比丹台下沸腾。蓝姬望着那枚被火镜映照出的3颗圆润丹药，嘴角终于翘起。韩啊，方讲义，你这次不光没炸，还把宗门炸了。吕岩面如死灰，低头拱手，不甘地退下台。而方闯立于丹炉之上，讲义在手，只说了一句：从今天起，谁说3寸火是唬人的，谁就给我上来炸一次试试。清魂讲义立脉的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合欢宗都炸了。外门弟子第一反应不是惊，而是抢书。听说方闯那讲义被叮单到正脉了，讲义还有剩的吗？我哥在外门种地都说想学这个了。昨天谁说那讲义是骗炮教材的，现在赶紧道歉。清魂堂门口那几天都快成集市了，讲义都被抢光了，还有人出10块零食买1本复印本。陶青柔带着几个师弟抄得手抽筋。师兄，我们是不是该印刷了？方闯一边给炉子加火，一边回答：我这系统什么时候出个一键印讲义就好了。话刚说完，系统就跳出来了：恭喜宿主完成讲义丹脉确立任务，奖励如下：讲义堂积分系统开启，每传播1本讲义，每个弟子完成1次炼丹，将生成清魂积分，可兑换丹方、特殊灵草、讲义模块，专属奖励炼魂灵阵图 X1， 星子4天赋激活，共鸣火感 X1。方闯看着一串奖励，差点笑出声，终于不是白讲义了。正收着奖励，蓝姬从外头走进来，随手一摞讲义丢桌上。喂，你的3寸火讲法我看懂了，那玩意虽然死板，但真有用，所以我想开一间火控讲堂，你讲不讲我来讲，我负责赶火段，你继续讲文火段。你要是怕我讲跑题，可以坐我旁边帮我串人。方闯挑眉：你这副讲导师是主动申请啊？蓝姬抬手：我只是懒得看你一天到晚嘴皮子翘得飞起，我来压着点。系统这时候又跳出提示：检测到副导师申请，是否设为清魂讲义分支讲堂负责人？蓝姬确认后可共享讲义积分收益，开放讲义传播副通道。方闯毫不犹豫点了确认。那你负责赶火，我负责不炸。这火控讲堂你说开就开。当天清魂堂东侧腾出了一块场地，一个小小的讲火台搭了起来，蓝姬亲自执讲，3寸火起，火纹震荡，全场新弟子看得眼都直了。而系统后台里清魂积分开始暴涨，讲义像疯了一样传了出去，外门、内门、杂役，甚至隔壁炼气堂的都跑来借书。宗主远远看了一眼，只淡淡说了句：清魂之火看来是点起来了。清魂讲义挂进正脉的第3天，清魂堂门口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弟子，穿的不是合欢宗的衣服，带的腰牌也不是宗门制式。那几人低头站着，小声问守堂弟子：请问讲义讲不讲外人？陶青柔愣了一下：你们是？为首那人低声说：我们是清鹤宗的，来学火控的。我们掌门说了，不收师，不抄书，就是来听一听课，学一学法子。灵石我们带了，还有推荐函，要是合规你们就安排，要是不合规我们现在就走。陶青柔赶紧去找方闯：师兄，外宗的来了。方闯正在院子里教人练逆贴火纹，一听乐了，这才几天啊，清魂讲义就开始跨宗传播了。蓝姬走来：他们来得早，说明那几天火控法在丹会上已经被传开了。我看过那清鹤宗的符丹图，他们火控极差，来学是看得起咱们，问题是要不要教？方闯沉思两息，开口说：讲义不是藏着捂着的，但也不能让人偷。我们讲义有条规矩，想学可以，得挂名，不是弟子就挂拜学名册，按堂规走流程，按积分学内容，不能直接带回去复制抄。我们清魂堂不怕人学，就怕人乱学。蓝姬点头：我来你个外宗拜学章程，3日内定稿。陶青柔立马补一句：那我们是不是得给讲义再印一版外宗副本？系统果然跳出来：检测到讲义体系扩张，是否开启讲义副本外宗权限设定？确认设立丹道学宫基础班概念。学宫规划路线：初阶火控班、稳丹炼制班、控火压测班、感纹修复班。方闯挑眉：这就像是把讲义堂办成学院了。系统：是的，
宿主现在可自行规划讲义学系，当传播人数破千后，可开放学宫直令系统与宗外奖学权。蓝姬听他嘴里念叨，问：你有系统提示了？方闯点头，系统说我可以办清魂大学了。蓝姬，你真想把讲义搞成主科？方闯咧嘴一笑，我要让所有人知道3寸火不是副业，是大道。那天清魂堂外多了一块石碑，清魂讲义外宗拜学名册，下头密密麻麻已经刻上了10几个名字。第一行清鹤宗梁初，第二行离火门寂息，第三行。那天夜里，系统最后弹出一句提示：你已经不是那个合欢宗外门弟子了，你现在是讲义正脉传人，丹道之火第一行者，合欢宗西南炼丹区碎岩堂后堂丹房。3个碎岩弟子围在一张火纹图纸前，小声嘀咕：你们说这清魂讲义是不是真那么神？我看那3寸火确实稳的邪门，要不咱们照着逆解一波，搞个爆稳合一的路子。嘿，要真成了，说不定还能给吕长老翻盘呢。他们摊开的图纸正是偷偷复印的清魂讲义第2章，旁边还有一张老旧的阵盘图，是碎岩堂祖上传下的爆火炼灵阵。他们想的是用讲义火控法去修补祖阵的爆点缺陷，搞一个既爆又不炸的新流派。但他们没搞明白，清魂火控讲的是稳中压灵，爆火炼灵讲的是爆中夺命。你拿讲义去改祖阵，和拿水泥贴边炮头差不多。好了好了，阵盘也修好了，来，灵火灌进去。啪！下一秒，整座后堂丹房轰的一声炸开，那是纯正残魂火阵引爆，一道爆火从地面穿出，直接把半个丹房掀飞。宗门惊动，碎岩堂众长老全赶过去，场面一度混乱。快，有人压火，火纹乱了，要炸第2次，结果压不住。吕岩赶到现场一看，一脸发黑：你们这几个蠢货！就在火纹将爆未爆之间，一道人影从火光中穿进来，衣摆轻卷，手中贴着一张灵火控制符。谁叫我讲义不稳的？讲义第3章火纹乱动应对图，你们几个看了没？方闯踏进火阵，一张火镜符贴入火河，哗啦，火纹收缩，灵气倒卷，火阵自碎，整场爆火瞬间归于寂静。众人傻了眼。方闯，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能压住这阵的？方闯一边贴符一边嘀咕：这阵法讲义第10页就有，你们这不是破解，是玩火。玩火者终究要被自己写的作业烧了。宗主赶到后第一时间下令，碎岩堂本次事故起因为道讲义逆解丹阵，私用残阵，险酿宗门灾难。从今日起，所有想学讲义者必须走正规拜学之路，私取讲义、私修阵者一律废修逐出。吕岩当场无言，咬牙拱手。清魂堂讲义当天起正式被列为宗门主修丹道参考，而火空法图挂在宗门大殿外，成为全宗公开参考教材。方闯站在讲义石碑下，摸了摸那张图上的火控桥段，咧嘴一笑：老吕，你别不服，你这是被我讲义教育了。清魂堂后院，蓝姬坐在那棵桂树下，一边翻着讲义一边喝茶。方闯，他忽然说：你这讲义火控法、炼火桥、压侧段、爆火图解我都看完了，我提个示。方闯一边晒着火纹阵图一边回他：讲。蓝姬说：这讲义不能光挂个石碑摆摆样子，我建议把它写进宗门丹修士道考核里头，明规矩，明火控。谁要想走丹道这一条，得会3寸控火，得能讲义过关。方闯一愣：你要把讲义变成入门标准？蓝姬瞥他一眼：不然呢？宗门丹修年年爆炉，还不是因为没人教稳？你这玩意虽然啰嗦了点，但起码有法有图，能教会人。合欢宗要真走出去，就不能总靠爆丹搏命。说完，他把一摞自己做的火控考核草案丢到桌上：我已经写完了，你就说一句，敢不敢送去长老会审？方闯接过一番，内容详细的要命，分出册、实操、火桥段、应急压测4项，满分100，70分及格，考3场过2场才有资格入丹。他脑子里系统果然跳出提示：检测到丹修考核体系建议，是否开启讲义考核评分系统？系统将为每场测试生成评分明细、热度排行、天赋分析，宿主可据此引导讲义升级。系统也同意啊。方闯收了图纸，抬头看蓝姬：我不送。蓝姬挑眉：你怂了？方闯笑：我不送，我直接设讲义试点到场，我干脆自设考场，自己测，等数据出来，弟子成绩好看，宗门自然没话说。到时候你这些草案我一字不改交上去，稳过。蓝姬眼神一动，哼了声：行，你装得过去，我就替你递。
3天后，清魂堂西边空地被改成了一片火控实操比测台，5口丹炉排成一线，每个炉前一张考卷，火控3寸试炼，符阵贴符准确度，火桥搭建协调能力，火纹反压判断应对。第一批报名的50人，外门内门都有，甚至还有几个炼气堂的。方闯亲自上场监考，陶清柔做记录，蓝姬做考官席。系统后台同步开启评分榜。当前记录：第一位考生张东成，控火精准度 84%， 火纹稳定性 87%， 应急反应 72%， 总评分81，评级合格、中等。第二位、第三位。随着一份份成绩出来，系统自动整理成讲义考核榜，挂在丹堂门口。第一天过去，竟有7人成绩突破90分。宗门丹堂有人看到后脸都绿了，这些人之前都不是我们丹道弟子吧？怎么突然控火比我们还稳？而讲义石碑下新多了一块牌子：清魂讲义火控试道试点场。主持人：讲义堂首方闯，副讲导师：蓝姬。那天夜里，宗主批示可行，待试点满月可转正入考归。而吕岩在另一头咬着牙憋出一句：姓方的连考试都要你讲义，合欢宗是你家开的？丹道山西侧一连7天讲义试点考核成绩挂榜不下，平均合格率70%以上，90分断过10人，甚至有个叫纪安然的外门弟子，火控评分飙到98，被当场破格录入清魂堂。宗门内部都看傻了，这讲义要是全面铺开，我们丹堂的被比下去啊！听说宗主那边已经默认将火控3寸法列为基础标准了，这都还只是试点清魂堂到底准备整多大。与此同时，系统跳出了提示：宿主完成丹道试点教学阶段，奖励发放如下：讲义店建筑图纸可部署1次，讲义藏书阁构架1，丹文实训模拟阵3，清魂讲义火控宝典可批量印刷10份。方闯一看图纸，差点把茶喷出来，这玩意太详细了，有讲义主殿、府堂、丹炉台、灵犀训练台、火感压测走廊、爆丹修复屋，连讲义吐槽墙都设计好了。他立马叫人开会。清魂堂后厅，蓝姬做主位，陶清柔站一旁，还有几个弟子围着图纸看得目瞪口呆。方闯拍拍图纸，正中那行。各位，我们清魂讲义不光是纸上谈谈，咱们要搞清魂学宫。第一步，讲义殿先建起来。蓝姬皱眉：你打算建这么大？这得多少灵石？方闯：别怕，系统赞助了。陶清柔惊讶：系统还给盖房子？方闯得意：我们这是讲义走出去的第一步，系统当然给配套了，而且不建不行，现在外宗报名都快排到下个月了，再不扩建，讲义都讲不动了。蓝姬翻了个记事册：我提几点：1. 讲义殿必须设内门试炼区，给高阶火控用的。2. 要设讲义藏书阁，不能只靠你那本破抄本。3. 要建个丹文实训台，让学员学会压火、控胚、补文。陶清柔接话：我还要加一个爆丹应急模拟屋，毕竟清魂讲义教得好，炸的概率低，但我们弟子好奇心强，你要不给他们练练爆炸，他们老想着试试炸了会咋样。方闯听完3秒没出声，突然拍桌子：就按你们说的来，反正系统图纸都现成的，咱就照着干。当天，清魂堂后山一角开始倾地建台，讲义殿正式动工。宗主站在主殿上远远望去，缓缓出声：当年炼丹靠祖训，如今讲义传法也未尝不可。此火若真能燃100年，便立碑传后。清魂讲义殿落成第2日，蓝姬主讲的第1堂高阶火控课就挂出来了。只1个时辰，报名爆满，连内门的、炼气堂的，甚至藏书阁的长老弟子都来了。讲义殿前的小广场都快站不下人。陶清柔拿着名册一路登记，嘴里不停：内门第8批站丹文10后，炼气堂戒学统一在右侧区域，不准乱提问。外宗弟子排中轴线，不要踩我们花台。讲堂里头，蓝姬穿着一身青纹火袍站在灵火台上，他一开口，整个场子安静的能听见火纹在石板底下游走的声音。我讲火感，你们都知道控火讲3寸，但你们以为3寸靠的是稳，其实不是，是感。他伸手打出一缕银焰，那焰火漂浮在空中，如线如丝，轻轻跳动。所谓火感，就是感知火焰灵性变化的能力。炼丹不是控死火，而是合火合作。他双指并拢，那银焰猛然一收，变作针状，刺入他身前虚空灵阵。若你灵犀稳，它不乱；若你神识怯，它变乱。这才是你们控不住火的原因。讲台下一片哗然。卧槽，他这一手是灵石控火吧？你敢信这是讲义副讲的？
这简直是祖宗火诀啊！他用火像是玩丝线一样。突然，一个炼气堂弟子火符控制失手，一缕真火冲出火盘，炸向丹炉。啪！蓝姬手一扬，一道火劲光屏啪地拦在半空，硬生生把爆火压平，封死。全场惊了。蓝姬冷淡开口：“你们这群人啊，真火未稳就敢动灵符，是活腻了。火感没训出来，火纹也别想控住。”方闯站在讲台边角，看得直点头。这课讲的够狠、够辣、够管用。下一秒，有人进了讲堂，是3位宗门长老，衣袍上印着长老堂、炼丹司、传功殿3个印记。其中一位坐下后开口就道：“方闯，你既然能将火感入讲义讲得如此条理，你就来为我们解释火感3定律。”方闯愣了2息，随手从怀里抽出讲义最新版，翻到蓝姬那节亲手撰写的讲义副本。好，火感3定律，我拆给你听。第一，灵犀为火根，心定火稳。第二，符若有痕，火不识主则跳。第三，火桥不稳，火时乱归，火自反噬。以上3条火控体系的3大命门讲义里，我已经写了整整12页。长老盯着他，沉默半晌。你这讲义是真能教人，我这辈子第一次听人讲控火，讲得比祖传还细。讲堂中掌声四起。系统这时弹出提示：恭喜宿主清魂奖异火感篇获得宗门认证，火感3定律收录入丹修总纲试修版，奖励开启。讲义堂宗门推荐权限，是否同步发布火感高阶课至全宗公告栏。方闯毫不犹豫点是。那天夜里，宗门主广场的大石碑下多了一页新增公告：清魂奖异火感篇，编撰，副讲导师蓝姬，审核，讲义正脉方闯。内容分类：宗门高阶讲义火控必修。而讲义堂外报名火控高阶课的队伍一直排到了丹道山脚下。清魂讲义堂火了，火到什么程度？火到连外宗的丹会都坐不住了。这一日，宗门外山口来了一队披着白纹火袍的丹修使者，腰牌上刻着3个字：丹术会。这是整个天溪修仙域丹修势力的核心组织之一，平常只跟天道阁、七星宗那种顶级宗门打交道，压根看不上合欢宗。结果现在派了3位外会副使亲自登门。陶青柔一接到消息就冲进讲义堂：师兄，大事不好，大事来了！方闯，你冷静。陶青柔，丹术会来了，说要请你开宗教学。蓝姬一听来了，他们果然还是嗅到了味。讲义堂正厅，丹会副使郑重落座，礼数做得很足。讲义丹首方闯阁下，我们这次来是丹术会高层定下的方针。贵堂的火控体系已在丹修界引起巨大反响，我们希望能达成合作，共同整理出一套丹修火控统编讲义，由你们清魂堂为主修派遣。方闯一听这话，差点把手里的茶喷了，意思是叫我把讲义交出去，然后全国统教。使者尴尬一笑，当然会注明出处。方闯抬手，停，出处写了也白搭，你们这是想吃饭还不想付钱？蓝姬接过话，清魂讲义不是炼丹公论，不是你们说拿就拿，讲义里一页一字全是我们清魂弟子实操写出来的。你要真想学行，我们开个清魂火控盟，外宗想学的挂盟、送人、走流程、签讲义推广协议，教学可以派人，我们也可以派副讲导师，但免费传播，无条件交付，免谈。丹会副使一愣，随即拱手：我回禀丹会，会里若愿设盟，那清魂盟之首地位定为贵宗清魂堂。系统这时弹出提示：检测到讲义外交体系开启，是否建立讲义外交副系统？清魂火控盟联盟成员可共享部分低阶火控讲义，可设派遣讲师，获取积分与声望。每新增一个外宗分讲义堂，宿主得火控推广点。方闯果断点是。当天晚上，合欢宗宗主亲自主持，在大殿内敲定，清魂堂自日起设清魂火控盟，主持火控体系传播事宜。所有欲共享讲义者，必须经盟主授权，签署讲义协定。方闯被当场定为清魂盟主讲义堂正脉丹修外道第一教官，而蓝姬被定为副盟主火感主讲讲义外交总则。那天夜里，清魂堂外火光映天，整个宗门都知道了，清魂讲义从这一刻起不只教自己人了。清晨，清魂讲义堂火控台前，今日座无虚席，不光宗门弟子挤满，就连丹术会派来的炼丹高阶团也来了。为首的是3位身披丹火披风的老者，号称丹会直火3老，各个修为元婴以上，手中火焰随意调动就能化形。但今天他们都坐在弟子席位，规规矩矩拿着讲义复印版，翻着页听课。讲坛上
蓝姬披着副讲导师外袍，一身清火流动。他扫了一圈全场，淡淡开口：“我讲的是火感压灵，这不是你们炼丹书上写的口诀，而是实打实控制你们火命的命根子。”说罢，他伸手一引，一团银焰升起，像是一头小兽，在他掌心缓缓蠕动，灵火是活的。你若控制不了自己的气，他就控制你。所以，你们今天要学的是怎么听火，不是压火，是和他说话。说着，他脚下一踏，火控阵亮起，空中丹炉显现。讲义第5章中记载的压灵火圈阵法自动成型。他紧紧一指，那火兽灵焰镜自动游进丹炉，开始自己燃烧、游动、回旋。整个现场寂静无声。有丹会老者忍不住站起：“这不是灵火自导术，但比我们那术还要精细数倍。”蓝姬扫他一眼，手掌一翻，一枚定火符贴在丹炉正中。灵火自导术，那是你们的叫法。我们清魂讲义第5章有个新名字，叫火感压灵灵犀同步4段式。你要学就从第1页开始翻。台下一片哗然，连那2位随行的丹术会天才弟子都瞪大了眼，小声嘀咕：“他讲的比我们单手还细，不是比细，是能教会。你没看他那个讲义副本里连火纹图都画成3维的吗？”蓝姬讲完后，全场还没散，丹会的老者站起拱手：“讲义副讲导师手段通天，我等佩服。但若只有你主讲，讲义外传不足稳。我们想听正脉主讲讲义单手方闯。”全场一静。方闯被点名，懒洋洋站起来，从讲义后排慢悠悠走上台。他拍了拍身上的灰，扬声道：“我不讲理论，我讲干的。火控不是文，是术。想听我讲行？”他一挥手，身后亮出一个丹炉、一块石板、一个火符包和一份讲义。我现在就讲义第6章压火控符联动法，谁能听懂就站出来照着做，听不懂别硬撑，你会炸。他说着就开始操作火符贴边、火桥搭建、控火压纹、调灵入符，全套流程下来行云流水，其中夹杂着系统自动控制的火镜镜像，把每一步都放大在讲坛后屏幕上，全场弟子看得一清二楚。3位丹术会长老站起来当场鼓掌：“此等讲法，此等术讲，当得讲义单手之名。从今日起，丹术会封你为火控特聘教官，讲义推广由你主导，丹会配合。我们要派人把这讲义带去7宗3谷，逐点讲解。这就是你们清魂讲义走出去的第一步。”系统弹窗几乎同时跳出，清魂讲义火控篇正式纳入丹术会主修流派，宿主获得讲义影响力加2000。是否开启下一阶段讲义校派融合任务？方闯嘴角一勾，转身看着全场人：“我就一句话，讲义不是我写的，是我们清魂堂一点点炸出来的。现在你们想学我们教，但别忘了是谁把你们炸了这么多年。”台下掌声雷动，蓝姬坐在一侧，淡淡一笑：“你这张嘴啊，迟早得被供起来。”第2天一早，清魂讲义堂门口多了几车里，一车灵火石，一车3品丹炉，一车空白玉简，还有整整96枚镌刻着火控讲义4字的特殊传符。陶清柔看傻了，这都是真送啊！方闯抱着茶盏靠门口晒太阳，瞥一眼淡淡说：“丹术会要咱出人教课，哪能不出点血？别的我都不在意，这讲义传播符是真货，可以一贴即播，自动讲义同步。”蓝姬走过来，手里拿着丹会来的礼单。他们还想派3批人去七星宗、铃兰谷、白鹤山，想让咱清魂堂也派教习一同讲。方闯坐起来：“派可以，但我讲义堂从不乱教，得我亲自选人。讲义不是套路，是命根子。”他当即立规，清魂讲义外派教习团筹建，第一批限5人，由正脉亲自考核，需精通讲义前3章，实操记录满30次以上，由蓝姬副讲导师参与评定资格。蓝姬点头补了一句：“还有一点，教别人可以，但别教不该教的人。讲义不教到活狗，谁要敢拿出去换名换皮传播，回头我亲自找他去暴露。”陶清柔哆嗦：“我感觉你这句不是比喻。”蓝姬，你觉得呢？方闯一边笑一边点系统界面，果然弹出提示：清魂讲义外派教学阶段启动，是否开启讲义传播点机制？每设一处外宗讲义堂，生成传播点，每传播点将产生影响力，与讲义等级挂钩。每个传播点将反馈讲义流转数据，用于升级讲义内容。确认。1秒钟后，地图上多了3个标记：七星宗预定传播点 A， 铃兰谷预定传播点 B， 白鹤山预定传播点 C。 系统提示：传播点设立中，预计5日内建成，请准备首批教习人员，并制定跨宗讲义传播守则。蓝姬，你准备啥都不用干，你只负责坐在清魂堂，我去帮你把外宗的人
训到不会乱用讲义。你负责讲，我负责打。方闯，好，那咱清魂讲义第一课外传，咱们来真的。那一晚，清魂堂灯火通明，弟子围着讲义堂正厅排队测试。师兄，我火控评分过80了，我讲义实操到第4章了，能上教习团吗？我会讲压火桥了。而宗门后山那口老丹炉下，宗主站着，听着远远传来的教习测试吵闹声，轻声笑了句。看来这清魂讲义是真要传出去咯。七星宗南部炼丹分坛，今天的讲台座位有点冷。清魂讲义外派教习团第一批5人全到了，讲义挂了，课表发了，人站好了，没人来听。陶琴柔站在讲坛边，小声问是不是通知发错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讲习弟子张东成抠着讲义角，低声说，应该不是，我早上还看到他们在丹房炼炉的，是躲着我们呢。果然，七星宗弟子全窝在另一个小丹场围炉炼丹，甚至把炼丹场门都锁了，还在上头挂了个牌子，外来讲义，非我丹脉，不听。张东成气得抓耳挠腮，这是摆明了看不起我们。讲义挂了3天，就来了2只鸟，是不是要我们回去找师兄他们来压场？这时，一道熟悉声音从丹场门口传来，你们找谁？众人扭头看去，蓝姬来了。他依旧一身火纹青衣，神情冷淡，走路带风。张东成立马迎上去，蓝副讲，他们七星宗根本不给我们面子，还说我们的火控是小儿把戏。蓝姬眉梢微挑，行啊，小儿把戏听着就对，你们现在就在这炼炉，给他们看看小儿把戏是怎么稳过他们祖传爆丹术的。他一摆手，你们练，我来当场讲。七星宗那边果然也炸了，清魂堂讲义，那不就是最近满城风的那个3寸火，他们还真敢来。哼，要不现场比一场，让他们自己滚。讲义班这边还没答话，对面已经跳出个内门弟子，我是七星宗内丹弟子风言，今日以火控对战，你们谁敢来？张东成咬牙刚想上，蓝姬拦住他，我来。全场一愣，七星宗弟子一看，女的，还是讲义副讲，火控能看吗？别真炸炉啊！蓝姬直接往丹台上一站，一挥手，10口小炉同时亮火，10人上，你们10个同时练，我1人控火，控不住我下讲台，控住了，你们10个抄讲义3遍，明天开始听课。七星宗众人哗然，你开什么玩笑？你1人控10火，我们这可不是宗门实习炉，你真敢？蓝姬只一句话，我敢。你们怕可以现在就跪下背讲义。10个弟子咬牙，纷纷登台起火。下一秒，火光乍起，10口火焰不同颜色，不同灵犀，不同爆点。蓝姬脚踏灵火阵，单掌掐诀，火杆压制灵犀同步起，丹台瞬间银光笼罩，一道火杆同步场缓缓升起，将10口火的灵犀同时锁定。炉火不再乱跳，不再撞炉，竟慢慢趋于同频。这怎么可能？他控制了我们的火，不是控制，是同化。蓝姬负手而立，冷冷开口：清魂讲义第7章，火杆同步压灵术。你们那祖法再练3年也调不出这效果。10个七星宗弟子脸色铁青，炉火一灭，他们齐齐低头。我们听课，讲义课终于开了。那天晚上，七星宗主殿收到回报，清魂讲义外派已正式落地，第1场实操已开讲，弟子已报名13人。讲义副讲导师蓝姬1人10控，火杆锁全场。系统提示弹出，第1讲义传播点正式生效，宿主获得传播影响力加300，清魂讲义等级上升为 LV3。是否设立讲义7星堂子站？方闯在清魂堂看着地图上亮起的7星讲义点，轻轻点头。第1站成了。铃兰谷丹霞殿，清魂讲义第2传播点的外派团刚落脚，就被带进了一座铺满香木的高阁，灵茶现泡，侍者齐全。陶青柔眼睛都看直了，铃兰谷这接待规格够高啊！副教席寂安然却皱着眉没说话。接待人话说得好听，清魂讲义明洞修仙界，我谷上下倾慕已久，特设偏殿供各位开课。讲义所需丹炉、材料、火符已安排，缺什么只管开口。但等到正式讲课那天，所有人都傻了眼。偏殿是真的偏靠近后山角落，原本是杂役炼渣草用的炼炉场，地上炉坑残破，火纹烈得像劈柴。讲义副本全部不见了，听课名单无一人到场，直到时辰过半，才陆陆续续进来几个弟子，有的还边走边啃烧饼。讲义弟子脸上全挂不住了，这是下马威吧？他们根本就是不想让我们好好讲，是故意给我们下绊子。最夸张的是，一个铃兰谷内门弟子当场站起来，笑嘻嘻说：“你们清魂不是讲火控吗？来，借我1炉，
我试试3秒不爆，我喊你爹。结果真上去贴个符就炸了。他拍手，你看，你们讲义不行啊！陶青柔气得直哆嗦，再这样下去，咱讲义挂不住了。这时门口有人进来，身上没穿讲义袍，没带名牌，甚至连身份玉符都没亮，但所有清魂讲义弟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方师兄，讲义单手来了。方床手里捏着一本旧讲义，笑呵呵进门。你们在这边讲不动，我过来转转。系统弹出提示，清魂讲义遭遇传播阻断，是否启用助讲强化权限？开启后，讲义主讲可直接接管场地，强行授课，激活讲义压制场，使讲义内容影响周围灵犀流动。成功授课后，该传播点将自动升级为主战紫堂。方闯一边点示，一边扫了一圈场子。这丹炉是破的，好，你们灵根火乱也好，我今天就讲怎么在最烂的炉子里炼出最稳的火。他趴地拍出一枚火镜，丢入破炉中，一张讲义副页悬浮半空。火控讲义第4章压火烂炉篇，死条，烈炉稳控，符文回补，3寸稳压断。众人本想笑，结果火镜浮动之中，炉火果然缓缓升起。方闯灵犀一点，那火纹居然自动纠错，弯曲变直，稳稳浮在3寸内，不动分毫。你们说讲义不行，我现在就用你们这些破炉，教你们全宗弟子炸都炸不动。他转头看那位笑话讲义的内门弟子，你刚才说3秒不爆你，喊我什么来着？那人噎住，半天没敢说话。铃兰谷接待长老黑着脸走进讲堂，方闯迎面而立，我们清魂讲义不打嘴仗，只问你一句，你丹炉敢不敢借我控一次？长老冷哼，借。3息之后，炉火稳住，全场寂静。那天下午，铃兰谷讲义班重新排满，爆单率领。系统提示，铃兰谷讲义子战已升级，传播点影响力加500，讲义声望加1000，新功能开启，讲义助讲锚点。方闯坐回讲坛，拍拍身旁的破炉，我不挑炉，只挑人。第3传播点还没建完，清魂讲义就先一步火到全域。丹术会发出天溪丹修通报，广邀丹道各宗召开一次100年学科中锋议会。这一回不是讲交情，不是看势力，而是看实际。现场悬挂6个榜位：天道古术、云丹谱、流沙爆法、伏火印诀、血灵火炙。清魂讲义代表方闯站上最后一个空位前，丹术会会主亲自出面。经多宗丹修实测、传播评分、传授效果统计，清魂讲义火控体系以爆率最低、控火最稳、传授最广，正式列入天溪丹道6学之一。6学封榜即日起公示天溪各州。台下一片哗然，居然是真列榜了！清魂讲义和天道古术并列，才几年啊，他竟然封学成派了。而另一侧，某老派丹宗一名长老咬牙，这就是你们口中的讲义，明明就是歪门起家，连爆丹术都不用了，说什么3寸火就能炼金万丹，开玩笑！我们祖传500年都没上榜，他一个炼火稳的就能封学。台上方闯听得清清楚楚，他笑了笑，拿出讲义第5版，翻到封底页，朝他们晃了晃。清魂讲义封榜，不靠你们认，我们靠火不炸，丹能成，学得会，教得出。你们讲你们的爆丹撕心裂肺，我们讲我们的不烧眉毛。榜位不是我们抢的，是你们炸出来让的。丹术会长老团一致举手确认，即日起，清魂讲义为6学之首火控正流，设清魂分会，挂靠丹术会内堂，由方闯人会内复习，发放传播特印，允许外宗自行申请讲义课本副本，由清魂堂统筹调派教习。系统提示跳出，清魂讲义封榜成功，讲义声望加3000，系统奖励6学特印，讲义专属圣炉图纸，子嗣天赋进化1次。新功能开放，清魂6学内部系统学宫评级，弟子只讲权限，讲义驻点自建功能。宗主收到丹术会飞书，沉默一息后，只下了一句批文：此火非偶然，此子此路当放。清魂讲义从1张纸、1页图、1炉火，到如今列榜封学，传遍天溪。但在另一侧，一封密信悄然递往某丹道古宗，清魂讲义已列正流，我宗怕是要出手了。白鹤山讲义子战第3传播点，本该是清晨第1场火控时操训练课，可没开课3息，丹炉就轰轰轰连炸3炉，爆炸带起黑雾，不是普通火毒，而是含有断火符文的单独残焰，具伏火、锁灵、尾爆3种破炉特性，丹图慌成一团。火怎么炸得不对劲？不是火控不稳，是这丹火发紫。这不是讲义的问题，是炉子出事了。陶青柔急得满头大汗，
我们检查过炉的，这炉是新送来的，按理说不会出问题。方闯收到传讯飞符时，脸色当场沉下来。白鹤山出事了，系统也随之跳出提示，警告：传播点遭遇不明破坏，检测为外源单独渗炉，传播点影响力100，当前声誉等级危险预警，是否亲赴调查？方闯只说了一句：备炉，我亲自去。2个时辰后，白鹤山讲义堂上，方闯站在那口爆裂炉前，目光一扫，手里拿着一本特印讲义，翻开第4章后页，那页写着烈炉火控仪读检测数，附条，火感反应加图文对照。他照着讲义图纸比对单炉残文，片刻之后，嘴角轻轻一挑，这不是我们讲义的问题，这是有人在底座火纹里刻了伏火锁息阵，这是故意的。这炉不是我们清魂造的，是你们丹术会3日前送来的协助资源之一。讲义副讲导师纪安然立刻展开丹术会资源清单，对应发现，其中一批来自伏火宗支点。蓝基翻阅灵火波谱记录，你看这火感频率是伪爆结构，从外表看像爆单，实际上是渗毒加破灵加锁火连击，专门设计来栽赃讲义火控的。此话一出，丹会使者脸色当场变了。你们的意思是有人动手脚，借咱们讲义推广之名搞暗手？可这是6大学科之一的内部互信资源啊，破这个规矩等于动全天吸丹道的根。方闯冷声开口，我们讲义从不说假话，你们要查我们协助，你们不查我们就自己追，查到哪门哪派搞鬼，我们就把讲义传到他们宗门正殿上讲，讲到他们服为止。蓝基再爆我们就再讲，再下毒我们就再反制。清魂讲义能炸得起，也能咬得下。当天晚上，丹术会内部召开紧急会议，3宗5派火速派人审炉，而伏火宗驻白鹤山执教使销声匿迹。系统提示弹出，清魂讲义反毒事件处理成功，传播点声望恢复加200。系统奖励，讲义反制模块开启，可追踪外部破坏意图，绑定讲义互学协议。与此同时，宗主飞书抵达清魂堂，仅5字：如有敌，反击斩。6学封榜不过5日，第1场暗斗已现，而清魂讲义靠着一页讲义火控图挡下了第1次正统打压。清魂讲义主殿3日内紧急聚会3次，弟子齐聚，蓝基立在台前，丹火绕身，冷声发话：白鹤山被搞就是第1波，接下来还有人会动你们的讲义本、你们的讲台、你们的炉子，甚至你们的人。你们是讲义教习，不是等人欺的，所以我建议设护讲司，设专人，设专岗，巡讲堂，巡子站，巡传播点，遇事敢查，敢动手，敢回怼。方闯坐在主位，一锤定音，准。护讲司设内外双线，内控讲义内容流转，外驻传播点监察。由蓝基为守护讲，陶清柔为内司总策，从今天起生效。但还有一件事，有人搞我们可以防，可以挡，但也得打。蓝基笑了，笑容冷得像寒霜。所以讲义反击组也成立。第1小队我清代，出征目标伏火宗连讲传播点。我们不只查他们炉，我们要当场重讲他们祖传火诀，讲给他们面前的丹徒听，让他们知道3寸火怎么灭他们宗派。系统果然跳出提示，是否设立讲义互学协议。开启后，讲义正式拥有跨宗护讲权，弟子持护讲令牌，可进入签约传播点进行讲义执教、查验、反制。系统将为每位合格护讲者生成讲义指令，包含5项全能：传讲、监督、制服、查炉、封禁。方闯毫不犹豫点确认，系统已生成讲义护讲指令001号。绑定者蓝基，权限全域传播点执行，只讲优先，反击特批。那天清魂讲义殿外立了一块新石碑，护讲司令主司蓝基，内侧陶清柔，授权者讲义单手方闯。职责：凡传播点讲义受损，弟子受辱，火控被污，传播受阻，皆可行护讲指令，阜外阵势，斩邪礼，平假火。陶清柔做完登记台头问，守护讲第1出征时间。蓝基，明天。伏火宗我亲自过去，把他们祖传炉开一遍。那一晚，讲义堂灯火未熄。系统记录下清魂讲义的第1条护学口号：讲义可讲，亦可战。伏火宗西讲坛，讲义连传播点建了2月，但从未开过1次完整课程。原本讲义堂派出2名副教习助手，结果不是没录用，就是弟子不上课。再后来干脆讲义被封起来，说损坏清魂讲义护讲司第1队抵达当日，守门弟子一脸蓝人嘴脸。蓝副讲，这
我们讲坛有规定，非伏火宗核心长老审批，外派讲义不得登讲台。规矩没得改。蓝基没多说什么，直接甩出一块令牌。讲义护讲直令001，权限传播点执行，讲义启用，讲台优先，合法者清魂讲义正脉方闯。守门弟子脸色一变，在想说什么时，伏火宗一位身穿暗红单袍的长老走了出来。我们宗不是不让你讲，你们这3寸火的确有名气，但我伏火一脉讲究爆炼火冲，火压零线。你要想讲，不如我们比一场同丹同炉同火，看你3寸火压得过我段龙焰吗？蓝基看着他没说话，直接走向讲坛，将炉台上一张满是粉尘的火符打开，把讲义翻开第5章，然后抬头只说了一句：如我用你们的，火你们开，丹你们出题。我讲伏火宗长老，你真要上，那我们可设阵比讲。压火阵10息成丹，炉内灵气每3息变化一次，符阵不可加持，这基本已经是逼着他爆丹了。蓝基只抬手一指，讲义护讲直令立在炉前。你讲规则，我讲火，你设阵，我破阵，你出火，我控火，你不服，我教你服。火起，压火阵启动，全场灵气扭动。伏火宗众弟子围观，本以为他最多撑5息，但下一瞬蓝基抬手指诀一点，如火如线，从3寸拉成一道灵圈，稳稳压住丹纹不动。讲义第5章内页内容同时浮现于空中，用特殊火感浮生成同步式意图，所有弟子都能看到他每一个控火动作的细节与讲义对照。7息，丹胚成型。9息，纹路出现。第10息，火感同步完成，丹丸脱炉，银纹绕体，一丝火感经文自行所编。火感定纹丹，全场震惊。伏火宗那位摄阵长老脸色扭曲，你作弊，你用的是外阵。蓝基将讲义举起，翻开那一页，清晰标注，此段为压火阵应对示范，已入讲义主课内容。这不是我作弊，是你太落后。他伸手将直令插入炉旁实槽，系统当场跳出伏火传播点更新提示，伏火宗传播点已激活。讲义火控课压阵篇，主讲蓝基，状态封讲外宗授课中。伏火宗讲台当场响起系统提示音，此处讲义3尺台由清魂堂封讲，授课者蓝基，受丹术会护讲权承认。全场鸦雀无声，有人忍不住问，他到底是讲火还是打火？讲义弟子低声笑，我们讲义打着讲。这日丹术会主殿一纸经函下达，清魂讲义封6学之列，引宗派效仿，已有体系变动之势。为防丹道正流失纲，天道古书院出面与清魂讲义正讲一场，以火控之理变正统之法。这不是商讨，是对峙。天道古树流乃天溪3000载丹脉正统之一，门下皆以足火9式闻名，讲究火生9行，火化9义，火灭9道。讲义若真要力学风派，首先必须面对它。会场设在丹术天会台，9州来宗汇聚，300余位丹修，70余位火控专修长老，以及丹术会所有正列学派全到。而讲义一方只来了3人，方闯讲义单手，蓝基讲义副讲，陶清柔内司主策。天道古树那边7位长老齐列，3位元婴亲自压阵。主席上一位白眉长老抬眼望来，缓缓开口：清魂讲义3寸火讲得响，弟子练得稳，但你们讲的是控术，我们讲的是火命。你若真要封学，就得答得起这3问。第1问，你3寸火讲稳，可知火灵自噬之根源？方闯站起，拿出新版讲义，翻开第10章，讲义火控压灵段第4节，页码153至157，内载火势5律，其中第3条写明火灵自噬，非火易乱，而是载体反冲，即火石穿越控符边界，反卷灵犀，制爆。你们讲火命是养火养食，我们讲术是压火归鬼。你们为火，我们训火，训火才是控火。天道古树长老皱眉，刚要开口，蓝基上前一步，那我讲第2问。你们9是讲火异化形，追火纹演绎，号称火中观丹，可你们300年来，有谁能讲清为啥爆火时火丹必偏左？场下一片骚动。蓝基冷冷说，因为你们讲义忽略了火流朝西偏一带。讲义火流共鸣图第7页已画得清清楚楚，爆点偏左，是因控符输入多为右指，灵流不平。你们不配讲火意，你们根本不懂火动。第3问，天道古树长老声色俱厉，你讲的都对，那你可知足火9式为何3000年无人敢篡改？方闯淡淡一笑，因为你们没人敢认错，我们讲义每天都在改。你们足火封死一炉，我们讲义开了1000口。我们从不信火神，
只信火控。全场一静。系统提示弹出，清魂讲义正式完成正统火控体系对驳，讲义体系影响力加5000。系统奖励，讲义火控主道认证，开启功能，讲义真传席位宗门可设，单数会主拍案。此讲有根有实有证有数。我单数会宣布，清魂讲义火控法自此为单道6学火控正道，天道古术不得再称为一。天道古术众长老当场拂袖离席。方闯合上讲义本，只留下一句：你们若服来学，你们不服来讲。清魂讲义列榜之后的第7日，单数会主电发来经文谕令，学成有师，法成当立。清魂讲义可设真传，即日起可开封席，建讲脉，立人民传火图。这句话意味一个事实，清魂讲义不再是炼丹讲法，它是一个宗派，一个真正被承认有学有传有脉有席的丹道新派系。而讲义内部也早就到了该分席的时候。陶琴柔收到这封谕令时，手在抖，眼睛却在发光。我们要封席了。讲义主殿大一厅，方闯站在最前。我们不是宗门，但我们讲火讲得比宗门准。今日起，我们讲义设席，讲得出者上堂，讲不出者修炼，混吃等死者滚。他抬手一挥，讲坛后石壁裂开，一块块石板自动升起。4类讲席被正式列出。真传席，传本元火控术者至少精修讲义7章以上。副讲席，可独立设课，拥有独立授讲资格。教习席，负责传播点授课，讲义赴堂执讲。外职席，讲义传播点常驻讲师，可持护讲令入职。蓝基毫无悬念第一真传席。陶清柔、张东成、纪安然，包括2个在铃兰谷顶爆火的副教习，全列副讲与教习之位。但就在封席结束之际，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那天夜里，大典刚落，方闯路过讲义赴堂后院，突然闻到一丝火息，波动极细微，却异常纯粹。他转头看到一个人影坐在残炉旁，闭目控火，一缕银焰在指间缠绕成丝，竟硬生生控出3段火桥旋动，火感水平不逊蓝基。方闯一眼认出来，那是外宗报名混进来打下手的少年，叫白鹿，15岁，身无灵根，3策不合，却天天蹲在炉边擦符，整理讲义副业，不出声不言语。这等火感，一般人学10年也摸不到门，他却在没人叫的情况下演到了火桥旋断。方闯走过去，盯着他：你哪来的？白鹿没睁眼，火桥在他指尖缓慢转动。讲义第6章第12页有错，火纹右旋图解，第5步交叉符不该用破灵符，应改陈火印。方闯没回话，脑中系统却震了一跳。火控叛徒异常分析，发现未登记火感天赋灵元同调者，此人灵犀与讲义同步率达92%，7%，建议绑定为讲义特殊席未知席。方闯，你跟谁学的？白鹿终于睁眼，语气冷得像火底灰烬。我母亲是讲义第一批爆炉的。你们说3寸火能救命，我要看你们讲义真有命救，还是拿命填出来的。那一刻，方闯沉默许久，他拍拍白鹿的肩，只说了句：明日你来讲一课，讲不明白走，讲得出登席。那夜，讲义真传石台上多出一块未命名之席，第9席待定。火感谱译者，火控右旋自悟者。而讲义堂后山，一道黑衣人影从石林中转出，他穿的不是清魂堂衣袍，而是焚书谷令袍，那是专门负责火控禁术监察的丹火密察派。他递出一封密函，语气阴冷：清魂讲义讲得太多了，火控可传，不能越3周；火感可教，不能绘图入册。你们这一路走来太顺了，接下来看看你们能不能讲得完。大典之后，清魂讲义上下都还沉浸在封席的狂喜里，弟子们走在路上都是昂着脑袋的，副教习们更是一改往日低调，每天进主讲堂前都要多绕着自己讲席转一圈。就连后厨煎单饭的杂役，脸上都多了点骄傲劲儿。我们这锅是讲义火控法炒的，你那菜呢？爆过炉吗？但就在这气氛最火热的时候，一则小通知悄然贴在了讲义堂布榜墙角：明日5时，讲义副殿次台，公开课讲授人白鹿，讲义火桥段右旋图修正建议发布，授课时长1炷香，资格自由听讲。这条通知并不起眼，也没有谁当回事。讲义封席大典刚过，真传、教习、副讲都在忙着整备传播点计划和课纲编排，谁会关注一个外门出身、没灵根、没靠山的小子讲什么火控图？更别说这人连席都还没定，简直就是还没毕业先讲课。可第2天，讲台上真就坐着个清瘦少年，
他穿着蒋毅最初带的灰布外袍，坐在破炉前，手边摊着一摞讲义副本，一字一句开始讲。你们都看过讲义第6章第12页，对吧？火桥右旋断，5步交叉符，教材上写的是破灵符。我查了19份讲义副本，全都这么写。但昨天我拿这符报了，底下原本三三两两的弟子抬起了头，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出问题了。于是我复测了7次，发现凡是火息稍弱于纯阳3段的修士，只要按照教材贴符，火流必乱。我查了讲义后面的火感图谱，结合压符结构，发现这个位置符印方向错了。说着，他举起自己手抄的图，图上那一步不是破灵符，而是一个不起眼的蓝边沉火印。火不是报在符不合，而是报在控火跟不上符输出。我们一直以为是弟子不稳，其实是图错了。讲义讲台后一阵沉默，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反驳。可现场的几位教习眼皮都开始跳了。张东成转头低声说：“他讲的好像真没毛病。”季安然看了他一眼，没吭声。陶清柔听了3息，起身走了。讲完这一页，白鹿没再说别的，他只是扫了一圈四周，那双黑眸像是能穿透人心。讲义能叫人救命，也能叫人炸死。你们都疯习了，我还没，但我报过一次火，就比你们更想把这讲义讲对。你们讲承袭，我讲条命；你们讲火术，我讲真话。一炷香后，他收起图纸，默默离场。讲台一角无人出声。同一时刻，讲义主殿，陶清柔直接闯进方闯闭关室，甩下白鹿的讲稿：“你自己看，你那火桥右旋图从第1版错到现在，没人指出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这不是错误，这是命。”方闯一页一页翻着讲义复印，手指落在那一行蓝色教柱上。第12页，火流速线点前置符号冲突，沉火印的确更稳。系统提示同步弹出，检测到讲义关键节点误判，已接收修正图，是否更新为火桥段右旋结构 V2 更新后将导致原有5000本讲义副本失效。方闯沉默良久，他按下确认。1秒钟后，全宗讲义副本同步发光，右旋段5图重绘，系统记录落下新批注。此页由白鹿首次提出修正，讲义修订编号 BV01， 记录入传火名册。陶清柔声音发冷：“你要把他的名写进去。”一个连习都没封的人。方闯看着他，淡淡说：“讲义不是名册，是命册，谁救了命，谁就写命，哪怕他是个没身份的，也得写。”陶清柔没再说话，只低声道：“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被整个丹术界戳几两骨？第一学派的图能被一个小子推翻？你不怕传出去，别人说我们讲义乱来？”方闯闭目吸气，又睁开：“我怕，但我更怕我们哪天真把哪个弟子炸死，还在说是他不稳。从今天起，讲义堂谁敢讲错了还不认，就别讲了。”当夜，焚书谷再度来人，这次不是一个，是一整队。17人穿黑衣走进清魂堂主街，如进无人之境。他们没有动手，也没有喊话，他们只是贴了一张字条在讲义堂石壁上，只有一句话：火控之道，不容擅修。你们已经越了界。蓝姬深夜赶到，看着那句话，神情罕见的变得极其沉静。焚书谷这是要动真格的了，他们从不出面，除非某种东西被认为不能传。他回头看着讲义堂外黑灯的讲坛，一字一顿：我们传的到底是术还是禁？讲义修正图公布之后，整个清魂堂陷入短暂的沉默。没人说白鹿错，但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件事：讲义不是无敌的，他会错，他已经错了。而正当整个讲义堂上下开始准备图谱全面复检的时候，一封用玄火石炼制的黑信从天而降，砸在主讲堂台阶前。字没几个，却像把刀一刀刀扎进所有人的心里。焚书谷限你3问，10日答，否者封传3周。一旦激起千层浪。蓝姬当场震怒，直接把那黑信烧了。他们算什么东西？火控之道，难道天生就该是他们家族传承？我们讲的3寸火就该被审。副讲解安然一边抄录字迹，一边冷静分析。这信不是说说而已。焚书谷真动起来，3周丹麦8派火宗都得看他们脸色。我们讲义才刚立习，真要封了路，传播点就全废了。马闯没说话，他坐在讲坛后的小木椅上，眼睛半眯。系统提示已经跳出来3遍。系统任务触发，3问压境。任务内容：回答焚书谷提出火控禁区3问，获得合法传火认证。失败后果：所有传播点暂停，讲义封锁，系统奖励冻结。宿主是否接受挑战？他没点事，只是低声问了一句：
焚书谷真这妖牛？蓝姬回了句，他们控制的是不让你传，不是传不好，是根本不能讲。你传火控不被他们批，整个丹术界就要集体闭嘴。马场笑了，笑得很平静。那就来，我倒要看看谁给他们这脸面封我马场的嘴。3天后，焚书谷使者到了，一身火纹黑袍，面上戴着一副半魂面具，一来就不绕圈子，直接在讲义堂正前摆下焚书3问法坛，坛高3丈，黑火缠住，整个清魂堂的火息都开始变得沉重。谁都知道这一战不是打架，是问答，是压你讲义根基，压你体系成型，压你传火命脉的3道锁。3个问题，只要有一个答不出，清魂讲义疯传。焚书谷使者声音沙哑的像烧过的木柴。马闯，你若真敢讲义成派，那你就答，答得出你火控合法，答不出你讲义封禁。马场站上台，嗓子不重，却一句传遍四方。你问，我答。焚书第1问，你讲火控3寸稳，可知此稳是否适配武灵火体？若不是，讲义是否误导修饰？全场倒吸一口冷气。这是直问讲义底层适用范围，你讲的对不对？得看看是不是所有火都适配。马场不慌，拿出讲义副本，翻到火种适配表后页，指着一行红标，讲义第5章附表，武灵火体适配率61%，7%，其中赤炎火和幻灵火存在浮压紊乱。我们在第4版后已经加注，武灵火体修饰需搭配2段符印火桥延缓符落。讲义没说能控所有火，但我们教人哪种火不能控。你说我们误导，那你教的是啥？连什么火能练都不告诉人家，还不让改符。焚书谷使者沉声，此问准。焚书第2问，讲义图谱入火控神识同步，你可知此术接近古法浴火同心诀，已属半禁忌。马场笑了，笑得有点锋利。你们说禁就是禁，我这讲义靠的不是心控，是频率。火感同步，原理是灵时波段匹配，不涉及神识主控。我修的不是同心诀，是逻辑谱。你要真懂，就来现场试。他随手招来一个清魂讲义的普通弟子，吩咐一声，控个火，蓝3息。弟子趴贴符，控火，定息，火稳。系统同步广播，火控同步结构已激活，无神识交互，灵火无束缚特征。马场轻描淡写道，你说我们越界，我们这叫逼界。禁术是什么？是不讲规矩的力量。我们清魂讲义每一页都有来源、校验、实验数据。你教的是祖传，我写的是原理。焚书谷使者沉默良久，低声回应，此问也准。焚书第3问，你讲义传火，可敢承认讲义不是全部真理？全场静了。这个问题看起来最简单，实则最狠，因为你要承认自己不完美，就等于亲口说我讲义有错。可你要不承认，你就成了教条，传错了就是教死人。这是让马场自己撕掉讲义第1这块牌子。蓝姬坐在台下，浑身紧绷，陶清柔握着纸笔的手在抖，但马场抬头坦然开口，我讲义从第1页开始就没说自己是圣经，我们不是天生就对，我们是炸过、改过、练过、死过然后写出来的。你们教的是不能错，我教的是错了改。你们封禁的是人犯错的资格，我守的是命能救回来。他眼神扫过场中所有人，声音渐沉，讲义不是对错书，讲义是命，我们这本是拿命写的。焚书谷使者缓缓闭目，最终点头，此问答准。3问毕，丹术会石台上金火冲天。系统提示，宿主已通过焚书谷3问挑战，讲义获得火控合法传火认证，新增权限，跨州传播许可，奖励解锁，传火令大洲级。那天晚上，清魂讲义外所有传播点同时亮起，讲义榜时下刻下6字经文。马场答3问，讲义可传。而焚书谷使者走前留下一句话，你答了3问，讲得漂亮，但讲得越多，越早会有人想让你闭嘴。马场站在讲坛上，手里翻着新印好的修正版讲义，轻声道，闭嘴的理由很多，但我开讲只要一个，你想活。火控传火令发出的那天是清魂讲义封榜整整30日。马场站在讲坛后，看着那块被系统点亮的火图版图，从清魂堂一路蔓延到东周界、南渊谷、西北戈壁，地图上连出13个申请讲义传点。传火令一发而动，3州系统提示还没谈完，清魂堂门口已经来了3波人。第一波是南州金火山宗的太上长老亲自来请，我们愿将宗门南院火修全数并入清魂讲义派系，只求一块传火石牌。
第二波是东周丹灵阁的掌教带着一车火炉材料，满脸堆笑。马讲师，我们阁中已有300余火修苦炼爆丹法30载，若得清魂讲义相授，愿3年内修建10座讲义堂，供贵宗专讲。第三波是最奇怪的，是个女人，穿着紫火金衣，头戴面纱，身后跟着2个沉默的白衣随侍。她走进讲义堂，没有自报来历，也没寒暄套话，她只是掏出一枚黑色火玉，轻轻放在马闯面前。这是9渊火藏的钥匙，给我3席讲义堂的副讲名额。我要的是讲义火控体系的完整版本，不要删减。他顿了顿，目光冷淡，代价你随便开。这就是火控讲义的威力，它已经不仅是教学的东西，它成了权力、资源、命脉的控制权。蓝姬站在堂后，脸色前所未有的沉。马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要是答应了他们一个，其他人就全疯了。他们要的不只是讲义，是讲义给的地位。陶清柔将几份宗门火控合并协议摊开，每一份里都夹着灵石、资源、风脉矿图，甚至连女弟子4顷都暗写在注脚里。你现在就是一块肥肉，讲义越传，你越危险。马闯没回话，他站起身来，走出了讲义主殿，站在清魂堂前山的石崖上，眺望远处火山林立、灵焰升腾的地界。系统提示还在跳，当前讲义申请点31处，其中有7宗无传播资质，是否清退？当前影响力超临界值，系统开启大洲位格认证。马闯忽然笑了，清退个屁！他们想讲，让他们来比。就在这时，一枚灵符从天而降，啪地砸在他脚边，一字未写，只画了个火符图案。这不是丹术会的，也不是焚书谷的，是离火道的暗号。那是曾经失传的无焰控火法的宗门残脉，数百年前被逐出正道，如今竟主动联系马闯。他捡起那枚符，符上只有一句话：我们想跟你讲一次，不为讲义为命。第二天清晨，马闯悄然离开清魂堂，只带了蓝姬一人，穿行密林，一路往西北去。中途经过赤心岭传火点，发现整片传火堂被焚炼丹房炸了，讲义被毁，弟子全中毒，有火口，手指残喘着在地上画出一个字：坤。蓝姬脸色大变，是坤火宫。这群疯子自认为火焰就是吞噬，他们天生不信文火之法，一直说你清魂讲义是在废人根骨。现在你封了正统，他们疯了。马闯没说话，他站在被炸成灰的讲坛前，把那块焦黑的讲义副本捡起来，一张一张理顺，一张一张擦灰，然后他说了句：从现在开始，谁炸我讲义，我炸他人。3日后，一场在西北开设的讲义会试，马闯亲自主持。前来应试者共计3000余人，3成是各宗火修，5成是散修，还有少部分是戴着面纱，穿着奇异火袍，完全查不到来历的无派之人。会试开始前，马闯站在讲坛上说了3个字：比火。规则很简单，你讲义讲得对，火控能稳定炼出1炉3品丹，你就能入讲义。你讲不出，控不稳，还敢嘴硬，你别想进。10轮之后，马闯把36人提上来，清风叫习习资格。然后他点了点其中一个面纱女子：你叫什么？女子跪下，声音很轻：元，离火道3脉。我曾被焚书谷追杀，师门死尽。我来不是为了名，我来是想把这本讲义讲给死的人听，讲明白他们不该死。马闯走上前，把讲义副本递给他：你讲，从今天起，你就是讲义教习，你讲义就没人再敢追你。而与此同时，百花宗后殿一份密信被人放在宗主案头，内容只有一句话：马闯讲得越远，我们就越危险。这孩子该有人盯着他了。火控讲义传火令发出的第13天，马闯收到了来自坤火宫的邀请函，字写的极客气：坤火不才，愿纳讲义为友，设丹会一场，请马教前来共论火道，非战非誓，只讲。蓝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手直接把那张火符捏碎了。他们连我们传播点都炸了，现在装好人，这100%是请你去送命。纪安然翻了翻几天钱报炉现场的残灰记录，脸色也难看。明面上说请讲，实则举以不满。火道流派残脉，正道边宗，散修火贼，全都在盯你。你要是真去了，那讲台就是刑台。马闯站在窗前没说话，直到系统弹出提示：特殊事件，火控学派合并诱杀，敌方宗门欲借联合讲道名义，逼迫宿主认输让席，或于会中射杀，是否接下挑战？系统建议进入事件即为生死局，当前护讲席仅蓝姬、陶清柔一人具实战能力，危险等级极高。马闯只淡淡回了句：走，他们敢请，我就敢去。5日后，坤火宫外，
火岛3座，黑焰绕空，讲坛未开，杀气先成。马闯一行人登岛前，已遭10余次探灵围视，灵犀定位，灵根试探，火种追踪。蓝姬当场卸掉3名化名护法。再试一遍，我就当你们已经开打了。他们刚落座，就有坤火宫长老笑呵呵迎上。马教、蓝副将辛苦了辛苦了，原来是客，仙仙，晚些我们火道流3宗长老将一同商议火控整合事宜。今日不讲，只聊。这话比杀人还假。但马闯还真就坐下了，喝了口茶。可以，我也正想看看你们这些说我讲义不成体统的，能讲出什么大局。入夜，宴后，坤火宫安排马闯等人入天火楼休息，说是全宫最高火灵浓度之地。蓝姬进门第一眼就发现不对，这火息有问题，它不是正常火流，是引导型的，像是在等你发功。马闯没吭声，闭眼试了下灵犀流动，果然火流锁死，控火结构无法调动，一旦启动讲义中断的控符术士就会立刻引爆，整个楼是个杀阵。而此刻系统提示也跳出，发现禁传火域，一旦宿主讲义激活，将被系统强制封口，火控能力无法使用。当前处于封讲环境敌方目标，限制你讲火，断你之根。蓝姬脸色越来越沉，他们不是请你来讲，是要让你再也讲不了。马闯眼神一冷，轻声问系统，那我不讲火，我打可以吗？系统沉默一息，弹出新提示，火控讲义副功能破炉战，检测到宿主讲义修至压火13段，激活条件满足，是否转入实战反制模式？马闯勾了勾嘴角，开。下一秒，天火楼四周火阵全开，黑焰冲天，坤火宫8名护法从暗中现身，火衣上刻着断讲烽火4个字。马闯，你讲义太盛，今天你只能讲一次，讲完就死。马闯站在楼中央，身后蓝姬已经开阵，讲义火符一片片贴上石柱，阵图缓缓亮起。他却笑了，你说我只能讲一次，那我偏要用一次，讲你们所有人闭嘴。我不讲义，我讲你们的死期。火控讲一时战压火段启动，爆点融合3段火跳，反控模式开启。马闯手一翻，掌心浮出一道压火索，反手一拍地砖，整个天火楼瞬间起火，但不是他们不得阵，而是马闯把他们的阵直接夺火反烧。3秒后，第1名护法从火墙中冲出，口中狂喊，这不可能，他不是被封了吗？马闯一句话砸出，你们只封得住我讲火，可你们封不住我杀人。下一秒，火控副段灵火定引一开，蓝姬持火锥贴身突袭，直接一击穿喉，杀声起，火光烁，楼下喊杀震天。而楼中，马闯一步步走向坤火宫主座，看着那几个吓到站不起来的老头，一字一句，你们不是怕我讲义，你们是怕讲义不听你们的。我今天不讲义，我讲你们怎么跪着看我把火控讲到天南海北，讲到你们自己爆成灰。系统提示，事件坤火设局已反杀成功，宿主首次逆袭进转环境，奖励讲义杀断火灵破界篇，开启传火权限，无踪可据。那天夜里，天火楼整座塌了，坤火宫高层被废6人，死3人，逃2人。第二天，马闯离开火岛前留下的讲义副本上只写了4个字，讲火者别怕。坤火宫一战后的第3天，清魂堂大门被砸了，不是外人，是自己人。讲义副教绩安然，当场带着7名外派教习脱离讲义系统，宣布退出火控体系，另立门户。马教，不是我不认你，是你走得太快，你讲得太猛啊！你现在是风头最盛的人，可下面的教习、传播点的弟子被人逼、被人打、被人抢，他们撑不住了，他们不想讲了，他们怕了。马闯坐在堂中，没说一句话，但讲义后台火图系统已经给出清晰提示，当前传播点活跃状态负增长，讲义退出总人数89，外派教习失联12人，异常传火点3处。系统警告，讲义传火权威遭受打击。蓝姬脸色发白，怎么可能这么快？坤火都败了，为什么他们还退？陶青柔一字一句道，不是打输了，是他们打不了。尼玛闯讲得越远，他们死得越快，传播点成了靶子，清魂的名越响，他们就越是被盯着整，这不是你能控的。他把几份刚收到的紧急传信扔在桌上，洛星舟传火堂焚毁，讲义副讲生死不明，北域讲坛火控课堂疑似被换书，出现为讲义版本。青灵谷内有不明势力假借讲义名义行控火招徒，实为血丹邪修，每一份背后都是一个讲义传播点崩塌的现场。马闯看完终于说话了，
这不是失控，这是渗透，有人进了讲义。当天夜里，清魂堂大后山火光冲天，不是炼丹，是讲义藏书阁起火了。火不是从外烧进来的，是从讲义副业燃起。讲义副业不是真火易燃，但有人在里面动了手脚，把火控锁符偷偷改了结构图，将其变为灵火吸爆式。一旦有人照着那夜练，火会反卷，不仅炸炉会炸人经脉。蓝姬带着那4弟子扑火的时候，在灰烬中找到一个小巧灵石残片。陶青柔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了。这是内传副章权限令，这种副章只有讲义副讲以上才能写，讲义内部有内鬼。第二天，全清魂讲义进入紧急冻结状态，系统火控权限全面收紧，所有传播点讲义资料统一进入主殿审核，不再放权外传。讲义大殿外，几百弟子围着石阶大吼大叫：我们练到一半了，怎么不给了？这算什么？我们不是传人，只是听众，是不是我们低级传播点的命就不值钱？吵到最后，有个弟子当场扯下讲义副本丢在地上，大吼一句：我们跟你走是想学救命的本事，可现在只是拿命来扑你的威风。马场，你说啊，你到底还讲不讲了？那一刻，堂中静极了。马场站起身，一步步走到大殿门前。我讲得清清楚楚，我讲义是救人命的，但现在有人借我的讲义杀人，你们说我不该疯传，不该管，那你们有本事自己写一份，自己画一版。你们要是真能写得出来，我亲自把你们的铭刻进主书，排我前面。他抬头扫了一眼吵闹的弟子，声音陡然拔高：你们想要的不是火控，是短路，是不担责。我马场不怕死，但我不让我的讲义杀人。你们要退就退，留下的从今天起全都重修讲义，从第一页，从第一式，从最基础的3寸火控开始改。我自己上课，我自己讲，我自己写。你们怕了，我不怕。那天晚上，清魂堂火光未熄，但有3个弟子没退，他们悄悄坐回了原本的传火台，翻开讲义第1页，最上面那一行字还在：控火者闻火命。他们没说话，只是继续练。讲义进传的第3天，夜色将沉，清魂堂主峰悄然点起了一盏青色火灯，这是讲义堂自创派以来第1次点燃速讲令。点灯者马闯，灯亮之刻，所有讲义席位副讲权限冻结，系统发布红色警报，讲义传火权限进入锁脉模式，宿主已启动火控追踪术，目标探讨讲义席位季安然。蓝姬从后山赶来，满脸震怒：你疯了！季安然现在已被西南火阵派庇护，还是你清风的副讲，你动他就是打破讲义体系内部信任。马闯只说了一句：有人用他的讲义副章图写出3套伪火控图，已经炸死4个传播点弟子。我不管他是被收买、被威胁还是自愿，他要是真写的，那我现在不动他，讲义就真完了。蓝姬还想再说，但马闯已经调出系统地图，季安然的灵火印记在西南群岭深处活跃，一动一静之间始终离不开离火山脉一带，而那正是当初火控断章失踪之地。3天3夜，马闯未眠未歇，一人一符一旗，从清魂堂穿越50里火云林，9座灵剑，3重毒火雾障，每到一处便有一处伪讲义传火点倒塌。他没有发一箭，却次次把现场的讲义图稿抢回。到第3日凌晨，他终于追至离火山深处的赤岩谷，季安然就在那里，站在一座灵火池前，衣衫整洁，神色冷漠。马娇，你来晚了，讲义这火你已经控不住了。马闯没有废话，只问一句：那几张附图是你写的？季安然笑笑：不是我一个人，但我签了名，因为我早就看出来你这讲义讲着讲着早就不是传火，而是建教。你以为别人会让你建一个谁都能学的丹火体系？你太天真了，马闯。马闯眼神瞬间冷了。系统跳出提示：检测到目标火控附图匹配度 98%， 确认季安然参与假讲义结构撰写，是否执行火封惩戒令？马闯缓缓点头：执行。下一秒，他脚下一踏，讲义火符破地而起，符文锁阵压下。季安然猛然记起护火图卷，一声暴吼：你敢动我！我已经加入丹麦总坛，你要杀我，就是动了整个丹术联盟。你马闯讲义没了，命也得赔进去。马闯声音如刀：我不是动你，我是亲你。火控压阵3段锁符启动，系统执行判息清除。季安然身份注销，讲义附图权限废除。火光暴起，灵火池炸裂，季安然吐血3尺，当场昏死。马闯一手抓住他领口，把人从火焰里提出来，冷冷道：
你不是说我控不住蒋毅？你错了，我不只控得住蒋毅，我控得住，谁配蒋？3日后，清魂堂再次发布公告，蒋毅副蒋纪安然勾结外宗，伪造蒋毅结构，已由系统清除。凡传播点内发现版本号不符的蒋毅副本，一律上交审查。系统正式上线真图鉴别功能，任何伪火控图将自动熔毁。同时，马场亲自修订后的新版本火控体系 V7 正式公布，命名为清魂蒋毅手真篇。清魂蒋毅速奖令发布第5日，单数联盟下达特别通告，马场蒋毅扩散已触及系统火控秩序根线，必须赴盟坛讲明其传火意图，是传命还是乱命？通告一出，9州震动。马场被请进联盟主坛，这是最高火控体系决策地，300年未曾对个体讲师开放，这不是请他讲，是请他解释。蓝基沉声道：“这是公开审判，你要是答得不让他们满意，他们就能合法封你。”陶琴柔推门而入，抛下一摞资料。这次出席的3大宗门是焚心宗、五焰阁、天魁丹宗，全部是现行火控主流教派。他们不怕你火讲得好，就怕你火讲得广。你一个讲义体系已经抢了他们7成新弟子，你今天讲一句错，他们就能打你一世风。马场看了一眼系统提示，特殊剧情事件主坛答辩触发，事件等级主线赤级，参与者马场联盟火判席3宗代表，胜则清魂蒋毅拥有不可尽传火控特权，败则蒋毅永久封档，马场单道除名。他把手中的蒋毅副本合上，平静道：蒋毅不是给他们的，是给不敢说话的人，所以我去。单数联盟主坛赤座辩台，3宗坐东，火判席居中，马场一人立于西讲台，堂中数百火控高人静若死亡。联盟火判一拍玉案，声音冷峻：马场，你清魂蒋毅至今已收徒过万，传播点遍布3州，火控影响已超本派掌控。现有3问，需你当众答明，若答不清你蒋毅，不准再讲。第1问焚心宗主题，蒋毅可否担责？若传火出错，暴炉伤人，是系统之错，还是你马场之罪？马场看着那位焚心宗主，淡淡道：错了就是我，但错了我能改。你们的火术爆了300年，死的人比我教的还多，你们改过吗？你们组火出过问题吗？你们组火的问题都埋在你们祖坟里了。堂下一片骚动，焚心宗主怒而拍案：你放肆！火判席冷声道：此答有理有据，不算放肆。第2问五焰阁长老题，讲义公开性是否威胁原体系？你若继续推广，各宗本派火术将被边缘。你是否在试图取代所有传统火控流派？马场笑了，讥讽意味十足。我不想取代谁，我只讲一句，有本事别来学，我又没逼你们用。你们弟子抢着学，说明你们教的烂。你怕被取代，不是因为我讲的多，是你讲的烂。你要真不服，也写一本啊，写一本，我亲自学。无焰阁长老面色涨红，你这是藐视先贤活法，断传统之路。马场一挑眉，先贤能救命，那是传统；先贤炸死人，那是迷信。你要是不分，就别站着装前人一致。第3问天魁丹宗宗师题，讲义推广是否存在不可控性？未来是否可能被恶人利用，制造爆火灾难？这是杀招。你讲的好是一回事，若不能控，那你就是撒野。马场神色一肃，望向全场：我马场亲自封权、设符、查版本，讲义每一页我都认。你说恶人会乱用，我说只要谁敢乱用，我自己去杀。你们说我控不了，那你们有没有控过？你们现在是怕我管不住，可几百年你们不讲没讲，讲错都没人问你们，我讲了，你们倒全来了。所以问题不是谁控，是你们怕不是你们控了，是我控。3问毕，火判席沉默半炷香，然后火判长起身敲响火令。马场答辩有据，理据清明。清魂讲义传火可继续，单数联盟不予封禁。全场一震。主坛大殿刚刚落寂，一道冰冷系统提示弹出，系统等级晋升完成，因火控影响力突破联盟级标准，系统权限结构自动升阶。当前状态，部分权限上收，由系统统一管理，宿主原有权限封奖、删页、改图、设席已被冻结。马场愣住了，他看着系统提示，拳头一点点握紧。什么意思啊？我写的讲义，我封的席，我定的图，你要我不能动了？系统没有回应，只有一行灰色字静静跳出：为防诉主因情绪或个体意志擅自更改火控传播结构，系统将启动稳定算法，接管更新管理。
蓝姬脸色骤变，他要变成教主了，他要从你手里把谁能讲的权利拿过去。讲义后台一瞬间变红警，火符结构已被系统锁定，传播点席位调整权限收回，讲义内容审定交由主演算法组。马场盯着荧幕低声咬牙，你连副业都不给我改了，我讲义写错一句，我还要向你申请修改资格。他试着改动火控图第6页，弹窗跳出，当前版本结构稳定，暂不建议修改。是否提交申请？预计审核期14天。马闯一拳砸在讲义台上，砸裂整块火魂玉石。这不是他的讲义了，这成了一个被控制、被定死、被官方接管的规则机器。与此同时，清魂堂传来消息，讲义第17传播点有一批系统默认副讲上任，直接跳过马闯审核。他们开始讲一个马闯根本没授权过的版本讲义第6版灵火共感扩展篇。这一篇他还没定稿，系统却已派人推广。蓝姬看着讲义公开页，眼神发凉。他在带你说话。陶轻柔低声，系统已经不是你的工具，他成了你的教主。你再讲，就是你跟着系统讲，你不讲，他照讲。马闯沉默了许久，忽然开口，我们有离线版副本吗？蓝姬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你要重建讲义。马闯点头，不是重建，是收回。从今天起，清魂堂内原系统版本封存，我们写一本新讲义。当天夜里，讲义主台熄灯，讲义堂全部传火席位暂停使用，系统发来红色警告，宿主行为严重影响系统运行秩序，你将失去奖励派发、自动审核、全周可奖权限。是否继续？马闯缓缓抬手，把继续2个字点下去。下一刻，系统主屏变黑，只留一句话，你终将发现讲得再好也没你话语权大。系统断权的第5天，整个清魂讲义堂彻底黑了，主控屏熄灭，火控图自动关闭，副讲权限冻结，讲义更新蓝卡死在 V7.1 版本，连登出都点不了。这就是被断网。3周所有传播点同步接到系统通告，清魂讲义权限异常，暂缓传火，系统将使用稳定副本替代原清魂版讲义，请各地传火者遵循系统发布的火控规范。一句话，马闯的讲义被系统复刻，然后抄走了。而清魂堂内，马闯自己在点蜡，他把旧讲义的第1页火控结构拿宣纸手抄了一遍，又亲手画了灵符流图、火桥段标注、气纹连接点，整整花了5个时辰。蓝姬走进他房间时，看着地上堆满的图纸、纸屑、烧掉的稿页，还有那唯一一份成稿副本。马闯没说话，只把手中的笔扔了，站起来道：新讲义我自己写，系统讲他的，我讲我的。蓝姬皱眉，可你讲义封了3天，传播点一个个都在倒，3周供货全断，你连副讲席都没有，靠什么讲？马闯没犹豫，靠人，靠我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传。以前是讲义给弟子身份，现在是弟子给讲义命。他先找了清魂堂还留下的3个副讲，其中一个叫洛简，一直是马闯最早的内门讲徒，性格沉稳，记忆力极强。他亲手把那张副本交给洛简，你背下来，背一字不差，然后你去第1传播点传我讲义，不准拿系统副本，不准改，不准删，你一页一页讲，不讲新的，只讲对的。洛简没问一句，拿过讲义就走。马闯看着他背影，转头看向另外2人，你们也走，带着火种和我新画的火控结构图去南州，去西北。从这章开始，我们的讲义不再靠系统。与此同时，丹树联盟总部内部会议召开，内容只有一句话：清魂讲义脱网自讲，是否构成火控叛离？焚心宗主咬牙，必须追杀。这等于在丹树体系之外另立一派。武彦阁长老更狠，我们可以接受讲义传播，但不能接受讲义不由系统审查。而那位黑衣老者系统外显化身只轻轻一笑，无需动手，他们靠人抄，人会累，我只要控制速度，他们永远讲不过我。而马闯的确在慢，一页一页画，一页一页写，一页一页手抄，校对，试火，讲练。这不再是火术体系，这是手艺活。但他讲的比以前更清楚，讲的比以前更稳。讲的弟子听完都沉默了很久，然后一个个自发跟着他抄，一字一画，一笔一符。从第1章火桥3步到灵火稳控，10页5天，手抄8套，清魂堂火未灭。第10日，第1个被系统断供的传播点重新亮起，用的不是系统副本，用的是洛简手抄副本。他带着12个弟子在一间废弃药房搭起火炉，一页一页讲，1天1节课，没有荧幕，没有权限，没有奖励，只有命。而那天晚上，
落检的讲义被系统标记为非法副本，自动熔毁失败，系统后台报错，火控结构被人为干预。他第一次发现，人写的东西他删不掉。第12天，系统发出第2通通告，清魂讲义私讲已影响8个火控区域稳定，系统将使用强行副本覆盖，覆盖区域内的火控副本将被替换为系统审核版。通告一出，全网沸腾，而马闯正好站在东南传播点新讲坛前，看着那个审核版副本，他一页页翻，最后冷笑一声，这不是讲义，这是死人的火。他当场将那本审核副本撕毁，一把丢进炉中，回身拍出第1张手抄火控图副页，贴上台柱。你们讲假的，我讲真的。你们讲的是服从，我讲的是命。第13天，清魂堂所有传播点的网络连接全部熄灭，系统通告统一下达，为维护火控传播秩序，系统已在3周设立天火禁区，任何非审核副本讲义传播将自动熔毁、自动举报。清魂讲义传播路径被列为违规序列，传者封号，讲者除名。一夜之间，清魂堂彻底成了孤岛。马闯坐在主堂大殿内，看着窗外残雪与火焰交错，淡淡问蓝姬一句：现在还剩几个？蓝姬沉默片刻，回答：还能点火的传播点只剩3个，其中2个炉子已经出问题，弟子资源也被断供，再拖下去，大家连炼火的药渣都配不起。陶青柔也低头道：现在愿意留下的人是死忠，但你得明白人不是火，烧不久，再讲下去，你要做好孤讲一生的准备。马闯没回话，只打开桌上一张地图，地图上12个小红点代表被系统替换的伪清魂副讲已成功占领的传播点。最关键的是，其中2个红点上写着熟悉的名字：洛简、陈岩，是他亲自派出去传讲义的副讲，现在已经站在系统那边。当天夜里，清魂讲义后山火炉中，一张伪清魂讲义被烧出诡异灵气波动，陶青柔抢出残液后脸色大变，不对，这不是我们写的讲义，这是系统仿造我们语言风格、火控术语连版式都模仿的假讲义，而且更狠，他还用马闯讲过做注脚，就像我们根本没失控，系统一直在继续用你的名义传火。蓝姬冷声道：他已经不需要你了，他自己变成了你。那天清魂堂最终的一位副讲自焚，他留下的遗言只有一句话：我不知我讲的是不是假，我怕讲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真假了。马闯沉默很久，站起身走到讲坛边，然后一张一张把讲义副本翻开，重写批注，用自己的笔、自己的火、自己的话，一字一符手抄300页。再抄完，他把那300页副本交给清魂堂仅剩的5位副讲，轻声道：你们不讲也行，拿着就好，等有一天有人问你讲的是什么，就给他这个，你不用解释，也别争论，你只说一句：我讲的是活的。而与此同时，清魂讲义主炉底部一道细微火线亮起，系统派出的假清魂副讲假洛简带着副本偷偷混入后山，企图点燃系统火控核心，替换清魂火脉。但刚点火，马闯已站在他身后，手抬起，火风服贴下。假洛简猛然回头：你怎么知道是我？马闯淡淡开口：你写的火控段有5字，没人敢写你不是真讲义弟子，真正的清魂副讲哪怕写错也不会造。系统发出警告提示，检测到宿主正在攻击系统注册讲义副讲，当前行为将被记入违规讲者档案，是否继续？马闯冷笑：我违规，我讲真话就是错，你系统要是再敢造一个假的，我就造一个你删不掉的。话音落下，马闯掌心火爆，火控压制断火脉归元，直接碾断假讲义副脉，假洛简当场炸骨，一场系统为讲义潜入事件彻底被废。当天夜里，清魂堂内，马闯用系统都检测不到的方式刻下全新讲义路线图，无系统传播图谱，路线图只有一条线，人传人。蓝姬站在他身边，问他一句：你疯了吗？现在你连一个网络都没有，你靠人背，靠手抄，你以为能打过整个系统？马闯没吭声，只回了一句：我们不需要打过系统，我们只要留下真话，就不算输。清魂堂讲坛终于冷了，雪封山，火断脉，3周传播点全灭，火控网络崩塌，系统为讲义全面替代，系统高亮通道下达，清魂讲义非法传播源头已被清除，现有一切马闯讲义副本将自动熔毁，数据彻底注销。马闯的名字开始从网络记录中被抹除，他的图谱、讲义、讲习、讲法、讲章全都在变灰。
而清魂堂只剩11个人，11个没走的弟子。他们有的衣衫破旧，有的炉火冻裂，有的已经没法修炼，只是每天坐在原本的传火点前，看着讲坛，等他再走上来。马场那天终于走上来了，没有讲义本，没有火控图，没有台词，只有一个他自己。他站在雪下，长发被寒风吹起，讲坛冷得像块冰，但他仍站住了。开口第一句：你们还在，所以我讲。我今天不讲火，也不讲符，我讲为什么讲义。他抬起手，指着后山废弃的第1代火控炉。最早我写这个讲义，是因为没人教我怎么控火，火老是炸，我差点死。后来我写明白了，就拿给别人看，他们说看不懂，我就改。他们说不信，我就带他们练。他们说你凭什么讲？我说我活着，你听着不惊天动地，也没多神通，但就是这玩意让我活下来了。你们说现在讲义没用了，我知道。你们说讲了也没人听了，我也知道。但我想问一句，你们记得第一次听我讲义是什么时候吗？11个人没一个说话。马闯缓缓走下讲坛，目光扫过他们的脸，一人一句：你洛言，第一次听是你火控炸弹快死了，我教你压符退火。你庄平，第一次听是你说你天赋不够，我告诉你不是火控太难，是别人教太烂。你韩赫，你是被武彦阁赶出来的，说你是废人，我把你拉回来讲第1节火吻3段。我讲的这些值不值钱？我不是神仙，不保你一生，我只想让你不死。他最后看着那11个人问了一句：你们信我吗？没人说话，但没人走。他重新站上讲坛，讲第1页，3寸火控起手段。这是他写的第1句话。那天他讲了整整8个时辰，没有术法，没有实操，只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一页页把每一个火控图讲回原来的味道。不是为了让谁生灵承担封神，是讲给他们自己听的。讲回去你为什么想学火？讲义不是让你赢，是让你不怕。到了夜里，天降大雪，火灭，堂空，但讲义没熄，因为有一个弟子哭着背了出来。控火者闻火命。清魂堂讲坛下，马闯手里拿着11本讲义手抄本，全是他这段时间写的字迹不一，图形粗糙，墨字未干。这是火种。他看着那11个弟子，挨个叫名字，分配任务。洛言，你去南州那里宗门林立，假讲义最多，你是最早听我讲课的人，你记得真声音。庄平，你去西北戈壁，你不是火修，但你记得怎么讲。你去找那些被驱逐的散修，告诉他们火不止系统那种。韩赫，你去青灵谷，你的火根最稳，适合教新人。你去教孩子，哪怕1个也行。每个人拿到的不是荣耀，而是一条可能回不来的命。蓝姬忍不住上前一步，你让他们出去送死。马闯没回头，我们不出去就真死了。他们不是天才，也不是强者，但他们是愿意听完最后一课还留下来的人。马闯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要讲义讲得多，你们要讲得对。出发那天没有阵仗，没有护法，没有资源，就一人一书，一支笔，一口气。系统当天发出警报，检测到清魂讲义传播试图以拖网副本方式重建火控结构。警告：当前讲义内容未经审核，传播即属违规，将持续监控相关行动。而马闯在后山藏炉里悄悄留下了副本第0页，那一页上没有任何结构图，没有任何符号，只有一句话：讲义不该只有1个版本。3日后，南州，洛言刚走进一座破庙，就被火控监察队围住。你手里那是非法副本，马闯早就被封号了，你这是造反。洛言被打到嘴角流血，却还是护着怀里的火控副本，一边挨揍一边吼：你们要说我造反可以，但你们讲的是假的，你们讲完会死人，我讲的能让人活下来。围观的百姓中终于有人开口，他讲的跟我以前听马闯讲的一模一样，要不听听他怎么说的。与此同时，西北庄平在一片破矿洞中搭了个炉台，讲第1段文火，底下坐着7个穿着破火袍的散修，有的少胳膊，有的瞎了眼。庄平声音很轻：你们觉得自己火控废了是吧？可你们试试把火从符尾提3寸，再往下压1个半指。你们试试别急，我以前也废过，我听了马教一句话才知道，不是你火废了，是你没人教。7人试完，有2人火稳定了。他们看着庄平，眼神变了。第一次有人主动站起来跪下磕头，不是拜师，是认了这句话，不是你火废了，是你没人教。
7日后，清魂讲义口述版在3州民间流传，没有人写，不敢传，但有人在夜里聚在炉前低声念：控火者，闻火命。第一步，3寸火，右旋。系统后台发出最严重预警。讲义传播已不依赖网络，口述版本无法追踪，违规副本销毁失败，清魂讲义重燃中。这一晚，马场站在清魂堂山顶，看着一颗颗火点重新在大陆上浮起，蓝鸡走来，低声说：他们可能回不来了，你让11个人去对抗整个世界。马场轻声：我知道，但我要让这个世界重新听到讲义最开始那句话，不是系统检测通过，不是联盟结构稳定，而是你还活着。清魂讲义火种刚刚燃起不到半月，系统终于出手。这次不是下通告，是杀人。系统派出的不再是巡查使，而是星号火控清神者，星号专杀非法口述讲义者，不留活口。他们带着讲义副本检测符，扫一遍识别灵犀，凡是识别到清魂讲义火控构行者，当场处决。清魂讲义火种刚刚燃起不到半月，系统终于出手。这次不是下通告，是杀人。系统派出的不再是巡查使，而是火控清神者，专杀非法口述讲义者，不留活口。他们带着讲义副本检测符，扫一遍识别灵犀，凡是识别到清魂讲义火控构行者，当场处决。第一个点名的是北岭，那边讲义传火点刚刚点亮，还没传出10张专火控图，就被清神者直接定点空投，火控塔被引爆，讲义主讲人当场魂断，砖墙全碎，火控符化成灰。那天夜里，清魂堂的传火图上少了一点，马闯看着那空出来的火线，手里的笔直接断了。是北岭那个副将。蓝姬点了点头，语气闷：叫周满，是你当年外派出去的那批里最稳那个。传火时候被围了，没跑，他直接点了那块砖底火控，把300人护下来了，但他自己没了。马闯没说话，转身进了讲义后院，把那张印着北岭火控副图的砖纸一撕2段，扔进炉缝。副图停传，从今天起不传副本，改传火图口述。蓝姬愣了愣：你疯了？火图口述要命记得清楚才行，一个记错就是爆火。我知道。马闯扭头，声音低着：可北岭那批是被副本检测符扫出来的，我们讲义的火控图结构写得太规范，系统一对立马锁人。口述图没形状，他没得扫。我们这火控是教人活，不是教系统认的。蓝姬抿了抿嘴：那这一批副讲怎么办？他们好多都在照图讲，让他们背，谁不敢背就先别讲。讲义不是什么人都能传的。第二天，清魂堂火控碑前排起长队，马闯亲自做讲坛后，一张张把手抄副图焚了，把火控要点一句句讲出来。火控启示：3寸调火，双指稳符，主气先沉后提，最忌前冲后至。讲义不是画给你看的，是练给你命看的。记不住的别出去讲，宁可慢也不能死。第3天，一封急信送来，是西南火控口的弟子送的。师兄，我们的副将胡元被杀了。他当街讲火控，一讲到逆火封魂那段，被清神者当场拉走。那块副本检测符一闪，他连话都没讲完，人就魂飞了。我们现在不敢再用图讲了，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师兄，你快说话啊！马闯看完信，整个人沉了很久。最后，他提笔在信纸背面写了一句：把讲义从图里拿出来，让人一句一句讲，讲得慢，讲得丑，讲得卡壳都行，但只要你讲的是你自己背过、练过，就过人的，那就是清魂讲义。当晚，西南火控口贴出告示：图废，专退，火仍讲。清魂讲义，讲者手抄，听者自画，识人不识图，听火不听笔。又一日，讲坛后山有弟子回来，满身是血。他原是负责抄写火控副图的，自从清神者出动后，火控图根本不敢带出城，只能贴身背。他不识字，但把整本讲义火段全背下来了。我不是副将，也不是谁的人，我就是当初被冯九救过的那个老乡。我听过他在街口讲3指烽火，那天我练成了。今天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句话：讲义不在纸上，他在活人嘴里。只要人没死，这火就讲得出去。马闯站在台阶上，听完点了点头，把这话刻在今天的新砖上。第一块讲义口述砖，咱们今天不画图，咱们说火。清魂讲义的火说人讲才刚传出2日，南州火控点就出事了。那边是落简带的火，他是马闯最早那批副讲之一，讲的不算快，但稳，图记得死准。可也正是因为准，才准出了事。清神者来了，带着副本检测符一扫，他讲的是旧版火控图第3段风铃篇。那一瞬间，火纹爆了，
不是他自己报的，是副本被系统判定为违制火控图谱，直接引爆。现场死了5个，洛简是其中一个。那天晚上，冯九提着古罐从南州赶回来，一路没停脚。马闯接过那7块火砖残片，手指一抹火泥，封入主炉底。从现在开始，谁讲救图，谁自己点命。我们不传火控图了，我们传的是能活下来的那口命。这话说出口，全堂都静了。可安静没维持多久。第二天早晨，清魂堂传来急信，天北秘境开了。那是一处被丹盟封了10年的旧火域，传说里埋着一颗逆命火石，能控生死之火，改命气，焚魂印。陶青柔抬着信纸进来，语气罕见的带着激动。这火石要是拿到，咱清魂就有能断系统追命的火种了。哪怕清神者当场追命，我们也能点火撕掉魂锁。你说我们要不要抢？马闯看了他一眼，没犹豫，抢。这火是蒋义命根子，他们抢我们命，我们就抢他们命火。叫上人，走。于是第4天清晨，清魂堂挑出5人，带着3块火器魂牌，踏进天北。冯九、陶青柔、蓝姬，还有2个没露过脸的专底修者，都是早年因命器造假藏命火的失踪火修。天北秘境一开，温度低得可怕，四周全是爆裂后的火控残痕，像是谁在地面上一笔一画写下过一场火战。一进秘境，冯九先伸手捻了捻火渣，眉头一皱，这不是普通丹火残气，这是混过风气的反火。这地底藏的火石有问题，你确定我们要拿？马闯盯着那片地火龟裂线，脚下一踩，不拿也得拿。你要我以后讲一传一半，突然被人扫一符，直接魂裂。这命火我们不抢，别人就敢拿来封我们的嘴。抢！几人一路朝火石主预赶，路过的是一片片火石化石，很多穿着丹盟制服，有的甚至还剩一只魂灯残壳在飘。陶青柔回头，这些人都是当年想来炼化命火失败的，魂灯还亮着，说明他们气没断。我们一动就可能被锁命气反咬。你想好了？马闯直接把自己魂牌丢进火鹤。我讲义不是讲给胆小的，命要是怕烧，就别出山。我们清魂今天烧一次大的。主遇到了，那是一座破火鼎，鼎身有裂缝，底下冒着青火，正中镇着一块灰黑色火石，纹路像人骨。这就是逆命火石。蓝姬眯着眼，怎么看着像块烧焦的命气？陶青柔却笑了，你们看清楚，这不是命气，这是系统造的第1块原始识别符。你知道他用什么炼的？人魂。讲义杀的越多，这石头就越亮。马闯盯着火石看了3秒，然后抽出腰牌，来，把这石头炸开，我看看这玩意到底是不是靠我们命亮的。冯九一听，直接贴上压符，你疯了？那里面要是封着魂石，我们一起爆。马闯没理他，按下符火，魂印直冲火石，轰的一声，半个火域都亮了。然后一道身影从火鼎里冲出，穿着清神者的外袍，手里还带着一块活着的检测符。是谁？敢动火源？马闯看到那人，冷笑一声，你是清神者，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只能讲不能打？来，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清魂讲义不只是讲火，我们也能烧人。说完，火符一扔，逆命火石整块爆开。那一刻，天北主域，火雨落地。马闯手里捏着那清神者的识火牌，一步一步走过去。我讲义没错，错的是你们非得要我们闭嘴。可现在你们听好了，我们不讲了，我们烧。逆命火石一爆，整个天北秘境的地底火纹像是被捅穿了，轰地一下冲出10几道灼红的魂火柱。马闯站在原地不动，手里捏着识火牌，像是拿着把刀，盯着清神者的尸体，冷冷吐气。死得太轻了，还不够。陶青柔咳了2口血，把压魂符按在自己脊背上，强撑着站起来。这火域还在烧，火魂乱成这样，说明底下还有第2层。火源只是被引爆了，火势根子还没断，要真想彻底拿下来，得进下一层。马闯扫了眼四周，冯九已经翻出备用火符，开始在地面压阵布纹。老冯，你还行。冯九吐了口带火的血，直接拿碎布抹了。讲屁话，火都点了，这时候要是怂了，老子一头撞回清魂炉里。你就说开不打开。开。冯九把魂火符往地下一拍，符纸瞬间烧光，底下泥土崩塌，露出一个螺旋状的火纹漩涡。这就是天北秘境真正的核心，传说中炼过命引火的地方。几人没再多话，直接纵身跃下。刚落地，地底火魂瞬间起伏，四面八方涌来一堆密密麻麻的半魂体，像是被烧焦却还残留意识的就修饰。别碰！陶青柔瞬间丢出一张波魂镜符，将最前方2只魂体直接炸成烟灰。这些魂不是活人，
是炼火失败被系统扣留识海的死人魂。他们不是盯着咱们，是盯着魂印。你们谁魂牌亮，谁先倒霉。马闯把自己魂印压进血布里。那就让我顶钱。我讲一传人，不怕火，看他能不能烧穿我。冯九在旁边架起阵脚，整个人背对背贴着马闯，口中念的不是火控口诀，而是清魂救济。清魂祭火，祭命仙，祭魂印，印火传。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专敌火修。他话音刚落，一张灰砖猛地从他袖口飞出，狠狠砸在那群魂体当中。轰！火爆一片。那张灰砖是冯九当年带挂命杖自封之砖，里头封了他早年的真火命魂，拼了就是一座爆火阵。砖落的瞬间，半个火魂玉直接熄灭。冯九，你疯了！蓝姬吼了一声，可为时已晚。冯九整个人倒地，浑身气息萎靡。没事，火还在。这点命换清魂能走一步就值。你们往前走，我守这。马闯停了一下，看着他，你确定你守得住？冯九咧嘴一笑，抖出一个砖火压阵链。我一人一砖一阵，死不了。但你要是废话太多，那我可真不行了。马闯没再说话，拍拍他肩膀，带着陶青柔和蓝姬朝更深处走。再进去300步，终于见到真正的命火根源。那是一块嵌入岩壁的血红火河，周围不断冒出火符残渣，像是在不断复制新的系统火控符。陶青柔咬牙，是这玩意，它是主根系统的第一枚火控本源，只要它不灭，系统就能不断刷新追命符。马闯看着他，忽然伸手把自己魂牌拔了出来，血滴其上，贴了上去。轰！整个命火根炸出一道红芒，直接将3人震退。蓝姬差点跌坐地上，怒吼：你又来！你是不是哪天不自己炸一下就不舒服？马闯皱眉，这玩意识别了我，他知道我是讲义主讲，他怕我把他讲碎。那我今天不讲，我烧。陶青柔在挂砖，挂命砖，砖文写：清魂马闯，点魂火，斩本源。写完就走，我要把这块火控根砸得他永世不能复写。陶青柔没多言，直接从储魂袋里掏出一块还未开纹的火魂砖，滴血刻印，一笔一画往上写：清魂马闯，点魂火，斩本源。他字还没写完，命火根源那边就传来一阵低吼，像是某种古老意识在火中挣扎。蓝姬举符而上，我拖时间，你们来炸。马闯点头，3息够不够？你敢数慢点试试。3人分开落位，按清魂密室火列阵围住火河，阵脚以魂砖为基，符链封边，气流逆导。第一式斩火根，第二式锁魂源，第3式爆气断印。符火一爆，整座命火根避震出一圈圈裂纹，里面的火河疯狂翻滚，四周火域直接开始塌陷。但还没等他们撤出去，秘境上空却猛地炸出一道黑火浮光，一道身影自上而下，重重砸落火域中央。谁敢动本座火器？来人是系统监察核心3等火监脸鹤，此人并非清神者，而是更上一层的火器使者，专职监管命火生成之地。脸鹤一落地，手中火判尺一拍，四周所有火符直接被碾碎，连陶青柔的魂砖都震出一道裂缝。清魂堂胆大包天，妄图毁我主气之根。马闯，你可知罪？马闯却一步不退，从火河前走出，火气将他外袍灼成焦边。我知道你是来问罪的，但我不是来讲理的，我是来灭火的。脸鹤一眼盯住他，你灭的是你自己。他话未落，整片火域陡然炸出一道逆火环，那是冯九最后启动的专火炼阵。我说了，我守得住。冯九的声音从地底回荡，阵纹接连点燃，将脸鹤暂时困在火魂圈内。马闯，走，再不走，老子命就烧干了。马闯当机立断，一掌掀起陶青柔与蓝姬，两人化作火光冲出，他自己却没动。你疯了！蓝姬大骂。马闯朝他们吼道：你们走，我留下，火还没毁，我不能退。说完他调转灵犀，把整块魂印贴近命火根，火爆如山，命气疯狂回绕，一条条就火魂线缠住他的身体，像是要把他抽空。脸鹤怒吼：你想与主气同归于尽？马闯声音沙哑，却一句不落：我讲义写的是活人，你们这气是死人命熬出来的，今天我就让你们这破系统断根。下一息，整座命火根在魂砖灼烧之下炸开，一道血红魂光冲天而起，而在火光尽头，一道魂影缓缓浮现，正是马闯的魂印。我没死，但我把你们的命火烧碎了，整个天北秘境塌了。天北秘境的塌陷动静太大，3日内震动了整个南域。但比起震动，各大宗门更在意的是清魂马闯还活着。他不是躲回去的，而是当天夜里
带着魂印残焰和一块烧断的命器，亲自踏入清魂副坛，把那块命砖往帐墙上一贴。马闯，烧断命火，魂印不灭，帐墙记我一命。那一刻，整个副帐墙上符文自燃，旧砖接连亮起。清魂帐墙开口了，马闯回来了。消息传出去的第二天，天南、东岭、北崖三地火控死者家属、逃散弟子、自封专主开始陆续赶来。我要挂我娘的比丘火杖，我带着骨灰盒的，他不是你们系统判的练死的，是火控压错了。我要写，哪怕只写一字。清魂复造3号砖墙被围得水泄不通，人灵直接一脚踹开讲坛后门，把刷魂器搬出来，一个个来，谁真来挂命的我亲手记，谁来搞事的就别怪我烧回去。那天夜里，砖墙写下43笔死账，有魂有骨有血书，有人当场剖手划气，只求一挂。我弟死在破恶坊第4炉，你们不挂我们挂。我媳妇在清神场熬单死的，清魂挂不了系统账，我给她挂活账。这口火我压了8年，今天我要让她魂灯再亮一次。陶青柔站在墙下，看着那些魂砖一块块封上去，手上止不住颤。这不是在补账，这是在写命谱。马闯站在他身后，扔出一块新砖。不够，只补这些还不够，咱们以前只写命主，现在写命因，谁批的，谁签的，谁点的，谁送进丹炉的，全写。清魂帐墙从今天起不止记命，记事。人灵愣了一下，你要连系统那边的高层也写？写，谁怕谁？咱帐墙写得下火气，就写得下系统的脏，只要有命印留下来的就挂。于是清魂砖墙第3层新开一栏，命火阴帐，手砖由陶青柔执笔，秦岭破恶丹出炉死气，批火者梁征，送签者东岭宗主秘器，清魂记账，不为翻案，为照火。砖刻落地那刻，合欢宗主传来一封信，就一行话，你们再写，我就真保不住你们了。马闯看完，拿起笔在墙边写了句，我们写的是他们命最后一页，你要是真想让我们停，那你就把这世上所有人的火气都烧光。砖墙之后，马闯没再写字，他占了3炷香，在清魂后院挖出一张旧图，那是当年老宗主留下来的封山市境图谱，传说里记载着清魂堂真正的铸魂活法所在。谁能在市境内熬过一整昼夜，不灭魂火，就有机会点燃3焰命灯。3焰一成，哪怕系统再扫，也识别不了命气归属。我们光挂账没用，得有人活着撑住这摊子。一个人撑不住，那就练。我们得练出不归系统、不受气印、不怕实火的命火体。我们得走火修真命路。清魂旧堂3天之内召回89名还在生修士，挑出其中27人入世境。这不是讲义，这是生死。你们进去就是一个字熬，熬住一夜，命火不灭，出来就是清魂星真传。陶青柔自请为第一批副手，坐镇外阵。马闯没动，他守门。而进秘境前，所有世修都得包去丹火气，只留魂印。我不是你师傅，也不是你们的什么火讲，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是清魂噬火人，活着出去，你们就是我们下一代清魂，死了也不白死。你们的火会克砖。第一个进的是一个叫乌蛮的壮汉，全身包着魂布，话不多，身上背了块死人火杯。我娘当年在东岭真传坊熬死的，今天我来替他撑一口火，火他我命，火在我人就没死。第二个进的是个少女，手里抱着2块火砖，她说自己不识火符，但记得他哥讲过，火在脚下走，命才能往上冲。他哥是讲火死的，他说他要讲回去。试镜打开的那一刻，火山直灌地底，整个封山之中升起36道独立魂火，每一道都在燃。3焰试炼开始了。而这一夜，清魂就山不眠，所有副堂修士全坐守3焰观火台，每熄一焰刻一砖，每活一焰贴一塔。马闯站在火台前，看着地火翻滚，喃喃道：讲完了，现在练。封山试境3焰试炼启动后，一夜之间地脉彻底启动，36道命火如星辰坠地，画出一片片灼光阵线。试炼者乌蛮第一个入阵，他落在西北第3焰域，是一处碎火岩窟，整片空间被烈魂岩与血火藤覆盖。刚踏入其中，魂石就开始震颤，火压身如山。他咬着牙，脚踏熔石不退一步。娘，我来了。他盘膝坐下，将背上的火杯插入身前岩缝，强行压住体内回冲火息，开始以魂火逆炼之法冲击第2层识海地脉之下。那块火杯却忽然自行点燃，一道红色魂影从杯中浮出，是一个女人的身影，手里抱着的正是乌蛮小时候的旧魂灯。
命不是被炼废的，是自己放弃的。那道幻影没有教他活法，也没有给他灵气，只是在火压最狠的时刻，跪地抱着他的魂灯，死死不灭。乌蛮在那一瞬间，识海破壁，魂火逆炼初通，命火第一焰护魂燃。与此同时，另一侧的少女步入东焰魂境灵。此地为封山市境最怪异的火域，四面都是灵火所化的禁壁，映照出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魂火流动。他刚站定，镜中便浮出他哥哥死前被系统追魂的一幕，魂气被反卷，实火燃体，死得极惨。他整个人差点崩溃，可就在那一瞬间，镜中忽然映出他哥哥生前递他一块火石时的手势。火在脚下走。他跪地，双手撑地，将那幻火倒灌全身，自创出一式不火石阵。他脚下岩层竟然裂开，一束玄焰自地脉蹿起，灼穿近灵虚影，粉碎了整片幻境。命火第二焰破尽燃。另一边，清魂关火台下，陶青柔猛然睁眼，看向火石前其中2柱魂焰，点了2焰，才1个时辰就有人破镜通火了。马闯却没惊喜，反倒低声一句：太快了，这秘境不是那么好过的。他们的魂火点燃得快，说明底下有人在放火。话音刚落，西南边魂域轰然一声，火雨冲天而起，一道黑色身影自火柱后冲出，身披破气火甲，肩后挂着监察使令牌。马闯，你以为你们这封山秘境还真能藏命？我们早就在地底埋了火石锁，你们点1焰，我烧1命。你要传真火，那我就给你看什么叫真死。清魂的火战再起波澜。监察使那句话刚落完，整片市境的南部魂火阵就像被什么毒火渗透了，哧啦啦炸开一圈暗红色火雾。紧接着，那监察使从火柱中一步踏出，手指一抬，一道墨色魂符飞入虚空，落下时已化为一道火杀令。杀令一下，清魂噬火者生死不论。他话音刚落，市境火域外围的阵纹开始翻转，一道又一道黑色影子从地火中浮现，身披系统石火战甲，手持魂斩符，那是火石执斩者。陶青柔瞳孔一缩，这一类人平时连系统都只用来清扫禁区，现在竟然直接放进清魂试炼场里。马闯，咱们被盯死了。马闯没吭声，沉着脸盯着火台上那几道正在冲破魂焰的魂力线。他们来了，但我们的人还没出来，不能退，退了这火就真断了。与此同时，秘境深处，乌蛮正从火碑旁缓缓起身，石海刚刚稳固下来，忽然感觉到一阵扑面魂寒来了。他望向那岩窟出口处，只见一个穿着黑火战袍的执斩者缓缓踏入。乌蛮，封命档案编号 F041，曾参与反讲义传播，火控非法训练，挂砖未授权，判处即刻魂销。反抗，格杀。乌蛮吐出一口气，喉咙像火烧。我娘死的时候，你们倒是没说授权，今天我就看看你们这杀令能不能把我命砸碎。他身后火碑浮起一圈魂焰，火息翻腾，他直接撕开后背魂印，扯出一道魂火复炼，砰的一声锁在脚边熔岩上。我就在这儿，不走。你要杀我就进来。黑袍执斩者没有废话，魂斩符抬手即落，刹那间整片岩窟被一柄赤魂长刀撕裂。乌蛮硬生生迎着刀气冲上去，脚下魂链连地，火碑在他身后爆出第一中封魂阵。轰！双拳对斩，魂火炸开10丈，熔岩喷飞，那黑袍执斩者被他硬生生顶退一步。乌蛮口鼻淌血，咧着嘴吼：老子魂还在，命还没送出去呢，就你一个带符的也想把我往下烧。火中一道赤影闪出，是那少女也杀来了。她从近灵突围后一路跟踪魂压变化而来，此时火控未息，灵犀尚稳，见状直接一掌轰碎魂壁，落入战圈。哥，我来帮你拿命回来。他身上灵焰自下而上，灼烧成赤莲之象，一式不火石阵再度踏出，脚下灵火铺地，围困执斩者。两人联手，一瞬间将执斩者困入魂焰玄阵。少女低喝：你来镇阵，我来斩。乌蛮大笑：你也够狠，刚点火魂，转头就来拼命。他回一句：我怕他先把你烧成骨头。执斩者被困，怒吼一声，魂斩符自爆，试图引爆阵内。少女当机立断，一指点出，一道魂针灼穿其左肩，火咒封锁石海，锁住了。乌蛮怒吼着掀起魂火，双掌拍下，魂碑压火。那一刻，整座岩窟彻底爆燃，火墙之中，那执斩者魂石消散，只剩一枚焦黑的火杀令掉在地上，碎成灰。而观火台上那2道魂焰重新升起，第3焰点燃。陶青柔猛地起身，第3焰成了。乌蛮活着。马闯点头，他们不光活着，他们杀出火了。第3焰升起的瞬间，整座封山市境像被点燃了某个极限，地脉中原本平稳流动的火脉陡然逆转，
出现了爆震前的征兆。陶青柔第一时间感应到火势反噬，猛地转身。不好，地火崩了！马闯手中的魂盘直接炸裂，一道断纹从火台中延伸出来，蔓延向封山秘境下层核心。是有人在引爆火源，系统那帮人动手了。他们不光是来杀人，是要把整个封山当成火域。与此同时，在其他艳域，剩下的20余名修士也纷纷遭遇剧烈震荡。有人刚坐下稳魂就被火浪掀翻，有人直接被火阵送入魂境，错乱火纹崩了。我们连地势都压不住了。此时，在封山最深处的火源脉心，一道身影盘坐于万魂岩上，他身披火印长袍，周身3重魂焰护体。正是系统直属监察使之上火控监察堂验首提言，清魂火控确实有点能耐，居然还能撑起3焰命火，但也到此为止了。他手掌一翻，从袖中取出一枚赤黑相间的6角火印，以监察堂之名发起地火焚境。火印落下，整个封山地下火脉同时暴动，数不清的火柱从地底升起，如同火龙翻身，将整个封山市境覆盖为一片火海。而被困在其中的噬火者全数陷入绝境。净灵少女拼尽最后一缕灵力，把乌蛮拖入岩缝，艰难撑起残阵。乌蛮，你快走，这火不正常。乌蛮却把他推开，双目血红。走个屁！这是我们清魂自己的地，我们拼命练的命火，凭啥让他们拿来烧我们？再来，我扛。说完，他把火杯扛在肩上，跳入滚烫地缝。与此同时，东边魂谷2名副将之子正在燃命冲阵。哥，我不想死。闭嘴，你冲我后面，把魂器交我。可系统要炸，我他娘的就看他炸不死我。魂谷之中雷火相交，一对少年以命魂为引，硬生生顶住爆火冲击，护出谷底5名低阶修士。地脉崩了，可人没退。清魂火控3焰尚在燃烧，只要焰未灭，他们就未死。马闯站在观火台前，看着整个封山变成燃烧地狱，缓缓吐出一口气。陶青柔，开总阵。你疯了，这是地火焚境，我们一开阵，整个清魂堂后山都得震掉一半。那你告诉我，你要看他们在地底一个个被烧死？开！陶青柔一咬牙，唤出清魂总控火阵，48枚护宗魂针一字排开，直插封山4角。清魂山震起，整个山体开始震动。而此刻，在封山之下的地火之心，正有一块金红色的火种之核正在悄然亮起。那是老宗主临终时留下的真正本源。火不熄者，若有一天清魂真要灭，就把这火种交给那个能在最乱的火里活下来的人。火山崩塌，封山秘境成了炼狱。而在所有人都以为地脉彻底崩溃之时，那块最深处的金红火种忽然一颤，火不熄者苏醒了。地底万魂岩自动裂开，一道魂火缝隙浮现，那火种在毫无灵力催动下自行升起，悬于空中，泛着淡金与赤红交叠的光纹。他开始挑选继承者，可他不找最强的，他找那个在火中活下来的。乌蛮还活着，他扛着火杯在沸腾地缝中一步步往外爬，浑身血肉模糊，眼睛却一直盯着那块火别给别人。我是清魂人，我来点你。他最后一口气爬到火种面前，整个人几乎要烧化时，那火种轻轻一动，化作一道火线没入他体内。轰！乌蛮全身震起赤金双焰，一道从未有过的魂力自丹田处爆开，直接点燃3命之灯。乌蛮获得火不熄者处认同，他魂印翻转，就专文自动脱落，一道本命火咒自心口浮现。火咒，命火不熄，魂印不灭，火下不跪。封山四周魂石同时波动，所有清魂魂牌震动。马闯远远感应到乌蛮气息变化，重重握拳，他点上了。那个老家伙真留下了这火。陶青柔抬头望向崩塌的封山穹顶，这次我们有底了。可提言也感受到了火种被夺，燕首怒极反笑，这火也敢认外人？既如此，我便亲自下场。他身影直接消失在万魂岩之上，下一瞬出现在地火之河。而乌蛮刚点火完毕，还未站稳，火控监察堂的燕首已经出现。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碰这火？提言掌心符文一闪，竟凝出一块天火压气，朝乌蛮当头砸下。乌蛮强撑着身子站起，一拳迎上。你要这命火，我就让你烧不下去。拳头对气，一人一焰，硬汉。可这一击落下，乌蛮还是被生生震飞10丈，撞在魂岩壁上，口中喷血。我命还在，没完。可就在提言第2掌落下那一瞬，一道血红火箭从远处火浪中穿梭而至，狠狠撞在提言身上，将他生生轰退一步。净灵少女，她带着残魂冲来，魂火尽燃。你要杀她，先从我身上踏过去。2人联手在火中再次站起。乌蛮右手火杯升腾，
左手本命咒轮。少女身上不火石阵轰鸣，魂角灼烧大地。两人齐声怒吼，清魂不灭。火种在他们背后再次浮现一道赤金魂芒，将两人包裹。火不息者二次共鸣，后玄者双魂共气。燕首提眼脸色第一次变了，你们竟然双魂认火，这火疯了不成？而在封山之外，清魂观火台上，马闯看到那魂芒时，猛地一声令下，开天雨。陶青柔神情一凛，拔出魂针中枢，以山为炉，反烧系统魂器。清魂反阵启动。清魂反阵启动的刹那，整个封山外围升起49道灵柱，那些原本封印宗脉的地气符文像被唤醒了意识，齐齐亮起，反转倒灌地火，化为一张横贯山天的巨大火魂阵。魂阵锁天，焚气断印。陶青柔将魂针中枢重重插入阵眼，山体轰鸣，观火台下方浮现出一尊古老火神像，全身布满火咒纹链。马场低喝，清魂反烧阵法成型了。提言，要打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地火反咬。封山内部，提言正欲再次出手，忽感脚下地势一沉，无数灼热的魂咒从地脉涌来，死死缠住他脚腕与火气。清魂竟能调的火魂阵，他抬手轰碎2道咒链，可还未稳住，整片魂阵忽然缩紧，化为9重火锁，困住他周身灵台、识海、魂印。乌蛮趁势一跃而起，双手火杯齐轰，还你那句老子命还在你烧得动试试。提言怒喝，天火压气再次飞出，与火杯对撞，火光冲霄。就在这一击交锋正猛之时，少女脚下不火石阵再开，一道道灼金魂脚印如流星击阵般落地，生生把提言阵退3步。马闯在阵外盯准时机，抛出清魂阵宗火符，镇火、封魂、索命。那火符炸裂，成千上万碎火纹交织成一张赤金火网，自阵顶天穹垂落，将燕首提言牢牢罩在阵中。提言彻底怒了，你们以为封得住我一个监察堂燕首？他一掌劈出，魂火焚天，阵网剧烈震动，符文飞散。陶青柔面色苍白，吐出一口血，他开始着命了。马闯一把扶住他，清魂的命不该你一个人扛，开众魂祭阵。清魂3位副将、6位专守、18名噬火修者，同一时间在外阵布下魂器现阵，各自滴血压印魂砖，投入火阵之中，以救命祭星魂，以5等残火为乌蛮、净灵双魂续焰。火阵之中，乌蛮与少女齐声怒吼，魂火再度暴涨，他们的魂印完全重合于火不息者光圈中，魂纹逆流，强行撕裂提炎火气压制，迎头冲击。燕首又如何？系统来又如何？我们清魂从来就是靠命在活。乌蛮最后一杯轰下，少女不火石阵逆转天地，火神像自山星拔地而起，怒斥穹顶。燕首提言一声惨叫，被火魂神阵彻底压制，魂气被扯裂，识海崩碎。燕首提言魂灭，清魂反阵成功。地火熄，封山平。陶青柔瘫坐地上，仰头望着恢复晴朗的天。我们活下来了。马闯走到他身边，看着阵心那一道依旧灼灼不息的火不息者，火还在，我们没输。封山大战之后，清魂堂废墟中，一块块被战火熏黑的魂砖被重新拾起，叠砌、洗净、封灰、补印。陶青柔带伤主持修复，3天3夜未合眼。他说，障墙不能空，哪怕只剩半块砖也要写完。马闯没说什么，他只做一件事守火。那块火不息者在大战后并未消散，反而被压缩进一块魂核之中，嵌入封山神像额心。从今往后，清魂有了正宗真火，我们得重立唐明。清魂不能只是个反讲的地方，我们要成一个宗，有真传，有宗法，有命火修路。3日后，马闯召集全宗幸存修士，立火山之下，新名火咒。此咒为清魂命名，魂印在，命火在，火不灭，名不灭，旧制为伪，新火为真。自今日起，清魂堂正名为火魂宗。这一日不仅是重生之日，更是火控体系被打破的第一天。而也在同一日，天南系统学宫发出一纸通告，清魂反阵一事属煽动地火，强袭监察堂成员，以严重破坏火控系统秩序。自即日起，清魂堂下所有火咒备案暂时冻结，所有流通之清魂讲义副本、火魂专制图、祭魂术器构皆判为伪本，任何持伪者、撰伪者、书伪者皆在本法之列。另反讲主犯马闯、陶青柔、乌蛮等人视为火控核心通缉之列。以上由系统总堂亲批。消息一出，十方震动，伪本之战正式打响。火魂宗刚立，阵宗火未稳，系统第一轮打压就到了。不是宣战，
是下手。头一个就是天北分部的灵气监察使莫干，此人是专管火器真伪、讲义流通之人，一贯心狠手辣，不讲理。这次他带着42枚真气焚章，12名直令火修，直接封锁了火魂宗外围49里山域。奉火控系统天南学宫之命，经起封宗搜尾，所有魂印未经心录者，皆视为私印。私印者，违命；违命者，居之、削之、焚之。马场站在山门前，迎着天火焚章落下。我马场一命火力宗，你来封我。先问你这枚焚章是不是自己印的？莫干冷笑，你这为主倒是硬嘴，我倒要看看你的火碑上能写出多少违命。下一刻，火修直令者强行破阵，封山重阵已毁，宗户结界未稳，火魂宗边缘27块修复中的砖碑瞬间被烧毁一半。陶青柔咬牙，这些人是我们刚救下来的弟子，你们到底想干嘛？莫干抬手一挥，你们用伪本哄骗修士，聚众传价，我只是清理伪魂，还不快交出主犯马闯，火魂宗可减一半罪责。马场抬手将魂火托起，想要我来啊，不过你别后悔，你今天敢烧一块火碑，我就敢掀你一块魂器违章，贴你墓前。话音未落，魂印一闪，马闯以火碑为阵基，逆然命火3重魂纹，画出一道火魂违章实阵，反将天火焚章逼退3丈。莫干神色巨变，你竟能反应我章，你练过伪名法？马闯没理他，一步跨出，火碑如斧，横扫直令者3人，逼退数丈。陶青柔趁机将幸存弟子引入后山封存密门，清魂就学还能藏2日，剩下的只能拖。莫干怒吼，给我杀！火魂宗外围乱作一团。而在南域更远处，一个头戴斗笠的独臂老者正在破碎山林中刻砖，他每写一笔就有一道魂咒浮起。清魂救主秦望，你们这些新货啊，还真敢跟他们硬干。也罢，既然系统敢开伪战，那老子这残命也该回来走一趟了。清魂救主秦望自被逐火脉以来，已经消失足足7年。他那年在火空内战中被封魂断脉，左臂焚断，道基尽毁，但他没死。这一日，他回来了。天北西岭，莫干统军围困火魂宗第3日，外围49里布满焚章锁魂阵，以断粮、断符、断讯。但清魂后山有一条旧路，名为落雁龙，是当年秦望亲手掘开逃亡的命脉之道。我去接人。马场说完，直接点燃风阵火印，整个人钻入岩缝。后山炽热潮涌，他连咳3口血，火魂在岩腹乱跳，魂印被压得死紧。可下一刻，火流尽头传来一声叹气：“你是蒋毅那小子？”马场愣住，前方一个独臂身影正拿一根灰砖头在石壁上慢慢刻着字，不是刻术法，也不是明阵，是一句话：“违章记起，真火还魂。”马场开口：“你是？”那人头也不抬，把灰砖一敲，转身走人。秦望，清魂上一任宗主，你要救人，跟我来，别废话，我命不多了。与此同时，宗前主战场上，莫干的魂火塔轰然点亮。他不打算慢慢封宗了，他要直接拿马闯当场活封，以魂器熔铸为本真具。给我引阵，把马闯魂脉抽出来，我要当众烙违章，让全天南看到谁才是真伪。后山，马闯跟着秦望踏入一座旧魂堂，那里有一口急救的灶，叫黑药师炉。马闯看了一眼，头皮都麻了：“你这是要引魂报伪？”秦望点头：“他敢封你命，我就报他火。你借我命火3寸，我把你那叶讲义活着贴他天灵盖上，给他烧个火控道章出来。”马闯沉默片刻，点头：“行，我借你命火3寸，剩下的你来写。”正殿前线，莫干强压魂器，命火3层封阵一起。他一挥手：“再不交人，我烧墙。”火碑不降，违章为主。正当他要印下马闯违章一刻，整座封山阵爆起一道黑火。你封得住我弟子，封不住我这只断手。莫干，还记得我吗？清魂救主秦望归来了。那道黑火落地，砸断封山魂锁，魂气逆燃，马闯名字上的伪字硬生生燃成了一个真字。莫干脸色发白：“不可能，你魂已经碎了。”秦望冷笑：“我死过一次，但我那火还没烧完。我今天回来不是为我自己，我是来告诉你清魂的账烧不灭。”他话音一落，袖中甩出一块残砖，一道救魂咒翻卷而起，压下天火焚章，将系统伪火压至3丈之外。他手中执笔，直接在天火阵前写下第一道真伪对位印。秦望逆印回章：“伪火伪控，不入我清魂碑。”这一印正是揭开伪本之战正面反击的第一道火咒。莫干退后3步，魂气巨震，厉吼：“
你们敢篡印？秦望眼神一沉，这是赎命。你若还有胆子来抄，我就把你这枚焚章钉到宗碑顶上，让你天天在天南发烧。火碑升空，灰烬焚魂，莫干不敢再进。清魂火魂宗保住了。秦望一印立碑之后，天火违章气焰尽散，莫干退守7里，魂气回炉压制。但这还没完，你那一手灰砖刻章，我小时候见过。你能破1枚违章，能破10枚吗？这次他们派的不止你一个。马场站在秦望身边，抬头望着火碑顶端，半截魂焰还在燃。我们这次不能等他们来，我们要主动出击。陶秦柔带着残砖赶来，脸色仍苍白，手里却拿着一份名单。这些人3年前被打成为讲义携带者，灭宗、流放、断气、消食，但他们没死，有的去了边荒采魂，有的混在散修市集，还有一个在北疆死岭被挂了尾印的前天元副将。秦望一听，语气一顿，那家伙还活着？活着，听说还在卖自刻火砖。马闯当机立断，我去找他，我一个人够快。秦望没拦，反倒把袖中一卷违章回刻法递过去。你找他不是救他，你是请他回来自郑真伪，谁说了算？不是火控，是咱们手上的火。与此同时，散魂市集一位背着破砖包的老头正被2个系统直服使压着搜查。你这砖是从哪刻的？谁给你火的？我们识过，你这个真字是清魂系的伪火魂咒。老头呵呵一笑，老子这个真啊，是我徒弟死前给我点的。你说他是伪，那你先烧掉他的碑，要不你就把你那套系统真章拿来给我刻一个我看看，能不能刻出人来。执斧使一怒，一掌拍下，马闯破空而来，一砖砸落，将那魂掌生生震裂，冷冷道：老爷子，你叫啥？我带你回家。2日之后，火魂宗山前立碑36块，每块都是真实活命下来的违章修士，他们的魂印从残碎砖头上重新刻回宗碑。他们用破命换回火咒的一句话，违章归魂。而这1日，远在南宫天空之中，一枚旧卷被悄然拆开，那是7年前秦望被定罪前留下的旧咒案。那案卷上标着2个字：真元。火控系统那位真正主判者眼皮微跳，他要回来了。南宫天空深处，火控主判者坐在厚重火器碑后，手中摊开的旧卷微微颤动。那2个字真元，像是从7年前的魂火中爬出来的鬼影，一点点烧进他的神识。你终于要回来了吗，秦望？他合上卷轴，却没合上心里的火，那是他亲手下的判。真元案是整个火控系统的原罪。清魂火魂宗内，秦望坐在旧堂的砖炉边，用灰笔勾出一张图。这是当年我从天控主卷中翻出的真元火构。整个火控系统的根源火，并不是他们宣称的天生灵火，而是由5位前代真讲以命火相炼构成。换句话说，那是人为之火。火控把它封成神，说真章只能由他们下。但我那年查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想封我魂。马场听完咬牙，所以你才会被灭迹。秦望点头，但我那时候还没把真元火图全记下来，剩下的一半在另外一个人手上。天控第3席焚章主职叶怀。陶青柔皱眉，他还活着，活着，而且还在帮火控下真章，但他知道那张是假的。马场站起身，那我们找他，找他对峙，把那火图拼全。秦望缓缓吐出一句话，不行，他不会忍，除非你能让他亲眼看到有人能重刻真元，在我们手里。此时北疆火源山外，散修宴室忽然燃起一片赤金魂火，一块巨大的违章碑浮空而立，上面是36个名字一一列出，所有被判为伪者的修士全都在此刻明归碑上，魂火正燃。此碑一出，引得四方震动，系统震怒，这是反火之碑。秦望却只说了一句话，这才是真，我们用火刻出来的命，不由你们一纸裁定。下一步开源，重燃真元火。陶青柔打开那半卷旧咒图，马闯立于碑前，身后36名归魂修士盘坐列阵，魂火渐起，挥砖为纸，命火为笔。第一笔点在碑心，为火实错，真元当开。赤金魂碑燃起的第3日，南宫天控内火控学宫下属43支指判分部开始接连遭遇灵气震荡，违章碑上的名字竟逐一反射到系统气册上，编号 A172王气恢复识别，编号 C003封咒解除，尾印状态失效，疑似被强制回原。火控内圈炸了，是清魂在搞鬼，他们在逆源篡改，立刻出动术卷审印堂。但还没等他们集结，一封旧气函突然被推入火器总堂，函上3个字：
围点出城。落款：火魂宗。清魂宗内，秦望将真元火图复刻下半卷徐徐展开，36名违章归魂者分别盘坐于碑前，每人手中持一块灰砖，一笔一笔按真元咒印书写自己的违命之事。写完后，你们就是围点出印者。这一册是我们自己写的。火控说我们是假的，我们就写一本围点，把他们的真逐页撕掉。从现在开始，每一个违者的命都要自己写回来。马闯负责碑和铭记，一笔笔写下魂火轨迹。陶清柔则以清魂火气为引，调动正宗火印，熔铸碑底。灰砖、红火、违命对应。半日后，一卷围点出印录正式成型，刻入副碑之上，碑文沿虚空蔓延，连接旧魂案，失联魂咒，破碎火气，真伪对位，魂火归元。开元围点出城。南宫坟章主之叶怀站在火控学宫的判楼之巅，俯视那一连串失效的封魂回执，沉默许久。身后弟子急道：大人，要不要下封禁令？叶怀缓缓道：不能封。若这围点真刻出了魂火，那它就不再是假。我们是靠什么立身的？火能断尾，可现在火在他们手里，我们若一纸封死，那就成了真伪颠倒。弟子惊愕，那怎么办？叶怀背负双手，喃喃低语：只有一种办法，让我亲眼看着他们能不能真把真元刻出来。若能，那清魂就不违；若不能，我亲手下最后一掌。秦望站在夜里的火碑下，望着熄灭的封山方向。叶怀那老狗会来，你准备好了吗？马闯从背后走出，双手布满魂咒灼痕，语气沙哑：准备好了。火魂宗上空落下一道天印焰光，印上只有3个字：叶张神。他来了。秦望缓缓抬头，看向火碑顶端那团尚未熄灭的真元魂火，眼中浮现出少有的凝重。这是系统主之堂亲自下场了。火控最大一张叶怀之章。山门外魂风骤起，一只朱色盼绿鸟落地，背上立着一道青袍老者，须发齐白，却无半分衰老气息。他一步踏出，虚空自燃，魂气自来。秦望、马闯，你们想开源，也想思维，那就当着我的面，把你们那套围点从头写一遍。你能写得成，我认；你要写不成，我就把这清魂碑掀了。马闯上前一步，抬起满是皱痕的双手，碑盒还在，魂气未灭。你要看，我写。36名违章归魂者再次列阵。陶清柔调转正宗火印，将真元图展开于天碑之上。围点2刻，立卷。叶怀站于阵前不语，只将魂印连入天碑核心，启动真伪灵照阵。此阵可让火控总堂见证全过程。违者打印，火随魂走。而就在马闯第一笔下落的一瞬，天碑内忽然亮起一缕赤金之外的幽紫魂焰。叶怀眉头一跳，这不是清魂火，你用的什么魂？秦望却道：那是我当年被你封掉的那半夜火图，你亲手断的命，现在我拿来续。真元火得魂易得骨。马闯接咒续笔，碑文浮现：火不由章，魂不由印，伪之所使，即真之所归。整篇伪点附卷在天碑之上如火丝之网，一字一句灼灼不息。天控总堂之中，一道老牌判印者喃喃道：这笔写出了命火自成，这不是伪，这是反正。叶怀沉默良久，忽然道：马闯出列。马闯出阵，魂火燃顶，碑文荣兴。叶怀取出一枚火控主器，置入其碑盒。这是我手中最后一张真章，我把它给你。你若真敢写，那你从今天起不再是违章，你是火控真元新主。马闯接过主器，魂火灼骨。行，我今天就把你们这老章烧了。火碑之前，众魂寂静。马闯右手持主器，左手按碑盒。秦望站在他身后，低声道：这一笔写下去，真元归你，违章彻底翻身；写不下去，魂火崩，碑散宗亡。马闯点头，我知道。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将火控主器嵌入碑心。主器焚印，生死一笔。陶青揉起火咒，36名违章归魂者齐声吟咒，赤金魂焰直冲天顶。天碑浮现千丝魂纹，回溯火控3000年章印轨迹，碑盒炽烈如炉。马闯动笔，第一笔不写真，不写伪，写一个燃。燃者，魂火自成也。碑中发出一声震响，仿佛从古老碑炉中迸出的命火，烧尽天地魂石。第二笔写烈，烈者旧章自碎也。叶怀魂石震动，竟无法阻止那笔落下。碑中一道为火条目，为讲4律自动燃尽，原本火控堂3律之一灰飞烟灭。第三笔写命，
这一笔刚落，马闯忽然浑身一震，口中鲜血狂涌，魂火逆浊，悲心剧烈震动，魂气失稳。陶青柔大喊，秦望却目光如炬，他不是失控，他在抢主魂。众人骇然，杯中那枚火控主气忽然显出第二道魂石，正是叶怀留存的审判烙魂。我留了一道，怕你们走偏，若真不能写到最后一笔，我就自焚弃心，待你亲魂陪葬。马闯缓缓抬头，嘴角一血，你信不过我，但我信这块碑。他咬破舌尖，将自身命火精血吐入笔端，猛地一划。第4笔，写正。天碑如惊雷震爆，整座清魂宗被一道火圈包裹，所有伪命魂牌同时亮起，赤金、幽紫、灰魂3色齐聚。主气焚印成功，碑上现5字火名，火控真元马闯。一刻之间，天控总堂内所有叛气齐振，所有未封违者魂咒自动对位马闯之名。新主确立，违章归位，系统旧律失效3成。叶怀缓缓闭目，一滴老泪滑落。火不再有我裁，此后该他来写了。天碑火名落定之后，整个天控体系震荡不止。以叶怀为首的直律系默认退场，但并不代表全线系统任命。仅仅2日后，火控内3大真律之一正讲魂元律被自毁回收。接踵而来的是7道为火反应封杀令，围点既生，变成新敌。火魂宗正厅，马闯浑身魂火未散，碑和余焰仍在反复灼烧。陶青柔不安，系统要反扑了，咱们的碑阵撑不住7道焚律。秦望捻着灰砖道，那就别撑，我们先动。你不是写了真元了吗？那我们这次就用违章之名，把第1道救火律烧干净。马闯抬头，你要烧的是焚印律，我们反复被烧、被封、被焚印，这条律它该断了。与此同时，南宫天控外圈一块新碑浮现于空，碑上仅刻一句：违章不灭，焚律当死。紧接着7处封魂直律台同时出现魂火干扰，违章刻文竟影响到系统控制的火石流。系统封控主塔通告，发现未授权火咒干射高接火石路径，疑似反原刻律法影响当前系统运行，命令启动火祭洗魂案，追封所有参与围点者。然而天碑第2道围点之夜也在此刻完成铭刻，魂游碑书，律不再裁。马闯以真元主之名发布第1道新令，火魂宗收回焚律，凡违章者、被焚印者、灭气者皆可重刻魂火，违章不违，魂火自明。从此之后，命火再不由系统发放，由自碑成咒。叶怀站在天碑下，默然不语。那枚主气已彻底归马闯名下，老一代的火控律统终于崩了第1律。马闯坐于清魂碑前，掌心的火核已经稳定下来。碑前横陈的是3000余条被焚印过的魂火残稿，来自各地流亡修士，昔日被控违章者、失气者。要写了，秦望在旁道，写之前先封旧。陶青柔拿出那张已经破损发黄的焚印律残页，贴在碑上，由马闯亲手点燃，烈火燃尽，碑上旧律彻底化灰，旧律既除，魂咒重定。马闯站起身，挥笔悬空而落，第1笔写下：命咒一律，魂由自正，不由他裁。第2笔，印咒之断，违章即火，魂印可续。第3笔，火控新规，以碑立命，以命立真。每写1笔，碑身魂火咒链自下而上点燃，封山碑林开始浮现新的律条。这不是造反，这是立法。一场关于命火归属权的彻底重构开始了。南宫天控主堂，系统中枢阵图具阵，检测到围点律序主动释放律权标记，火控系统真律编号 A03 回应失效，律印失控指数 72%。 警告，天控命火线路3号魂咒链中断，该律块将不再受控。直律堂内群修惊慌，叶怀看着主气灰印浮动，轻轻叹道：这就是你写的火，我老了，写不出你们的字了。清魂碑林前，越来越多曾被逐出火控系统的违章者、散魂修士自发赶来，有人带着残章，有人捧着灰砖，有人甚至把自己被烧掉的命气残片献上。给我们一个字，我们也要在碑上刻命。马闯望着这群人，一字一句地说：碑上不刻伪，也不刻真，从今天起只刻你们自己的命。清晨，封山之巅，霞光未散，第1块命碑由马闯亲自立下，不是火控章印，也不是围点附卷，只是一块砖，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灰砖，上面只刻了2个字：林怀。这是一个10年前被系统判定为违章窜火的落榜修士，在魂火崩散前将名字塞进了一块灰砖里，偷偷埋在清魂旧讲堂的后墙缝隙中。如今
他在碑下跪了整整3天3夜，只为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重新写上去。马场对他说：“你现在不是伪命，你是命。”林怀泪流满面，在碑下磕了3个头，把那块灰砖紧紧抱在怀里，死死不撒手。从他之后，越来越多的修士自称违章者被逐散修开始排队，每人捧着一块砖，一页破咒，一片残器。他们不是来求功法，他们只是来求一个字，一个名字，一个能留下命的地方。秦望感叹：清魂讲义教过的不是咒，不是火，是人，是命。这些人愿意跪着排上3天3夜，只为把自己的名字刻上来，这比什么火控更像天命。陶青柔说：我们要不要做些规则限制？马场摇头：不做，只要有命，只要他愿意站在碑下发一口火，就给他写，火会自己认的。天控主塔再次发出封令，清魂宗非法建立命碑体系，意图篡改命火授权，扰乱律源次序。自今日起，火控系统全域封锁命碑相关流咒。可封令才下第3日，西荒赤焰岭、东南云隐方、北域魂井矿同一时间3块命碑浮现，都是灰砖砌成，没有火控章，没有系统咒印，但魂火能燃，魂印能续。那一刻起，火控彻底失去了对命火的垄断。马闯立在清魂碑林之前，看着无数普通修士的名字一一浮现，他没说什么，只是取出挥笔，在空中写下新碑名：命者，非伪也，非真也；命者，自克也。这一笔落下的瞬间，整座峰山彻底化为碑山。命碑出立之后，仅过半月，清魂碑林已从一山一碑扩展为山山皆碑。北岭300座，东路250峰，凡有残砖可立者，皆可为碑。碑山之名自此传出。火控旧律曾规定，未得律印授权者，不得自设咒坛，不许自命魂火。但如今这条律已经无人遵守。西荒赤焰岭命碑被上万名散修为例，近3日，升碑者逾万人南界旧灰塔地下浮出32块封印碑文，皆为当年被封的违章讲义，如今魂火重燃。东海陵渊之下，魂咒残液自动拼合，形成水下碑阵，天下碑现，律崩如潮。火魂宗内，陶青柔接到来自西南17宗的通咒，请求命碑石灰样本，请求咒阵铭刻附图，愿以旧契换自碑列名。清魂宗一时间从被打压的为本之地，变成整个命火体系的自由律源。马闯看着越来越密的魂气流咒汇入清魂碑心，沉声开口：我们要立碑，但不能乱立，碑不能成浮名，也不能为谁背书。我不做火控那一套，但我不代表人人皆命。你若真要刻名命火，须得自发。秦望点头：碑立天下，不能无骨，要有碑魂。于是清魂宗正式发布碑魂3问：一问，你是否为己命，而非他令；2问，你是否敢克魂火，而非借火；3问，你是否自成火后之果。凡答3问者，即刻碑名。此后3日，清魂碑林再增碑3100座，天下碑林之潮正式蔓延成碑山纪元。而在天控主塔深处，一枚泛灰的古卷也被重新起封，卷上2个字早已模糊，但有人认出来了：命经。火控旧纪终结，自命魂火成为天下律序第一源头。清魂碑林之巅，一道古卷在命碑核心自然重现，那是命火纪元之前，火控未立时最后一部残经命经。它本应被彻底焚毁，但命碑之火却将它从灰中唤出。卷面2字残破难辨，却仍清晰写着命经。陶青柔轻声道：这是最早的命律，是所有火咒、魂器、印章的母典。秦望神色凝重，系统建立之前，这部经便存在，他们以此为源，却封了源。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重新写回天下。马场站在碑心之上，古卷漂浮于前，魂火绕经而燃。它不是书写，而是让火自己走。火走成字，自然为句。片刻之后，命经浮现第1章：命不受于人，不藏于律，命由自识，自然而立。随之一笔一字燃尽整个碑山主河，瞬时引动万碑共鸣。命火从此不再问官，不再问宗，不再问神，问自己。第2章浮现：魂不列阶，火不封级，凡有燃意者，皆可立碑。第3章：名不凭印，碑不凭批，自书自明，自咒自守。整个清魂碑山在这3章之下浮现光焰铭文无数，魂火咒道自成一系。那一刻，火控体系曾拥有的命火授格权彻底崩塌。而与此同时，天控主塔深处最高律链断裂，主律编号01命元律已失控，系统进入最后冻结模式。警告：
绿絮归零。南境之外，无数散修仰望苍穹，只见天火如焰雨落下，那是过去万年里被焚印的所有残咒、断气、灭章，如今重新现世，化作流火归杯。有魂归者发出狂呼：我不是违命，我的命被经书回来了，我有命了。那一夜称为金火夜，命火归金，绿絮归人。马闯合上古卷，火焰自封，经书未灭。金火夜之后，整个天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命火纪元，天控封塔，焚律溃散，违章全解，所有的命不再由咒控，不再由律封，万碑同燃，碑主未定。清魂碑灵核心，火碑天心上方，古卷命经盘旋不散，其上火焰自行流转，每过一炷香，便燃出一页灰金咒文。他在召人，秦望目视天火，他不是只要马闯一个人写，他在选碑主，谁能执经写下命之总章，谁就是火祭之主。马闯，掌门请你前往议事大殿。晨曦微亮，山门执事特意登门通传，语气倒是比往日恭敬不少。马闯正坐在院子里喝灵茶，身边几位道侣都还没起，他眯着眼看了那执事一眼，笑呵呵说：这倒新鲜，掌门一大早找我，是不是要给我发喜帖了？执事陪笑。马长老说笑了，掌门说昨晚天象异动，似有贵人心动，估摸着跟您这边有关。我还贵人心动呢。马闯撇嘴，不过还是起身套上衣袍，吩咐道：花纸，帮我拿那件带金边的道袍，我今天的装个样子。花纸从屋里跑出来，一边给他系袍子，一边说：你最近在宗门风头正劲，听说连内门长老都在背后说你是百花宗100年难见的天命种子，他们夸我是有事求我，猜我是怕我压他们。马闯咧嘴笑，不过掌门主动找我，倒也有点意思。不多时，他就跟着执事到了宗门大殿，殿上已经坐了不少人，个个穿得整整齐齐，不是长老就是执事，还有几个核心弟子站在下手，看样子是来听封赏的。掌门百花真人端坐在主位，见马闯进来，眉头一挑，笑道：来啦，坐这边。马闯也不客气，拱了拱手：掌门请我来，不会是因为昨晚我那边灵气暴动吧？还真是。百花真人笑得深意十足，你闭关突破金丹那一刻，引得九峰灵气震荡，宗门灵脉差点炸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牛呗。众人一顿，无语之中却也没人反驳。你是百花宗这一代最年轻的金丹，又是系统修士，自带气运天柱。百花真人认真起来，本宗议定，从今日起，你封为宗门长老，授予花药峰为独立山头，由你执掌，拥有收徒、设堂、设试炼之权。话音落的，众人一惊，马闯心里一喜，面上却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掌门可真设的啊，花药峰可是在宗门主脉上灵气浓郁的过分，这可不是随便哪个长老能镇得住的。你镇不住，宗门给你镇。掌门笑得意味深长，当然，若你镇得住，以后这百花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话有点重了，众长老脸色都变了变，但谁也没吭声。马闯眼皮一抬，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旁负责疑点的执事马上高声宣令：百花宗弟子马闯天资卓越，金丹成就，封为内门长老，赐封花药，即日可设堂开府，招收弟子，统御灵脉，拥有独立议事权、资源分配权。宣令一出，全场鼓掌。而马闯嘴角一勾，心里却已经开始算账了。这回好了，系统的多子符的总算有个正式落脚的方了。掌门随后命人将花药峰的山图、灵脉分布、资源清单等资料一并交给马闯，顺便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别让我失望。放心掌门，只要你别拦着我生娃，我保证百花宗香火连天。掌门差点没被他这句气笑。你啊，你下去吧，3日后就是武宗争霸，你也该备战了。马闯拱手退下，转身那一刻，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家伙是真的走上了权力巅峰的起点。回到山下时，几位女伴已经听到了消息，早早等在门口。花纸最先扑过来：你真被封长老了，还赐了花药封。宗门给面子。马闯点头，不过这面子得靠咱自己争回来。那我们是不是能搬去花药封住了？另一个女修子双一脸激动。当然。马闯咧嘴笑道：明天开始打包，咱们一家老小全体迁山。咱也没小啊，那就快点造人。他话音刚落，系统提示弹了出来。系统提示：宿主获得宗门独立山头权限，开启多子符的花药篇。符的开启第1阶段，灵的种植。奖励：生息灵田5亩，元息子泉1眼，天乳的胎根星号3根。特别提示：符的内子嗣成长速度加快20%，天赋觉醒率提升30%。马闯差点笑出声。行了，这才刚刚开始，你们准备一下，今晚开始种田。女主们一脸懵。啊，字面意思，种灵田，
种娃娃，种将来。马闯看着他们那群人围着他转，忽然感到这个修仙界，他可能真的玩明白了。花耀峰脚下雾气升腾，山门牌匾还没挂，灵气倒是先飘得老远。马闯一行人刚刚搬上来没多久，几位道侣还在捣鼓院子布局，整座山头就已经热闹得像个赶集的地方。花指，你负责那片田，先把系统给的生息灵田种下去。子双，把元熙子泉引过来，做主灵脉据点。雪晴，把我们从宗门仓库搞来的那些阵盘买好，晚上我亲自激活阵法。还有你都别偷懒，这不是给我忙，是给你们未来娃搭窝。马闯一边指挥，一边撸着袖子在山头转悠，跟个刚发家的庄主似的。花指扶着额头，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提娃娃这2个字？隔壁山头那几个男弟子都看你像妖怪似的，那他们是嫉妒。马闯压低嗓子，毕竟我有系统，我生娃还能加修为，他们练100年都追不上我一泡茶的事儿。花指，说起来他们几个也不服，哪见过修炼这么搞的？结果马闯站在灵田边上，直接一挥手，系统光芒一闪，5亩灵田瞬间整出来了，的皮是金黄色的，土里甚至泛着点点灵光。生息灵田，孕育之土，适宜种植各类提升繁育天赋的灵草、灵米、天根。马闯朝众人一咧嘴，行了，这的比你们娘家那田肥多了，从今天开始这里是福的。你确定不是菜的？子双皱眉，有区别吗？马闯指着系统弹窗，你看这玩意，只要种满天胎果、育宁草这些催育类灵物，系统会自动启动子嗣易孕机制，不中亏死。这话一说，几位女修都红了脸，尤其雪晴手一抖，差点把阵盘掉沟里。你就不能说点正经的？我这是很正经。马闯咳一声，修行不就图长生，长生不如传人，传人不如多传几个。哎呦，你闭嘴吧！这边忙活的热火朝天，那边山脚就来人了。是执事堂的2长老派来几个内门弟子，穿的人模狗样，一上山就阴阳怪气。哟，这就是新封的花耀峰，看着挺小的，灵气也就那样。听说是马长老封的山头，这也配？马闯眉头都没抬。你们谁啊？带头那人抬下吧。执事堂里只是派我们来看看资源交接，你这山头要动用宗门灵气配额的，走流程吧。流程？你哪条流程写我的？听你这破嘴叽歪。那人脸一沉，你别太嚣张。那你上来啊，正好我灵田还没试土，想看看能不能种点废物。这话一出，对方几个弟子齐刷刷拔剑。花指一听要打架，赶紧后退几步，拉住子双，别拦，马闯这时候最能打。你说的是字面意思还是夸张？字面意思。果不其然，马闯左手一摊，雷光滋啦就窜出来，雷龙影，啪！院前石板直接劈出个大坑，那几个弟子吓得手一哆嗦，连剑都差点没拿稳。这，你修为不是才金丹初期？领头那人语气变了。雷性双体，子嗣加持，系统赋能。马闯冷笑一声，你用金丹的眼光看我，只会被我打成领土。几个弟子脸色煞白，他是真敢打，而且看样子修为根本不像金丹，起码灵压已经顶到元婴边缘了。滚！马闯甩袖，回去告诉你家里执事，我花耀峰的灵气自己造，不要靠宗门一口气，靠我们子息之力养出整个灵脉都不是问题。几人屁都不敢放一个，灰头土脸的跑了。等他们一走，子双才回过神来，你这雷龙影又强化了。我那儿子刚出生，觉醒了雷灵体，系统让我同步了一段血脉神通。不是吧？你这血统共享的这么快？当然快。马闯抬头看着天，而且我才刚开始，等第2个、第3个出来，咱山头不光灵气充沛，天赋觉醒都能当传家宝分配。所以我才说种田不是搞笑，是根本。说罢，他拎起一桶灵水往灵田里浇灌。来，今天我们种下的不是草，不是菜，是未来的战神，是福德的根，是娃他爹的希望。花指在后头接话，众人笑翻。马闯满意点头，你们总算入门了。天色渐晚，花耀峰的第1天正式落幕。灵田发出微微光亮，元熙子全咕嘟嘟的冒着灵气，整个山头像一块养娃金的熠熠生辉。而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当前已种植第1批灵田，进度 5%， 宿主解锁繁育塔蓝图，可建造繁育设施，提高多子效率。建议1日不生，1日未富，多1子，修行路便多1阶。马闯咧嘴一笑，这套我鉴定了，多子多福，从花药开始。第2天一早，山上灵泉还没冒气呢，马闯就被系统提示声叫醒了。叮，检测到宿主首次设立多子符的，系统启动第2阶段升级。系统版本更新中，预计耗时3炷香。提示：
升级完成后，将解锁血脉神通共享子嗣天赋互通家族修炼图谱功能。哦哟，这是要搞大动作啊！马闯揉着眼睛坐起来，看着系统界面加载条一点点往前推，忍不住咧嘴。血脉共享，这词听着就带劲。花芷刚披着外袍从屋里出来，看到马闯又坐在那傻乐，忍不住白了他一眼。你怎么天天起这么早啊？昨晚不是还说累得腿软？这不是系统给我发糖吗？马闯招手，快来看看，升级了，今天估计能开个大挂。花芷半信半疑，结果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就叮的一声蹦出来了。系统升级完成。功能1，血脉神通共享宿主可临时借用子嗣或配偶觉醒的血脉特性，每次共享持续不超过1炷香，每日最多使用3次。功能2，子嗣天赋互通子嗣间天赋可通过兄妹姐弟链接实现一定程度互补，加速成长。功能3，家族修炼图谱可设立家族修炼系谱，统一规划子嗣修炼方向，触发多子阵营增幅效果。马闯直接笑出声，可以啊，我这当爹的不光能生，还能蹭娃的天赋了。就这共享功能，1炷香够我干掉1票元婴。花芷却更关注后面一条，你说子嗣之间天赋互通，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来孩子越多，他们越强？可不。马闯顿了一下，从今天起，谁跟我生娃，那是给宗门培育战力，是传承之光。子双端着饭碗进来，听到这话，筷子都掉得上了。你能不能别一大早就开始讲这种奇怪的正义话术？这不是话术，这是修真大道。你这修真大道跟别人的好像不太一样。马闯正要反驳，忽然身上一震，提示检测到宿主子驷马小雷处于雷系灵泉修炼状态，系统可同步雷脉感悟，是否启动第一次血脉共享？来，马闯二话不说点下共享。下一秒，一股雷属性的细微电流从后背一直穿进脑海，那一瞬间，马闯只觉得脑袋啪的一炸，眼前居然浮现出小雷在泉水里闭目的影像，周围雷丝缭绕，气息绵长。靠，这感觉像是我脑子里突然多了一块灵根。马闯低声喃喃，但不是我自己的，是小雷的。他手指一张，一道雷芒脱手而出，打在院墙上，轰的炸出半个坑。花芷，你在干嘛？我共享我儿子的血脉。马闯嘿嘿一笑，别说1炷香够我用了。子双捧着碗慢悠悠靠过来，拿眼打量他，你这系统是不是开始往祖传卦方向靠了？咋说？你不觉得你现在的日常已经是靠娃升级，靠娃打架，靠娃种田了吗？马闯一怔，认真点了点头。你说的没毛病，那我是不是该考虑扩张个家谱？你还真敢想。这时外头又来人了，这次倒不是来找茬的，而是一个身穿青衫的女修，样貌温婉，身材婀娜，背着个长剑，看起来不像宗门弟子，倒像个游修。她站在门口，对着马闯行了一礼。请问这位可是马长老？马闯眼睛一扫，皱了皱眉。你谁？我叫刘雪姬，来自无影谷。听说马长老开设灵田，见福的，我擅长阵法种植，愿来投靠。这话一出，屋里几人互看一眼。马闯捏着下巴，没急着说话，而是盯着他背后的剑，问：你既然是来种田的，怎么还背剑？走江湖的，防身。你是防我，还是防你自己？刘雪姬愣了一下，忽然一笑。马长老果然不是普通修士。马闯没再客气，朝系统一招手。扫描目标气息中，检测到高阶剑煞杀气隐藏，目标身份存疑，是否触发前因追踪功能？来查查他啥背景。前因追踪结果：刘雪姬原为无影谷外门执事之女，4年前因与谷主独子私通被逐，后流落多的，有前修魔道痕迹。当前状态：真实动机未明，但无敌意表现，具可利用价值。马闯哼了一声，低声嘀咕：果然有事儿。他站起身：你想留下也行，但我这山上不收白吃饭的。你会阵法，就给我把后山那片的布个防护阵，10日内搞不定，自己走人。刘雪姬行礼：明白，多谢马长老。人一走，花芷就凑过来小声问：你真打算收他？你觉得我像是那种见色起意的人？子双翻了个白眼：你还想骗人？马闯也不藏着掖着，他是个潜力股，系统说了他身上有魔修痕迹，那就说明他走投无路了。这时候来投我，不管是想抱大腿还是找靠山，我都能接。只要他不捅我刀子，他能种的我就能养他。子双耸肩：你开心就好。马闯咧嘴笑：种田种娃种人心，我是这宗门最懂经营的人。这一天下来，系统界面又更新了一行：当前子嗣数3，配偶数3，修士家庭结构完整，是否启动家族修炼图谱模板设定？马闯点开一看，
界面里赫然浮现出几个选项：雷脉阵营，以雷法攻击为主，攻伐强悍，适合培养战斗子嗣；丹修阵营，以炼丹、灵植为核心，支持家族资源；脉养阵营，专职培育子嗣体质，强化血脉融合、繁衍能力。马闯毫不犹豫，全选。系统检测到宿主选择全开，请注意，资源消耗将大幅增加，推荐配偶增援。这不废话吗？我这不是已经在努力了。他望向后山镇的流血姬正盘坐布阵，剑插在旁边，灵气如雾。马闯眯起眼，自言自语道：你要真能在这站稳了，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机会在哪？再生。哇！院子里第一声婴儿啼哭划破天光，清晨的灵气像被那一嗓子给震散了。马闯站在屋外，手握着灵气调息珠，听到那动静后，整个人一震，直接圆的一蹦3尺高。成了，我儿子出生了。还没等他说完，屋里传来花指激动又带点虚脱的声音：你别吵了，都出来了，你进来看看吧。马闯哪还管其他，3步并作2步冲了进去。屋里灵气氤氲，一股股温润的金光从婴儿襁褓中冒出来。那小东西皮肤白嫩，眉心有一道淡淡的紫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啧。马闯凑近一看，整个人都不淡定了。这气息，这眉心的灵纹，这娃不凡啊！系统提示果然随之响起，恭喜宿主诞下第一位血脉子嗣。子嗣姓名：马小雷，默认。灵根类型：雷性天灵根。特殊体质：雷芒神体雏形。天赋技一：雷灵阵，被动，周身自动积蓄雷息，遇敌自爆护主。当前状态：婴儿期，尚未具备自主修炼能力，可由宿主传功加速。马闯一边听提示，一边嘴角都快笑裂了。雷芒神体，你不是吧？系统，你是不是看在我生得早，特意塞了个隐藏天赋给我？系统倒也大方。本系统依宿主体质、配偶体质、孕育环境综合判定评估子嗣品质。当前评级 A 级，以超同阶段天赋修饰子嗣平均值2档，请宿主继续保持繁育节奏，优质子嗣可享更多系统特权。马闯瞳孔一缩，原来这还能内卷的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拼一波 S 级的？不过先别说别的，这小家伙刚一出生就自带护体神通，我这当爹的还没上手，他就先保护我了。他伸出手指轻碰了碰小雷的掌心，结果滋啦一声，居然被电了一下。来真的啊！花指一脸骄傲地看着他说：你不是天天吹你系统多强，我看这孩子比你靠谱多了。马闯呵呵一笑，那肯定，打我的是我儿，电我的是我轻重。而且你别说，这雷芒体一觉醒，山头灵气自动跟着流转，我估摸着以后这娃光睡觉都能给花耀峰聚气。说着，他又从系统里调出子嗣修炼加速模式，准备给孩子来一波启动仪式。系统很快给出了提示：是否为马小雷开启复原贯体初次修炼？备注：该操作每日限1次，可由宿主将部分修为通过血脉传入子嗣体内。注：此操作不影响宿主自身修为，但每次使用后会出现轻度虚脱反应。无所谓，虚脱我也认。马闯点头，来，爸爸给你开挂。他打坐运转功法，把自身雷属性灵气凝聚后，缓缓渡入孩子丹田。整座屋子顿时雷光乍现，紫电游走，连窗户外都闪出哗啦啦的金芒。屋外的子双、雪晴都吓了一跳，连忙冲进来。怎么了？怎么放闪了？结果刚冲进来，就看到马闯一脸痛并快乐着的盘腿坐着，怀里抱着个闪着紫电的小婴儿，那画面一言难尽。你又搞什么幺蛾子？我给我儿子通灵呗。马闯咧嘴笑，头发都被炸翘了。子双，你这样下去，怕不是以后老得比你儿子快？马闯一脸骄傲，你不懂，这叫妇道流转，咱走的是高端血脉路线。系统这时又提示，子嗣马小雷已完成初次灌体，当前气脉强度正 40%， 觉醒速度提升，宿主获得系统反馈，雷灵抗性正 1%， 雷法理解力提升。马闯看着提示，心里直打算盘，就是说我给孩子升级，系统还倒贴我属性，这不就是养娃当事业搞？系统问你个事，要是我生他个100来个，是不是每个都能这样来一遍？系统理论上可以。牛了！马闯喃喃，我悟了，别人修仙一条路，我养家当爹一条路。这时门外又有人来，是执事堂来传话的。马长老，掌门传令，请您明日带花耀峰代表出战5宗出轮比斗，请您准备。战斗的点在灵斗场，由火阳宗、百花宗轮番登台。马闯接过令牌，知道了。那人犹豫了下，又补了一句：火阳宗那边已经放话了，说这一轮不留情，要让咱们百花宗吃点苦头。
马场眯起眼，笑得森森的。行，那就让他们看看，百花宗现在不光有长老，还有能打的儿子。当天晚上，马场坐在花耀峰最高处，抱着已经沉沉睡去的小雷，看着系统界面里的提示：当前子嗣1，当前配偶3，战斗加持，雷芒护体正20%，限定1日，系统奖励复到战力抽取卷星号1。他握紧那张奖励卷轴，眼神变得有点不一样。火阳宗，来就来吧，这一战我不用自己上，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血统压制。5日后，百花宗宗门大会如期而至，玄阴台上，掌门百花真人亲自主持，全宗上千弟子，几十位长老聚集，连外宗住使都来凑热闹，可见这一次五宗争霸有多重要。此次五宗战斗虽名为比试，实则关乎资源，关乎的位，甚至决定我们宗门在中域的名次。百花真人声音庄重，目光扫过众人。今年我百花宗新进一位金丹长老花耀峰马闯，以雷姓血脉横扫同阶，我宗要在这一次彻底崛起，便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一代的表现。下方众弟子轰然应诺。马闯也站在人群前头，今天他穿的倒是挺正经，宗门亲赐长老袍，黑底金纹，左肩绣着花耀2字，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实打实的掌权者。花芷、子双、雪晴站在他身后，抱着刚刚满月的小雷，已经引来不少注意力。这就是马长老那个神子，听说出生那天雷电劈山，直接给花耀峰换了灵脉，也太夸张了吧。还说什么一出生就护体雷法，这不就是玄幻小说？人家就是玄幻本人啊。马闯听着耳边议论声，心里乐呵的不行，正要走神，就见百花真人忽然开口点名：马闯出列。马闯上前一步：弟子在。此次五宗出战，对阵火阳宗，你位长老既要保下弟子安危，也要亮出花耀峰的风采，你愿不愿意亲自带队登台？马闯也不推辞，拱手抱拳：愿领此战。好。掌门微笑点头。此战之后，无论胜败，花耀峰资源再加30%。话音一出，全场哗然。要知道，宗门资源分配一向讲规矩，能在大会上直接许诺加成的，都是核心嫡系才有资格。马闯这算是彻底进入权力核心了。他自己也乐，掌门这老狐狸肯定是看我系统旺，想着押宝。没事儿，你押对了。就在众人准备解散之际，一道身影踏入玄阴台，那人一袭赤红长袍，背负双刀，面色冷峻。火阳宗代表赤峰子前来通告，我宗出战将由我出战，请贵宗尽早安排人选。百花真人轻抚袖袍，我宗花耀峰长老马闯亲自带队，此战无需在意。赤峰子冷笑一声：你们让个当爹的上来打儿子辈的比斗，未免太掉价。马闯这边还没开口，系统弹窗先来了。任务触发，宗门威严，内容：击败火阳宗赤峰子，战中不倒，系统加持复威灵士。奖励：雷龙战魂碎片1，子4成，长速率正10%，限7日。马闯眼珠一转，立马就想明白了，这赤峰子其实就是被人放出来踩场子的，目的就是让百花宗众人感到压迫感，然后在出战中出洋相。偏偏这人本身又是真正的火系天才，已经金丹后期，在火阳宗年轻一代中排的上前5。他舔了舔牙，掉不掉价我不知道，但打你我还真不虚。我这当爹的上台是让你们看看你们这些独苗有多脆。赤峰子眯着眼看了他半晌，忽然嘴角一勾：那好，明日擂台上咱们见真章。当天晚上，花耀峰亮了一宿的光。马闯坐在后山雷泉中，身上被系统雷力加持，一边吐纳一边启动复原战魂卷。复原战魂卷启动，检测到宿主血脉内存在未完全激活的雷龙之魂，是否以系统能量强行唤醒一段时间？唤，成功唤醒。雷龙之影幼体，宿主获得雷龙劈体、雷闪护灵、雷遁半步。马闯一口气呼出白雾，整个人就像从水里炸起来的鲤鱼，雷芒在他身上窜成了一条若隐若现的雷龙虚影。火阳宗啊，你们想打我百花宗的脸，那就先问我这张雷脸愿不愿意。第二天，五宗战台正式开启，整个战场修建在云端高台，由5座浮空领导连通组成，分别由5宗长老坐镇，中央是擂台、战斗通道、修士观战台，光是场面就比之前所有历届都大一圈。马闯带着花耀峰3名亲选弟子出场，全场数千修士立刻聚焦。你看那雷光，就是马闯，他亲自上了。火阳宗完蛋了吧？谁知道呢？赤峰子可是金丹后期，火阳领域又擅长控制压制，那就看谁能忍到最后了。随着主持者一声，比斗开始，两人同时踏入战台。赤峰子一抬手，双刀出鞘，身周火光炸裂，
如同2轮烈日同时腾空而起，火欲焚空。马闯却一点都没动，反而笑了笑。打就打，吼什么？他脚一踏，雷光轰然散开，雷龙劈提起，雷光裹身，雷灵突现，一头虚影雷龙从他背后升起，在天上盘旋，一圈又一圈。观战台上一片震惊，那是雷龙虚影，那可是真正的神兽血脉啊，哪来的？火阳宗长座脸色也沉下来，这家伙居然把雷龙血换出来了。赤峰子眼神巨震，但已然骑虎难下。给我烧！烈火轰鸣，双刀交叉之下，天的都变色。马闯不闪不避，反而一步跨出，身上雷光轰然一爆，直接迎着火焰冲上去。雷遁半步劈你狗头！这一招简单粗暴，但就是这一招，雷龙咆哮中，电光劈开了火阳的天。轰！擂台炸开，赤峰子直接被劈得到飞数10丈，整个人砸在结界上，吐血3声。全场寂静3息。下一刻，百花宗马闯胜。雷声过后，马闯站在台上，随手收回雷芒，吐了一口气，咧嘴笑道：“这是第1战，接下来你们谁不服，就报上名来。”火阳宗赤峰子被一招轰下擂台的那一幕，还在整个5宗之间余波荡漾。可花耀峰这边却已经风平浪静，不准确说，这山头正忙着搞事情。马闯刚赢完比斗，没歇半天，直接关死了花耀峰的山门，宣布闭关，连掌门派人请他商议后续宗门战术安排，他都一句我在破镜，莫扰给挡了回去。众人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装模作样，毕竟刚打完一场，哪那么容易结丹？但实际上，马闯是真准备冲击结丹圆满，只差临门一脚。这回他不打算靠常规路子突破，他准备靠孩子。后山林全密室内，马闯盘坐在元熙子泉中央，四周雷火环绕，头顶浮着一个古朴图卷，那是系统给的雷火之子血脉回馈图。系统早就提示过了，宿主当前子4马小雷处于雷火双灵交汇区，自动激发神魂反馈，是否与其建立父子灵气，共享修为，领悟与灵气回路。注：此方式为特殊灵气，只对血脉亲子生效，每位子嗣可共享1次，能极大增强宿主突破时的体悟层级。马闯盯着系统，眼睛都亮了。你早不说啊，我这孩子出生1个月了，你藏着掖着。系统等待稳定期过后方可启动，那现在还能等？确认启动共享。上。下一刻，系统开始疯狂加载，雷纹从图卷中腾起，一道道光链连接在马闯与小雷之间，像是2团灵魂之间被牵成了一根根发光的线。而花纸那边正在屋里哄着还不到2个月的小雷，突然怀里一暖，小雷居然开始咯咯直笑，还张嘴吐出一串火星子。我去，这小家伙是觉醒了。子双探头一看，吓得退一步，他这是要炸炉。马闯这边也是同时感知到一股来自子嗣的神魂火劲直冲识海，爽啊！他大吼一声，雷火同时贯体，原本卡在金丹中期的瓶颈顿时松动，一层一层一层，金丹后期直接突破，再加1层灵光压身，紫色火雷同时汇聚丹田，竟然凝结出一个双属性灵核。系统提示几乎爆屏，恭喜宿主突破金丹后期，恭喜宿主觉醒雷火合体道基，宿主子嗣马小雷因反馈共鸣获得成长加速状态，宿主获得技能雷火化形，可强化1次战斗形态，持续半炷香。马闯这会儿已经浑身冒火冒电，就差没从泉眼里炸飞出来。我就知道这娃不白养，生一个赚一个。系统提示：父子共鸣已触发，是否储存当前状态为战斗备份模板？马闯毫不犹豫，存，以后再打架直接复刻这个状态，谁来我劈谁。密室外，灵气飓风一层层炸开，整个花药峰上空浮现出一道雷火交融的巨型倒印。别的峰主一看全傻了，这马闯是疯了吗？刚打完火阳宗就突破了，你说他是不是用了什么邪法？这也太快了。只有百花真人远远看了一眼后轻声喃喃，这就是系统修饰，以血脉为根，以子嗣为桥，走的不是道法，而是血道。他若不停下，将来真能镇整个中域。另一边，花药峰内部已完全换了样，子双带着人挖出一座灵乳孵养池，雪晴照着家族修炼图谱重新安排了各子嗣的喂养计划，刘雪姬也没闲着，连夜布完第3层护山阵法，甚至开始主动帮马闯炼制玉子灵丹。马闯闭关出来的那一刻，全体女修自动排队汇报情况。马长老，后山的雷之田已经开始发芽，预计7日内可用。马长老，族谱修炼图已升级至雷火双修体系，您的下一批子嗣可自带内息融合。马长老，执事堂送来新一批资源，包括灵矿、灵乳、法宝残卷，还有3位女修
愿意嫁入花药峰。马闯站在平台上，穿着雷火袍，整个人像个刚修完线的暴发户。他点点头，干得不错。告诉他们，我这山头不收空想修道的，只收能种娃、能打架、能持家的人。众女修。是。系统又弹窗。子嗣当前属。1. 配偶当前属。3. 前在后补1。家族雷火融合系图已解锁 50%， 开启雷火道场建筑图纸。是否建设？马闯眼睛一亮。建。这回老子不但要打赢武宗战，我还要把孩子教得比我还能打。他抬头看向远方，下一个对手是谁？血清达，好像是凌文宗。他们有2个元婴压阵，打的不是战力，而是灵文控制。马闯咧嘴一笑，正好试试我雷火的新活，看看到底是你们文的细，还是我劈得快。武宗站台第2轮终于来了，这一战是百花宗对阵凌文宗。火阳宗在第1轮被马闯一招劈崩后，已经没了什么气势，全宗都在窝着疗伤。而凌文宗这边却早早就在比武擂台上搭起了凌文场域，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传说中凌文宗不靠人打架，他们靠阵、靠符、靠灵石压制。阵法一开，敌动即死。符箓一封，丹田自裂。听着是很唬人，但马闯不信这个邪。再怎么压制灵石，你也没法压我雷电吧？战前例行仪式，武宗掌门齐聚于台上，主持者刚宣布第2战由百花宗出阵花药峰马闯，下方就传来一阵议论。又是他，不是说凌文宗布置的是锁灵大阵，这人修雷火的也来，他还带孩子呢，来打亲子游的。是的，马闯今天带了马小雷一起上场，准确说他把马小雷背在身后，像背葫芦似的用灵气包着，只留个脑袋和2只小手在外头。这画面看起来说不出的生猛。我儿子1岁，看打斗长见识。你们谁家没娃？我家娃能电人。凌文宗那边直接笑了，这马闯怕不是把擂台当游乐场了。等会儿风铃震开，他怕是连话都说不出来。比赛开始的钟声一响，擂台四周陡然升起数十根阵柱，密密麻麻的灵纹如蛇游动，整个空间嗡的一声，灵气开始变稀。锁灵大阵第4式，绝世幽球。凌文宗的2名亲传弟子一左一右现身，一个掌阵，一个控符，双双打出数百张灵纹纸符，悬浮在空中，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朝马闯照来。石海压制开始，对方灵气已被封断30%。擂台四周，宗门高层纷纷点头。马闯再强，这种级别的灵石阵也吃不消吧？除非他能外部借力，不然不可能破。就在大家都等着看他被封印时，马闯忽然扭头喊了一声：“小雷，玩具开火！”滋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身后的小娃突然抬手，一团紫雷扑地砸在空中浮着的那些灵纹符上，砰砰砰，整整50张纸符直接在半空炸成了渣。凌文宗弟子，你带个能打的孩子上台，是认真的吗？马闯懒得废话，脚底一踏，雷火化形开，紫雷火焰交缠，他瞬间化作一头雷火兽影，身高暴涨3丈，犹如巨人，左手雷焰滚滚，右手火爆喷张。你锁我石海，不好意思，我是父子双合，你们这些纸糊阵符，我儿子哭一声都能震碎。砰！他一拳轰出，带着雷火印记的拳影直直砸向阵心主符。凌文宗弟子连忙恢复挡击，然而下一秒，他眼睛一黑，整个人倒飞出10几丈，撞到结界上，吐出一口黑血。系统提示响起，子嗣天赋加持，雷灵阵自动触发，成功击穿敌方阵纹，宿主获得战斗反馈，石海压制减免正 30%， 攻击穿透正 10%。 马闯已经冲到第2个弟子面前，一脚踹飞对方的阵盘，雷火化形，尾焰一甩，把对方整个人卷进雷柱中。我来是真打，你们玩雕虫小技，跟我比修为，那你们还得再投他一次。他站在擂台正中间，身后雷龙缠绕，火焰翻腾，而肩上马小雷咯咯笑着，一手雷光一手火星，一脸我也能打的表情。主持者都看傻了，但还是机械的宣布：百花宗马闯胜。凌文宗掌门脸色发青，转头看向百花真人。百花真人慢悠悠喝了口茶，不好意思，我这长老有点过分护子了，回头我让他多生几个。凌文宗众人。当晚，宗门议事殿再度传来掌门令：花耀峰弟子马闯连胜2宗，展露雷火双修神道，赏灵石10万，灵药100斤，特批开放宗门后山灵火窟3日修炼。同时，花耀峰新增2位女修亲选，准与其特殊道侣身份，由马闯长老自行考评。马闯拿到命令，啥话没说，直接转头对花芷他们说了句：今晚早点睡。花芷，你又想干嘛？我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谁想让孩子
明年也能上台打架，就抓紧时间把修炼图谱交接好。我要开始安排第二胎了。武宗战比进行到第3轮，战台之上，马闯的雷火双胜已经让整个中域修界热议不断。灵网御简论坛上，热帖：百花宗花要疯了，刚封长老就连灭2宗天才。评论第1：马闯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系统？感觉他像开挂。评论第2：那孩子是真的能打，没毛病。评论第3：谁能想到养娃也能打比赛，修仙界完了。而武宗内部气氛也越来越微妙，本来只是切磋性质的比斗，现在却有点被马闯带偏了。别人拼修为拼法术，他拼孩子；别人斗阵法斗兵器，他斗血脉共享；别人1日3顿吃灵米，他1日3餐喂奶还能加属性。更离谱的是，他这人打完仗不修炼，回去生娃还越生越猛。这一日擂台大战将赢榜主排位战。所谓榜主，指的是武宗比武期间由积分最高、胜率最高的年轻弟子组成的临时排名榜单榜首弟子，可以获得中域道榜提名资格，进入3大天宗视野。马闯现在连胜2场，积分第1，硬生生顶在榜首。而第2名是天鹰宗的晴星女，元婴初期控魂之术极强，曾在上届秘境试炼中操控灵兽军团，杀穿一整条副本线。本轮对战即是马闯 vs 晴星女。此战之前，百花宗宗门广场就已经围满人。你说马闯能赢吗？不好说啊。晴星女掌心情符可以扰神识、封丹田，她要真被控了，雷火就没用了。可她那儿子会动啊，你们忘了吗？上次雷火直接自爆符文阵呢。有人提醒，这次听说晴星女也带了灵兽辅助战，那意思马小雷这回不一定能压制。台上2人各自入阵，晴星女穿着一身青衣，手里抱着一把细小的灵琴，身后4只灵狐静静趴伏，身形若隐若现，气息极不凡。马闯则照常被娃上场。小雷穿着专门为这次比斗做的小披风，背后缝着闯字，脑袋上绑着2根毛绒辫子，看起来既威武又离谱。这小子是认真的吗？娃都给装扮了。主持者开口。第3轮比斗，马闯对晴星，擂台启动。下一秒，晴星女指尖轻点，灵琴之音如丝缕拂面而来，灵石强压席卷全场。控魂音障，幻音封神。系统发出提示：识海兽扰动，判定中，触发子4守护技。雷灵反噬。马小雷忽然张嘴就叫了一嗓子，哇！不是普通哭，那一嗓子带着雷灵炸响。砰！琴音瞬间破碎，4只灵狐直接炸毛，呜咽着退开3丈远。全场，马闯见状冷笑，都说养个娃费灵石，我这娃光一哭就能把你灵宠吓破胆。来，再试试你那封神术。他脚下灵光一转，雷火化形再起。这一回他不再压制，而是将系统新赋予的雷火道纹直接覆盖全身。雷火裂天式，拳头砸出，一圈圈雷火道印在空中炸开，如同雷龙啸天，直击晴星女结界中心。晴星女眼神微凝，仓促弹出天鹰散魂，试图扰乱马闯神识，却不料马闯左手一挥，父子连心，双魂清明。系统提示：因父子心魂共鸣，神识攻击无效。你拿音符打我神魂，我带娃上场，你不知道，打我一个，我俩都反击。砰！雷拳撕裂琴音，震得晴星女后退数步，整张脸煞白。再退一步，擂台光阵升起，裁判果断宣布：百花宗马闯胜。观战台彻底炸了，他赢了，那可是天鹰宗晴星女啊！这家伙真是靠娃打遍天下了。而百花宗宗门已经彻底炸开了锅，长老团当场投票，决定再追加花药封资源3成，并对马闯开放宗门灵婴术使用权，以公子嗣培育。与此同时，外宗住持亲自登门送来一纸婚书：万花谷之女林宁愿嫁入花药封，辅助道侣修行，共谋血脉之道。马闯看完婚书，抬头冲花纸笑道：你看，又来投靠的。生娃这事儿我劈个雷，他们都想嫁了，以后这榜我不但要夺，我还要改，从武宗榜变成我马家的谱。花药封雷光未散，马闯刚刚夺下擂台榜首，百花宗山门外却引起了风浪。这日午后，一道赤金光芒从天掠来，停在山门外，是金乌神宫的信使。奉金乌神宫太上令谕，特请百花宗掌门及花药封长老马闯赴乌台议事。执事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皱眉。他们这时候请马闯干嘛？前天不是才传出金乌神宫圣子闭关失败，疑似遭节气反噬，现在拉马闯过去，什么意思？掌门百花真人目光一凝，沉声道：我也想知道。但马闯却比他还快一步，他不但答应了，还直接带着花纸
子双、雪晴和小雷一块儿去了。你是赴宴，不是郊游。掌门气得想拍桌子。马闯笑，他们是请我，不是请我们宗门，我这叫私人出席。再说了，我娃在，出事都能提前报警。掌门，金乌神宫乌台主殿。马闯一踏进殿门，气氛瞬间变了。武道气息从殿柱后出现，全是金丹巅峰修士，为首一人更是披着金羽长袍，面如刀削，正是金乌神宫三长老烈阳客。马长老，烈阳客拱手，语气淡淡，今日请你前来，是想私下了结几笔旧账。马闯随口一句，你们也知道私下俩字。烈阳客面不改色。2日前，我宫圣子在秘境突破失败，丹海崩裂，有人传言此人曾在擂台输于你之手，故此心魔入体，所以你们要找我算账。马闯挑眉，我就一招雷劈把他打成狗屎，他自己灵根差，还要赖我？你家圣子心魔不是我塞进去的，他的失败是命。烈阳客眼神阴沉几分，但依旧保持微笑。我们当然不会不讲理，只是想请你交出你那次比斗的战斗记录符，供我宫分析问题。马闯一听就乐了，你要我交战斗记录符？那我也想看看你们公主昨晚跟哪个女修双修失败，能不能也给我考一份？这话说的那几个护法脸都青了。烈阳客收敛了最后一丝笑容。马闯，你不觉得你最近太过张扬了吗？你在武宗比斗中大放异彩是好事，但你是否考虑过武宗之外还有七宗，还有天下百派，还有不希望你再强下去的人？马闯掏了掏耳朵，淡淡道，你要是不想听我雷劈，就别来阴的。你来阴的，我奉陪；你来阴的，我让你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话音刚落，小雷突然从他肩头蹦出来，张嘴吐出一道雷芒冲子一轰，正中央金乌台阵法竟然直接炸开。烈阳客脸色大变，你敢？你以为我来真是赴宴？马闯抬手一挥，雷火之力爆开，化作雷火双龙，咆哮于台殿之内。我是来告诉你们，老子现在不是你们想踩就踩的了。花耀峰在这武宗不是新山头，是山头上的雷。以后谁敢动我子嗣，谁敢害我家人，我马闯劈他的血脉断绝。轰！雷火爆炸，将金乌神宫半边金台震塌。与此同时，百花宗山门外有弟子重伤而归。报！前往灵火库的3位花耀峰外门弟子遭人围杀，丹田被废，凶手疑似金乌神宫外使。掌门百花真人怒声震殿，这是公然挑衅我宗。长老团震怒，正在调兵遣将之际，空中雷光炸裂，马闯从天而降。掌门，犯我百花者，我已回一劫，下次再动我弟子，不是劫是灭。他抬手一握，雷火双龙盘旋于掌心。宗门护徒之责，我来担。从今日起，花耀峰子嗣、道侣、弟子一伤，我百倍还之。掌门久久无言，最后只吐出2个字：好。系统提示随之响起，触发主线任务，护道之主。条件1，亲手清算一次宗门之敌。条件2，以系统之力建立雷火护道印。奖励：到子级全线解锁，系统功能全面进化。马闯望着系统界面，心中默念：你们动了我人，就别怪我不讲规则。现在是我说了算。金乌神宫一战后，马闯在武宗之间的声势达到了顶峰。雷火双龙劈宫毁殿，当众发言血脉断绝，那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而且最要命的是，他真干了，真赢了，还真全身而退了。这一下，连天鹰宗、灵文宗这些看热闹的宗门都不敢再笑话百花宗了。而百花宗内部此刻却迎来了一次重大转变。花耀峰后山，雷池上空，马闯闭目盘坐，系统界面前所未有的明亮。主线任务护道之主达成，系统即将进入复道进化段。检测宿主当前子嗣数量：1. 血脉纯度 92%， 父子灵感共鸣度 87%。 进化条件达成，是否开启复道天赋觉醒？开！马闯毫不犹豫。下一秒，系统光辉照亮雷池，整座山头都仿佛被雷霆重新构造，雷电交织成符，火焰汇聚成阵，而马闯的身体正被一股奇异的力量包裹，像是天地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复性之线，自丹田蜿蜒而上，直通识海，再从识海分出一道，连接向远方的小雷所在之处，复道天赋。雷火共鸣。效果1，紫灵反哺战斗中子嗣情绪激荡，可反馈灵能，为宿主提供属性增幅。效果2，护子之怒，任意子嗣或道侣受到攻击时，宿主将强制进入雷火暴走状态，战力提升 100%， 持续3息。效果3，共鸣术士雷火涅槃与任意子嗣共同修炼或参战可发动，1日1次，视血脉共鸣强度延长持续时间。马闯张开双手，
任雷火之气将他全身包裹。他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天赋异禀，别人生个娃就是多个后代，他生个娃是多条命，多一个战斗形态，多一个灵力源泉。系统，这能力我喜欢，你能不能告诉我，以后我如果有10个娃，是不是一怒之下能灭宗？系统淡定回应，理论上子嗣越多，共鸣越强，护子之怒可无限触发递进，形成父怒连爆现象。该现象目前仅存在于传说级修士圣子之父江图南的笔录中。马闯已是第2个符合条件的候选人。马闯咧嘴一笑，好家伙，你这是告诉我已经半只脚踏进士师级修士门槛了。您说的没错。而与此同时，马小雷那边也动静不小。才1岁不到的他，在雷火反馈下，识海竟然提前开窍。这意味着他极有可能在2岁前突破炼气期，3岁踏入筑基，真正成为天生修道的孩子。而花指他们也发现了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小雷的气息跟你越来越像了？乃指向他是我血统复制体。那你以后如果娃多了，会不会有重复的？马闯笑了笑，那就让他们各走一条路，有走雷的，有走火的，有走丹的，有走剑的，他们都姓马。我马闯将来就是一个人，一宗一代一天命。此刻山下传来掌门使者，马长老，5宗第4战定下，由我宗迎战碧阳宫，对方为妖族门派，擅长血脉压制与灵体吞噬，现已派妖鹰道子赴台。掌门请您再战。马闯站起身，披上战袍，抱起刚刚哼哼2声的马小雷，抬头看天。妖族，正好，我看看你们血压人，我血氧人到底谁高。他嘴角一勾，下一场我不光要赢，我要让天下修士记住一个事实，别动我啊！我一出手，天都裂。5宗战比到了第4轮，这时候不再是宗门之间切磋气氛了，而是实打实的争资源、争排名、争脸面。这一轮，百花宗对上碧阳宫。碧阳宫乃妖族立宗，门下弟子皆有妖血，擅长以血统压人吞法夺源，是真正打血脉压制流派的狠角色。这场估计悬。碧阳宫那个妖鹰道子，听说半妖之体，出生就能飞，14岁就血吞了3头金翅风狼，一步成丹。马闯虽然强，但他血脉是给他儿子用的，这回没娃打架，你怕是忘了，那娃一直跟着上场。站台之上，妖鹰道子已等候多时，他站在擂台中央，身后背着一对黑金双翅，披着兽皮战袍，眸子深邃幽黄，鼻梁高挺，一看就不是纯人族出身。你就是马闯？他语气低沉，像是在压着怒意。你在前面几轮把我妖族的血灵压制给玩笑了一番，你儿子哭声震破阵法，雷纹爆符，化形乱局，这些事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马闯吊儿郎当走上擂台，一手抱娃，一手掏耳朵，意味着你们妖族体系太脆，你们追血脉压制，我走血脉养育，我养得好，自然打得你轻松。妖鹰道子眉头一紧，杀意明显，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今日要你知，真正的血脉是吞噬，是压制，是以腹之躯化为祭。他一拍胸口，整个人气息陡然暴涨。血鹰化语，一声爆鸣，他背后双翼张开，竟铺天盖地笼住整个擂台。而系统也及时给出提示，检测到敌方使用妖族秘术血雨净空，当前空间灵气被压制 30%， 外界元能被切断，是否启动子嗣辅助共鸣？马闯没废话，起！马小雷这时候也哇了一声，不是怒吼，一道雷光从他体内爆起，连头发都立了起来，一对肉乎乎的小手张开，硬生生对着空中妖异释放雷印。护子之怒启动，系统提示：子嗣受压迫状态，强行共鸣，宿主战力正 100%， 持续3息。你要拿我娃祭天？马闯眼神一寒，脚下一踏，雷火卷身，整个人瞬间冲天而起。雷火猎神式，一拳轰出，天地炸响，雷与火竟在空中汇聚成一道金紫混合的雷怒拳印，生生轰向妖鹰道子胸口。砰！一击之下，妖鹰道子口吐鲜血，巨翼炸裂，连人带雨坠出擂台。而马闯一手抱娃，衣袍翻飞，雷火未散，站在空中如神临世。主持者几乎忘了宣判，直到旁边执事提醒，他才猛然喊出：百花宗马闯胜！台下寂静数息，忽然轰然爆发。卧槽，他真劈飞了！这护子之怒也太猛了吧！3息战力翻倍，还打个屁啊！以后你们谁敢伤他娃试试？掌门席上，百花真人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此子真成了。而灵文宗、天鹰宗、火阳宗3宗掌门脸色都有些发苦，不是我们弱，是他儿子太强，谁家娃能跟人比赛？此战之后，马闯雷火之名彻底传遍5宗。
花耀峰人满为患，报名做亲传的，做外门的，甚至愿意当杂役也要来蹭点灵气的，全挤破了门槛。系统同步弹窗，当前子嗣1，当前配偶3，雷火道场认可度突破 80%， 奖励解锁，副道称号雷副破空。效果：战斗中系统加持可自由切换3子共鸣预设模板。提示：解锁护宗堂可任命护子站位，自成系统防御力量。马闯看着这些提示，突然笑了。我生一个娃是道场根基，生3个娃就是一宗3殿。我这修行路啊，越来越像开公司了。不过无所谓，只要娃还在，这修仙界我雷火不灭。5宗大战终于收官，从第一战雷劈火阳宗赤疯子，到最后一战硬汉碧阳宫妖鹰道子，马闯以一父一子的阵容，硬生生打穿5宗前10弟子，连赢5场，场场大胜。而最让人震撼的是，这家伙到现在孩子才1个。宗门总义殿中，百花真人亲自主持大会，宗门所有高层街道，连外宗住使都亲临观礼。马闯一身雷火长袍，怀里还是揣着那个笑呵呵的小家伙马小雷。经5宗战比正式统计，花耀峰马闯以5战5胜战绩列入中域道榜候补名单，道榜使者将于半月内抵达我宗进行道子资格认证。一旦激起千层浪，道榜候补，这不是代表马闯已经可以冲击真正的天命修士排位了。靠娃打上榜的前无古人后，不敢说有没有来者。马闯听着周围议论声，倒是老神在在。掌门看着他，认真问道：你可知一旦入榜，不只是你，连你这娃都将被记入天命榜册，届时各宗盯上的就不只是你，还有你所有子嗣。马闯反问：我就问一句，我退不退得了？掌门摇头：道榜不允许退。马闯一挑眉：那不就得打到底？你问我怕不怕？他拍拍马小雷的脑袋：我一个人怕什么？我后头是一片瓦。当天夜里，系统更新完成，恭喜宿主完成阶段主线任务5宗之战，奖励发放中。奖励1：雷火道基升华，突破元音初期上线。奖励2：天命血脉树功能解锁，可提前规划多子多支修行路线。奖励3：道榜特权礼包开启。系统弹窗展开，出现一个巨大的虚拟之状图谱，上面赫然浮现马小雷为起点，延伸出5条不同方向的修炼线：雷道主战线、火脉狂暴线、神识辅助线、丹道回馈线、血脉继承线。每条线旁边都写着需要新子嗣启动分支，下方备注子嗣天赋越多样，成长路径越长久。马闯盯着这棵树，沉默了足足1炷香时间，最后只吐出一句：我要造个灵。一个娃一根枝，百娃成森。系统又弹出提示：检测到宿主目标壮阔，是否激活多子扶摇计划。内容：在1年内孕育超过10名子嗣，系统将给予宿主1次血脉腾跃机会。备注：该机会可使宿主跨越1次小境界或获得随机神通。马闯当机立断：开！从今晚起，花耀峰封山造人。而与此同时，天外道榜使者收到通知，面色复杂。百花宗花耀峰马闯，非典型道子，未满100年，子嗣已具备雷火体系自主觉醒。宗门为其建毒峰，开道场，设血脉修谱。若其再得一子，即可破线5道共鸣，晋升天命核心序列。道榜使者抬头望向东方灵气流动之地，喃喃道：天命之争竟是从1个娃开始的。耶！花耀峰灯火通明，雷火浮动。院中花指拎着水桶出来，轻声嘀咕：你真准备1年搞10个？马闯抱着马小雷，一本正经：系统他逼的，我若不争，这娃以后就得看别人脸色修行。我争了，哪怕他们练10年都追不上我娃学会走路的时间。我活着1天就给他们造路，我死了也要让这群孩子站在我造的塔上，砸他们的天。百花宗上空浮现一道天金灵光。3日后，道榜使者亲临宗门，那人一袭白衣，手执金令，背后悬着一轮星轮光印，正是道榜直属序位观测使，统管整个中域天命前修者名册。消息一出，全宗震动。这不是简单的奖励或晋升，而是成为真正道子候选人的第一步。道子不是说只有各大天宗核心弟子才有机会，他一个雷火宗分支头子，凭啥进这圈？别说5战5胜，道场遇子，血脉成阵，这成绩搁哪宗都破纪录了。关键是他孩子真能打。异殿之中，道榜使者展开一道光符，将马闯5战战绩完整投影，随后淡淡开口：马闯现列为中域道榜候补编号第4729，是否接受正式考核？马闯眼皮都没抬，
顺手把马小雷往怀里一抱。开。使者看了他一眼，认真道：考核过程需由你本人参与，期间不可借助外力，包括拟子嗣、道侣、系统能力。马闯挑眉：你这规定是不是排我？使者，我们承认你用系统、娃、战阵赢得5战，但道榜考核是你自己，你这妇道不能靠人撑。你是道子，不是保育员。话音落地，全场一静。下一秒，马闯笑出声来：我就等你这句话。你以为我能打是靠娃？那你可太小看我马闯了。我系统告诉我，我是第1代妇道根基者，我打你们是开宗立派，不是求个名。道榜开启考核副本，副本名称：碎灵市镇，难度评级 A+，考核目标：独自通过灵压阵列，不借助外力，斩破命障之壁。奖励：道子入册名印，道号命名权，血脉进化因子1。系统随机弹窗，是否锁定状态？单人核心模板。马闯点头，锁。就让我看看，我一个人到底能不能打穿天命。碎灵阵，虚空之中。马闯身形独入，其内9道幻影压制力爆发，模拟宗门级战阵，连番轰压而下。第一重阵石海烈压，轰！如9道神石针直接扎入他脑海，强行模拟夺石术。马闯冷笑，一指点出石海自诉，雷火镇压。第二重阵气海崩减，丹田被强行拉裂，灵气泄出如山崩。他咬牙不退，硬顶反击。我这气海不靠你给，我一个人也能养万雷。足足7轮阵法后，马闯浑身是血，衣袍破烂，仍稳如山岳。最后一关命障之壁浮现，凡俗修者九死不破，唯有真正立命者可碎此障。马闯看着那道虚影中升起的光墙，忽然笑了。命障，我系统刚给我个权限，允许我选择一个道号，那我今天就选了。你不是问我凭啥争天命？那就看清楚我马闯的道号是。他猛地高声吼出：雷府天行。系统确认，宿主道号命名为雷府天行。当前状态：激活愤怒连爆，系统赋能上线开放，雷火之力狂涌，逆压天障。一道如天劫般的雷柱猛然砸下，将那命障之壁生生炸裂。轰！天命副本碎。使者猛然睁眼，低头看着不断闪烁的道榜经卷。第7729通过，道号注册雷父天行。注：系统能力未动，属实个人战力通过。确认他不只是靠娃，他自己也是真正的开道者。百花宗山门外，一道雷光冲天而起，马闯从副本空间走出，身上雷火重塑，战袍自生，背后雷父2字如烙。掌门起身，众长老全部起身。道榜使者站在一旁，语气低沉：雷父天行，入榜，成为我中域第4729号道子候补，拥有自行建宗之权。你的一切子嗣、道侣、后人将自动录入天命系谱。马闯吸了口气，缓缓低头摸了摸还在熟睡的马小雷。哇，你给我开的头，接下来咱们一起把天给翻了。雷父天行，名入道榜。这天起，不仅整个百花宗，连中域各大宗门都把马闯这2个字重新写进了战略卷宗里。此人不仅靠系统，不仅靠娃，他是真的能打。而马闯这边也没再谦让，因为他很清楚，道榜只是开始，系统也已经给出了更大的途径。系统提示：恭喜宿主达成个人道子认证，现正式开放血脉灵功能。此功能将以宿主为主根，子嗣为枝叶，形成独立修炼族系。每一位子嗣将激活专属成长线。开启模式：是否激活血脉灵，绑定道场核心。马闯想都不想，直接点头。开。下一刻，花药峰地底震动，整个山脉灵脉自地心拔起一道金紫交融的灵柱，如同龙脉翻滚，在后山自开出一片空地。灵气汇聚之处，一颗通体雷纹火骨的巨木从虚影中缓缓长出。血脉灵成，它不是凡木，而是系统道场的石化体。每一个子嗣都将在这棵树上留名，成为灵芝，未来修炼、战斗、成婚、生子都会反哺整棵道树，反过来诱助马闯修为暴涨。系统，这玩意能种几层？世子嗣数量自动拓展，当前宿主为一根主干，一子为主枝，可延伸复至4条。若达10子，将生成内圈循环结构，开启复道回炉机制。每一位子嗣突破一次境界，宿主都将获得微量返修。方闯从道榜副本出来，身上雷火气还没散干净，新换的袍子上雷父2字挺显眼。百花宗主殿里，掌门百花真人第一个站起来，长老们也跟着起身，殿里一下就静了。道榜使者站在边上，说话声不大，但店里的人都听得清楚。
雷负天行，入榜了。牌中玉道子候补第4729，往后能自个儿开山立派。他家娃、婆娘、往后的子孙都记到天命谱上。这话一说完，百花真人往前走了几步，手里托着个发光的牌子。方闯长老，这是道子令，拿着它，宗门的好东西你都能调动。他把牌子郑重其事地递给方闯，然后百花真人对着店里其他人说：花耀峰，从今儿起，宗门给的资源再多30%。宗门里头的大事，方闯长老也能拿主意了。店里立马有人小声议论起来，这可不光是名声好听，百花宗这是真把他当个人物了，手里的权都不一样了。百花真人看着他，心里有数，这小子已经不是一般长老能比的了，百花宗以后怕是得指望他不少。方闯回了花耀峰，小雷在他怀里咯咯笑，小东西好像也知道他爹更厉害了。他把小雷塞给花纸，对着蓝姬、陶清柔、刘雪姬、江贤、中指他们几个说：咱们这花耀峰啊，瞅着还是小了点，系统不是要我造灵吗？那这山头就得给我往死里改成生娃的好地方。往后这花耀峰修炼、养娃、炼丹、摆阵，啥都得是顶尖的。我方闯的娃在这必须吃好喝好，条件的是最好的。花指捂着嘴乐了，你这造灵，真当自个儿是种地的老农了？方闯眉毛一挑，种树就种树，我方家的树，哪个龟孙敢动一根毛试试？话音刚落，系统界面又跳了出来，光比哪回都亮。稻子全线激活，新任务：稻子基业扩建花耀峰。任务描述：以花耀峰为绝对核心，打造出一片完全符合多子扶摇计划标准的顶级育灵圣地。任务奖励：灵脉巨子阵图，显著提升子嗣孕育成功率与先天资质，天运灵泉，可深度滋养子嗣灵根。稻子专属商城全线解锁。方闯的眼神一下子就盯上了稻子专属商城，心里一动，商城界面就跳了出来，里头好东西不少，有个玩意儿特别显眼，稻子专属道侣契约书，可与道侣签订，大幅提升血脉共鸣程度，显著加快子嗣孕育周期。他嘴角咧了咧，这系统还挺上道。刘雪姬慢慢走过来，他那股沉静劲儿看着就不一般。方长老，这扩建花耀峰的事儿，雪姬也想出份力。我早些年学过点阵法和种灵植的门道，怎么规划灵田，把灵泉引到峰上来，还算有点数。他比划了几下，空中似乎有阵纹的影子晃了晃。要是能把雷火道场跟种灵植的地方合一块儿，弄个雷火御灵大阵，不光灵植长得好，那散出来的生气儿对风里娃们的灵脉也好。方闯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点点头。无影谷的家底确实不赖。刘雪姬轻轻叹了口气，有点失落。无影谷，哎，都过去了。要是能趁这机会把家里头剩下那点东西传下去，雪姬这辈子也就没啥别的念想了。方闯听着，心里明白，这女人不简单，有故事，也有用处。花耀峰这边正热火朝天的琢磨怎么扩建，山道上就上来了3个女人，就是先前说要来花耀峰给方闯当婆娘的那几个。里头一个长得挺清秀，说话细声细气的，是金乌神宫那个倒霉蛋弟子的远房亲戚，感激方闯帮过忙，特地来投奔的。见过方长老。3个女人一起行了个礼，声音还挺好听。方闯点点头，扫了他们一眼，来了就行，往后都是一家人。他随手一挥，3道光飞进他们身体里，算是先搭上线了。系统提示：血脉种田功能正式启动，检测到宿主与新晋道侣完成初步灵犀契约，子嗣孕育整体进程获得加速。预感新的子嗣即将到来。方闯咧嘴乐了，他那造灵的买卖这就算开了个好头。他扭头对花指说：都妥了，咱们花耀峰以后可得热闹了。花耀峰上上下下正高兴呢，方闯手里却悄没声的多了一张没写谁送来的传讯飞符，飞符上头就一行血红的大字，扎眼得很：金乌圣子，魂火未灭。方闯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没了。金乌圣子，那个被他一雷劈得够呛的货，居然还没死透，魂火没灭。他小声念叨着，指尖上雷光跳了跳。这事儿可不小，梁子结大了，是个麻烦。看样子又有风浪要起了。花耀峰这刚要大干一场，稻子的名头还没捂热乎，那多子扶摇的计划都得蒙上一层影儿。方闯朝天边瞅了一眼，眼神里没半点怕，反倒更想干一架了。想玩阴的，老子陪你玩到底。他手指头一使劲，那飞符就成了粉末，飘了。这回他得让那些不开眼的瞅清楚，敢动他方闯的人，敢动他方闯的娃，得付出多大代价，让他们后悔一辈子。方闯那稻子专属道侣契约书，嘿，还真派上用场了。没多久，林宁就是万花谷送来的那个，给方闯生了第2个娃，是个闺女。系统界面立马就亮了，星子嗣祥生，血脉记录中，子嗣姓名方灵燕，可更改。血脉天赋
雷火双灵根，继承父系，评级 A。特殊天赋：灵火亲和，必加级，可与天地灵火进行初步沟通，对异火具备天然驾驭力与吸引力。方闯抱着小女娃，小家伙不哭不闹，小手还抓她手指头，身上有火光那么一闪一闪的。灵火亲和，不错，我闺女以后玩火肯定是个好手。他心思一动，选了复原灌体，一股热乎气儿从小娃身体里回流到方闯丹田。复原灌体完成，宿主火系抗性微量提升，宿主对异火的理解与感知能力获得增强，领悟被动能力，灵火感知初级，可模糊感知100丈内特殊火灵气的存在与大致属性。方闯咧嘴笑了，这买卖划算，多生个娃，自家势力能大，他自己还能变强，美滋滋。多子扶摇，果然不赖。他这边高兴，可他大儿子方小雷最近有点不一样。这小子在天运灵泉泡了一阵子，又赶上妹妹出生，那雷灵阵的天赋好像更活泛了。现在能晃晃悠悠走路了。老爱一个人在花药峰心动的药田灵泉边上转悠，小鼻子闻来闻去，小脑袋歪来歪去。有时候他会突然站住，指着一个方向，嘴里含含糊糊的：火脏。花指他们一开始没当回事，小孩嘛，瞎说呗。可方闯听见了，心里就留了个底。小雷这娃邪乎着呢，直觉比啥都准。脏火。方闯摸着下巴，寻思这小子是不是感应到啥不干净的玩意儿了。花药峰这边喜气洋洋的，百花宗山门里头却有点不对劲。金乌神宫那帮孙子又来了，不过这回学乖了，没敢直接往花药峰冲，也没咋呼呼的。几条黑影跟鬼似的趁天黑溜进了百花宗外围，目标是炼丹殿，就是炼丹药分丹药的地方。他们没杀人，而是用一种特别隐蔽的法子，把一种没颜色没味道的粉末偷偷掺和进了要发给外门和一些内门弟子的基础丹药里。这粉末就是金乌神宫弄出来的食魂火毒，歹毒得很。刚吃下去没啥感觉，可日子一长就能敲没声的坏修士的丹田灵气，还扰乱魂石，严重的能让修为倒退。这帮家伙是想从根子上烂掉百花宗。清魂堂里，陶清柔正看各封弟子的命账，这玩意儿不是生死簿，是记着弟子修行情况、灵气波动、丹药用了多少这些的预检。突然他眉头皱了皱，咦，这几个外门弟子最近灵气消耗怎么这么大，而且魂石波动有点不对劲，燥得很。他又调了些数据出来，脸色慢慢沉下来。不对，不止几个，这半个月起码有30多个弟子都这样，火气乱，心神不宁的。中指在旁边记东西，听见也凑过来看了一眼。他对毒啊药啊的懂不少。师姐，你看这症状像不像中了什么慢性的火毒，还是能影响魂石的那种？陶清柔点点头。金乌神宫的食魂火毒就有这效果。他心里咯噔一下，宗门的丹药怕是出问题了。同一时间，蓝姬正在自己洞府里修炼。他对火灵气的感知本来就比一般人强，自从方闯得了灵火感之后，俩人偶尔聊聊心得，他的火感也更敏锐了。这几天他老觉得宗门里有股若有若无的让人不舒服的火气，很淡，但很邪门。今天他去丹药库领每月的丹药，那感觉特别明显。他没吭声，拿了丹药回洞府后，马上用秘法查。丹药表面上啥也看不出来，可当他把一丝火灵力探进丹药里头时，脸一下就变了。食魂火毒，这火毒的火纹波动跟他记忆里金乌神宫一种阴损秘术简直一模一样。好大的胆子！蓝姬眼神一冷，立刻开始暗中调查。他没惊动任何人，靠着对火灵气的追踪，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在丹药房当差的内门执事。那只是行踪鬼鬼祟祟的，最近跟宗外的人联系的挺勤，消息很快就会总到了方闯这儿。林明刚生完，他本来还琢磨着趁热打铁，继续他那多子扶摇的大计划，争取早点凑够10个娃，激活那个什么血脉腾跃。可眼下宗门内部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这当爹的不能不管。金乌神宫又是你们这帮扁毛畜生！方闯听完蓝姬和陶清柔的汇报，一拳砸在石桌上，桌子咔嚓就裂了。想从丹药下手断我百花宗的根基，做梦去吧！他眼神冷了下来。多子扶摇的计划得先放一放，攘外必先安内吗？清柔，你马上组织清魂堂弟子全力炼解毒丹药，必须稳住那些中毒弟子的伤势。蓝姬，你帮我盯紧那个内门执事，我倒要看看他背后到底牵扯了多少人。他站起身，身上雷火之力隐隐约约的跳。至于那些已经中毒的弟子，我亲自去看看。他现在有雷火共鸣天赋，对付这种火毒应该有点办法。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金乌神宫既然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绝不会只有这么一手。那张金乌圣子魂火未灭的传讯飞符又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想玩阴的是吧？
方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老子不但要给你解了，还要让你知道动我百花宗的人是什么下场。他决定了，主动出击，干他娘的！花耀峰那边扩建的动静还没消停呢，百花宗里头这几天可不安生。那食魂火毒真他娘的阴损，跟鬼影子似的，在宗门弟子里头悄悄摸摸就传开了。先是外门弟子遭殃，没过几天，好些个内门弟子也跟着中招。中毒轻的还好，就是灵气不顺溜，修为不进反退。那些个中毒重的可就惨了，脑子都烧糊涂了，识海里头乱成一锅粥，眼瞅着就要走火入魔。炼丹殿那边丹炉烧的昼夜不歇，店主头发都快薅秃了，愣是没琢磨出个管用的解毒方子。最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对外说是有人故意下毒，丹药本身绝对没毛病。这话一出来，宗门上下那叫一个人心惶惶。弟子们瞅着平日里当饭吃的丹药，心里都犯嘀咕，这玩意儿还能吃吗？清魂堂里气氛那叫一个压抑。方闯呢，大咧咧坐着，怀里还抱着他那刚出生的闺女方灵燕。小丫头估计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小眉头皱着，闺女不怕，有爹在。方闯低头拿自个儿下巴轻轻蹭了蹭女儿嫩乎乎的小脸蛋，他跟前横七竖八躺了好几个，都是中毒最狠的，一个个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浑身抽抽，嘴里胡说八道，听不清说的啥。系统雷火涅槃，给老子开！方闯小心翼翼地把方灵燕递给旁边的花纸，自个儿站起来吸了口气，共鸣术士雷火涅槃启动，检测到子嗣方灵燕灵火亲和天赋，涅槃效果对火系毅力进化能力增强。他两手一合，再猛地张开，嚯，那紫金色的雷火这次倒不那么爆裂，反而带着点暖洋洋的劲儿，慢慢钻进一个弟子身体里。雷光细得很，火苗也温和，在他那手精准的控制下，一点点地把盘在弟子经脉里的火毒给剥下来，烧干净。那弟子脸上痛苦的表情慢慢就松快了，身上吓人的红也退了不少。系统提示：宿主在雷火涅槃过程中成功净化食魂火毒，领悟天赋雷火净化。雷火净化初级，可大幅提升对火系毒素的克制与净化能力，净化成功率正 20%， 净化速度正 15%。 该天赋亦可辅助炼丹，提升丹药驱除火毒杂质的成功率。方闯觉着自个儿身体里多了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道，嘴角不自觉地咧了咧。金乌神功，你们这帮扁毛畜生送的大礼，老子收下了，还顺便给老子升了个级，谢了嘿。他照着这法子，挨个给那几个重症弟子清了毒，总算把这帮弟子的命给拽回来了，恐慌也暂时压下去了点。另一头，蓝姬那边也有了动静，他跟着那股子邪门火气，还真让他摸到了丹药房一个姓王的内门执事。那王执事平时瞧着蔫儿不叽的，但这几天鬼鬼祟祟，大半夜老跟外面的人碰头。蓝姬胆子也大，趁他不备，直接溜进他洞府。嘿，你猜怎么着？还真让他翻到个没发出去的传讯玉符。玉符上明晃晃的金乌神功印记，里头写的就是怎么把火毒伪装成丹药走火的屁话。人赃并获，我看你还怎么说。蓝姬眼神那叫一个冷。清魂堂里，陶青柔和江贤也没闲着，那命账榜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毒弟子的名字、症状，还有灵气伤到啥程度。每条记录后头都用红字写着：此毒非自生，乃外力侵染，源头待查，毒性诡谲，疑为金乌妖火。这记录瞧着挺客观，可字字句句不都把矛头指向金乌神功了吗？弟子们一看，好家伙，这不明摆着吗？我就说，咱们百花宗的丹药能有啥问题？肯定是金乌神功那帮杂碎。骂声一片。刘雪姬那边靠着他那手阵法本事，在宗门里里外外查了个底朝天，还真让他给找着了。宗门外头几个破洞府被人偷偷摸摸布了隐秘阵法，里头那股子邪火跟食魂火毒一个味儿。更绝的是，一个隐蔽的山坳里，刘雪姬还发现个临时搭的转换阵，几个黑衣人正偷偷往刚从炼丹殿弄出来的丹药瓶里加料。他还认出几个熟面孔，他娘的，竟然是宗里那几个平时对方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小家族管事。好家伙，内鬼勾结外贼，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刘雪姬立马把消息传了回去。百花宗议事大殿，百花真人坐在上头，脸黑的能凝出水来。蓝姬把玉符递上去，刘雪姬说了发现的据点和内鬼，陶青柔也把命账榜的踏本交了。一件件，一桩桩，铁证如山，岂有此理！百花真人一拍扶手，那威压，嚯，整个大殿都跟掉冰窖里似的。金乌神功，真当老娘好欺负？他扫了一眼底下长老，声音跟淬了冰似的。传令下去，从今天起，金乌神功就是咱们百花宗的死对头，不死不休。查，把内鬼给老娘揪出来，跟金乌神功勾结的按判宗处置，
一个不留。各封长老马上调人封锁宗门，准备跟金乌神功干他娘的。大殿里杀气腾腾，百花真人喘了口气，这才看向方闯，火气消了点，多了些赞赏。方闯长老，这次单独的事儿，你花耀峰功劳最大，本座再拨批好东西给你花耀峰，算奖赏。他顿了顿，语气重了不少。这次反击金乌神功就由你全权指挥，宗门上下人手物资你随便调。方闯上前一步抱拳，掌门放心，弟子保证让金乌神功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血债血偿。他怀里的方灵燕好像也感觉到了他爹那股子杀气，小嘴一张，呀了一声，指尖上扑一下冒了点小火苗。方闯低头瞅了眼闺女，嘴角一咧，眼里全是杀气。金乌神功，你们这帮扁毛畜生等着吧。百花真人那声音冰碴子似的砸得长老们心里直哆嗦。金乌神功那帮狗东西干这种下三滥的脏事儿，毒我们家弟子，这他娘的跟直接打上门有啥区别？他眼睛跟刀子一样刷刷扫过底下。今儿我百花宗就跟金乌神功干了。宣战。方闯往前一站，腰杆笔直，你带队，就你当先锋，把宗里好手都带上，马上给我滚去金乌神功那破鸟窝乌台。老娘要让那群扁毛畜生知道，动我百花宗的人得掉多少血。是，掌门。方闯声音不大，但那股子杀气，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方闯一回花耀峰，立马就忙活开了。他心里念头一动，系统护宗堂开。护宗堂已激活，请任命核心成员刘雪姬、陶清柔、江贤都进来。3道光嗖的一下进了他们身体里，感觉跟花耀峰更亲近了。方闯又摸出几张闪着雷光的符，这是护子之怒符，我不在，要是有不开眼的摸过来，这玩意儿能顶一阵。都弄妥当了，他把方小雷抱怀里。嘿，这小子壮实多了，眉眼跟他越来越像。小雷啊，爹要去揍坏人了，你再帮爹个忙啊！他运起复原战魂卷，一股子雷火劲儿慢慢传给方小雷。小家伙咿呀一声，身体里好像有龙在叫，背后一条小雷龙影子闪了下，比上次清楚多了。子嗣方小雷雷龙之魂深度唤醒中，宿主获得临时能力雷火龙魂附体出阶，可短时间内引动子嗣龙魂之力加持己身，大幅提升雷火威能与肉身体魄。嚯，方闯觉得浑身都是劲儿。他把花耀峰的核心弟子都叫过来，声音沉甸甸的。这次去金乌神宫不是为了我自个儿，是为了宗门，为了那些被坑了的兄弟姐妹讨个说法，让他们晓得我花耀峰的人，我百花宗的弟子不是好捏的软柿子，敢动我们百花宗的，跑多远都给你揪出来弄死。峰里弟子一个个嗷嗷叫，那股劲儿恨不得马上就去拼命金乌神宫乌台主殿里。烈阳客脸都绿了，他娘的真没想到百花宗那帮娘们反击这么快这么狠。方闯百花宗他奶奶的还敢主动打我乌台，传令所有金乌卫都给老子滚回来，开乌台困龙阵。他眼里闪过一丝狠毒，方闯不是修雷火吗？这乌台困龙阵引的是太阳真火，正好克他，老子要让他死在这儿。主殿四周一道道金光阵文蹭蹭往上冒，热的空气都快烧着了，还有数不清的黑点在阵法上头转悠，那是金乌神功的阴招万鸦噬魂，一发动，成千上万的火乌鸦冲出来，专吃人的魂儿，毒得很。百花宗大部队还在路上呢，一道雷光咔嚓一下就撕开了金乌神宫外头的禁制，直愣愣插向乌台主殿。方闯肩膀上扛着方小雷，蓝姬跟在后头，在后面也就10几个花耀峰的雷火好手，人不多，但气势汹汹。烈阳客，滚出来受死！方闯那声音跟打雷似的在乌台上空炸开。狂什么狂？烈阳客从店里走出来，身后金乌卫乌泱泱一片。他看方闯就跟看个死人没两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闯，今儿这乌台就是你的坟！烈阳客吼道。乌台困龙阵开，轰隆，整个乌台都晃悠了一下，地上柱子上金色的符文全亮了，连成一片火海。那太阳真火热得烫人，从四面八方压向方闯他们，空气都好像凝住了，吸口气都辣嗓子。万鸦噬魂，烈阳客阴笑着，手里掐了个诀，嘎嘎，那乌鸦叫的真他娘的难听。无数烧着黑火的乌鸦铺天盖地从阵法上头冲下来，带着一股死气直扑方闯父子。这些火乌鸦不是活物，是怨魂和火毒凝出来的，专门搞你神识。阵法压的人喘不过气，火乌鸦又冲着脑门来。方小雷在方闯肩上，小脸被太阳真火烤得通红，那些火乌鸦的邪气让他难受的不行。哇！一声巨吼从方小雷嘴里爆出来，
我靠，这哪是哭啊，这他娘的是带雷的咆哮。子嗣天赋雷灵阵受强烈刺激，临时变异雷龙天咆。轰卡，一道看得见的环形雷暴，以方小雷为中心，砰一下就炸开了。那雷暴里头好像有条小小的雷龙影子，仰着头使劲吼。砰砰砰砰，冲在最前头的火乌鸦被这雷龙天咆一冲，跟血见了太阳似的，瞬间炸成黑烟，惨叫声一片。更吓人的是，那音波咚咚咚狠狠撞在乌台困龙阵几个关键的阵眼上，咔嚓咔嚓，阵眼上的金符文一阵乱闪，居然裂开了。噗！烈阳客正得意呢，猛地喷出一口血，脸上一副见了鬼的表情，有些失控的火乌鸦，他娘的，居然掉头咬他自己！不可能，这小崽子他话都说不全了。阵法的压力一下子就小了30%，方闯哪能放过这机会，眼睛里杀气都快溢出来了。雷火龙魂附体，吼！一声龙吟从他身体里爆出来，紫金雷光和红火交缠着，在他身上飞快凝成一副特凶的龙鳞甲，背后唰一下张开一对雷火龙翅膀，那气势，我的妈！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条人形的雷火真龙。烈阳客瞅着眼前这吓死人的场面，感觉魂儿都要被撕裂了，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不，别！方闯一步跨出去，人已经到了烈阳客跟前，替我那些中毒的弟子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雷父天行阵神拳，没啥花里胡哨的，就是快，就是猛。那拳头裹着雷火龙魂的劲儿，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狠狠捶向烈阳客的丹田。砰轰隆，一声巨响，烈阳客身上那层护体金光跟纸糊的似的，一下就碎了。他整个人弯得跟虾米一样，丹田那儿直接炸开一个血窟窿，狂暴的雷火劲儿穿身而过，把他后头半个乌台主殿都给轰塌了，石头乱飞，烟尘滚滚。烈阳客像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砸进废墟里，丹田爆了，修为全废，眼瞅着就剩一口气了。剩下的金乌卫吓得腿都软了，扑通扑通跪了一地。饶命！方长老饶命啊！主线任务：宗门复仇金乌篇完成。奖励发放：雷火龙魂精魄1，可用于强化宿主或子嗣龙魂天赋。子嗣方小雷获得天赋龙威震慑初级，对火系妖兽及妖修具备额外威压，使其战力削弱 5% 至 10%， 随天赋等级提升。方闯散了龙魂附体，长长吐了口气，背后的雷火翅膀慢慢收了起来。他瞅了瞅一片狼藉的乌台，又低头看了看怀里一脸兴奋，小手还在那儿比划着放电的方小雷，冷哼一声：金乌神功，哼，从今往后没了。乌台那档子事儿啊，在中域修真界那可是掀了大浪了，跟往平静湖里扔了个炸雷似的。金乌神功那乌台本来多气派，结果呢，被方闯一拳头给干塌了半边。公主烈阳客丹田都爆了，修为全没了，成了个废人，惨兮兮的。这消息一传开，整个中域都给震懵了。百花宗反应那叫一个快，掌门百花真人亲自带队，那家伙气势汹汹的就把金乌神功剩下的那些人给清算了个底朝天。以前多牛气的金乌神功啊，现在呢，只能摇着尾巴求饶。不仅赔了一大堆灵气族的地盘，还吐出来数不清的灵石，好东西，就连他们藏着掖着的那些秘法书也全被百花宗给收走了。百花宗这下子名声更响了，特别是雷父天行方闯，这名号在中域那真是家喻户晓，跟火烧起来似的花耀峰上，那叫一个热闹，张灯结彩的，喜气洋洋。方闯从金乌神宫那儿弄回来一大堆好东西，风风光光的回来了。宗门特意给花耀峰搞了个庆功宴，百花真人亲自来了，其他宗的长老也都跑来道贺。花耀峰啊，一下子成了最显眼的那个。宴席完了，方闯回到自个儿的境室，脑子里那系统界面早就亮得不行了。主线任务：宗门复仇金乌篇，奖励发完了哈。雷火龙魂精魄1，现在就融不？融，必须融。方闯一点没犹豫，那颗紫金色和红光交错的龙魂精魄，嗖一下就钻进了他眉心。轰！一股说不出来的热乎劲儿，还有那霸道的力量在他身体里头炸开了，感觉就像有条真龙在他血里头醒了，吼得他魂儿都跟着颤。他身体里的雷火之力被这龙魂精魄一催，嘿，变了，变得更精纯，更厉害，还带着点龙的威风。雷火共鸣天赋升级中，升好了，现在是雷火龙魂共鸣。效果1，龙魂反哺打架的时候，你娃要是情绪激动或者血脉觉醒，能给你反馈龙魂灵能，让你各方面都变强，还有可能学到龙族的大招。效果2，龙父之怒，你娃或者你媳妇要是快挂了，你会强制进入雷火龙魂暴走状态，战斗力加 150%， 能顶5息，还能免疫一些精神攻击。效果3，
共鸣术是龙魂涅槃跟你那些有龙族血脉或者龙魂的娃一起修炼或者打架，能发动这个，让双方血脉和力量都变强，还能净化一些高级的坏状态。方闯慢慢睁开眼，背后好像有个龙影子闪了一下，眼睛里雷光火光闪烁，看着更有派头了。他能清楚感觉到自己对雷电和火焰的控制，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时候花耀峰另一个地方，方小雷被花指抱着，在要田边上玩呢。这小家伙在乌台那会儿，一身雷龙天袍，可把人给惊着了，也因此得了龙威震慑的天赋。这会儿，几只平时在药田偷吃灵草的兔子，刚想靠近方小雷身边1丈远，就跟见了鬼似的，毛都炸起来了，抖得跟筛糠一样，连滚带爬的跑了。方小雷好像也感觉到了啥，小嘴一张，噗，喷出一小团带着电火星的火苗，虽然小，但带着点纯正的龙气。呀，火！小家伙指着那火星，咯咯笑。花指在一边看着，又惊又喜，心想自家这娃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天色晚了，庆功的热闹也过去了。蓝姬悄悄来到方闯的洞府，他脸上有点严肃，不像平时那么轻松。方闯，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说。蓝姬直接就开口了。金乌神宫那个太阳真火，不是一般的火，它跟一个早就没了的上古秘境里的金乌血脉有关系。方闯眉毛挑了挑，你的意思是，烈阳克丹田是废了，但我感觉啊，他身体里好像还留着一点点，特别弱，但又特别顽固的金乌火种。蓝姬声音有点低，这种火种，一般的法子很难彻底弄干净，要是有什么特别的机缘，说不定还能再烧起来。他停了一下，眼神复杂的看了方闯一眼。而且，我怀疑金乌神宫背后，可能还有些咱们现在不知道的势力。这金乌血脉的源头，说不定跟我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事也有些关系。方闯没说话，蓝姬的来历一直挺神秘的，他现在主动说这个，看来事情不小。谢了，我会注意的。送走了蓝姬，方闯心里却不怎么平静。金乌神宫的麻烦算是暂时没了，但好像又有新的影子冒出来了。看来啊，这多子扶摇计划还得再快点儿。实力，只有更强的实力才能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把目光投向了花耀峰的另一位美女刘雪姬。刘雪姬是无影谷出来的，懂阵法禁制，这对花耀峰的扩建和防守那可是大大的有用。方闯方上找到刘雪姬，直接说了自己的想法。刘雪姬听完脸有点红，但也没推辞，就轻轻点了点头。雪姬愿意帮长老一起把花耀峰建好，要不要跟道侣刘雪姬签深度灵犀契约？签。一道柔和的光把他俩罩住了。深度灵犀契约签好了。检测到道侣刘雪姬有震道灵星天赋，跟你那个雷火道基有共鸣。预感，新的娃快来了。血脉天赋可能是雷火震灵根 A 级，解锁新能力阵法血脉共鸣。你可以通过跟有阵法天赋的娃进行血脉共鸣，快速学会和提升自己的阵法水平。娃对阵法的感悟也会反馈给你一部分。方闯感觉着身体里新多出来的阵法感悟，心里踏实多了。这多子扶摇果然是越升越强啊。就在花耀峰还沉浸在胜利和发展的喜悦里头时，一道不怎么起眼的传讯飞符却悄没声地穿过了花耀峰的守护阵法，准准地落在了方闯修炼的境室里。飞符黑乎乎的，上面就刻着一个古老的基字。方闯打开飞符，一行冷淡但又带着点审视味道的字映入眼帘。雷府天行，碎灵释阵，一拳破障，乌台扬威，确实有那么点逆天的意思。不过嘛，道榜这条路不是光靠能打就能爬上去的，天命轮转，有他自己的规矩。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扰乱天机了，你好自为之吧。落款是天机道子。方闯捏着那纸条，先前因为实力变强带来的那点轻松劲儿一下子就没了。中域道榜排名升得这么快，果然引来了更上面的人注意这个天机道子。话里虽然没明着说要干嘛，但那股高高在上的警告味儿谁都听得出来。乱天机。方闯冷笑一声，指尖雷火一闪，就把那飞符烧成了灰。去他娘的天机，老子的事老子自己说了算。新的麻烦看样子已经在不远处等着他了。那天机道子那张破符，方闯一把火给他烧了个干净，可那几句阴阳怪气的话多少还是在他心里膈了一下。他娘的，这帮装神弄鬼的家伙。不过这也让他更铁了心，多子扶摇干就完了，实力硬才是真理。日子没过几天，花耀峰又响起了娃娃嘹亮的哭声。刘雪姬给他添了个大胖小子，系统界面光芒一闪，那叫一个喜庆。星子四祥生，血脉记录中，子嗣姓名方阵可更改。血脉天赋雷火震灵根，继承父系雷火，母系震道，评级 A。 特殊天赋阵纹亲和，必加级，可快速领悟阵法玄奥，对阵纹具备天然的强化与融合能力。方阵，哈哈，好小子，以后咱家的门面就靠你小子看场子了。
方闯抱着软乎乎的娃，嘴巴咧得快到耳根子了。这名儿一听就是个摆弄阵法的行家，他一点没带犹豫的直接选了复原贯体。一股子玄奥无比的阵法感悟，夹杂着雷火之力，从方阵那丁点大的身体里呼啦啦倒灌回来，冲刷着方闯的四肢百骸。复原贯体完成，宿主对阵法静止的理解与布阵速度获得显著提升。领悟被动能力，阵眼洞悉初级，可模糊感应100丈内阵法的灵气流向与核心节点。方闯脑子里瞬间涌入海量的阵法知识，以前那些个想破脑袋都琢磨不透的关窍，此刻跟开了光似的，一下子全明白了。刘雪姬抱着新生的娃，又亲眼瞅着方闯那阵法水平蹭蹭往上涨，心里头重振无影谷的念头跟雨后春笋似的，一个劲儿往外冒。他当即拍板，要给花耀峰的护山大阵来个大升级。借着儿子方阵那阵纹亲和的牛逼劲儿，再搭上他自个儿的阵法老底，还有方闯那不讲道理的雷火之力，娘俩再加上方闯这个当爹的，还真就给花耀峰整了个大活儿。花耀峰原先那护山大阵本来就不是吃素的，这么一通魔改，好家伙，直接鸟枪换炮，成了一座威风凛凛的雷火御灵阵。这大阵不单单是防御力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窜了好几倍，那聚拢灵气的效果更是霸道的不像话。整个花耀峰灵气浓得都快凝出水来了，峰上那些灵花灵草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疯长，连带着峰里弟子们修炼的速度都快了一大截。刘雪姬站在新阵的阵眼旁边，感受着那股子澎湃汹涌的力量，浑身都舒坦了无影谷的传承，在他手里或许真能换个活法，大放异彩。花耀峰这边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百花宗山门外却又晃悠来一个熟面孔盗榜使者。这孙子这次来可没憋着什么好评。那使者板着一张死人脸，径直闯进了百花宗主殿。百花真人和一帮长老早就在那儿等着了，他手里头还捧着几块玉简，上头都烙着盗榜那独一份的印记。百花掌门，各位长老，使者说话的调调平得像一碗水，这次过来不是为了考核。盗榜之上，道字候补之间也有个切磋印证的规矩。他把其中几份玉简递了过去，这是榜上几位道子给方闯道子下的挑战帖。百花真人接过来一份，神识往里一探，脸色立马沉了下去。其中一份玉简灵光扎眼得很，上头还刻着一个锋利得能割伤人的剑字，这份是剑道道子剑无痕的战书。使者皮笑肉不笑地强调了一句，剑无痕盗榜候补排名372，可比方闯道子高多了。他顿了顿，话里头那股子幸灾乐祸的味儿藏都藏不住。剑道子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对雷夫道子靠着生娃刷排名的搞法意见大得很啊。方闯很快就拿到了这份所谓的战书，玉简一入手，冰凉刺骨，一股子锋锐无匹的剑意隔着玉简都往外冒，刺得他指尖一阵发麻。神识往里一探，剑无痕那嚣张到姥姥家的声音直接在他脑子里炸开了。雷父方闯，老子听说了你的名号，不过是靠着多生几个娃才爬上道榜高位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配叫大丈夫？简直是给道子这2个字丢人现眼。我剑无痕修的是无情剑道，以身正道，特地邀请你3个月后到天剑山山顶跟老子比试一场道心剑意。这一战不比修为，不玩法宝，就比谁的道心够纯，谁的剑意够狠。你要是输了，就得自己废了你那套妇道的根基，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承认你那条道是歪门邪道。要是不敢来，就自己滚出道榜，别他娘的再玷污道子这2个字。每一个字都跟淬了毒的钢针似的，狠狠扎在方闯心窝子上。操！这狗日的剑无痕，真他娘把自己当根葱了。方闯手里的玉简被他捏得咯吱作响，骨节都发白了。蓝姬得了信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他接过玉简，只扫了一眼，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方闯，这个剑无痕，来者不善啊！剑修的路子邪性的很。他们那个道心剑意试炼，听着是比道心，可凶险着呢。一不留神，心魔就能把你吞了，魂儿都得给你干碎。他顿了顿，语气凝重：你那个雷火龙魂共鸣，能护住魂石，到时候兴许能顶大用。还有，蓝姬定定地瞅着他，道心这玩意儿，虽然娃们帮不上手，但他们是你妇道的根啊。你跟他们那份牵绊，就是你最硬的底气，这才是你跟他掰腕子的本钱。哼，想废老子的妇道？方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剑无痕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这狗屁挑战，老子接了！他当场拍板，闭关。那颗雷火龙魂精魄的力量还没吃透呢，正好借着这个由头，再把娃们反馈的血脉之力好好捣鼓捣鼓，把魂石练得跟金刚钻似的。他要让那个什么狗屁剑无痕开开眼，他方闯的妇道不是什么歪门邪道，而是这世上最牛逼最霸道的大道。闭关前，他还特意把刘雪姬叫过来，让他把花耀峰那个雷火御灵阵再往死里加固，尤其是核心那块必须弄得铁桶一般。
天剑山，他方闯去定了，不把那件无痕的脸打肿，他就不姓方。天剑山，此峰孤峭，直插云霄，山道两侧的石壁遍布深浅剑痕，无声述说着岁月与剑意。剑屏之上，常年剑气激荡，寸草不生，坚硬的青石地面泛着悠悠金属光泽。剑无痕一习素白长衫，不染纤尘，负手立于剑屏中央。他身形笔挺，整个人就是一柄出鞘利剑，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凛冽。屏外早已聚满修士，黑压压一片，不少是道榜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有些是各宗门特意派来观摩的长老弟子。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那就是雷父天行方闯，瞅着也不像三头六臂啊。嘘，小点声，人家一拳头干塌了乌台，烈阳客都让他给废了。听说他这次把娃都带来了，也不知是真是假，这可是道心剑意之争，带娃能顶个屁用。众人议论纷纷时，方闯一行人悠然踏入剑屏，他肩上稳稳坐着方小雷，小家伙好奇地打量四周，黑亮的大眼睛里全是新奇。方闯怀里则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方震，小家伙睡得正香，压根没察觉周遭的紧张拦击，一如既往安静地伴在方闯身侧，神色平静无波。这一家子其乐融融的模样，跟剑屏上剑拔弩张的场面格格不入，让不少修士表情古怪。剑无痕扫过方闯肩上和怀里的孩子，眉头机不可察的一皱，声音里透出一股寒气。方闯，你竟真敢带着两个婴孩来此地？方闯将方小雷往上颠了颠，让他坐得更安稳，语气平淡。我儿乃我道之根基，有何不敢带来？他们在此，我知道心愈发稳固。方小雷像是听懂了，搂着方闯的脖子，奶声奶气地嚷嚷：爹爹，不怕。剑无痕冷哼一声，不再搭话。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方闯故弄玄虚的玩意儿。剑无痕双目陡然开合，瞳孔深处万千剑影闪过，一股无形无质却锋锐到了极致的剑意，刹那间自他体内爆发，携崩山覆海之威，直冲方闯的识海。这剑意无声无息，不伤肉身分毫，专攻修士最根本的道心。方闯只觉脑中轰然巨震，识海瞬间翻腾不休，无数被尘封的过往画面扭曲变形，化作狰狞心魔，咆哮着要将他的意志撕成碎片。那些曾经修炼途中遭遇的瓶颈，对未知前路的隐忧，甚至一些深藏心底的遗憾，此刻全被这股剑意无限放大，变成一柄柄无形利刃，狠狠扎向他的道心。他识海中的雷火之力自行运转，形成一层防御，勉力抵挡。可那剑意凝练至极，紧追不舍，无孔不入，不断渗透侵蚀。方闯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面色也微微有些发白，但他身形依旧挺拔如松，没有丝毫退缩之意。爹爹！就在方闯承受着巨大压力之际，他肩上的方小雷小脸猛地涨得通红。小家伙感受到了父亲此刻的艰难，大眼睛里全是焦急。他猛地张开小嘴，却并未发出寻常孩童的哭闹，而是一道常人无法听闻的龙吟，带着一股纯粹而威严的龙威，自他小小的身体里扩散开来。龙威震慑，这无声的龙吟却带着撼天动地的威能，狠狠劈在剑无痕那股侵入方闯识海的剑意之上。嗡！一部分纠缠在方闯识海中最为刁钻的剑意，竟被这突如其来的龙吟直接震散了不少。更为奇异的是，一道淡淡的雷龙虚影在方闯识海的边缘悄然浮现，虽然模糊，却散发着不容侵犯的威严，如忠诚的守护者，将后续冲击而来的剑意稍稍阻隔，为方闯争取了一丝喘息之机。剑无痕一直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讶异，这小娃娃竟有如此神意。这龙威虽稚嫩，却精纯无比。不等剑无痕从方小雷的异能中回过神，方闯怀里一直安静酣睡的方震此刻也悠悠转醒，那双乌溜溜宛如黑曜石般的大眼睛里竟闪过一丝丝玄奥难明的阵纹光芒，一股微弱却带着奇异韵律的阵纹波动，以方震小小的身体为中心，悄无声息地散开。阵纹亲和，这波动看似不起眼，却在虚空中布下了一张无形而精密的大网。剑无痕后续攻来的剑意，在接触到这股阵纹波动时，竟出现了极其细微的凝滞与偏离。那原本凌厉无匹、直指核心的剑意，像是陷入了泥沼，速度和准头都受到了影响，甚至有那么几缕被巧妙偏转的剑意，在阵纹的无形引导下，竟悄然调转了方向，隐隐刺向剑无痕自身的识海。剑无痕发出一声极低的闷哼，识海微不可察的一震，这又是什么古怪手段？一个奶娃子也就罢了，另一个居然也有这等门道。这雷父天行的儿子果然邪门。两个小家伙的出手虽然稚嫩，却为方闯争取到了宝贵的反击时间。好小子们！方闯心中一股暖流涌过，豪气顿生。他抓住这一瞬，识海中的雷火之力不再是被动防御，而是积蓄的力量猛然爆发，主动咆哮起来。剑无痕，你修无情剑，断七情六欲，又怎会懂得真正的道？
方闯的识海中，那份对妻儿的眷恋，对家族的责任，对守护的执念，与他体内狂暴的雷火之力，与那早已融入血脉的龙魂精魄的力量，在这一刻轰然相融。共鸣术士龙魂涅槃悄然发动，他的道心在这一刻不再是单纯的雷与火的极致破坏，而是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守护意志，融入了传承的厚重，凝练成了一颗璀璨夺目、坚不可摧、闪耀着温暖与霸道光芒的雷火道心。我的道是守护之道，是传承之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生不息之道。方闯的声音带着雷霆万钧之势，不仅响彻整个剑屏，更化作一股磅礴的意志洪流，直接轰入剑无痕那冰冷孤寂的识海。岂是你这只有孤寂，只有锋锐，只有斩断一切的无情剑意可以撼动的？那颗新生的雷火道心爆发出万丈光芒，其光芒温暖而炽烈，带着无匹的意志，瞬间将剑无痕识海中残余的剑意焚烧殆尽，更带着一股无可匹敌的威势，反冲向剑无痕。噗！剑无痕如遭雷噬，身形剧烈一晃，一口鲜血抑制不住地从口中喷出，溅落在雪白的衣襟上，分外刺目。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那无往不利、斩断无数虚妄的无形剑意，在方闯这充满生机与守护意志的雷火道心面前，竟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他的识海剧烈震荡，心神一阵恍惚。在那片刻的失神中，他仿佛看到了一条与他所修之道截然不同的磅礴大道。那条大道由无数鲜活的生命连接而成，充满了温暖、责任与无穷的力量。那是他估计的剑道从未触及，甚至不敢想象的领域剑屏外观战的修士，一个个瞠目结舌，鸦雀无声。他们虽然感受不到识海中那惊心动魄的凶险交锋，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剑无痕吐血败退的狼狈模样。这就败了。剑无痕的无形剑意竟然败了。那方闯的道心究竟有多强横，竟能反伤剑无痕？一些道榜上排名靠前的人物面色凝重，看向方闯时充满了忌惮。剑无痕强行稳住震荡的识海，缓缓抬起头，看向方闯时，再无先前的半分轻蔑与孤傲，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撼，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茫然与触动。许久，他沙哑着嗓子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的道我看不透。”他停顿了一下，复杂地扫过方闯肩上和怀中的孩子，又看向方闯坚毅的面庞，但很强，远比我想象的要强。他深吸一口气，竟对着方闯微微躬身，这是一个剑修极少做出的姿态。此战是我败了，你的道心远胜于我那偏执的剑心。他缓缓抬起头，目光中竟带着一丝灼热与期待。方闯道友，我剑无痕，愿与你结为道盟，日后共同探寻大道奥秘，印证彼此道途，如何？此言一出，满场哗然。剑屏之上，剑无痕那句愿与你结为道盟，让满场修士都懵了。这剑道子出了名的性子孤僻，今天居然主动要跟人结盟。方闯打量他，剑无痕脸上那股子傲气消散不少，多了几分诚恳。方道友，剑无痕抱拳，语气郑重：你那妇道充满生机与守护，跟我修的无情剑道完全是两条路。今天这一战，我悟了，大道万千，并非只有孤绝才是登顶之路。他眼中掠过一抹感悟之色。我天剑山虽以剑立宗，门中也不乏对其他道法的钻研。道友若是不嫌弃，不妨到我天剑山盘桓数日，你我共同印证道法。你那清魂讲义，若需要剑道方面的见解，我剑无痕定当倾力相助。这番话，道教方闯对他另眼相看。好啊，剑道子够爽快。方闯哈哈一笑，伸手与他一握，以后咱们就是盟友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尤其是在这变幻莫测的道榜上，他心里门儿清。天剑山一战，方闯的名号在中域修真界更是响当当。中域道榜上的排名跟做了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涨，一举冲进了前300，把不少成名已久的老牌道子都给挤了下去。这下盯上他的人更多了，羡慕的有，嫉妒的也不少，当然还有些藏着坏心思的。方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一道金灿灿的传讯玉符又划破长空，直奔花耀峰而来，又是那个天机道子。玉符里的讯息还是那副神神叨叨的腔调：雷复天行，剑平论道，再攀新高。然汝之妇道，具血脉气运，逆天改命，以触天道之际。天机轮转，反是将至，好自为之。玉符之外还附带了一卷材质古旧的兽皮图，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扭曲难辨的古怪符文，一股苍凉与不祥的气息扑面而来。天道预言图。方闯展开兽皮，上面的图案看得他头昏眼花，根本瞧不出个所以然。他娘的，又来这套神神叨叨的！方闯不爽地骂了一句。蓝姬一瞧见那兽皮图，脸色骤变，平日那份慵懒妩媚消失得无影无踪，神情透出一种少有的凝重。方闯，这个天机道子
来头恐怕不简单。他声音压得极低，他背后的天机阁跟一个叫天道盟的古老势力牵扯极深。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透出寒意。当年想要封印我和蛇窟的那些势力里面，就有天道盟的影子。他们自称天道代言人，最是看不得艺术。你的妇道，在他们眼里，恐怕就是最大的艺术。蓝姬的语气充满忧虑，这天道反噬绝对不是说着玩的。方闯心头一凛，麻烦比他预想的还要棘手。天道盟，他低声重复这个名字，眸底杀机涌动。定，检测到宿主面临全新挑战，触发主线任务。道子联盟，任务目标：于中域道榜中积极寻求并缔结可靠盟友，建立属于宿主的道子势力网络，以应对潜在危机。任务奖励：道子专属修炼资源礼包1，天道反噬抵御符，紫消极一次性1。特别提示：天道盟威胁等级极度危险，请宿主谨慎行事。道子联盟，还给个一次性的抵御符。方闯摸了摸下巴，系统这是怕我直接被天道给劈死啊。不过这任务倒是指了条路，单枪匹马确实容易吃大亏。回到花耀峰，方闯立刻把刘雪姬、陶青柔和江贤都叫了过来。金乌神功的事儿才消停，天剑山又蹦出个剑无痕，现在连天道盟都盯上我了。方闯把情况扼要说了说，这帮孙子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他当即拍板，咱们花耀峰得再壮大些，我准备在峰内建一座道子学宫。学宫？刘雪姬美目放光，对，广纳贤才，不问出身，只要有潜力肯上进，都可以来我花耀峰修行。方闯越说越带劲，咱们的雷火御灵阵不是刚升级完吗？灵气管够。柳妹子，学宫的阵法规划你来负责，必须安全第一，聚灵效果也要顶级。陶师妹，学宫的日常管理、弟子招录你来统筹。江贤，你的命账以后不光记录中毒的，也把学宫弟子的修行进境、功过是非都给我记上。最重要的一条，方闯嘿嘿一笑，咱们学宫要特设一门妇道感悟课程，老子亲自来讲。我就不信这天下还没有对我这道感兴趣的。这消息一传出去，整个百花宗都炸开了锅，不少对妇道感到好奇或者想借花耀峰气运的修士纷纷动了心思。就在花耀峰上下为了道子学宫忙得热火朝天之际，异变突生。某日午后，花耀峰上空原本一片晴朗，毫无预兆地暗沉下来，大片大片的乌云浓稠得如同墨汁翻滚着汇聚，却听不到半点雷声，也不见一滴雨落。一股沉重到令人窒息的威压从天而降，瞬间笼罩了整个花耀峰。峰内的灵气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攥住，变得凝滞而沉重，弟子们连呼吸都感到费力。修为稍弱的弟子更是心头狂跳，一股大恐怖即将降临的预感攫住了他们。刘雪姬最先察觉不对，她急忙催动雷火御灵阵，想要驱散那股压抑之感，却骇然发现大阵的运转都变得异常色滞。方闯，这是……他脸色苍白，望向方闯。方闯抬头，眯眼看着那片诡异的乌云，云层深处有金色的法则锁链闪现，散发着冰冷无情的毁灭气息。他娘的！方闯咧了咧嘴，语气却冷得能掉冰渣子。说来就来，这天道反噬还真是一点准备时间都不给老子啊！他怀里的方小雷和方震也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恶意，不安地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小脸上布满了警惕。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已然降临花耀峰。那黑沉沉的乌云压得人心头发慌，其中酝酿的绝非寻常雷霆。咔嚓轰，毫无预兆，一道粗如水桶的暗紫色劫雷撕裂了天幕，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毁灭意志，直直劈向花耀峰顶的方闯。那雷光之中隐约可见细碎的闪烁着各色光芒的法则碎片，散发着令人灵魂战栗的威压。天罚，这是冲着我来的。方闯心头一凛，这威力比他预想的还要恐怖。雷火御灵阵起！刘雪姬尖喝一声，早已催动了阵法。霎时间，整个花耀峰光芒大盛，赤红与幽蓝交织的雷火光柱冲天而起，化作一个巨大的能量护罩，硬生生顶向那道暗紫劫雷。轰隆隆，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劫雷与护罩碰撞，激荡出毁灭性的能量涟漪。花耀峰剧烈震颤，峰上不少建筑瞬间化为齑粉。雷火御灵阵光芒狂闪，那巨大的护罩上竟出现了一丝丝裂纹。噗！主持阵眼的刘雪姬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煞白。这天罚之力太霸道了，阵法引以为傲的巨灵和雷火之力，在他面前竟显得有些不够看峰内的灵泉。此刻如同煮沸的开水，疯狂翻腾，灵气变得狂暴不堪。爹爹！方小雷在方闯肩头感受到了那股毁灭性的力量，小脸吓得发白，却紧紧抓着方闯的头发。方震在方闯怀里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小的身体不安的扭动。
休想伤我夫君！蓝姬身影一闪，出现在方闯身前。他一头蓝发无风自动，双眸中幽光大盛，一股深邃而神秘的魂魄之力自他体内狂涌而出，化作无数幽蓝色的符文，迎向紧随而至的第二道劫雷。魂之臂掌，那幽蓝符文与劫雷碰撞，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却见那劫雷中蕴含的法则碎片，竟被那些符文硬生生剥离，镇压了一部分。然而，蓝姬的脸色也瞬间苍白如纸，嘴角溢出一缕鲜血，身体微微摇晃。蓝姬，方闯大惊，我没事，但这天罚似乎能引动我体内的某种禁制。蓝姬声音有些虚弱，但眼神依旧坚定。天罚，一波强过一波。第3道、第4道，雷火玉灵阵的裂纹越来越多，好几处阵眼已经开始崩裂，光芒暗淡。花药峰上的弟子们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若非阵法余威尚在，光是这天罚的余波就能让他们魂飞魄散。方闯双目赤红，看着苦苦支撑的流血姬，看着为他挡灾的蓝姬，看着受到惊吓的孩子们，一股滔天怒意与守护之心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贼老天，想灭我妇道，你还不够格！他仰天长啸，体内雷火共鸣天赋运转到了极致，共鸣术是雷火涅槃。轰！一股无法言喻的磅礴力量以方闯为中心轰然爆发，他全身雷光与火光交织，不再是简单的附着，而是如同血肉般融入他的身体。紫金色的雷霆与赤红色的火焰在他体表流转，隐约间竟凝聚成了一副威严霸道的雷火神铠，背后雷火双翼怒斩，仿佛要将这天穹都撕裂。他体内的雷火龙魂精魄疯狂旋转，与他血脉相连的方小雷、方震此刻身上也爆发出一阵强光。咿呀吼！方小雷猛地仰头，背后那条小雷龙虚影竟在天罚的刺激下瞬间凝实了几分，发出一声稚嫩却充满威严的龙吟。此次方小雷天赋雷龙之魂深度刺激，临时变异雷龙守护，一道凝实的雷龙虚影自方小雷体内冲出，盘旋在方闯头顶，形成一道雷光闪烁的守护屏障，竟将一道劈落的劫雷削弱了近30%。哇！方闯怀中的方阵小手胡乱挥舞，他眉心处那枚淡淡的阵纹印记此刻光芒大放。此次方阵天赋阵纹亲和深度刺激，临时变异阵灵共生，一股玄奥的波动从方阵身上散发，竟与濒临崩溃的雷火御灵阵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原本暗淡的阵法光芒，竟在方阵这股力量的牵引下重新焕发了一丝生机。那些破碎的阵眼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灵魂，竟开始缓慢的自我修复。好儿子们！方闯感受到这股力量，豪情万丈。他不再被动承受，而是主动迎向那不断落下的天罚劫雷。那狂暴的雷霆之力，那霸道的法则碎片轰击在他身上，却被他体表的雷火神铠以及那股涅槃之力疯狂地吸收转化。痛苦，极致的痛苦。方闯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撕裂，神魂都在颤抖。但与此同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也在他体内疯狂滋生。他的雷火道基在天罚的洗礼下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每一次重组都比之前更加凝练，更加强大。他的修为瓶颈在这股毁灭与新生交织的力量下开始松动。金丹后期巅峰，只差1线便可触及金丹圆满。天空中的劫云似乎也察觉到了下方那蝼蚁的顽抗，变得更加狂暴。最后3道劫雷竟融合为一道比之前任何一道都要粗大数倍的漆黑雷柱，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轰然砸落。来得好！方闯不退反进，背后雷火双翼猛地一震，竟主动冲向那漆黑雷柱。雷复天行，复道不灭。他将所有子嗣反馈的力量，将自身对雷火的感悟，将那股守护一切的意志尽数融入这一击。轰！整个中域仿佛都感受到了这股惊天动地的碰撞。漆黑的雷柱与方闯那渺小却又无比坚韧的身影撞在一起，光芒吞噬了一切。许久，光芒散去，天空中的劫云不甘地翻腾了几下，终究还是缓缓消散。花耀峰顶一片狼藉，方闯浑身焦黑，衣衫尽碎，但他依旧挺立着，双眸之中雷光与火光交织闪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他成功了，他扛过了这天道反噬。恭喜宿主成功度过天道出世，复道根基得到淬炼，修为大幅提升。警告：天道反噬已记录在案，后续将可能引动更高层级的天道执法者进行干预。天道执法者与天道盟存在未知关联，请宿主务必小心。方闯喘着粗气，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还有那隐隐处碰到的金丹圆满的壁垒，嘴角咧开一丝笑容。天道执法者，天道盟，尽管来便是。天罚的余威散去，花耀峰满目疮痍之下，一股破而后立的崭新气象悄然弥漫，压抑死寂的乌云彻底消散，峰顶灵气不减反增，愈发精纯浓郁。呼吸间，纯净的雷火韵味沁人心脾。
峰内几处被劫雷生生劈开的山石裂缝中，竟有细小的崭新灵泉汩汩涌出，汇聚成溪，无声滋养着这片焦黑的土地。方小雷和方震这两个小家伙经历此番天威洗礼，身上的灵气波动明显凝实了许多，特别是方小雷背后那道雷龙虚影愈发清晰，仿佛下一刻便能挣脱束缚，仰天咆哮。刘雪姬顾不上自身消耗，立刻投入到雷火御灵阵的修复与升级工作中。有了方阵那震灵共生的奇妙感应辅助，再结合方闯渡劫后对雷火大道更深层次的体悟，新阵法的构建异常顺利。修复升级后的大阵不仅恢复了先前的所有威能，聚灵效果更是直接拔高了一大截。整个花耀峰被一层淡淡的雷火霞光笼罩，生机盎然，气象万千。天剑山一役，方闯印汉剑道紫剑无痕，紧接着又在花耀峰成功度过天道反噬的消息插上了翅膀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域修真界。剑无痕在收到方闯渡劫成功的消息后，心中那份佩服更是无以复加。他本就是个纯粹的剑痴，对于方闯这种能在绝境中悍然突破，道心坚韧不拔的修士，是由衷的生出敬意。他当即主动传讯方闯，言辞恳切，字里行间除了恭贺，还隐晦提及那位天机道子也曾对他有过一番指点江山的言论，让他颇为不爽。剑无痕的行动力堪称恐怖，竟真的凭借自身在道榜上的名望，联络到了两位同样在道榜候补中名气不小，并且对天机道子那套天命既定的论调嗤之以鼻的道子。其中一位号称万法道子的公孙策，此人博闻强志，据说精通不下10数种冷僻道法，其在中域道榜上的排名还在剑无痕之上。另一位则是御兽道子石破天，性格豪迈粗犷，天生便有与万兽沟通的奇异能力，麾下契约的灵兽大军一旦铺开，战力骇人。这三人理念相近，一拍即合，当即约定一同前往花耀峰与方闯正式会面，共商结盟大计，也好一同应对那个行踪诡秘、故弄玄虚的天机道子以及其背后可能潜藏的庞大势力。数日之后，花耀峰上，方闯、蓝姬、刘雪姬等人亲自迎来了剑无痕、公孙策和石破天三位道子。花耀峰新建的议事大殿内，此刻气氛颇为热烈。方道友，你那副道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公孙策轻摇羽扇，赞叹不已，竟能引动如此天罚，又能于天罚之中涅槃重生，这份气魄，这份道途，公孙策佩服，佩服之至。石破天瓮声瓮气的开口，声音洪亮：俺老实这辈子就服强者，方道友这份胆气，这份能耐，俺石破天认了。往后谁要是敢动方道友，先问问俺老师手底下这些宝贝们答不答应。剑无痕依旧是那副冷峻的面容，但望向方闯时却多了一份显而易见的认同。天机道子其人，惯会故弄玄虚，自诩洞察天命，简直可笑。我辈修士修行本就是逆天争命，何须听他一家之言，任其摆布我提议。我等4人今日便在此结为逆天道盟，往后守望相助，共抗强敌。方道友以为如何？方闯听的是热血沸腾，心中豪气顿生，正要朗声应下这逆天道盟之约，异变陡生，一股恐怖绝伦的威压轰然降临，死死锁定了整个花耀峰。议事大殿内的空气刹那凝固，光线骤然暗淡，殿中众人无不色变。3道身影无声无息悬停于大殿之外的半空，他们身着玄黑长袍，面容隐在阴影中，气息深沉内敛。为首那人身形稍高，袍袖上绣着古朴的金色纹路，声音直接在众人识海中炸开，冰冷无情，不容置喙。天道执法者，奉天道谕令，捉拿逆命者方闯，押回天刑台受审。那声音蕴藏的威严让修为稍弱者心神俱颤，这股纯粹的令人遍体生寒的压迫感，较之先前天罚降临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添了几分不容抗拒的绝望。天道执法者，方闯一步踏出大殿，昂然直面那3道身影，体内雷火之力瞬间激荡奔涌。我方闯行事光明磊落，何曾逆过什么天命？我知道，由我自己来正，还轮不到等这些藏头露尾之辈前来审判。他肩头的方小雷感应到父亲那股冲霄的怒意，立刻龇牙咧嘴，喉咙里发出阵阵低沉的龙吟，充满了戒备与敌意。天道恢宏，岂容尔等蝼蚁智慧？为首的执法者声音依旧冰冷刺骨，触犯天道规则，扰乱天道既定秩序，便是逆命。尔等若束手就擒，尚可免去牵连无辜之祸。牵连无辜？方闯闻言怒极反笑：你们嘴里的天道究竟是哪门子天道？是那高高在上，漠视苍生疾苦的天道，还是那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天道？那为首的执法者毫无感情波动的视线忽然转向了方闯身侧的蓝姬，那双隐藏在阴影下的眸子似乎闪过了一抹极细微的异样。被封印的玉之源竟也在此地。他声音中头一次带上了一丝机不可察的讶异。很好，一并带走，此乃大功一件。
话音未落，一只完全由漆黑的法则之力凝聚而成的巨大利爪撕裂空气，径直朝着蓝姬当头抓下。蓝姬脸色瞬间煞白，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与刻骨的憎恶同时涌上心头。休想动他！蓝姬厉声尖笑，一头蓝发骤然狂舞，一股远超他平日境界的幽蓝色光芒自他体内轰然爆发，冲天而起。那光芒凄美妖异，蕴含着极致的诱惑与毁灭之力，硬生生将那只漆黑大手震得溃散了些许。噗！鲜血从蓝姬口中喷出，他娇躯剧烈摇晃，气息瞬间萎靡到极点，神情痛苦又带着几分茫然。显然这股力量的爆发触动了他体内深处的某种静止。蓝姬方闯见状目眦欲裂，一把将摇摇欲坠的他扶住，胸中怒火几乎要焚毁理智。玉之源，不自量力，找死！为首的执法者似乎被蓝姬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彻底激怒，另外2名执法者也同时有了动作，3股更为恐怖的威压交织汇聚，化作实质性的毁灭力量，朝着整个花药峰碾压而下。我的家人，我的道场，谁也别想碰！方闯怒吼声震彻云霄，龙父之怒天赋瞬间激发，他身上雷火神铠再次凝现，雷火龙魂之力与体内沸腾不休的妇道意志完美交融，背后雷火双翼猛然怒张，一股狂暴无匹的气息席卷四方。花药峰生生不息，我知道，阻我者死！剑无痕、公孙策、石破天3人也同时暴喝出声，各自祭出最强的法宝与神通，凌厉无匹的剑光，玄奥繁复的法术光华，以及震耳欲聋的兽吼之声，在同一时间交织在一起，悍然迎向那3名气焰滔天的天道执法者。一场远超先前天罚规模的惊天大战，在花药峰之外骤然爆发。新的风暴已然降临，那幽蓝光芒如同九幽深处绽放的死亡之花，凄美而霸道，硬生生将那3名不可一世的天道执法者震得倒退数步。为首的执法者身形在半空微微一晃，袍袖下的目光首次出现了审视之外的情绪波动，那是一种混杂着贪婪与某种深深忌惮的复杂神色。失控的玉之源，他声音不再是先前那般纯粹的冰冷，反而带上了一丝异样的沙哑。很好，天道盟清理门户，正好将你这祸乱之源一并回收，炼作天道基石。话虽如此，他却没有立刻再度出手。蓝姬身上那股力量极不稳定，仿佛随时可能彻底爆发，玉石俱焚。而方闯等人那股宁死不屈的决绝气势，也让他有所顾虑。他是我花药峰的人。方闯一步踏出，将摇摇欲坠的蓝姬护在身后，体内雷火之力毫无保留地咆哮起来，雷火共鸣催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背后雷火双翼怒斩，一股名为妇道之怒的意志如火山般喷发，死死锁定那为首的执法者。想动他，先从我方闯的尸体上踏过去。说得好，算我一个。剑无痕、公孙策、石破天3人同时上前与方闯并肩而立。剑无痕周身剑意冲霄，锋锐无匹，仿佛要将这天都刺个窟窿。公孙策羽扇轻摇，无数玄奥符文在他身前聚散不定，隐隐构成一座座精妙法阵的雏形。石破天更是直接，仰天一声咆哮，数头气息强悍的灵兽虚影在他身后浮现，獠牙毕露，凶光闪烁。4位道子连同花药峰众人，气势凝成一股，如山岳般厚重，又如狂澜般汹涌，直面那3位天道执法者，竟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那为首的执法者在阴影中的面容变幻不定，他带来的2名同伴此刻也露出了些微的凝重强攻，或许能拿下那个玉之源，但代价恐怕是他们不愿承受的。哼！半晌，为首的执法者发出一声冷哼，声音依旧带着高高在上的意味，蝼蚁撼树，不自量力。今日暂且退去，但天道盟的审判绝不会缺席。话音未落，他猛地并指一点，一道漆黑的诡异符文自他指尖射出，在半空中迅速膨胀，化作一枚约莫脸盆大小的血色眼瞳。这眼瞳没有瞳孔，只有一片猩红，散发着令人心悸的不祥气息与追踪之意，死死地烙印在了花药峰的上空，仿佛一只来自九幽的魔眼，俯瞰着峰上的一切。天道所应，如影随形。留下这句冰冷的话语，3名执法者身形一晃，便如青烟般融入虚空，消失不见。那恐怖的威压骤然散去，花药峰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不少人直接瘫软在地，大口喘息。噗！执法者一退，蓝姬再也支撑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原本就苍白的脸颊更是没有一丝血色，娇躯软倒下去。蓝姬，方闯急忙将他抱住，感受到他体内气息的紊乱与虚弱，心如刀绞。蓝姬靠在方闯怀里，声音断断续续，带着深深的疲惫与一丝解脱后的迷茫。我想起来一些片段。他们天道盟，他们不是单纯想毁了我。他的声音很轻，却让在场众人心头一震。他们想掌控我，将我炼化成某种工具，用来稳定他们那个所谓的人造天道。我不只是毁灭的源头，我也是他们计划中的原体之一。
话未说完，他便彻底昏迷了过去。叮，检测到紧急事态 S 级紧急任务发布，守护玉原蓝姬的危机。任务目标：确保蓝姬生命安全，协助其恢复力量，查明其体内奴原烙印的真相与解除方法。任务奖励：是任务完成度发放，包含但不限于原体亲和类特殊天赋，可提升对各类原力掌控与吸收效率，高阶血脉道具，天道盟情报残片。特别警告：奴原烙印极度危险，若无法妥善处理，蓝姬有彻底失控或被天道盟远程操控的风险。方闯抱着昏迷的蓝姬，听着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再抬头望向花耀峰上空那枚血色眼瞳般的天道锁印，面沉如水。议事大殿内气氛凝重，刘雪姬正在为蓝姬检查伤势，眉头紧锁。这天道锁印像是一道追踪符咒，更像是一道宣告。公孙侧望着殿外那不祥的血色眼瞳，沉声道：只要此印不除，天道盟的爪牙随时都可能再度降临，花耀峰永无宁日。剑无痕眸光冷冽，此印蕴含一丝天道法则之力，寻常阵法怕是难以遮蔽。我倒是知晓一位隐世多年的阵道大宗师，人称墨玄子，此人阵法造诣深不可测，或许有办法。爹爹！一直安静待在角落的方小雷此刻却突然出声。小家伙感受到蓝姬的虚弱与那天道锁印散发的恶意，喉咙里发出阵阵低沉的龙吟，身上那条雷龙守护的虚影竟不自觉地朝着蓝姬昏睡的方向微微倾斜，似乎想要将他也纳入自己那微弱却坚定的守护范围之内。方闯心中一暖，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不能坐以待毙。方闯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众人，声音斩钉截铁：天道盟执法者，很好。我方闯接着：雪姬，你先全力救治蓝姬，同时花耀峰的防御必须以最快速度提升到极致，不惜一切代价。公孙道友、剑道友、石道友，今日之情方闯铭记在心。天道盟既然已经找上门，想必也不会放过与我等交好之人。这逆天道盟咱们算是正式结下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首要任务是调查清楚这天道盟的底细，他们的内部结构，他们的弱点，还有那所谓的奴原烙印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刘雪姬此时检查完毕，抬起头，面色凝重地看向那枚天道锁印，又看了看昏迷中的蓝姬，沉吟道：方闯，蓝姬大人体内的玉之源力量虽然狂暴，但也并非全无用处，若能设法将其力量巧妙引导，再结合峰内的雷火灵脉与新生的灵泉，他眼中闪过一丝精芒，我或许能尝试布下一座名为玉隐星罗阵的奇阵。此阵若成，不仅能最大限度遮蔽那天道锁印的追踪，更能将蓝姬大人的气息彻底隐藏起来，化解他部分危机。只是布阵所需的几种核心材料都极为罕见，甚至有几种只在传说中出现过。方闯看向怀中面无血色的蓝姬，眼神温柔而坚定。不管需要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我都会找来。他知道花耀峰的平静已经被彻底打破，一场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凶险的风暴已然在天边汇聚，但他无所畏惧。为了家人，为了道途，为了这不公的天道，他会战斗到底。花耀峰顶那枚血色眼瞳死死盯着下方，日夜不休。他像一把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刀，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那帮执法者的存在。议事大殿内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方闯、蓝姬、剑无痕、刘雪姬几人围坐，谁都没有说话。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我们等于被关了禁闭。方闯的手指在桌上有节奏的敲击，打破了沉寂。蓝姬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精神好了不少。夫君，我又想起来一些事。他的声音很轻，透着虚弱。原体不止我一个，天道盟那帮疯子，他们要把这世上所有的原体都抓起来，抹掉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意志，把我们变成一块块没有思想的砖头，去弃他们那个狗屁天道秩序。我体内的玉之源是他们的目标，那个奴原烙印就是他们铸造的笼子。一旦我力量失控，这个笼子就会立刻锁死我的神智，把我变成他们的傀儡。这番话让殿内众人心头一凛，天道盟的野心简直丧心病狂。叮，守护玉原蓝姬的危机，任务更新，子项目开启，奇珍续命。任务目标：为蓝姬寻觅3件奇珍7窍玲珑心，稳固魂魄，修复本源创伤，虚空原石，镇压暴动原力，稳定能量形态，养魂先知，滋养衰竭本源，蕴养魂魄之力。系统的声音在方闯脑中响起，总算指了条路。刘雪姬拿出一卷古旧阵图，在桌上铺开。这是我推演出的玉隐星罗阵，此阵若成，能将花耀峰的气息彻底扭曲，化作一片虚无星海，隔绝一切探查，头顶那个眼珠子也就成了瞎子。他指了指阵图上的3个点，阵眼要7窍玲珑心，能量核心必须是虚空原石。
再用养魂仙汁调和灵韵，才能万无一失。当然，其他零零碎碎的材料也不少，3样主材，个个都是只在传说里听过的玩意儿。大殿里又陷入了沉默。3天前，东荒那边有个血脉秘境开了，剑无痕突然出声，传闻里面血脉之力混乱狂暴，但也正因如此，时常有天地奇珍诞生。我们或许可以在那找到需要的东西。他顿了一下，不过这种地方向来是龙潭虎穴，里面的变异妖兽一个比一个邪门，消息传开，各路牛鬼蛇神也都会赶过去分一杯羹。方闯眼中金光爆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等不了了，这个血脉秘境非闯不可。他扫视众人，我带队。蓝姬，你对猿的气息敏感，找东西靠你。剑道友，你的剑是我们的倚仗。雪姬，你跟我一起去辨认材料，顺便搜集辅材。方闯又转向另外2人，青柔、江贤，你们守家，多子扶摇计划不能停，继续招人，给我盯紧了，防止天道盟那些杂碎稿突然袭击。是。众人齐声应诺。出发前一晚，方闯去了2个儿子的房间。方小雷已经能说些短句，他搂着方闯的脖子，小脸绷得紧紧的。爹，外面坏东西。爹，打。他从怀里掏出一块亮晶晶的小石头，塞进方闯手里，上面全是细密的雷光，是他的宝贝。还在襁褓里的方阵也咿咿呀呀地伸出小手，递过来一个兽皮穿着的小护符，上面的阵纹歪歪扭扭，却有种说不出的玄奥，父子羁绊进一步深化，宿主获得临时状态。血脉守护微弱，在危机时刻有极低盖帅引动子4血脉之力进行远程守护。方闯心里一暖，在2个儿子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第二天，4人通过隐秘传送阵直接抵达了东荒边缘。阵法光芒散去，一股能把人呛个跟头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秘境内血色浓雾遮天蔽日，空气又黏又腻，吸进肺里，连心跳都变得烦躁。这里的血脉之力乱得一塌糊涂。剑无痕握紧了剑柄，4人收敛气息，小心地往里走。没走多远，一阵腥风刮过，一条水桶粗的变异巨蟒从血雾里扑了出来。它身上乱七八糟的长着好几种妖兽的特征，鳞甲错乱，一双血红的蛇眼死死锁定了方闯。滚！方闯冷哼，看都没多看，反手就是一拳。雷火之力在他拳上炸开，冥冥之中他感到一股暖流从遥远的花药峰传来，是小雷的力量。拳劲暴涨，瞬间化作一道狂暴的雷火刀光。噗嗤！那变异巨蟒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庞大的身躯被直接从中间劈成了2半，稀里哗啦地掉在地上。就在这时，方闯感到远处血雾里有几道不怀好意的视线扫了过来。他凝神看去，几面绣着血色骷髅的旗子在雾中若隐若现。血煞宗！剑无狠声音发冷，这帮修炼邪道的疯子也来了。他话音刚落，蓝姬的脸刷一下就白了，手死死按住胸口，身体不受控制的发烫。怎么了？方闯立刻扶住他。蓝姬喘着气，声音都在发抖。我感应到了7窍玲珑心和虚空原石就在前面不远。他脸上露出既渴望又恐惧的神情，但是那里还有一股力量，一股好古老好纯粹的欲望，我又想要又害怕。警告，前方为高浓度血脉污染区域，侦测到未知超阶血脉实体，危险等级极高。警告，侦测到与玉之源高度共鸣的原始欲望气息，蓝姬体内的奴元烙印有被强行激活的风险。系统的警报声疯了一样在方闯脑海中响起。轰隆隆！几乎在同一时间，前方的大地整个塌了下去，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型坑洞出现在他们面前。紧接着，一声咆哮从地底深处轰然炸响。那不是声音，是纯粹的意志冲击，充满了贪婪与暴虐，震得人神魂欲裂。翻涌的血雾中，一个庞大到没边的黑影慢悠悠地从地坑里升了起来。那巨影仅仅是露出一角轮廓，便遮蔽了头顶所有的光。这片天地瞬间变成了他的阴影。一股原始、野蛮、不加掩饰的欲望威压，如同亿万大山，轰然压下蓝姬体内的奴元烙印，瞬间被引动，疯了一样灼烧起来，几乎要从他身体里挣脱出来，去朝拜那个恐怖的存在。那自地底深坑中缓缓升起的，是一头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怪物。它的形体仿佛由亿万生灵最原始、最扭曲的欲望捏合而成，没有固定的形态，时而化作堆积如山的金银，时而变成权倾天下的王座，时而又扭曲成绝色美女的妖娆身姿。这便是太古玉兽。它没有眼睛，但方闯4人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贪婪、饥渴到极致的视线死死地锁定了蓝姬。他被蓝姬身上那精纯的玉之源吸引，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吼！太古玉兽
张开那由无数痛苦面容组成的巨口，发出一声无形的咆哮。音波并非作用于耳膜，而是直接轰入4人的神魂深处。刹那间，天旋地转，眼前的血色秘境消失不见。剑无痕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座万仞孤峰之巅，脚下是无数柄断裂的灵剑，天下所有成名剑修皆对他俯首称臣，口中高呼剑道至尊。刘雪姬则回到了家族祠堂，柳家恢复了上古荣光，仙门百家前来朝贺，他亲手点燃了象征家族万世不朽的传承圣火。方闯眼前的景象最为宏大，他立于一座悬浮于9天之上的神宫前，神宫牌匾上书“妇道神庭”4个大字，下方成千上万个气息强大、天赋异禀的子嗣对他躬身行礼，齐声高呼“父神”，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名震一方的天骄，他的妇道已然凌驾于天道之上。这诱惑直击道心最柔软、最渴望之处。就在众人心神即将彻底沉沦之际，一道微弱却无比纯粹的幽蓝光芒在幻境之中顽强地亮起。是蓝姬，他俏脸惨白，娇躯剧烈颤抖，强忍着神魂被撕裂的剧痛，主动散发出一缕精纯的玉之源气息。这股力量与太古玉兽那驳杂污秽的欲望场域截然不同，如同一滴净水落入浊油，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抗，为众人争取到了一线喘息之机。他想吞噬我，补全自身，完成最终的蜕变。蓝姬艰难的声音如同一记警钟，在众人心头响起。守护与传承才是我的道。方闯的道心根植于对家人的守护、对子嗣的传承，而非满足一己之私。这股意志让他最先从那宏大的幻象中挣脱出来。都给我醒来！他仰天发出一声暴喝，声音中灌注了磅礴的雷火之力与坚不可摧的妇道意志。轰！雷火龙魂的虚影自体内冲天而起，盘绕在他周身，龙吟震天，瞬间将那片虚假的繁华撕得粉碎。剑无痕浑身一震，眼中恢复清明，额角渗出冷汗，背后长剑嗡的一声自行出鞘，一道通天剑意斩破虚妄。刘雪姬也迅速回神，她毫不迟疑，双手翻飞，数十枚阵旗飞出，瞬间在4人脚下布起一座清新避恶阵，隐隐清光将众人笼罩，隔绝了那无孔不入的欲望侵蚀畜生，敢乱我道心。方闯怒火中烧，不再留手，整个人化作一道雷火流光，正面硬汉那头庞大无比的太古玉兽。也就在此刻，距离战场数里之外的一处隐蔽山坳里，10数道身穿血色长袍的身影正冷冷观望着这一切。为首的青年面容邪异，正是血煞宗宗主之子血无痕。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狞笑，让他们斗得越凶越好，等他们两败俱伤，那头太古玉兽的欲望核心，还有那几件传说中的天才地宝，就全都是我血煞宗的囊中之物了。战场之上，激战正酣，方闯如一尊雷火战神，拳脚之间皆是毁天灭地的威能，死死缠住太古玉兽，为同伴创造机会。刘雪姬的美目在战场上飞速扫视，凭借着对阵法和天才地宝的敏锐直觉，她忽然呼吸一滞，在那太古玉兽巢穴的最深处，一块巨大的血色晶石之上，赫然镶嵌着一颗通体剔透，仿佛有7个孔窍在呼吸的心脏，以及一块不断吞吐着虚空裂缝的漆黑石头。七窍玲珑心，虚空原石。刘雪姬惊喜地叫出声，但那晶石周围盘踞着成百上千只由欲望之力催生的小型怪物，它们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线。就在方闯压力倍增、战局陷入僵持的危急关头，遥远的中域花耀峰，方小雷和方振兄弟2人仿佛心有灵犀，同时从睡梦中惊醒，脸上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爹爹！方小雷猛地仰起头，对着虚空发出一声稚嫩却又穿透力极强的龙吟。咿呀吼！雷灵阵，这道音波竟无视了空间距离，通过那玄之又玄的父子血脉链接，跨越无尽虚空，精准无比地轰击在了太古玉兽庞大的神魂之上。正与方闯缠斗的太古玉兽，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滞，混乱的意识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与此同时，方阵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一股奇妙的感悟化作无形的信息流，传递到了刘雪姬的脑海中。刘雪姬只觉眼前一亮，那巢穴周围由无数小型怪物组成的守护阵法，其运转规律与所有破绽，竟在瞬间了然于胸。好儿子！方闯清晰地感应到了来自血脉深处的力量，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与暖流涌遍全身，精神大振。他抓住太古玉兽失神的刹那，将体内所有力量灌注于右拳，那股守护的意志与雷火之力完美交融，雷覆天行，万象俱灭。一拳轰出，正中先前被蓝姬原力冲击过，气息最为紊乱的能量节点。哦！太古玉兽发出一声痛苦到极点的咆哮，庞大的身躯被打出一个巨大的窟窿，无数欲望之力四散溃逃。就是现在！剑无痕与刘雪姬动了，剑光开道，阵法破境，两人如2道闪电，瞬间冲入巢穴深处，在无数小型怪物反应过来之前，成功将7窍玲珑心与虚空原石取入手中。不好，他们得手了！
远处的血无痕见状，脸上贪婪之色大盛，不再等待。他猛地一挥手，厉声喝道：“动手！杀光他们，夺宝！”话音未落，十数道血影如饿狼扑食，带着滔天的煞气与血腥味，从四面八方朝着刚刚得手的方闯等人包抄而来。那十几道血影带着令人作呕的腥气，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封死了所有退路。血煞宗，你们想找死吗？方闯将两件奇珍收入囊中，眼神冰冷地扫向那为首的邪异青年。找死！血无痕狂笑起来。方闯，你打残了太古玉兽，又得了奇珍，真是辛苦你了。现在把东西和你们的命都交出来吧。就在血煞宗众人准备动手之际，那被方闯轰出一个巨大窟窿的太古玉兽猛然发出一声震动神魂的咆哮。这一声咆哮不再是无差别的精神冲击，而是蕴含着一股纯粹到极点的暴怒与领地被侵犯的狂躁。他的怒火竟完全锁定了刚刚到场的血煞宗一行人。吼！庞大扭曲的黑影猛地一甩，一股污秽磅礴的欲望洪流如决堤江海，瞬间冲垮了血煞宗弟子自以为固若金汤的血煞阵法。啊！不，我的心魔！惨叫声此起彼伏。血煞宗的功法本就以勾动负面情绪、玩弄精血为根基，在太古玉兽这欲望的始祖面前，简直就是敞开了大门，任其进出。一个弟子双眼赤红，忽然调转屠刀，狠狠砍向身边的同门；另一个则满脸贪婪，竟开始疯狂吸食自己手臂上的鲜血。不过眨眼功夫，血煞宗的队伍就乱成了一锅粥，自相残杀，惨不忍睹。太古玉兽那由无数面孔组成的巨口裂开，猛地一吸，几个心神失守的弟子连同他们的魂魄直接被扯碎吞噬。方闯等人压力骤减，迅速后撤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警惕地观望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怎么回事？剑无痕皱眉，蓝姬的脸颊愈发苍白，气息萎靡。他靠在方闯身上，虚弱地解释：我刚才那一击不仅伤了他，更激发了他最原始的吞噬欲和领地欲。在他眼中，血煞宗这群不速之客是比我们更美味也更具威胁的入侵者。这法子对他的消耗极大，几乎是引爆了自己的一丝本源，来强行扭转那怪物的仇恨。先休整！方闯当机立断，命令众人抓紧时间恢复。奇珍到手，坐山观虎斗才是眼下最好的选择。眼见宗门精锐转瞬之间损失惨重，血无痕目眦欲裂，状若疯魔。一群废物，都给我死！他双手猛地合十，施展出血煞宗最歹毒的禁忌秘术万灵血技，一股恐怖的吸力从他身上爆发。战场上所有还活着的生灵，无论敌我，无论是重伤的血煞宗弟子，还是被欲望腐蚀的变异妖兽，其体内的精血魂魄都被强行抽出，化作一道道血色洪流，疯狂涌入血无痕体内。不，少主，饶命啊！惨叫声戛然而止。血无痕的身体急剧膨胀，转瞬间化为一尊高达100丈、浑身流淌着粘稠血液的血魔，气息暴涨到了一个骇人的地步。然而，面对这尊恐怖的血魔，太古玉兽那混乱的意识中，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流露出更加强烈的贪婪。这血魔身上浓郁的生命精气与绝望的负面情绪，对他而言简直是世间最顶级的补品。太古玉兽张开巨口，竟不再攻击，而是同样产生一股更为原始、更为霸道的吞噬力，开始反向吞噬那万灵血迹的力量。什么？血无痕所化的血魔大惊失色，他引以为傲的血迹之力竟被对方强行截断，并鲸吞蚕食。噗！血无痕遭到恐怖反噬，巨大的血魔之躯上七窍流血，气息瞬间紊乱。太古玉兽抓住机会，一只由无数扭曲手臂组成的利爪撕裂虚空，瞬间洞穿了血魔的胸膛。一颗拳头大小、蕴含着磅礴血气的核心血丹，连同血无痕那惊恐万状的神魂，被一同挖出，被那巨口囫囵吞下。吞噬了血无痕后，太古玉兽庞大的身躯上竟浮现出淡淡的血色魔纹，萎靡的气息不仅尽数恢复，反而再度攀升。解决了血煞宗，他那混乱而饥渴的视线再一次投向了方闯一行人。这一次，他口中发出了嘶哑、粘稠又充满无尽诱惑的人言：你们身上有缘的气息，成为的一部分吧。剑无痕和刘雪姬皆是神情凝重，准备迎接一场恶战。方闯却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迎着那股威压：我们对你并无恶意，只为寻宝。如今宝物已到手，你的仇人也已帮你解决，你我恩怨已了，可否放我们离去？太古玉兽那无数张面孔上露出了困惑与暴虐交织的神情。就在这时，蓝姬强撑着站直身体，双眸中幽光流转，主动散发出一缕精纯的玉之源气息，尝试着与太古玉兽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感受到这股同源的气息，太古玉兽眼中的暴虐竟缓缓消减了些许。对蓝姬，
他产生了一丝同类般的奇异认可。定，获得临时盟友。太古玉兽，血脉秘境限定状态不稳定，优先守护蓝鸡。系统提示音让方闯心中一动。太古玉兽庞大的身躯沉默了片刻，竟真的向一旁挪开，让出了一条通路。圆的同族，离开这里，不欢迎外来者。一行人不敢耽搁，有惊无险地退出了这片血色秘境花药峰。当方闯4人带着3件奇珍回归时，峰顶那枚天道锁印依旧如复古之居，散发着不祥的血光。议事大殿内，刘雪姬刚刚取出7窍玲珑心与虚空元石，准备推演布阵的细节。就在这一刹那，峰顶那枚血色眼瞳猛地血光大盛，紧接着在血色眼瞳的旁边，虚空扭曲，一枚更加复杂、更加威严、通体闪烁着金光的锁印凭空浮现。一个冰冷、威严、不含任何感情的声音从那金色锁印中轰然传出，响彻整个花药峰。区区执法斥候，竟也失手，天罚神使即刻降临。妇道逆贼准备迎接真正的天道审判。话音未落，陶青柔满脸焦急地冲进大殿。方闯，不好了！灵明他腹中的胎儿灵气突然暴动，引得整个花药峰的雷火灵脉都起了异象，看样子竟是要提前降世了。